徒儿，速度再快点！师尊，你都飞到云端了，我怕你顶不住啊。为师能行的，你就放心吧。遵命。杨晨放手一搏，驾驭青灵鹰，快速地穿过层层云雾，全力向远方逃遁。在他身后，趴在青灵鹰背上的，则是容貌绝美的合欢宗宗主欢玉莹。罡风烈烈，吹到他凹凸有致的娇躯上，掀起大片雪白。看样子，他确实有点顶不住。天渊仙州东域有4大势力，分别是合欢宗、欢喜寺、极乐庵、妙音门。东域再往东，则是东极无量海，而东极无量海里有一头凶狠狡诈的黑龙王。这黑龙王每次兴风作浪，都会毁堤溃坝，涂炭生灵，以至于整个东域都陷入大混乱之中。为了斩灭黑龙王，4大势力的掌门人来到碧波城，共商大事，准备联手平息龙火。哪知欢喜寺的妖僧竟然比黑龙王还要阴险毒辣，他们骤然对合欢宗发难，妄想把这些美女帅哥抢回去当炉鼎。而欢玉莹就是在这时中招的。此刻，青灵鹰背上中了缠绵欢喜散的欢玉莹欲火焚身，心中更是痛悔不已。晨儿，师尊不该忽视你的提醒，轻易相信这帮妖僧。若非师尊大义，你那些师兄师姐也不会。说到这里，欢玉莹满脸痛苦之色，几乎是咬牙切齿。想到惨死于欢喜寺妖僧手中的同门，杨晨的心中亦是无比苦涩。其实他早就暗中提醒欢玉莹非我门人，其心必异，可惜还是被人钻了空子。若不是他生性谨慎，藏了一手，恐怕还不能驾驭青灵鹰脱逃。师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们逃脱追杀，今日之仇总有报复回来的一天。事到如今，悔恨无济于事。杨晨选择鼓舞士气，提高逃生的几率。晨儿说的对，师尊定会带你逃出升天。欢玉莹看着杨晨俊美侧脸，目中满是欣赏之意。可就在这时，缠绵欢喜散的毒性忽然大爆发，剧烈的毒力席卷全身，欢玉莹彻底无法压制了。只见她双腮酡红，好似喝醉了酒，一双美眸泛起潋滟的波光，那潮红之色顺着天鹅颈往下蔓延，法衣下大片冰肌亦是一片粉腻。晨儿，欢玉莹哼吟出声，两截白藕似的玉臂忽然从后面抱住杨晨，美女蛇一般缠绕上来。杨晨正在驾驭青灵鹰，遭遇突然袭击，差点翻了车。这个时候，他纵使色胆包天，也不敢提枪上马。且不说欢玉莹是他的师尊，后面还有一群妖僧追杀呢。师尊，冷静，冷静啊！杨晨血气方刚，受不得刺激，额头冒出了虚汗。青灵鹰的速度也在干扰之下放慢了不少。好在欢玉莹还有一丝理智，咬着牙齿放开杨晨。杨晨顿时松了一口气，继续催动御兽诀，驾驭青灵鹰加快速度。然而这么一耽搁，后方追杀的瑟瑟欢喜佛已经追了上来。欢玉莹中了本寺的缠绵欢喜散，想必难受的紧吧，不如就让本佛渡你出了苦海。杨晨猛回首，却见后方一个大肚便便的胖和尚驾驭粉色袈裟急速掠来。那胖和尚一身肥肉，好4个球，比那10月怀胎的孕妇还要夸张，身后还站着4个高矮胖瘦各不同的佛陀弟子，光头铮亮，眼冒斜光，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家伙不是什么正经和尚。杨晨咬牙，拼命催动御兽诀，青灵鹰陡然加速。师尊，那小子加速了！一个瘦巴巴的和尚豁然站起，急切道：无妨，青灵鹰是猛禽类妖兽，不善长途跋涉，再熬一熬那孽畜，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追上。瑟瑟欢喜佛迷眼盯着青灵鹰，捻动佛珠，一副置诸在握的模样。师尊料事如神，一切尽在师尊掌握之中。4大弟子立刻双手合十，谄媚称颂着。瑟瑟欢喜佛点点头，一派云淡风轻，实则他在弟子面前的淡定只是表象。欢喜寺有4大欢喜佛，分别是瑟瑟欢喜佛、花花欢喜佛、空空欢喜佛、笑笑欢喜佛。4大佛高高在上，把持着寺院一切的资源，私底下也不少较劲。在这次暗算合欢宗的行动中，另外3佛的收获很是不小，功绩远超于他。瑟瑟欢喜佛再不发力，回去之后必定会受到其余3佛的冷嘲热讽。当然，瑟瑟欢喜佛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所谋甚大，一早就盯上了欢玉莹。只要得到欢玉莹这具顶级炉鼎，汲取了他的元婴，吞噬其修为，我便能一举突破元婴，成就化神。届时，本佛便是寺内唯一的真佛。念及此处，瑟瑟欢喜佛眼眸里绽放灼热的光芒，粉色袈裟法宝再度加速。那花和尚是元婴大修，灵力充沛，体力绵长，而青灵鹰是猛禽妖兽，本就不擅长途飞行，又载着师尊和自己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被追上。以杨晨的机智，自然也算计到了己方的大劣势。他额头沁出冷汗，却是无计可施。晨儿，你放下师尊，逃命去吧。欢玉迎免强压制欲火，急切道：不可！杨晨断然拒绝道：老六归老六，但不能当懦夫，更何况抛下师尊又如何？以他练气期的弱鸡修为，跑不了多远。闻言，欢玉迎心中暗生欣慰，或许能与晨儿共赴黄泉，也不算太遗憾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忽然出现一片汪洋大泽，粼粼波光，鱼跃鸟飞，蒸腾起缕缕雾气，有救了！湖水足以隔绝缠绵欢喜散的气味，而青灵鹰可以加速引开瑟瑟欢喜佛。杨晨心中大喜，
猛地催动青灵鹰往大泽深处低掠。不多时，两道身影悄无声息地遁入水底，没有溅起一丝水花。杨晨这个老六还不忘施了个障眼法，用法力勾勒出师尊和他的幻影。此举不仅骗了青灵鹰，也骗过了后方追杀的瑟瑟、欢喜佛一行人。一落入水中，欢玉莹便用碧水珠隔开湖水，二人拥挤在碧水珠开辟的狭小空间里，紧紧抱在一起。师尊，青灵鹰引不了他们多远，你快想办法避毒疗伤吧。杨晨软玉温香在怀，却是煎熬得很，手脚不敢动弹。晨儿，师尊好难受。欢玉莹呢喃着，神态都有些癫狂。师尊这明显是毒入心脉，难以排遣了，要不自己牺牲一下，帮一把师尊。杨晨内心十分之纠结，但很快他的头皮一阵发麻，一个恐怖的事实蹦到他的脑子里：师尊是元婴大修，而他不过是一个炼气期的废柴，若是双修，多半会被活活吸成人干。不，师尊，徒儿不能两个字还没说出来，杨晨的嘴就被温软堵住了。缠绵欢喜散的毒素也随之扩散到杨晨体内，连元婴大修都顶不住的缠绵欢喜散，可想而知是多么霸道。更别提杨晨身边还有一个绝色妖娆，他瞬间就沦丧在无边欲火之中。无边大泽的水底深处，碧水珠开辟的狭小空间里，一曲生命之歌奏响了。四周游鱼则是唯一的见证者，他们瞪大鱼眼，好奇地打量着。人族的交融还真是好看。这时异变陡然发生，杨晨的心脏处忽然爆发耀眼的光芒，好似一轮大日突破黑夜的禁锢，散发无穷无尽的光和热。游鱼纷纷四散逃窜。我竟然还活着！杨晨骤然醒来，感受到身体的异常，心头猛地一跳，他竟然激活了大日龙阳体。大日龙阳体10大圣体之一，妙用无穷，修炼到极处，滴血重生，不死不灭。杨晨本能的读取到血脉里蕴含的信息，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生性谨慎的他开始寻思根源。如果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自己刚才与师尊双修出长进果，一定是师尊的元婴之力帮助他激活了大日龙阳体，而大日龙阳体的龙阳之力也帮师尊驱散了缠绵欢喜散。只有这个解释可以说得通了。这时欢玉莹浅哼一声，逐渐醒转，她黑长的睫毛颤了颤，映入眼帘的是杨晨充满阳刚之气的身影。晨儿，你还活着？师尊不会是做梦吧？欢玉莹瞪圆了美眸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。毕竟元婴修士与炼气修士双修，后果自不必多说，不被吸成干尸就算不错了。而杨晨竟然还活着，简直就是奇迹。面对师尊的询问，杨晨咧嘴一笑：师尊，你恢复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确实还活着。关于大日龙阳体，杨晨没有多说，毕竟穿越过来，他就是个老六，深谙狗道的精髓，能藏着的底牌绝不暴露。说着，杨晨主动给欢玉莹披上衣服，看到那残破的法衣上点点红花，欢玉莹心里涌起难言的愧疚，自己身中奇毒，竟然把徒儿给那个了。这事如果说出去，他一宗之主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。想到这里，欢玉莹脸色一正，严肃道：晨儿，今日之事绝不可外传。放心吧，师尊，湖底发生的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杨晨咧嘴笑道，爽快的答应，反正他是个老六，也不想大肆宣扬此事，否则一旦被宗门的师兄弟知道自己拿下了掌门师尊，恐怕会把人酸死。欢玉莹松了一口气，但面对徒儿还是很尴尬。狭小的湖底空间里，二人之间的气氛愈发僵硬。这时一道浩浩荡荡的神识扫过，打破了气氛。这秃驴杀回来了！欢玉莹豁然起身，灵力在周身涌动，凤目一片森寒的杀机。没了缠绵欢喜散的独立纠缠，他已然恢复了全盛时期的实力，自然不可能再像之前一样仓皇逃窜。杨晨亦是神色肃然，抽出随身法剑，蓄势待发。晨儿，你在水底待着，见机行事。师尊斩了这秃驴，便回来寻你。说完，欢玉莹驾驭银色盾光，转瞬破开水面而去。林果无奈的摇摇头，随即握着碧水珠潜入鱼群之中。大泽之上，瑟瑟欢喜佛横空而立，凶眸怒瞪，他手里拎着击杀的青灵鹰，神识如梳子一般扫过大泽。本佛竟这边毛出生耍了，岂有此理！你们几个招子放亮点，那贱婢和小弟子就藏在这片水域。四大佛陀当即领命，是师尊。就在这时，一朵硕大无朋的金莲虚影冲出水面，漫天湖水激射向四面八方，金莲虚影打着转，直奔瑟瑟欢喜佛而去。贱婢竟敢埋伏本佛，佛爷今日是要渡你一渡。瑟瑟欢喜佛默念法咒，甩出手中珠串，108颗佛珠迎风而长，瞬间长成磨盘大小的形态。嗖嗖嗖，念珠急速爆射，尽皆轰在金莲虚影上。这一朵金莲崩溃，可瑟瑟欢喜佛还没高兴片刻，欢玉莹灵力一引，虚空之中又绽放出一朵朵金色的莲花。轰轰轰，金色莲花与念珠法宝剧烈碰撞在一起，在天上炸出一道道震耳欲聋的轰鸣，震荡的余波向周围冲去，席卷方圆百里的大泽水面。贱婢，你竟然清除了本佛的缠绵欢喜散！瑟瑟欢喜佛难以置信，惊吼如雷。缠绵欢喜散乃欢喜四不传之秘，欢玉莹怎么可能这么快清除毒素？秃驴，少废话，拿命来！欢玉莹恨极了瑟瑟欢喜佛，
驾驭一朵紫色莲花攻来。瑟瑟欢喜佛无暇多做他想，只能应战。轰轰轰！瞬息之间，双方对拼了数百招，打得湖水掀起滔天般的巨浪，方圆百里的灵力暴走，形成灵气漩涡，连空间都在不停的震荡。此刻，杨晨身处水底数百米，也感受到了双方激战的余波。附近的游鱼仓皇向四面八方逃窜，本能的远离战斗的中心。杨晨这个老六灵机一动，竟也混入鱼群之中，悄然撤离。以我这点实力，上去也是送财，不如离得远远的，至少不会给师尊添乱。杨晨这么想着，倒也心安理得起来。他随着鱼群越潜越深，不多时竟然潜到了深邃的湖底。好在有碧水珠，杨晨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。咦，那是什么？幽深的湖底忽然有一簇亮光映入眼帘，杨晨心中顿时吃了一惊。这里少说也有上千米的深度，怎么会有亮光？不会是湖底水怪吧？杨晨这个老六惜命的很，躲在鱼群里悄悄观察着。不多时，鱼群终于靠近了那神秘的光源，隔着100米的距离，他终于看清了那点亮光的真面目，竟然是一件葫芦。只见那葫芦呈现黑白两色，静静地漂浮在湖底，散发出神秘的冷光。杨晨眯起眼睛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这黑白葫芦似乎是一件了不得的法宝，他在宗门里可没少听同门谈论奇遇的宝，没想到今天他也遇到了。正要走进黑白葫芦的时候，杨晨的脚步一顿，他忽然想到修炼界有不少用宝物钓鱼的老阴笔，这葫芦不会有诈吧？杨晨灵机一动，捉了一只大青鱼，以欲受决操控着它靠近葫芦。他眼睛一眨不眨，盯着那神秘的葫芦，但愿没有问题，反正一旦有任何不对劲，他就开溜。大青鱼在黑白葫芦周围转了一圈，甚至还故意撞向葫芦，可那葫芦没有丝毫异样。杨晨终于缓了口气，尝试接近黑白葫芦。不多时，他小心翼翼伸手拿起葫芦，入手冰凉，仔细感知的话，竟然有一种天地道运，好像世间万物在呼吸。这葫芦应该是天生地长的，神秘莫名。确认了这一点，杨晨双眼放光，咬牙滴上一滴血。黑白葫芦骤然亮起，浮现出一道太极阴阳图。阴阳葫芦可吞噬男女修士，化为阴阳之力，反哺主人。这一段信息传递到脑海里，杨晨登时心脏漏跳了半拍。这精致小巧的葫芦，竟是这样的一件凶器。不过他可真是好欢喜脸。此刻杨晨心里想的却是用这宝物嘎了修士，连毁尸灭迹都省了。与此同时，远在100里之外的一只黑猫感应到葫芦被人收了，想杀人的心都有了。就当杨晨获得宝物的时候，水面上的激战也到了分胜负的时候。欢愉银娇喝一声，浑身灵力如潮水般涌出，一朵异常耀眼的金色莲花绽放于虚空，火莲便是。恍若一轮大日升起，射出无数道灼热的射线。贱婢，你竟把玉莲和欢宫推到了第9层。瑟瑟欢喜佛顿时露出见鬼一般的神色，又惊又怒。他抛出身上披着的粉色袈裟法宝挡在身前，随即嘴唇蠕动，快速默念法咒，粉色袈裟向四方延伸出去，瞬息间就暴涨成一张遮天大幕。当当当，无数道的灼热射线尽皆轰在粉色袈裟形成的遮天大幕上。瑟瑟欢喜佛的义大笑道：贱婢，你这点雕虫小技也敢妄想攻破本佛的遮天袈裟，是吗？欢愉银冷笑一声，旋即美目之中流转着圣洁的银色辉芒，霎时间，那朵金色莲花忽然变成了银色，一道道银色月弧随即展出，银莲露天，银弧展到遮天袈裟上，呲啦一声脆响，如同撕裂破败的皮革，去势不减，向着瑟瑟欢喜佛击射而去。啊！瑟瑟欢喜佛油腻的笑容僵在脸上，随即发出一声震天般的惨吼。他捂着鲜血淋漓的胳膊，眼皮狠狠跳动几下。这件臂好深沉的心机，竟然隐藏了这么多实力。瑟瑟欢喜佛心知肚明，继续斗下去，他毫无胜算。不过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。瑟瑟欢喜佛心念一动，魂音传给4大弟子：瑟正，你等4人速速去湖底把欢愉营的小弟子抓上来。这贱婢逃命都带着那练气期的小白脸，想必是他的心头肉。4大弟子顿时会意，原来师尊是想以此来要挟欢愉营。是，师尊。4人领命而去。湖底，杨晨把玩着阴阳葫芦，爱不释手。这葫芦的用法着实古怪，也不知何时能用上一次。他暗暗想着。这时，几道神识忽然从不同方向扫过来，锁定了他。不好，定是那几个花和尚找过来了。若是以往，杨晨恐怕发现不了，但大日龙阳体带给他的提升是全方位的。这4道神识一扫过来，五感敏锐的他当即有所察觉。杨晨收起阴阳葫芦，飞速撤离。约莫半盏茶的时间，那4道神识依旧锁定着他，并不断接近。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被追上，不如化被动为主动。杨晨心里有了主意，急速上前。他破开水面，浮在空中，坐等追兵到来。不多时，4道身影随之跳出水面。小白脸，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4大佛陀各据一方，邪笑着包围了杨晨。在4人看来，抓住一个炼气初期的小弱鸡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杨晨见到了这4人，也松了一口气。只要瑟瑟欢喜佛不在，这几个花和尚不难对付。他嘻嘻一笑，反问道：我为什么要跑？小爷我等的花儿都谢了。4大佛陀顿时感受到了某种冒犯，死到临头还敢这么猖狂，小子，
速速跪下，给佛爷磕头！敢不跪下投降，佛爷今天就敲断你的五肢！四人叫嚣着，阴恻恻逼近杨晨。杨晨却是不疾不徐，掏出阴阳葫芦，砰一下拔开盖子，黑洞洞的瓶口对准四人，想让小爷跪下，倒也简单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们要是敢答应，我就跪下！他掏了掏耳朵，扬起脑袋，用鼻孔朝着四人，那模样要多猖狂有多猖狂。四大佛陀面面相觑，随即大笑起来。这小白脸真是不知死活，莫非你以为拿个破葫芦就能吓到我等？尽管叫，看佛爷我招不招呼就完事了。杨晨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拿着阴阳葫芦，满脸坏笑。乖孙儿们，还不快速速报上名来！此言一出，当即便有3个佛陀愤愤地做出回应：你迦瑟正爷爷在此，你迦瑟智爷爷在此，你迦瑟文爷爷在此。话音一落，阴阳葫芦忽然颤动，发出夺目的5色神光，而后长大成一座数丈高的巨型葫芦，瓶口处射出一道光束，照出阴阳太极图，笼罩住那3个回应的佛陀。那3人好似被施了定身咒，连手指头都动不了一下。不多时，光束一收，3人也随之吸入阴阳葫芦里。小山般的硕大葫芦灵光一闪，又缩成巴掌大小。好宝贝！杨晨喜滋滋把玩着阴阳葫芦，一脸玩味的瞥向场上奈景胜的佛陀。哟呵，还遇到同行了，这花和尚明显也是个老六啊！奈景胜的佛陀愣在原地，脸色煞白如纸，身体不自觉地颤抖着。就差一点，自己刚才若是稍有拖大，必然也会中了那小白脸的奸计，收入那诡异的葫芦法宝里。念及此处，他身体颤抖的幅度更大了。放我们出去！小子，不想死的赶紧放开我等！小白脸，快放我等出去，否则我等师尊必要将你抽魂炼魄！那3个收进葫芦里的佛陀不停地敲打葫芦壁，嘴里发出各种威胁。嘿嘿，还挺横。杨晨掏掏耳朵，侧耳倾听，笑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。不过再横又能咋地？关进笼子里的恶狗还能蹦出来咬他一口。这时3个佛陀很快没了气势，又开始变脸说好话求饶。只要你放我们出去，我等必会在师尊面前为你美言几句。我等可以推荐道友加入欢喜寺，一起修行佛门大道。道友何必做得这么绝？万事都好商量。杨晨一听这话，顿时觉得没意思了。你们几个要是不求饶，小爷还敬你是条汉子。就这，留你们何用？杨晨龇牙一笑，随即心念一使，催动阴阳葫芦。阴阳葫芦5色神光闪烁，阴阳太极图一照，便将3个佛陀瞬间化为3缕至刚至阳的灵力。这是纯阳之力。杨晨眼睛骤然放光，咽了咽口水，却是心有犹豫。不过这一丝犹豫很快被本能的渴望击败，他迫不及待将这3缕纯阳之力吞到了丹田里。谁知这3缕纯阳之力一进入丹田，气血骤然暴动，灵力席卷全身，一轮大日虚影浮现于身后，金色的辉芒洒在他的身上，映衬得杨晨如仙如佛。而他的修为就像驾驭一把神剑，直冲上云霄。炼气1层，炼气2层，炼气3层，一直冲到炼气8层，修为突破方才平息。杨晨感受着周身涌动的灵力以及那猛长一大截的力量，几乎忍不住长啸一声。他甚至觉得眼前就是出现一座山，也能一拳轰爆。但杨晨更知道，这是修为暴涨之后的错觉。饶是如此，激发了大日龙阳体，修为突破之后的肉身力量也极为惊人。杨晨估算，他的身体力量至少是同等级修士的5倍，甚至更多。这时，蕴藏在大日龙阳体的血脉又忽然传来一道讯息：修为达到炼气后期，气血如龙，灵力充盈，解锁血脉神通大日伏魔拳。大日伏魔拳，大日圣体血脉神通，可大大激发圣体拥有者力量，对战魔修有克制的神效。注：使用大日伏魔拳对肉身负荷极大，需量力而行。大日伏魔拳，杨晨双拳紧握，心神震撼，眸中暗生缕缕金辉。有了这拳法，他的力量甚至可以暴增到寻常修士的10倍。杨晨忍不住想要轰出一拳，是事成色。可就在这时，仅剩的那一个佛陀猛然惊醒，他死死盯着杨晨，目中爆发出强烈的贪婪之意。小子，把你那宝贝献给佛爷，佛爷可以饶你一命。显然回过神来的佛陀惊觉杨晨不过是仗着宝贝葫芦犀利，又善用阴谋诡计，方才得逞。此刻的他已然吃定了杨晨，杨晨也在打量着他。这个佛陀却是刚才4人之中最弱的，也有筑基巅峰的修为，倒是一个不错的对手。少废话，宝物就在这里，想要就来拿吧。杨晨勾勾手，一脸的轻蔑。找死！佛陀怒喝一声，取出一件金钵法宝，竟是一件下品灵器。那金钵长成一幢房屋大小，倒扣着而来。见状，杨晨目中闪过一丝冷光。这佛陀竟如此托大，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打着生情的主意，来得好！杨晨厉怒顿生，身后浮现一道大日虚影，汹涌澎湃地轰出一拳。大日伏魔拳！佛陀咧嘴嗤笑，区区血肉之躯也敢撼动他的灵气金钵，自有取死之道。可下一瞬，佛陀就笑不出来了。杨晨那一拳击出，竟喷吐出烈日般的拳芒，轰！金钵与那拳芒碰撞在一起，发出一声轰然巨响，碎裂成无数细小的渣渣，而后向着4面8方漫射而去。大日伏魔拳于是不减，奔着佛陀而去。佛陀开启护体灵罩，却如纸糊的一般被轰爆。不！他发出最后一声惨吼，
化为漫天血雾。听到这一声惨吼，瑟瑟欢喜佛神色微变，可随后他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此刻的瑟瑟欢喜佛已然意识到自己坐下四大佛陀全部灰灰，不，这怎么可能？就在这时，一道肆意的叫嚣声响彻：“秃驴，你那4条狗都被小爷宰了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”杨晨这个老六故意躲在远处叫嚣，果然这一喊刺激得瑟瑟欢喜佛几乎吐血，连招数都受到干扰。欢玉莹果断抓住机会，放出积蓄已久的大招银莲露天，一朵圣洁的银色莲花绽放，一道锋锐的月弧爆射而去，擦着瑟瑟欢喜佛的头皮掠过。瑟瑟欢喜佛被边缘锋芒所伤，满头的鲜血喷涌，看起来极为惨烈。他不仅再度受伤，又失了再战的胆气，情势极度危急。不过瑟瑟欢喜佛比千年的狐狸还要狡诈，他竟是双目赤红，怒吼着：“小子，本佛今日是要斩了你！”这个举动吓得杨晨这老六脖子一缩，心脏砰砰跳。我靠，堂堂元婴大修，对一个小辈出手，还要不要脸？晨儿，小心！欢玉莹关心则乱，急忙回身阻挡。谁知刚才还一副同归于尽架势的瑟瑟欢喜佛，竟然驾驭袈裟暴退而去。一边跑路，他还抛洒出形如缠绵欢喜散的粉色烟雾。欢玉莹神色巨变，下意识屏住呼吸，却又很快意识到自己被耍了。这数息的耽搁，瑟瑟欢喜佛已然远遁出去数十多里。贱婢，还有那奸猾的小子，今日之仇，本佛必有所报。欢玉莹玉容浮现一缕煞气，却是咬咬牙忍住杀意，反身去寻杨晨。杨晨见瑟瑟欢喜佛远遁而去，松了一口气，从水里钻出来。师尊，我在这呢。欢玉莹飞身掠来，美眸盯着他，满是关切之意，又愧疚道：“是为师大意了，没想到那秃驴如此奸诈。刚才激烈对战之时，竟然有下暗中传音，派4大佛陀去请你。”杨晨却是昂首挺胸，露出自信的笑容：“那几个花和尚哪里擒得了徒儿？徒儿已经送他们去西天取经了。”说着，杨晨又邦邦拍了2下胸脯，示意他现在的状态好得很脸。欢玉莹见状，不禁莞尔一笑，他伸出玉手，想要摸一摸这个小弟子的脑袋，中途却是变了主意，落在杨晨的肩膀上。“晨儿，你长大了。”欢玉莹悠悠一叹，蕴含着许多难言的情绪。师尊，我那里确实长大了。杨晨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，要是再能一亲师尊的芳泽，那该多好。欢玉莹很快收拾好心情，忽又好奇问道：“晨儿，师尊观那4大佛陀多为金丹修士，最弱者也是筑基巅峰，以你的实力，如何击杀这4人？”对于欢玉莹的疑问，杨晨早就打好了腹口。他嘿笑一声，随即取出阴阳葫芦，颇有几分嘚瑟地说道：“金丹又如何？在徒儿的宝贝葫芦面前，不值一提。”“咦，这葫芦？”欢玉莹眼波流转，顿时发出一声惊疑。以他的身份实力，见过的宝贝何其多，却是看不透这葫芦的来历。“晨儿，可否借师尊上手一关？”欢玉莹急为讲究地问道。杨晨恭敬呈上：“师尊不必跟弟子客气，您想看就看。”对于这阴阳葫芦来历不明，他其实也是好奇的很。欢玉莹颔首，旋即抬手一射，将阴阳葫芦握在掌中。霎时间，一股浑然天成的道运在手中流转。欢玉莹美目之中顿时绽放异彩，天生道运，呼吸自然。这葫芦的确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。听到师尊如此评价，杨晨笑得合不拢嘴。奇遇年年有，今年到我家，我杨某人总算掏到一回。这时，欢玉莹把阴阳葫芦还给杨晨，又郑重叮嘱道：“晨儿，师尊虽看不出这宝葫芦的来历，却也知此物大有来头，于你而言，更是一桩大造化。以后行事务必小心谨慎，不可将此宝轻易示人，请尊师尊教诲。”杨晨这个老六惜命的紧，哪里还敢大意，当即就把宝葫芦藏好。他打定主意，以后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动用阴阳葫芦。天色渐晚，红霞漫天，欢玉莹带着杨晨飞越大泽，落到岸边树林里。因为青灵鹰被杀，两人失去了赶路的飞行工具，而此地距离合欢宗甚远，如果依靠灵力飞行，欢玉莹带着杨晨实在是个累赘。所以思来想去，两人决定去附近的大城坐船送朕回去。此地距离最近的大城也需半日路程，到时候半夜3更，守城修士不会放咱们师徒进城的，不如就在此处休整一夜，明日入城便能搭乘船送朕回宗。欢玉莹3言2语说出行程安排，杨晨巴不得跟师尊多相处一夜，自然满口答应。师尊，您还没尝过徒儿的手艺呢，我烤鱼的手艺那叫一绝。杨晨眼珠子一转，趁着机会献起了殷勤。你小子想干嘛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欢玉莹脸色冰冷，给人生人勿近的感觉。他总觉得眼前的徒儿想方设法的讨好自己，是想重温那晚的旧梦。嘿嘿，没干什么，就想表表孝心而已。杨晨挠挠头，笑着露出大白牙。好吧，那师尊就尝尝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。欢玉莹暂时放下了戒心。您放心好了，包你满意。杨晨嘿嘿一笑，随即就去附近的灌木丛拾了一堆树枝。他一个人忙上忙下，又是捉鱼，又是准备调料，又是点燃篝火。好在杨晨手脚利索，忙而不乱。这时欢玉莹秀眉微蹙，淡淡道：“晨儿，你先忙着，师尊去梳洗一下。”杨晨没太在意，含糊的应了一声，
继续忙着手里的活计。一炷香时间后，杨晨搭好了烤鱼的架子，一应食材也准备好了。师尊还没回来，还是等等再烤吧。他百无聊赖，仰着脖子看星星，思绪纷乱。这2日的经历可真刺激，啥都经历了一遍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树林里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杨晨右耳微动，敏锐地捕捉到了。什么情况？不会是妖兽偷袭吧？他循着声音蹑手蹑脚走过去，这一看可不得了。只见那皎洁的月光之下，有一道冰肌玉骨的绝美身影。师尊！杨晨双眼圆睁，小心脏砰砰跳，差点叫出声。因为欢玉莹实在太美了，那种美简直如同天仙下凡，勾勒出一张完美的仙子换洗图。而更让杨晨激动的是，就在不久前，这尊绝美的仙子跟他产生过负距离的接触，这简直是很多雄性牲口10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啊！大饱眼福之后，他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艰难地转过脑袋，又悄咪咪地走回去。好险，差点就暴露了。杨晨暗自庆幸着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元婴修士的感知何等强大。又过了一炷香时间，欢玉莹梳洗完毕，袅挪而归。此刻，欢玉莹一身青色如裙，玉容不施粉黛，只在云鬓间插了一根木簪。这样的家常打扮，可谓是松弛感满满。杨晨还从未见过高高在上的师尊如此打扮，当即看直了眼睛。臭小子，别烤糊了！欢玉莹嗔怪道。虽然脸上冷冰冰的，但自己的美色让徒儿着迷，他还是很自豪的。啊，不会糊的。杨晨顿时惊觉，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徒儿，这就给您好烤鱼。他赶紧忙活起来，掩饰内心的尴尬。不多时，阵阵诱人的香味传来。师尊，您先尝尝。杨晨贴心地切下鱼背上的嫩肉，放在玉盘里，端了过去。欢玉莹尝了一口，眼前顿时一亮。不错，表皮酥脆，肉质鲜嫩。看来晨儿刚才不是自吹自擂，他难得没有吝啬自己的夸奖。杨晨得了师尊夸赞，笑得眯起眼睛。烤鱼的镜头更大了，月光如水，凉风习习。师徒2人赏夜景，吃烤鱼，倒是别有一番野趣。这时，却有一只奇奇怪怪的黑猫爬上了岸边。之所以说这黑猫奇奇怪怪，而是它竟能口吐人言。主人被困上万年，本王苦寻阴阳葫芦，少说也有1000年了，也不知哪个老六竟敢捷足先登。黑猫舌头吐老长，不停地喘着粗气，嘴里骂骂咧咧的。显然，这只黑猫是为寻阴阳葫芦而来。没多会功夫，它气息平稳了些，差不多休息好了。阴阳葫芦能助我逆转时空，救回主人，这宝葫芦，本王势在必得。说着，黑猫直立起来，2只后爪着地，一只前爪背在身后，一只前爪捋着猫须。它左嗅嗅，右闻闻，终于锁定阴阳葫芦的方位，鸟悄地猫了过去。欢玉莹选取的休息地点距离水岸很近，黑猫很快就摸了过来。区区一个炼器小修，也敢抢本王的宝葫芦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黑猫嗅到阴阳葫芦藏在杨晨身上，黑曜石般的猫眼闪过一丝人性化的嘲弄。正当他准备动手开抢的时候，却又瞥到了家常打扮的欢玉莹。元婴大修士。他的猫眼瞬间瞪圆，身体弓起，尾巴吓得翘成一条竖线。刚才还势在必得的雄心壮志登时尾了，怎么哪都有这种有背景的修2代，气煞本王了。黑猫咬牙切齿，却是无可奈何。他现在的实力，收拾一个炼器修士还行，哪里惹得起元婴大修士？不过黑猫能在修炼界立足，身上的绝活可不少，硬的不成，他还有软的。黑猫瞥了几眼冷艳孤绝的欢玉莹，眼珠子滴溜一转，鬼点子就浮上心头。喵喵，几声突兀的猫叫打破了寂静的夜。杨晨闻声看去，却见一旁的灌木丛里，一只小黑猫一瘸一拐钻出来，睁大黑曜石般的眼睛对着他叫唤着，似乎是饿极了。他的叫声软绵无力，听起来软萌软萌的，好像在可怜兮兮的哀求：哥哥哥哥，行行好吧，给猫儿尝一口烤鱼。若是旁人，黑猫很可能蒙混过关，但杨晨这个老六的脑回路与众不同，一看到黑猫，他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。深更半夜，荒郊野外的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只貌似可爱的小猫咪？有古怪。这个时候，黑猫有些蒙圈，这剧本不对啊，本王这么可爱，这小子怎么还不主动投喂？黑猫无奈，又冲着杨晨喵喵叫，卖起萌来。这回杨晨有反应了，他指指手里烤鱼，想吃鱼。黑猫心中一喜，果然老六也扛不住他的卖萌神功，他喵喵叫唤2声，好像回应着给我掐，快给我掐。嘿呦，小东西脸皮挺厚的脸，还想吃我的烤鱼？我这烤鱼除了师尊能吃到，谁也不行。也许是老六疑心病都重，杨晨总觉得这黑猫看他的眼神不大对劲，他冲着黑猫一通损，顺便也对师尊表表忠心。黑猫差点绷不住，口吐人言开喷了，这小子嘴是真损啊。这时欢玉莹嗔怪地瞥了杨晨一眼，训斥道：晨儿，莫要胡闹，哪有跟一只猫较劲的？杨晨不好回应，只能尴尬地笑了笑。这下黑猫来劲了，还是元婴大修士有格局。他一转目标，可怜兮兮地走到欢玉莹脚下，毛茸茸的猫头轻轻蹭着，喵喵，这小东西真是惹人怜爱。欢玉莹虽然高冷，但对萌宠没什么抵抗力，当即母性发作，把它抱起来一阵撸，又撕下几片烤鱼肉投喂。黑猫吃着香喷喷的烤鱼，又趁机轻轻蹭着欢玉莹的高耸，
舒服的眯起眼睛，嘿嘿，还是本王的卖萌神功厉害，元婴大修士都得中招。见状，杨晨握紧拳头，眸中闪过几分吃味，这死猫果然不是个好东西，竟敢当他的面染指师尊。黑猫似乎感受到杨晨的不爽，余光一瞟，心里愈发得意，小子跟本王斗还是嫩了点。夜里飘来几朵流云，遮蔽月色，黑夜深不见底。这时一个毛茸茸的猫头从草丛里钻出来，黑猫耳朵动了动，又嗅了嗅鼻子，终于确认欢玉莹和杨晨都睡了。他顿时原形毕露，直立起来，好似人形。黑猫蹑手蹑脚，正要钻进杨晨的帐篷，忽然他停下动作，眼睛一眯，猫眼里泛起紫色光芒，一缕缕极细的灵力丝线顿时映入眼帘。这些极细的灵力丝线围着帐篷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显然这是杨晨布置的市井小机关，虽然简单，但很实用。这小子还真是个老六，不过本王的道行岂是你这小辈可比？黑猫心里嗤笑一声，眼中泛起人性化的鄙夷。不多时，他灵巧地绕过灵力丝线，猫爪撕开一道口子，钻进帐篷。帐篷里，杨晨成一个大字，呼呼大睡，略微敞开的怀里正揣着黑猫苦寻千年的阴阳葫芦。葫芦是本王的宝贝葫芦。黑猫呼吸急促，心中狂喜，猫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，差点叫出了声。好半晌，他才平息了内心的激动。黑猫屏住呼吸，一边小心翼翼盯着杨晨，一边悄无声息迈着猫步靠近。杨晨呼呼大睡，毫无反应。不多时，黑猫终于叼到了阴阳葫芦，他就要逃离。然而黑猫还是低估了杨晨这个老六中的老六，他能带着师尊从欢喜肆意众老狐狸手中逃生，那警惕心可不是一般的强。就算是睡梦里，杨晨都会时不时摸摸怀里的阴阳葫芦。这时他刚好摸向怀中，我宝贝葫芦呢？杨晨豁然睁开眼睛，霎时间一人一猫四目相对，黑猫惊得触电般浑身炸毛，差点吓尿了。卧槽！杨晨又惊又怒，蹦起来就是一脚。这一脚含怒一击，加上杨晨的天赋异禀，当真是非同小可。饶是黑猫皮糙肉厚，体质特殊，也是脏腑剧烈震荡，骨头咔咔作响。喵！黑猫忍不住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，好似被爆了菊花。他忍着剧痛，叼起阴阳葫芦，四爪着地，飞一般猛窜出去。哪里跑？杨晨暴喝一声，眼眸里生出淡淡金辉，浑身涌动着无法想象的磅礴巨力。他右脚一踏地面，顿时踩出一道大坑，整个人旱地拔葱一般暴掠而去。窜出去10多丈的黑猫只觉耳畔忽来一阵劲风，随即便是一个凶狠至极的大逼兜。喵！黑猫凄厉惨叫着倒飞出去，狠狠砸到附近一棵大树上，震得枝干剧烈颤动，叶子哗啦啦凋零。他四脚朝天滑落在地，嘴上一松，叼着的阴阳葫芦一股路滚到草丛里。黑猫挣扎着还想要起身跑路，却是浑身散架一般，半天爬不起来。这时杨晨急掠而来，拾起阴阳葫芦，又谨慎地查看一番，直到确认宝贝葫芦没有被调包，方才揣回怀中。好个贱猫，胆子倒是不小，连小爷的东西都敢偷。说着，他又不疾不徐走过去，拎起黑猫的尾巴，把它倒吊起来，满脸戏谑打量着。喵！黑猫愤恨地盯向杨晨，龇牙咧嘴，还挥舞着猫猫拳。这下彻底惹怒杨晨了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嘿呦，你个小东西还敢横，偷小爷的宝贝，你还有理了！杨晨啪啪就是几个大逼兜，打得黑猫七荤八素，眼冒金星，脑袋里像是藏着一口巨钟，不停地嗡嗡轰鸣。喵喵！黑猫的声音在夜里无比凄厉，不过在杨晨听来，这叫声委实是中气十足。他陡然意识到一件奇事，这黑猫也太耐打吧，简直就是超级耐打王啊！要知道他现在的力量可非等闲之辈，刚才那含怒一脚都能踹死一头蛮象，但这黑猫叫这么大声，明显没啥大碍。你这贱猫还挺耐打的嘛，不会是什么异兽体质吧？杨晨摸了摸下巴，嘿嘿一笑，满是不怀好意的眼神。说完，他把黑猫吊在树上，邦邦又是几记重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打沙包呢。喵！黑猫惨叫着，五脏六腑都在震动，骨架子噼里啪啦作响，果然有点东西。再来！杨晨见黑猫还能惨叫，顿时两眼放光，好似发现了有意思的大玩具。他继续挥舞着拳头，测试玩具的质量。砰砰，又是几记重拳，打得黑猫气血逆流，直翻起白眼。这都没事？杨晨捏了捏拳头，一脸震惊。不过黑猫可没觉得自己没事，这小子区区练气修为，一身蛮力堪比荒古蛮兽，再这么打下去，本王岂不是要被活活打死？黑猫终于绷不住了，口吐人言求饶。喵！疼死本王了！别打了！听到黑猫说人话，杨晨登时吓了一大跳。一族口吐人言，那可都是叱咤一方的大妖，这贱猫如此猥琐，怎么可能是大妖？杨晨心中一紧，又尝试给了黑猫一逼斗。喵！本王错了，再也不敢拿你的东西了。黑猫耷拉个脑袋，可怜兮兮求饶着，还敢自称本王，谱儿倒是不小。杨晨咧嘴一笑，能说话的小猫咪真是稀奇咧。他摸摸猫头，捏捏猫耳朵，拍拍猫屁股，甚至还给他翻了个身。嘿呦，这货还是只公猫。黑猫感觉到无比的屈辱，你小子想干嘛？难道还想阉了本王不成？对方这么一说，
杨晨更来气，小贱猫，胆子不小啊！刚才还当着小爷的面吃师尊豆腐，师尊也是你能碰的吗？找死！说着，杨晨又是一阵不爽，顺手给了黑猫几个大逼兜。喵，本王错了，我只是想凑个近乎，不是故意的，别打了。黑猫怯怯道歉，一副可怜相，又想蒙混过关，但杨晨又怎么会买账？他下黑手拔了几撮猫毛，疼得黑猫龇牙咧嘴，随即又取出阴阳葫芦，阴恻恻道：“敢偷小爷的宝葫芦，那便用葫芦将你炼化。”饶命啊，小子，你别来真的啊！黑猫这下真的吓坏了，入了阴阳葫芦，那就是形神俱灭的下场。这种死法实在太过凄惨。咦，这小猫咪竟能口吐人言，倒是有趣。这时，欢玉莹御空而来，居高临下俯视着，流露出几分诧异之色。徒儿，打扰师尊清梦了。杨晨扔下黑猫，躬身道：“无妨，为师已经休息好了。”欢玉莹淡淡回应，目光依旧打量着黑猫。黑猫见欢玉莹来了，好似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喵，女菩萨，发发善心，救救我吧，我就要被他打死了。黑猫两只前爪屈下，跪地磕头如捣蒜，高呼救命。贱猫，你鬼鬼祟祟，偷我的好葫芦，还有连喊救命。杨晨目光一厉，就要把它吊起来捶。晨儿，住手！欢玉莹似乎对这猫很感兴趣，当即叫停。杨晨不敢忤逆师尊，只能凶瞪了黑猫一眼。黑猫趁此机会连滚带爬，一股路蹦到欢玉莹怀中，喵喵叫唤，着装可怜。不过他这次显然是长了记性，不敢触碰到敏感地带。欢玉莹撸了撸猫头，忽然问道：“小猫咪，你既然开了灵智，又能口吐人言，想必来历非凡。”黑猫惨兮兮道：“自从被主人抛弃，我已经浑浑噩噩流浪了1000年，很多事早已忘记。女菩萨，求你发发善心，收留我吧，我吃的不多，很好养活的。”黑猫很鸡贼，又想通过卖萌博取同情。欢玉莹听到这含糊不清的回答，就知道这黑猫心眼子不少。不过他略作思量之后，便点头道：“既然你都叫本座女菩萨了，本座便发发善心，带你回合欢宗吧。”黑猫登时大喜，只要能跟着对方回去，那他就还有夺回阴阳葫芦的机会。多谢女。话还没说完，欢玉莹却是冷声打断道：“小东西，你先别着急感谢，本座可是有条件的。”什么条件？黑猫心里咯噔一下，小心翼翼问道。欢玉莹一指杨晨，认本座爱徒为主。黑猫一双猫眼瞪得溜圆，彻底蒙圈了。认这个心狠手辣的老六当主人，那本王岂不是要天天被吊起来锤？女菩萨，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愿意侍候您左右，效犬马之劳。至于那小子，他有资格吗？黑猫冷冷地瞥了杨晨一眼，满是不屑。欢玉莹撸着黑猫，轻笑一声道：“你一只小猫咪，还想效犬马之劳？再说了，本座日理万机，事务繁杂，可没空顾及你。毕竟欢喜寺已经对合欢宗发难，估计妙音门和极乐庵也是凶多吉少，所以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。”听到这话，黑猫心里咯咯作响，猫眼瞪得老大。原来这个女菩萨竟然是在套路本王。这个时候，杨晨终于明白，原来师尊也在玩套路。师尊说的对，你只有2条路，要么认我为主，要么赶紧滚蛋。现在告诉我，你选哪条路？杨晨居高临下看着黑猫，嘿嘿坏笑，像个骗小孩的坏大叔。本王。黑猫胡须颤抖，面露挣扎之色。本王愿意奉您为主，受您驱使，请主人受我一拜。黑猫跪地磕头，以示臣服。不错，是个识时务的猫，以后就叫你小黑吧。杨晨弹弹猫头，笑嘻嘻道。黑猫趴伏在地上做乖巧状，好似彻底臣服了，但他的心里还打着歪主意呢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本王迟早会让你这个老六付出代价。与此同时，碧波城东边有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，据说在这里求子很是灵验，引得无数善男信女来此烧香拜佛。殊不知，到了夜间，白日里庄重肃穆的大雄宝殿陡然变得邪异，粉红色烟雾如活物一般蠕动着，那供奉的佛像仿佛成了狰狞可怖的妖物，不时有男女淫邪的叫声从偏殿传出。许久之后，粉雾渐渐散去，佛堂里豁然出现一群饮酒吞肉的和尚，为首2人赫然是欢喜寺的花花欢喜佛和笑笑欢喜佛。只见那花花欢喜佛一身素白袈裟，头上戴着一朵因红如血的牡丹花，他的长相妖艳俊美，足与牡丹斗艳，却又给人一种难辨雌雄的感觉。而笑笑欢喜佛见人便是3分笑，但那笑容里没有丝毫温度，略微勾起的嘴角像是一把刀子。此时妖艳的花花欢喜佛忽然开口，却是雄浑的男声：“笑笑佛、瑟瑟佛去追杀那合欢宗的欢玉莹，不知是否回来了？”闻听此言，笑笑欢喜佛这个笑面虎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未曾听闻他归来，他坐下4大佛陀也未回来复命。”花花欢喜佛亦是嘴角上扬，再开口却是柔媚的女声：“这么久没有回来，10之8九是败了，再等等吧。”话音落下，远处一团粉色雾气急速掠来，几个呼吸之后，瑟瑟欢喜佛现身于佛堂，众人目光俱是汇聚到他身上，却见瑟瑟欢喜佛面色惨白，气息不稳，身上披着的法衣袈裟破破烂烂，还沾上不少血迹，整个人显得极为狼狈。尤其是坐下4大佛陀竟无一人跟着回来。花花欢喜佛和笑笑欢喜佛对视一眼，
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诧。这时，笑笑欢喜佛故作关切之意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瑟瑟佛，本佛听闻你动用了缠绵欢喜散，这都没有抓到那欢玉莹。”瑟瑟欢喜佛没有作答，却是急走到香案上，拎起酒坛，倒了一海碗灵酒，仰头一饮而尽。随即，他猛地砸碎海碗，狰狞之中带着几分不甘，道：“那件碧城府极深，竟是隐藏了不少实力，本佛一时不察，险些折在他手里。”这时，一道刻薄的女声传出，却是花花欢喜佛出言讽刺：“什么城府极深，隐藏实力？本佛看你是实力不济，才以此作为借口吧。”闻言，瑟瑟欢喜佛又猛灌一海碗灵酒，霎时间，辛辣的酒气上涌，竟把他的眼睛熏得一片赤红。他通红着双眸，盯向花花欢喜佛，恶狠狠道：“怎么，连你花花佛也敢挖苦本佛了吗？”花花欢喜佛怡然不惧，又变成了雄浑的男声，道：“瑟瑟佛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休要狡辩。你连坐下4大佛陀都保不住，真是丢了我欢喜寺的脸。”你对方的话如一把尖刀刺心，瑟瑟欢喜佛的脸色顿时黑沉下来。这时，笑笑欢喜佛又出来装好人，他貌似打圆场，实则不无炫耀地说道：“瑟瑟佛，此事倒是奇了。本佛与花花佛带队突袭极乐庵和妙音门的队伍，连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都擒获了，却也只是伤了几个佛陀弟子。他欢玉莹何德何能，不仅能重伤于你，还能灭了你座下4大佛陀。”这话一出，瑟瑟欢喜佛的脸色一阵变幻，显得极为憋屈。好半晌，他才咬着牙恨声道：“欢玉莹座下有一小弟子，虽然只是练气期，却是邪门的很。此子先是用妖擒住欢玉莹，逃脱最初的险境，随后连本佛座下4大佛陀也不明不白死在他手下。”听到这话，花花欢喜佛嗤笑一声，很不以为然。练气小修还能掺和到他们这个层次的战斗，某人真是昏了头了，连借口都这么拙劣。他还想再嘲讽几句，这时笑笑欢喜佛使了个眼色，肃然道：“这其中究竟有何变故？本佛其实不是很关心，只是此番没有擒获欢玉莹，老祖必要责罚。瑟瑟佛，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”闻听此言，瑟瑟欢喜佛眼底闪过一抹凝重，面色却是如常。笑笑佛，莫要拿老祖压本佛。他又干了一海碗灵酒，朗声道：“本佛不过是失手这么一次，你二人高兴得太早了。更何况本佛早已有了算计，此地距离合欢宗何止亿万里之遥，那欢玉莹与他弟子必定会动用大型传送阵。明日本佛就带人前去抓捕。”听到这话，二佛冷笑连连，非常不屑。一时间，佛堂里的气氛很是压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遁光飞来，打破了房子里的沉寂。众人看过去，却见一个高大的身影驾驭一件禅杖法宝飞来，那是空空欢喜佛。他身高2米有余，肌肉虬结，眸生凶光，不似僧人，倒像那沙场猛将。空空欢喜佛号称4大皆空，意为酒空、肉空、色空、佛空。酒肉穿尝过，所以酒空、肉空很好理解，那就是吃干抹净。色空既然是美女，凡是空空欢喜佛看上的美女，没有不被他掏空的。而佛空则是万法不常在，佛祖一空台。正所谓心中无佛，我即为佛。但此刻的空空欢喜佛并不勇猛，反而颇为懊恼，而他身后跟随的几个佛陀弟子也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笑笑欢喜佛未语先笑，故作关切道：“空空佛，你去东极无量海迎接小龙女，如今小龙女在何方？”空空欢喜佛摇摇头，瓮声瓮气道：“别提了，让那龙小小给跑了。”这话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都流露出诧异的神色。黑龙王为了换取欢喜寺倒戈，让他们对付合欢宗3派，私下与老祖约定，把小龙女献作炉鼎。而空空欢喜佛此行的任务目标，就是去东极无量海为老祖接回小龙女。这个任务可谓是难度低，功劳大。当初4大佛为此还有一番争夺，现在空空欢喜佛竟然说任务失败了。空空佛，你不会是跟本佛开玩笑吧？你此行不过是去迎回一个幼年期小龙女，这任务本佛闭着眼睛都能做，你也能搞砸？或者说，还是那黑泥鳅胆大包天，敢不遵守与老祖当初的约定？此刻笑笑欢喜佛也笑不出来了，面含煞气，厉声喝问：“本佛！”空空欢喜佛本就不善言辞，如今办砸了事，自觉一切解释都是苍白无力，于是他张了张嘴，最终选择闭口不言。不过空空欢喜佛不说话，不代表此事就这么轻易接过了。花花欢喜佛踱步而出，用娇媚的女声嘲讽道：“当初为了争夺这个任务，某些人使出浑身解数，上蹿下跳，如今接了任务却又完不成，真是十足的小丑行为。”你！空空欢喜佛豁然站起，铁塔般的身躯投下一片阴影，虎眸里迸射出骇人的凶光。怎么，你一个完不成任务的废物，也敢对本佛这个有功之臣动手？花花欢喜佛摘下头上的牡丹把玩着，霎时间9朵血色牡丹虚影围绕他急速转动，蓄势待发。眼看双方剑拔弩张，瑟瑟欢喜佛看不下去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一次失手算不了什么。花花佛，难道你就能保证一直成功吗？闻言，花花欢喜佛冷笑一声，却是把牡丹带了回去。场上气氛略有缓和，既然老祖派我等出来执行任务，那我们4大佛就是同气连枝，共为一个整体。本佛与空空佛任务失败，
也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团体办砸了事。届时老祖必然震怒，或许我二人少不了责罚，但你二人也休想逃脱干系。瑟瑟欢喜佛眼珠一转，也抬出欢喜老祖讲道理。空空欢喜佛没有瑟瑟欢喜佛的口才，却也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出面支持。瑟瑟佛说的对，你们说这么多风凉话完全没有意义，我看大家还是齐心协力，弥补损失，也好回去向老祖交代。花花欢喜佛和笑笑欢喜佛见二人一唱一和，皆是冷笑连连。瑟瑟佛，你对敌的本事没什么长进，倒是言辞愈发犀利了，别扯那些大道理，本佛凭什么听你等无能之辈的驱使？话音刚落，笑笑欢喜佛也附和着说道：花花佛所言极是，我等虽然同出欢喜寺，但也没有义务收拾你二人留下来的烂摊子，这个官司就算是打到老祖那里，恐怕也是我们有理。听到这话，瑟瑟欢喜佛和空空欢喜佛的神色不渝，却也无法反驳。不过这个时候，笑笑欢喜佛这个笑面虎忽然话锋一转，又道：不过瑟瑟佛有一句话本佛很是认同，那就是同气连枝，本佛倒是愿意为你二人出手一次。只是笑笑欢喜佛看向二佛，笑容满面的用食指和拇指捻动了几下。瑟瑟欢喜佛脸色微变，沉声道：笑笑佛，你想要什么？20颗金丹舍利，本佛与花花佛每人10颗。笑笑欢喜佛笑着报出一个天价，随即又看向一旁的花花欢喜佛：花花佛，你意下如何？金丹舍利乃是老祖赐下的佛门至宝，花花欢喜佛想都不想，一口答应下来。看在笑笑佛的面子上，本佛答应了。瑟瑟欢喜佛和空空欢喜佛脸色那叫一个难看，果然是笑里藏刀的笑面虎，这一刀宰得太狠了。空空欢喜佛口直心快，当即压抑着火气，斥道：20颗金丹舍利，你们两个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瑟瑟欢喜佛摇摇头，讨价还价道：老祖每30年才赐下8颗金丹舍利，我们即便想给，手上也没那么多，那你们能给多少？本佛可是告诉你，不付出足够的代价，休想请动，我等出手。花花欢喜佛尖立着女子嗓音道。瑟瑟欢喜佛暗中传音，与空空欢喜佛商量了一下，不多时四佛开始交锋，3颗，每人3颗，太少，真当本佛是要饭的不成？每人4颗，这已经不少了。休想，4颗金丹舍利，还请不动本佛？5颗，本佛劝你二人不要太贪心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，四佛终于以每人6颗金丹舍利达成交易。秋水城，此城濒临东极无量海，又是一条大河的入海口，因此秋水城甚是繁华，往来商旅众多。这一日，一队守卫正在严查进城之人，进城速度缓慢，城外排起的长龙绵延数里，众人怨声载道，更有桀骜的修士插队闹事，大打出手。就在这时，高达数10丈的巍峨城楼上，忽有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腾空而起，声音传震10里：龙祸大灾又来了，进城之人必须主动配合守城修士，任何破坏秩序者，格杀勿论。话音一落，那银甲将军猛地一挥手上的长枪，轰隆一声惊雷炸响，一道灵蛇般的电弧游走直下，城门口几个闹事的修士竟是当众炸成齑粉。霎时间，众人噤若寒蝉，再也不见任何喧闹。哼，人族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言不合就对同族痛下杀手。城外树林里，一个可爱的小萝莉恰好看到这一幕，咬着贝齿低呼道：她就是黑龙王最小的女儿龙小小。龙小小黑发黑眸，白白嫩嫩，小胸脯鼓鼓，尤其是她额头上生有2个突出的龙角，笋嫩嫩的，煞是可爱。可惜父王狠心把小小卖了，本公主再也回不去龙宫了，以后怕是只能流落于这些坏蛋人族之众了。龙小小声音沙哑，小小的身子蜷缩成一团，既悲伤又彷徨。她是黑龙王最小的女儿，自小的尽宠爱，却是没想到会被父王亲手献给欢喜寺的和尚做炉鼎。龙小小伤心欲绝，但她生来又有一股韧性。她从空空欢喜佛手里逃出来之后，就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去亲口质问父王，为什么要把她献给别人。眼下龙小小的苦恼在于，这额头上的龙角该怎么办？人族可不是好东西，他们如果见到自己头上的龙角，一定会扒龙皮、抽龙筋、吃龙肉的。念及此处，龙小小小身子瑟瑟发抖，害怕极了。他金色的眸子滴溜转着，终于想到一个好主意。龙小小咬牙，小手握紧龙角，试图掰断。哎呀，好痛！龙小小痛叫一声，却又赶紧捂住了嘴巴。他瞪大眼睛，忍着剧痛四处张望着，生怕引起四周行人的注意。不多时，龙小小擦了擦额头沁出的冷汗，自言自语道：本公主一上岸，脑子都不好使了。龙角有如人族的手足，自断手足，岂不是个大傻子？龙小小自嘲一笑，大眼睛转着，又开始想主意。恰在此时，不远处忽然走来几个身穿斗篷、鬼鬼祟祟的乞丐。看到他们头上的斗笠，龙小小登时眼前一亮：老大，你看我捡到了什么？卧槽，法宝残片！老三，这种极品货你从哪捡来的？哈哈，刚才那些修士被炸成齑粉，随身的法宝碎片正好崩到我脚底下了，走狗屎运了！文雅点，这叫老天爷赏饭吃。一众乞丐压低声音笑着，爽翻了。毕竟他们平时坑蒙拐骗都吃不饱饭，而捡到法宝残片，
则意味着马上就能喝花酒了。就在这时，树林里忽然走出一个小萝莉，她头上戴着花环，一手叉腰，一手伸出，笑嘻嘻道：“宝物见者有份，这里应该也有本公主的一份吧？”一众乞丐顿时蒙圈，随即为首的老乞丐一个眼神，众人邪笑着包围龙小小。小美女，你要是公主，那我们兄弟今天就要当一回驸马了。嘿嘿，宝物我们有的是，我给你个看的大宝贝。没错，有的是，我们都有大宝贝。哦，众乞丐淫笑着要解裤腰带，龙小小顿时霞飞双颊，捂起眼睛，你们这些人族果然不是好东西。听到这话，众乞丐都是一愣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人？旋即，为首的老乞丐注意到龙小小花环之中隐藏的龙角，不好，这小妞是小龙女，快跑！臭流氓，哪里跑？龙小小小手一抬，一缕黑色龙魂讥笑而去。是！众乞丐心脏爆裂，惨死当场。龙小小取下一件还算干净的斗篷穿上，顺着人流走进城中。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那些抓自己的妖僧打破脑袋都不会想到他竟然混进了秋水城。龙小小自认为聪明的想着，很为自己的计策感到高兴，殊不知他还是太嫩了。次日，四大佛齐聚秋水城处。瑟瑟佛，你确定欢玉莹和那小子以及小龙女都在秋水城附近？笑笑欢喜佛一脸狐疑道。其余二佛也是面带犹疑之色。瑟瑟欢喜佛捻动佛珠，傲然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本佛的天机术已修到第5层。”听到这话，众佛方才点头认可。瑟瑟欢喜佛见镇住了几人，开始分配任务。空空佛、花花佛，你二人去追寻小龙女，本佛与笑笑佛去抓捕欢玉莹那贱婢以及他那小弟子。对于这个安排，众佛倒是没有异议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等便分头行动吧。说完，四大佛兵分两路，追索目标。秋水城外城秋水湖，沿着湖畔兴起一个个码头，一片片平民聚居区，街道交错，商铺林立，来来往往的商旅众多，十分的热闹。糖葫芦，卖糖葫芦了，新鲜出炉大肉包，5文钱一个。李记麻辣烫，好吃又卫生。龙小小还是第一次来到人族聚居的城市，看着各式各样的商品，闻着各种食物的香气，当即就看花了眼。此刻他驻足在包子铺前，看着诱人的大肉包，不禁擦了擦口水。这白乎乎的大肉包，貌似很好吃的样子。这时，满脸横肉的包子铺店主驱赶苍蝇一般：“去！哪来的小乞丐？别耽误老子做生意！”龙小小被蛮横地推到一边，他咬了咬银牙，还是决定忍了。毕竟这里是人族的地盘。哼，本公主这就去挣钱，到时候直接把你的包子铺买下。龙小小皱皱穷鼻，傲娇道：“小龙女，只要你跟本佛回去，本佛现在可以把这座包子铺送给你。”闻听此言，龙小小浑身的汗毛都惊得竖起来了。他艰难转身，却见2个身穿素色袈裟的和尚静静站在身后，正是空空欢喜佛和花花欢喜佛。休想，本公主才不会做那老秃驴的炉鼎！龙小小一咬银牙，怒斥道：“放肆，竟敢羞辱老祖！看来本佛不想让你吃些苦头都不成了。”花花欢喜佛发出阴柔的女声，她摘下头上牡丹花，9朵牡丹虚影萦绕于龙小小的四面八方，化为一间囚牢。囚牢之内重力陡然加大，龙小小顿觉头上压着一座大山。小丫头，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跟本佛回去也好少受些苦楚。空空欢喜佛竟是唱起了红脸，还想迫使龙小小臣服。呸！龙小小清脆一口，本公主是小龙女，天生贵胄，岂能被你等人族玷污？好一身傲骨！花花欢喜佛嗤笑一声，今日本佛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。他一点佛光，2朵牡丹熠熠生辉。龙小小只觉2座大山压在身上，身躯剧烈颤抖，骨骼咔咔作响。跪下！花花欢喜佛用雄浑男声喝道：“不男不女的死秃驴，休想！”龙小小咬着牙齿不肯屈服。花花欢喜佛脸色黑沉下来，又一点佛光，4朵牡丹生出佛光。龙小小身上的压力陡然激增1倍，好似扛着4座大山。本公主不跪！话音一落，她的身后出现一条巨大的黑龙虚影，黑龙怒睁着不屈的眼眸，讥笑着盘旋飞升，龙头张开巨口，竟是一口吞了9朵牡丹虚影，排山倒海一般冲撞而去。二佛猝不及防，被轰飞出去，在秋水湖上炸起数10丈的水花。好！黑龙仰天长吟，卷起龙小小，化作一道黑色流光而去。我的天啊，那是黑龙！快跑！黑龙王打进城了！人群掀起恐慌的狂潮，拼了命四散奔逃。几个呼吸之后，2道身影破水而出。空空佛，这幼年期的龙女竟然觉醒了血脉神通，你为何先前不说？花花欢喜佛嗓音尖利，质问道。空空欢喜佛脸色难看，瓮声瓮气道：“他先前在本佛手中逃脱，用的是大挪移符，本佛又怎么知道他还觉醒了血脉神通？”闻言，花花欢喜佛冷哼一声，终是压下了火气。本佛懒得与你计较，继续追索。二佛暂且搁置矛盾，驾驭遁光掠向龙小小逃离的方向。元婴修士的遁速何等之快，龙小小很快就被二佛衔尾追击。贱婢，哪里跑！小龙女再挣扎也是徒劳。二佛沛然大喝，声音传震10里。龙小小小脸紧绷，心脏砰砰跳动，咬着牙埋头逃窜。这时
正打算去搭乘传送阵的欢玉莹一行刚好路过。欢喜寺的秃驴怎会来到秋水城撒野？欢玉莹美眸眯起，浮现一抹深沉的杀机。杨晨观察片刻，低声道：“师尊，如果弟子所料不差，那二人分别是四大欢喜佛之中的空空佛和花花佛。不错，正是这两个秃驴。”欢玉莹点头确认，又道：“二佛联手追杀这个目标，倒是有些意思。”这时，龙小小惊呼救命之声传来，欢玉莹神色骤变，周身灵力涌动，似乎想要出手。这时，黑猫蹦到杨晨肩头，畏畏缩缩道：“宗主，咱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吧？我可是听说那欢喜寺的秃驴坏得很脸。”杨晨一巴掌拍飞黑猫，急忙劝道：“师尊，您可不能听这蠢猫的瞎话。这个目标能引动二佛联手追击，想必是极重要的人物。咱们若是出手，一来可以坏秃驴的事，二来可以与目标结个善缘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”黑猫一咕噜爬起来，冲着杨晨龇牙咧嘴，却是不敢动手。欢玉莹思考片刻，果断做出决定：“本座去拦下二佛，你带着小猫咪搭救那斗篷人。”“不好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迟早会被秃驴追上。”龙小小灵力消耗过大，小脸苍白，提不起速。身后空空佛和花花佛见状，陡然加速：“小龙女，今日你就算插上翅膀，也休想逃出本佛手心！”空空欢喜佛大笑着，抬手挥去一道巨型灵气佛掌。龙小小面露绝望之色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朵金色莲花骤然激射而过，轰隆一声巨响，金莲泯灭佛掌，而后于事不减，朝着二佛击去。花花欢喜佛掌心浮现一朵牡丹，冲迎而去，再度一声炸响，方才打碎了金莲。“本座乃合欢宗宗主，与欢喜寺有生死大仇，速速下落地面，自有本座门人接应你。”欢玉莹传音向龙小小说完，也不管他作何反应，正面迎击二佛。龙小小从震撼中惊醒，眼珠转了转，便选择相信欢玉莹，飞身向下方疾逝。“欢玉莹，是你这贱婢！”空空欢喜佛见是欢玉莹坏他好事，气得一张老脸充血涨红。既然来了，那就留下吧，倒也省去笑笑佛、瑟瑟佛辛苦追击了。花花欢喜佛把玩着手上的牡丹，忽而男生，忽而女生，二佛一左一右，成夹击之势。欢玉莹怡然不惧，玉容如玄冰般冷漠。龌龊秃驴，凭你们也想留下本座？今日就让你等试试本座的手段！话音一落，一道巨大的黑色莲花倒扣而下，9瓣莲花瞬间合拢，黑莲锁魂阵。二佛神色惊变，进退不得，不得不同时出手。三人在阵中战成一团。与此同时，底下的黑猫缩头缩脑，嘴里不断埋怨着：“小晨晨，本王让你劝一劝宗主，你倒好，反而火上浇油。这要是出了事，都是你的锅。本王可是说过别管闲事了。”杨晨没工夫搭理这家伙，警惕地查看四周。这时，一道娇小的斗篷身影从巷子里拐出，“快跑！又有秃驴追上来了！”龙小小大声提醒杨晨。杨晨抬眼一瞥，却见一群金丹佛陀追击而来，少说也有7、8个。他二话不说，跟着龙小小往前跑。我勒个去，这特喵的是捅了和尚窝了！黑猫骂骂咧咧，小短腿抡得飞起，旋风般冲到杨晨前面去了。别走大道，继续往集市的小巷里冲。杨晨一见人流熙攘的巷子，顿时心生一计。龙小小略作迟疑，跟着转进巷子。黑猫本想单飞，却又放心不下保葫芦。本王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怎遇到这个老六？他咬咬牙，也转身冲入巷子。这巷子是秋水城有名的古巷，寸土寸金，游人众多。杨晨这个老六冲进巷子里，顿时闹得鸡飞狗跳。他不时撞翻摊子，碰倒轿子。黑猫一看杨晨的动作，眼前一亮，老六就是老六，损招真是不少脸。于是他也跟着闹起来了。黑猫猛跳起来，闪电般拍向一个女修的屁股。放肆，敢摸老娘的屁股！女修误以为是后面一个油腻男修伸出咸猪手，啥玩意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老子是醉春楼的豪客，犯得着摸你？这话算是捅了马蜂窝了。双方扭打在一起，在杨晨和黑猫的努力下，巷子乌烟瘴气，堵得水泄不通。佛陀冲到巷子里，好似陷入沼泽淤泥，寸步难行。无奈之下，他们选择飞天遁走。可这时，秋水城的守城修士也终于赶到。道友，还请遵守秋水城的规矩，勿要御空而行。为首一个银盔银甲的将军冷漠道：“放肆！欢喜寺办事，你也敢阻拦？石像帝，赶紧滚！”一个胖佛陀气势汹汹站出来，怒斥道。银甲将军脸色一沉，手中银枪划出雷光：“本将只认得秋水城禁空令，不识什么欢喜寺。”这话一出，一众横行无忌的佛陀忍不了了，当即就有一个金丹佛陀吐出一颗金丹舍利。金丹舍利滴溜一转，嗖的飞出，轰爆一个筑基守城修士。敢对欢喜寺不敬，死！那佛陀还在叫嚣。银甲将军再不想动手，此刻也由不得他了。他一挥长枪，银蛇般的雷电忽然落下，炸得一众佛陀肉身酥麻。与此同时，四周守城修士皆冲杀而来，众人乱战成一团。见状，胖佛陀脸色难看，心头暗骂：这个时候跟城防军动手，简直是猪脑子！明空、明友，你二人随我去追敌，其余弟子拦住他们。无奈之下，胖佛陀只能点出2个修为稍弱佛陀，随他追杀杨晨一行。杨晨一行逃到城中一处荒僻的园林，他正欲询问斗篷人的来历，
3道遁光急速掠来。黑猫大惊，还想跑路，却见杨晨岿然不动。小晨晨，你装什么高手，还不跟本王一起跑路？黑猫急吼吼道。一旁龙小小一时不解地看向他。杨晨自信一笑，取出阴阳葫芦，一个金丹中期，一个金丹初期，还有一个筑基巅峰罢了，我一人足矣。看杨晨如此自信，拿出的宝物又是如此不凡，龙小小和黑猫将信将疑，默许了他的安排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二者还是躲在后面的树林里。没一会功夫，3位佛陀飞身而来，忽然瞥见一个练气期的修士挡在前面，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。3人面面相觑，都有些懵圈。小子，乖乖束手就擒，否则本佛陀扒了你的皮。为首胖佛陀威胁道。杨晨嘴角噙一抹淡笑，阴阳葫芦瓶口对着3人，打算故技重施。要我束手就擒也容易，我叫你们一声，你们敢答应吗？装神弄鬼！胖佛陀嗤笑一声，正要答应，身后一个筑基巅峰的佛陀却是传音道：师尊早有交代，让我等小心内欢愉赢的小弟子瑟佛4大弟子皆丧命于他手中。胖佛陀顿时警惕起来，他眯眼打量，愈发感觉对面的小子有古怪。这下轮到杨晨急了，他眼珠一转，激将道：怎么，你们不会连回应一声都不敢吧？少废话，要么跪，要么死！胖佛陀不吃他这一套，冷声喝问。杨晨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对方竟然不中招，这下脸丢大了。躲在后面的黑猫额头上浮现3道黑线，我勒个去，小晨晨真是个坑货，快跑啊！黑猫一看形势不对，转身就跑，连带着龙小小也只能跟着跑路。但杨晨又岂会如黑猫之意，转身就向他逃跑的方向奔去。3位佛陀自然锁定他们，急掠而来。小晨晨，你跟着本王干嘛？离本王远点啊！黑猫急得毛发倒竖，就要骂娘了。杨晨正要说话，忽闻一道破空之声，他身子一矮，飞扑相侧方向。嗖！胖佛陀射出的金丹舍利错身而过，却是刚好砸到前方黑猫的屁股上。喵！黑猫发出惊天般的惨嚎，显然是痛击。不过他竟是无甚大碍，4条小短腿跑起来更快了。胖佛陀惊疑一声，这都不死，此猫莫非是什么洪荒异种？他顿时大感兴趣，分配其余2个佛陀分别追击杨晨、龙小小。胖佛陀却是急追黑猫而去。嗖！金丹舍利爆裂而去，再度击中猫屁股。喵！黑猫痛叫，疼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这个老六真是把本王害惨了。他心里暗骂，忍着剧痛继续跑路。这下胖佛陀对他更加感兴趣了，急追不舍。嘿嘿，世上还是好猫多呀。杨晨见修为最高的胖佛陀追索黑猫而去，松了一口气。更幸运的是，因为他炼气8层的低微修为，身后追索他的佛陀只是筑基巅峰。杨晨心里冷笑一声，带着对方又跑了一段距离。四下无人之处，他忽然转身：小子，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佛陀气喘吁吁，火气大得很。杨晨嘿嘿一笑，露出满口大白牙：你猜，敢在本佛陀面前装神弄鬼，找死！佛陀抬手抛出一个灵气金波，金波迎风而长，状如一座山峰，嗡嗡转动着冲击而来。见到这熟悉的金波法宝，杨晨笑容更加灿烂了。看来这金波法宝在你们欢喜寺是大陆货啊！佛陀还在想杨晨几个意思，却见一轮大日虚影升起，光芒万丈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大日伏魔拳，杨晨一拳击出，浩浩荡荡的气势如烈日悬空，轰隆一声炸响，灵气级别的金波竟是被这一拳击的爆裂，权威犹在，于是不减，把佛陀轰飞出去半里之地。半空中已是心脉尽断嗝屁了。啧，看来这欢喜寺拿金波的都是废柴，还撑不过一拳。杨晨暗暗嘲讽一句，随即取出阴阳葫芦将对方收摄进去。他心念一动，宝葫芦炼化了佛陀，一缕纯阳之力诞生。杨晨吞噬这一缕纯阳之力，气息如灵剑飞天之势，嗖然飞涨。炼气9层达成，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，实力又猛长一截，距离筑基也更进一步。这葫芦真是个好宝贝，杨晨心中极为振奋。这时远处一道黑龙怒啸之声传来，他举目看去，却见斗篷人与追击的金丹初期佛陀激战正酣。杨晨收起阴阳葫芦，略微思索片刻，便悄悄潜伏过去，舍利佛光。金丹舍利猛然发出阵阵璀璨的佛光，漫射而去。那佛光竟然穿透龙小小护体灵罩，轰在身上。是龙小小勉强躲过要害，却是伤到了胳膊，嫣红的龙血染红了斗篷。贱婢，给本佛陀跪下！佛陀一击建功，自是得意万分，居高临下的俯视龙小小。龙小小只是筑基修为，根本无力再施展血脉神通，但他咬着银牙，依旧不肯屈服。秃驴，休想本公主会屈服于你们！龙小小冲上去，竟是选择与金丹佛陀近身战斗。放肆！本佛陀今日就打到你臣服！佛陀怒目金刚，周身浮现金色的灵罩，双方激战在一起，声势无比浩大。一道拳影轰得四周山林崩塌，大地沟壑丛生，好似被距离过。这斗篷女子好强的肉身之力，竟然能跨越一个大境界激战金丹佛陀。杨晨这个老六悄然摸到附近观察交战，不过他更看出斗篷人已是强弩之末，再这么打下去迟早翻车。果然还没半炷香时间，龙小小落了下风。贱婢，吃本佛陀一掌！佛陀一掌打出，
方圆100米的灵气汇聚成一个灵气巨掌，震得空间激荡。龙小小经黑眸圆睁，心神震荡，这一掌躲不过去，只能硬拼。秃驴，本公主跟你拼了！龙小小全身灵力狂涌，张口龙吟，发出有如实质的音波攻击。轰隆隆，两股灵力碰撞在一起，好似地上埋着一座火山，无穷的力喷薄而出，双方皆是轰得倒飞出去。这时，一直凝神观战的杨晨眼前一亮，好机会！只见他默念法诀，阴阳葫芦爆射而去，直奔佛陀后脑勺。金丹佛陀自然意识到有人偷袭，但奈何杨晨这个老六抓的时机太好了。此刻，佛陀被激战余波震得灵力溃散，脏腑震荡，10成实力使不出1成。砰！阴阳葫芦好似一个大锤子砸中佛陀的后脑勺，佛陀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，竟是一翻白眼，惨死当场。这突如其来的惊变让不远处的龙小小看蒙圈了。这金丹佛陀与他激战良久，就这么死了，他甚至还没看清楚到底是谁下的手。这时，杨晨从一旁的草丛里飞出，喜滋滋收摄金丹佛陀。有了阴阳葫芦，敌人就是大不要啊！果然，杨晨吸收了这一缕阴阳葫芦炼化的纯阳之力，修为再度突破，炼气巅峰达成。拥有大日龙阳体，炼气巅峰的肉身之力已经有寻常炼气修士的10倍，再加上大日伏魔拳这个恐怖的力量倍增器，自己的肉身之力甚至可以突破到20倍。寻常炼气巅峰修士20倍的肉身之力，那该有多强？就算刚才的金丹初期佛陀猝不及防来上一拳，恐怕也会被轰成渣渣。一念及此，杨晨小心脏跳得更快了。这时，龙小小一瘸一拐走过来，用生涩的人族礼节拱手道谢：“多谢这位道友出手。”杨晨洒脱一笑，又正色道：“道友不必如此，本门与这些秃驴有血海深仇，今日遇到这些秃驴作恶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更何况，若非道友拼死奋战，我也不会有机会偷袭成功。”闻言，龙小小心里很是诧异，这少年实力惊人，说话又这么好听，看来人族之中也有好人呢。杨晨也对斗篷人的身份很好奇，正打算套话，这时不远处传来惨烈的猫叫：“喵！小晨晨，救命啊！”黑猫毛发凌乱，浑身焦黑，狼狈地冲向杨晨。龙小小神色微变，凝重道：“道友，那秃驴正在对付你的灵宠，我等速去支援。”说着，他吞服了一颗回气丹，竟是毅然迎上去。杨晨这个老六本来还想开溜，这个时候他也只能出手了。本佛陀用金丹射力轰了他这么多次，此猫竟然还能逃窜，这只黑猫必是一种无疑。胖佛陀眼放一光，流露出无比的贪婪。若是能抓住一只洪荒异种，那念及此处，他再不迟疑，陡然燃烧体内精血，化作一个10丈高的怒目金刚。佛怒金刚，金刚愤怒的嘶吼一声，音波有如实质，化为滚滚浪涛，冲向四面八方。所过之处，山头崩塌开来，古木齐根而断。黑猫惊得浑身毛发竖起来了，身子骤然成一个弓形。下一瞬，他首当其冲，就被怒涛般的音波扫中。喵！黑猫惨叫一声，小小的身躯像是惊涛骇浪里的一叶孤舟，竟然抛飞出去10里之遥。眼看音波袭来，龙小小神色微变，正要升起护体灵罩，一道身影飞身而来，豁然站在他身前，竟是为他挡住了攻击。龙小小抬头一看，却见杨晨高大的身影如一颗磐石岿然不动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他关切道：“多谢道友，这音波攻击可震伤脏腑，道友千万小心。”杨晨自信一笑，音波攻击的确诡异，但区区一个金丹中期的秃驴，还奈何不了我。听到这话，龙小小顿时蒙圈了，这话未免太狂妄了吧？难道是因为刚才成功偷袭一个金丹初期的修士，就膨胀成这样？嗖！这时，嗖然一声呼啸，一团黑黢黢的东西抛飞而来，撞进附近一个小土包里。杨晨和龙小小都是一惊，还没来得及查看，胖佛陀化作的怒目金刚已然赶到。他一脚踩踏过来，好似天上砸下来一颗陨星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山头崩塌了，击射出无数道碎片。龙小小飞在半空中，震撼莫名。随即，他咬牙道：“道友，此时因我而起，我来阻他片刻，你赶快逃吧。”闻言，杨晨颇为诧异地打量他一眼，却是自信笑道：“道友不必如此，这个金丹中期的佛陀，我自有办法来对付。”龙小小既感动又很无语，这人族修士虽是好人，但也太自大了。区区炼气期，拿什么对付金丹佛陀？这会子却也容不得龙小小多想。胖佛陀第二计已到，怒目金刚挥出一拳，蓄积的拳势如山岳浩浩荡荡冲撞而来，任何挡在前方的障碍尽皆碾成齑粉，连空气都压缩成滚滚气浪。快躲！龙小小瞥见杨晨不闪不避，惊骇欲绝，炼气期就想正面硬汉金丹中期修士，未免太拖大了，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龙小小彻底明白，人族天骄到底有多么恐怖。只见杨晨身后升起一道炽烈的太阳，无穷无尽的光辉映衬得他宛如仙佛。他冲迎上去，轰出一拳，大日伏魔拳。这一拳，20倍寻常炼气巅峰修士的力量，古往今来从未有如此强大的炼气修士，简直突破了天地法则的禁锢。那拳影在空中就化作一道金色的光束，
好似那一轮太阳的能量都汇聚在一拳之中。胖佛陀全力一击发出的拳影瞬间就被碾压成渣。不，星河般灿烂的光辉之中，他的肉身顷刻之间就蒸发了，连元神也逐渐泯灭。龙小小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，耳畔犹在回想着佛陀临死前的那一声惨吼。原来对方不是自大，而是真有实力，倒是自己小觑了这人族修士。难怪龙宫之中常有海族劝诫他远离陆地，小心人族修士。不过龙小小此刻更好奇的是，人族之中到底有多少如眼前这位如此恐怖的天骄？杨晨灭了胖佛陀，却是没多少兴奋，反而有些遗憾。亏大发了20倍力量的大日伏魔拳，对方连渣都不剩了，自然也无法炼化。小臣子，你个阴险狡诈的老六，明明有实力击杀佛陀，偏不动手，还故意用本王给你挡枪。这时黑猫从土坑里爬出来，愤愤不平地叫骂着。杨晨循声望去，却见黑猫两眼肿胀，变成了熊猫眼，毛发凌乱，犹如狗啃过，屁股后面更是一片焦黑，几乎光腚了。那模样差点让他笑出了声。小猫咪龙小小眼圈一红，几乎落泪。毕竟黑猫引走了金丹中期的佛陀，为他做出了牺牲。小黑，你这话就不讲良心了，我那是逼不得已引开佛陀之后方才能各个击破。杨晨眼珠一转，倒打一耙。放屁，你这个老六分明就是怀恨在心，想要害死本王。本王跟你拼了。黑猫扑上来想要咬杨晨，杨晨随意一躲，就让他扑了个空，还摔了个狗啃泥，好不狼狈。我害你？笑话，是你太菜了，对付一个金丹佛陀就狼狈成这样。杨晨双臂一抱，居高临下，用鼻孔蔑视黑猫。黑猫气得龇牙咧嘴，不服气道：本王怎么菜了？那金丹中期的佛陀是本王引开的，若不是本王与他周旋这么久，你能偷袭得手吗？黑猫死要面子，无论如何嘴上绝不认输。依本王看，要论谁的功劳最大，第一名是本王，毕竟是本王引开了最强的佛陀。第二名嘛，则是这位道友，他引走另一位金丹佛陀。最后一名才是你这个捡便宜的老六。黑猫一脸不屑地看向杨晨，又眨巴着熊猫眼，瞥向龙小小，希望得到他的支持。此刻龙小小看双方吵成一团，蒙圈得很。这两个真的是主人和灵宠的关系吗？他不想掺和到这一对奇葩的矛盾里，何其稀泥。两位道友何必在这件事上论长短？若是真的论功劳，二位都远胜于我，都是我的恩人。眼下的形势，我等还是同舟共济，齐心协力为好。黑猫恨恨瞪了杨晨一眼，暂且消停。不过他那眼神分明就是在说，小子，你给本王等着，这事没完。杨晨也不想太刺激黑猫，嘴角噙一抹冷笑，贱猫，敢偷我的宝葫芦，坑不死你。龙小小见双方只是眼神交锋，松了一口气。这时杨晨终于逮到机会试探龙小小的来历。龙小小一直不露真容，他可放心不下。欢喜寺的妖僧对道友紧追不舍，不知道友是何来历。闻言，黑猫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一只猫爪捋着胡须，满脸狐疑之色。龙小小心里咯噔一下，父王与人族之间有解不开的生死大仇，他龙女的身份若是暴露了，自己岂不是就要失去刚刚认识的朋友了？念及此处，龙小小悲从中来，自己既回不去龙族，又无法融入人族。哇的一声，他竟是泣不成声。杨晨见状，顿时有些蒙圈，啥情况？他不过是委婉问个来历，这有什么值得哭的？道友，这是何故？若是有什么难处，不妨说开来，我自不会袖手旁观。杨晨最怕女人哭哭啼啼，皱眉劝慰道。龙小小这才停下哭泣，抽噎道：我是异族身份，你在意吗？杨晨洒脱笑道：我可不管那么多，只要你与本门无仇，异族又怎么样？龙小小还有些犹豫，怯怯道：你确定不会伤害我？我们是生死之交的朋友，我怎会捅朋友一刀？杨晨循循善诱，和煦笑着安抚龙小小。龙小小似乎被笑容感染，真就信了杨晨的说辞。他摘下斗篷，显露出真容。杨晨顿时大惊失色，这斗篷人竟然是一个金发黑眸的萌萌哒小龙女，尤其是那粉嫩嫩的龙角，更是增添了几分异族风情。此刻她长长的睫毛挂着晶莹的泪滴，一副娇软无助的小模样，连杨晨这个老六见了都不禁升起几分怜爱。而一旁的黑猫更是直勾勾盯着，嘴里流出哈喇子，眼睛里发出绿油油的光亮。喵！他兴奋地叫了一声，这小龙女就是本王的菜。黑猫跳起来蹦到龙小小怀里，蹭着她的小胸脯。小龙女，你好可爱，我真的好喜欢脸。龙小小以为他亮明身份会引起杨晨和黑猫的反感，却是没想到黑猫这么稀罕他。他的眼睛顿时眯成月牙，小手轻轻抚摸着黑猫。小猫咪，你也很可爱哦，刚才多亏你拦下佛陀，为我们争取时间。这几句话情绪价值拉满，黑猫乐得颠颠的，肥滚滚的身子不断蹭着小龙女。小龙女浑然不知，还以为黑猫是与他玩闹，向他表达友善呢。但一旁的杨晨却很清楚黑猫的前科，他看到之后血压陡然升高，就差大吼一句换我来。这时黑猫色心大起，忽然哎呦痛叫一声。小喵咪，你怎么了？小龙女关切道。黑猫眼珠一转，装作一副虚弱的样子。小龙女，我刚才与佛陀拼死战斗，受伤好重，你能不能亲一下
缓解我的痛苦。小龙女脸蛋红红，心里还在疑惑，亲一下真的能缓解疼痛吗？这时黑猫又喵喵叫唤起来了。小龙女现在最是缺乏朋友的时候，可不舍得拒绝黑猫。再说了，这小猫咪说话又好听，长得还可爱，亲一下好像也没什么。她红着小脸就要亲下去。黑猫眯起眼睛，嘟起嘴，心里美极了，这萌萌哒小萝莉亲一口，不得舒服死啊！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杨晨终于看不下去了，大逼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糊在黑猫胖乎乎的脸上。黑猫嗷的一声痛吼，皮球般飞了出去。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弧线，四脚朝天砸到地上。小龙女瞪大圆溜溜的眼睛，嘴巴张成 O 型，愣住了。小龙女，你可不能被她的模样骗了，这货不仅是个活了几千年的老油条，而且又懒又偷还好色。杨晨义正辞严，猛爆黑猫的黑料。龙小小又是一猛，看向黑猫的眼神将信将疑。黑猫顿，看来极乐庵和妙音门的人也凶多吉少。如此看来，这帮秃驴袭击的对象绝不止我合欢宗，极乐庵和妙音门也是他们的目标。杨晨黑沉着一张脸，说出自己的判断。龙小小是龙宫的高层出身，自然也对局势有所了解。杨晨一说开来，他就赞同地点头道：杨道有言之有理，那花花佛能腾出手与空空佛一道来抓我，恐怕极乐庵和妙音门已经得手了。这帮秃驴简直无法无天。杨晨怒骂道。这时黑猫摇了摇尾巴，冷嘲热讽道：小臣子，你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还有闲心关心别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杨晨捏了捏拳头，咔咔作响。黑猫一捋猫须，傲然道：本王已经感觉到2道元婴修士急速掠来。这话一出，小龙女吓得小脸一白。杨晨却是狐疑道：你确定他们从哪个方向来的？黑猫爱答不理，本王凭什么告诉你？他昂着脑袋，一副你来求我的高姿态。杨晨却是不吃他这一套，爱说不说，待会追兵杀上来了，看谁先倒霉。黑猫脸色登时难看起来，刚才被杨晨坑，被佛陀追杀的记忆又浮现于心头。这时龙小小也急切道：小猫咪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快快告诉我吧。黑猫这才不情不愿道：2道元婴气息自东边来。杨晨其实对黑猫的说法半信半疑，但他宁可信其有，也不想冒险。他取出阴阳葫芦，默念法诀，葫芦顿时灵光闪闪，猛然长大1圈。快走！杨晨没有再废话，直接选择跑路。不多时，阴阳葫芦向西边急速掠去，数10个呼吸后，天上飞来2道遁光，遁光一坠，落在杨晨和龙小小刚才停留的山头。赫然是笑笑欢喜佛和瑟瑟欢喜佛。刚才发生了大战，有3个佛陀弟子殒命于此。瑟瑟佛眯着眼睛打量四周，沉声道：大回速术。笑笑佛一点灵光，化为一面灵幕，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在灵幕之中上演。杨晨、龙小小、黑猫的身影浮现，看到杨晨他们轰爆欢喜4弟子，二佛的面色瞬间黑沉下来，往西边去了。二佛二话不说，驾驭遁光继续追杀。与此同时，阴阳葫芦上，黑猫的神色骤然变化，不好，那2道元婴气息还在接近，小臣子给本王加速。黑猫胡须颤动，焦躁地催促杨晨。此刻杨晨也感觉到冥冥之中的危机感，但以他现在的修为，阴阳葫芦已经加速到极限了，没办法加速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垃圾！黑猫怒骂一句。杨晨回头冷瞥，真想给他一个大逼兜。怎么办事不力？本王还不能说你一句了？黑猫人立着，2只前爪背在身后，脑袋一昂，不服气道。龙小小哭笑不得，都这个时候，大家还是赶快想些办法吧。杨晨低下头不说话，其实是在考虑要不要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毕竟兵分3路，还有1线生机，总比被人一锅端好。黑猫捋着猫须挑衅道：小臣子，你刚才不是牛气冲天吗？到底行不行啊？杨晨没搭理黑猫，心里快速盘算着，小龙女和黑猫又不是师尊，他跑起路来可没有半点愧疚。这时黑猫昂着头，得意洋洋道：看来还是得本王出马。龙小小一愣，难以置信的样子。小猫咪，你能挡住元婴修士？杨晨一脸狐疑，看向黑猫。那是当然。黑猫轻巧地蹦到龙小小肩头，傲然道：本王是阵法大师，对付2个元婴修士易如反掌。之前是因为被佛陀追杀，腾不出手来布阵，现在有功夫准备，本王自然要大展身手。龙小小顺势抱起黑猫，将信将疑道：你确定？这可是关乎我们的生死。黑猫没敢太放肆，轻蹭了一下，大喇喇道：前面有一片竹海，本王就在那里布下幻阵。龙小小撸撸猫头，却是吃不准黑猫话里几分真几分假，只能看向杨晨。杨晨从来没放心过黑猫，当然不相信他的话。不过追兵紧追不舍，迟早会被追上，下去避避风头也好。他当即操纵着阴阳葫芦向前方的竹海急落。杨晨和龙小小降临竹海不久，便有2道遁光急速掠来。瑟瑟佛，那小子和龙女就藏在下方的竹海。笑笑佛咪眼看向下方，一副笃定的姿态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等就先抓获这几个小老鼠，再去会会欢愉营。瑟瑟佛一时大笑道：好，速战速决。二佛没做任何防备，区2个小辈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不多时，二佛穿行在竹海之中，神识掠过，便已锁定杨晨他们的方位。小辈
还不束手就擒！笑笑佛骨荡一丝灵力，威压随着音波席卷而去。然而不远处的杨晨依旧一脸嬉笑地看着二佛，似乎在说有种来抓我呀。一旁的小龙女也是嬉皮笑脸的模样。更奇怪的是，二者中间还有一只黑猫，躺在一个竹躺椅上，惬意得很。他一拍爪子，旁边的杨晨和小龙女乖乖给他按摩。这一幕看得二佛一脸懵，随即笑笑佛老脸有些挂不住了，敢在本佛面前嬉皮笑脸，不知死活。笑笑佛一挥手，108颗金丹舍利滴溜转动，围杀过去。可就这时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那金丹舍利靠近的同时，远处一阵波光粼粼，如狂风掠过水面的倒影。杨晨、小龙女、黑猫的身影宛若泡影，扭曲起来。这一切竟然是幻象，连元婴大修士都骗过的幻象。二佛神色骤变，都露出惊容。毕竟能骗过元婴修士神识的幻象，二佛也是第一次遇见。装神弄鬼，笑笑佛被戏耍了，当即恼羞成怒，心念一动，金丹舍利暴掠而去。是，幻象如镜子一般轻松打破。笑笑佛稍解心头之恨，那打破的幻象忽又聚合起来，一人一龙一黑猫的奇异组合，都露出一口大白牙，笑嘻嘻对着二佛。显然这就是赤果果的嘲笑。狂妄放肆！二佛顿时血压拉满，灵力涌动如潮水，灵气全掌暴轰向幻象。轰轰，竹叶飞舞，竹子炸成齑粉。但那幻象消失片刻后又出现了。竹海上空，小龙女屏气敛息观察着，见到二佛被戏耍，笑得眼睛眯成月牙儿。小猫咪，你可真厉害，一道幻阵把元婴大修士都耍得团团转。龙小小抱着黑猫兴奋地撸着，黑猫舒服极了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那是当然，本王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是惊天地泣鬼神，不像某些人稍微有点小功绩，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黑猫吹嘘自己的同时，不忘踩一下杨晨。杨晨倒也没有生气，毕竟对方这一手幻阵戏耍二佛确实有点东西。黑猫见杨晨不作声，更加得意了。他跳到小龙女肩头，爪子一点阵盘，奸笑道：“本王再给他们加点火候。”下方竹海，二佛恼怒之时，忽然出现一道佛光湛湛的身影。他的法力号渺无边，通身散发的佛光刺得人睁不开眼，阵阵梵音在耳畔清明，好似佛祖降临人间。二佛顿时蒙圈了，因为这是欢喜老祖，祭见本祖师，缘何不跪？欢喜老祖冷哼一声，震怒道：“听到这威严的声音，二人吓得腿软。老祖，恭迎老祖！”老祖的威严已经铭刻在二佛的灵魂深处，当即俯首跪地。可就在这时，二佛忽然觉得不对，老祖怎会出现在这里？二佛再抬头一看，哪里有什么老祖，分明就是一只黑猫。那黑猫笑得四爪朝天，满地打滚，不断拍着肚皮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两只秃驴人5人6的，看到老祖跟老鼠一样，我看你们以后就叫欢喜鼠吧。黑猫奸笑嘲讽着。二佛只觉气血逆流，胸中的怒火无法抑制。小辈，今日本佛要将你抽魂炼魄，给本佛死来！遭遇如此羞辱，二佛彻底暴走了。金丹舍利泼水般漫射而去，轰的幻阵灵光狂闪，不断颤动着。瑟佛升起一道高达100丈的怒目金刚虚影，狂轰乱砸，每一次轰击都如陨星撞击，幻阵剧烈摇曳。显然二佛意识到他们陷入了幻阵之后，打算以力破之。不好，幻阵要坚持不住了。小龙女惊声道。杨晨神色凝重起来，往后退了几步。不得不说，这贱猫着实太贱了，明明可以用幻阵困住二佛之后趁机直接跑路，但这家伙偏偏要撩拨二佛。这下好了，元婴大修士一发怒，幻阵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也罢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我还是去找师尊吧。杨晨暗叹一声，打算跑路。黑猫见状，脸色长得通红，爪子不断捋着猫须，他知道自己这波真的完大了。这时笑笑佛手里的108颗金丹舍利骤然长大成磨盘大小，发出耀眼的佛光。轰轰轰！108颗金丹舍利尽皆撞击在一点之上，幻阵猛地一颤，黑猫手中的阵盘噼里啪啦一阵响，裂纹如蜘蛛网蔓延开来。用不了多久，幻阵就要崩塌了。小猫咪，快想想办法，别让秃驴打破幻阵！小龙女急得跺脚，大眼睛里满是惊恐不安。别急，我在思考。黑猫捋着猫须，舔了舔干燥的嘴唇。小龙女不敢继续催促，生怕打断黑猫的思绪。退到后面的杨晨却是眼珠一转，嘲讽道：“某些猫稍微有点小功绩，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这下咋又不行了？”黑猫听到这话，差点气得喷出一口老血。这明明就是他刚才嘲讽小臣子的话。小臣子，你什么意思？黑猫气得跳脚，真想给杨晨一记喵喵拳。杨晨耸耸肩，我不过是把你的话还回去了。看来小黑子你很气啊，是不是要破防了？你……黑猫咬着牙齿，把气吞了回去。毕竟谁先破防谁就输了。小龙女见二人火烧眉毛了，还在互喷，差点哭了。怎么会有这么一对活宝，还让他遇到了？就在这时，冷静下来的黑猫忽然灵光一闪，本王有办法了。小臣子，你特喵的等着打脸吧。黑猫爪子扬起，在阵盘上挥舞着，一缕缕玄奥的阵纹刻入阵盘之中。神奇的是，
这些阵纹不仅弥合了即将碎裂的阵盘，还刻画出一座新的阵法，嵌入在幻阵之中。杨晨瞥了一眼，对方似乎是在布阵，竟然是阵中之阵。这贱猫果然隐藏了不少东西，看来自己以后定要找机会多激将它。杨晨摸着下巴，心中暗道。小龙女也瞪着漂亮的大眼睛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这小猫咪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竟然掌握如此高明的阵法技艺，此等技艺称一句阵法大师绝不为过。过不了多久，黑猫布阵完毕，它脸色苍白，一副有气无力的虚脱模样。小龙女连忙把它抱起来，柔声道：“小猫咪，这次辛苦你了。”黑猫顿时打了鸡血一样，蹭了蹭小龙女，又大喇喇道：“本王杀阵已经布好，这两个秃驴今日十死无生，小臣子，待会你必须跪下感谢本王救命之恩。”杨晨心里呵呵，并不搭理这死猫，没个准，他得小心着局势变化。就在这时，异变陡然发生，幻阵之中的空间忽然像一面面打破的镜子，骤然崩塌了。无数道空间漩涡在其中席卷着，刮出一道道恐怖的空间锋刃，打开一条条空间缝隙。杀阵，这是空间杀阵！笑佛猝不及防，瞬息之间就被空间锋刃撕开一条手臂。他那灵气级别的袈裟就如同一张脆弱的纸，毫无防御力。瑟佛一时脸色惨白，竟然是杀阵，而且是杀阵之中排名前列的空间杀阵。这一刻，什么抓杨晨、灭欢玉莹的想法通通抛之脑后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：跑路。瑟佛猛地抛出本命法宝，那是他的遮天袈裟。爆！他满脸肉痛之色，发出心念，粉色的遮天袈裟轰然爆裂，竟在阵法边缘轰开一道丈许长的口子。瑟佛喷出一口血剑，因为自爆本命法宝，他已是受了重伤，但他趁此机会化为一道粉色流光，头也不回地击射而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杨晨暗道精彩，这秃驴从杀阵爆发到自爆本命法宝跑路，前后不超过10个呼吸，狠辣果决，淋漓尽致。好一个瑟佛，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啊！笑佛见状，惨笑一声，随后引爆了108颗金丹射里，阵法顿时出现漏洞，笑佛化为一道流光，急速逃离。不好，笑佛也要跑了！小龙女低声惊呼，满是急切。黑猫无奈地摇摇头，这两个秃驴太狠了，我也没办法阻止。饶是他一肚子鬼机灵，也不曾想到二佛如此果断地自爆法宝。就在这时，一直按兵不动的杨晨出手了。笑佛，他暗中催动阴阳葫芦，却是挑衅地大吼一声。笑佛不知有诈，怒吼着撂下一句狠话，道：“小子，本佛迟早会灭了合欢宗，以报今日之仇。”殊不知这一句狠话却是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。阴阳葫芦迎风而长，葫芦口射出金光，产生强大的吸力，将笑佛收了进去。这是什么法宝？竟比刚才的杀阵还要恐怖！小龙女又是一猛，饶是她今日已经接连遭遇数次大震撼，此刻也是心神一阵恍惚。黑猫则是眼神里迸射出羡慕嫉妒，这个该死的老六，保护鲁本应该是他的。杨晨收了笑佛，心里一阵激动，这可是一尊元婴大修士，若是用阴阳葫芦炼化了，岂不是要起飞？与此同时，身处阴阳葫芦的笑佛猛然一阵悸动，似乎有某种不可名状的大恐怖降临，而他就要形神俱灭。小友，且慢动手，我有大秘密要告诉你。笑佛一开口就是大秘密，他迫切地想要引起杨晨的注意，保住小命。什么大秘密？杨晨对于元婴修士的秘密还是很感兴趣的。本佛知道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关在哪里，小友若是愿意放我出去，本佛可以告知下落。笑佛挂着3分假笑，笃定地说道：“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在欢喜寺手上，早在杨晨意料之中，只不过要不要出手相救呢？极乐庵、妙音门、合欢宗互为盟友，而且极乐神尼、妙音仙子与师尊的关系也很不错，有机会还是救一救。”杨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，这才冷笑着看向笑佛道：“你们欢喜寺可不是什么正经出家人，我信不过你，我只给你一个选择，现在就带我去救人，否则就是形神俱灭。”笑佛的笑容顿时凝固了，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他尴尬一笑，还想讨价还价。杨晨却是不打算陪他磨叽了。秃驴，小爷真是给你脸了，还敢唧唧歪歪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说完，他心念一动，阴阳葫芦灵光大振，宝华流转，发出嗡嗡鸣响。葫芦之中的笑佛顿时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：“不要啊！”此刻，阴阳葫芦里一会炽烈如骄阳直射，好似气血都在沸腾；一会又恍若置身于极寒雪域，连神魂都要冻僵了。而且这严寒酷热不间断交替着，更是熬人。如此酷刑，哪怕是神仙来了也得抖3抖。笑佛熬不过一个回合，就已败下阵来。小友，速收了神通，一切都依你。笑佛痛到极点，求饶的话都断断续续了，看起来脑子清醒点了。杨晨抱着双臂，嗤笑一声，又调教道：“我问你，服不服？”“服，我服了。”笑佛已是瘫倒在地，四肢抽搐，说话都气若游丝了。杨晨这才收了神通，霎时间，笑佛好似从地狱里走出来，终于不受折磨了。他大口喘着粗气，半晌之后，方才摇摇晃晃站了起来。笑佛，我警告你，下次脑子再拎不清，惩罚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杨晨眯着眼睛威胁道。
闻言，笑笑佛身体一抖，差点跌倒，不敢，不敢了。他又赶紧转到正题，小心翼翼道：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正关押在碧波城的欢喜禅院。欢喜禅院？杨晨略一思索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那处银锅。一旁的黑猫顿时来了兴趣，他跳到杨晨肩头，挤眉弄眼，猥琐笑道：小臣子，细说说银武，想知道？杨晨一偏脑袋，淡淡道：细说，细说。黑猫抓耳挠腮，急得不行。杨晨倒也没隐瞒，稍稍介绍几句。那欢喜禅院有求紫灵宴的声明，实则是引诱无知的善男信女，供一帮秃驴淫恶。黑猫听完之后，咧嘴笑了起来，随即看向笑笑佛，拍掌道：要说完的话，还得是你们这帮秃驴啊！笑笑佛眼角抽搐几下，却是不敢辩解。小龙女小脸一红，啐了一口：该死的秃驴！不多时，杨晨驾驭阴阳葫芦向碧波城急掠，但在此之前，他还是先入秋水城探寻师尊的踪迹。这个时候，房市附近的战斗早已结束，而欢玉莹和花花佛、空空佛也不见了踪迹。杨晨探寻一番，依旧没找到师尊，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师尊绝不会弃他而去，正常情况下，他应该会在这里等他回来，或者师尊会沿着踪迹寻他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师尊就这么不见踪迹了。杨晨的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，一旁的黑猫和小龙女也是神色凝重起来。这时，远处一阵呼啸声，却有几道银色盾光掠来。片刻后，盾光已至，来人是秋水城的守城修士。诸位，秋水城已经戒严，诸位立刻表明身份。为首一个银甲将军豁然踏出，眼神犀利盯着杨晨几个。杨晨取出合欢宗令牌，道：我等是合欢宗弟子。合欢宗？银甲将军打量了令牌一眼，面色稍有缓和，他点点头，就要离去。这时，杨晨忽然问道：先前城中爆发大战，交战双方乃是一位元婴女修与欢喜寺的元婴修士，不知将军是否知道那元婴女修的下落？银甲将军瞥了杨晨一眼，冷漠地吐出两个字：不知。所谓元婴女修，必是那合欢宗之人，他又何必掺和到合欢宗和欢喜寺的争端之中？闻言，杨晨无奈地摇摇头。这时，身穿斗篷的小龙女取出6枚极品灵贝，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，还请这位将军告知我等消息。银甲将军的脚步登时一顿，其余守城修士亦是眼睛放光。1枚极品灵贝最少价值500灵石，这里有6枚之多，那就是3000灵石。哪怕是银甲将军，也不能忽视这样一笔财富。那元婴女修尸首被擒，已被掳往碧波城方向了。银甲将军收了灵贝，传音道。闻言，杨晨神色骤变，以师尊的实力，就算不敌二佛，又怎会失手被擒？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？不过当下也不是细想其中缘由的时候，就回师尊才是要紧。多谢将军告知。说完，杨晨便带着小龙女与黑猫向碧波城方向赶去。杨晨驾驭阴阳葫芦，转瞬到了城外。这时，黑猫忽然发言道：小臣子，你这遁速太慢了，猴年马月才能到碧波城。也罢，本王发善心，现在就带你到碧波城去。杨晨觉得这家伙在吹牛皮，却又陡然惊觉，这剑猫还是个阵法大师，你能刻画传送阵？当然，本王的本事超乎你的想象。黑猫口气很大，说着，黑猫直起身子，猫爪一点灵光，半空中浮现一个巨大的灵力阵盘，其中勾勒着数不清的玄奥符文，只是看上一眼便有些眼晕。不多时，杨晨与小龙女踏上阵盘，一道光柱冲天而起，片刻后，众人身影消失不见了，而那灵力阵盘也虚化无形。碧波城一条窄小的巷子里，空间一阵涟漪，好似水波荡漾开来，随后竟然出现几道身影。杨晨警惕地观望四周，见四下无人，方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小龙女指着天空，低呼道：快看天上！杨晨举目一看，却见一道波光粼粼的穹顶笼罩住整座城池，净空灵罩。杨晨神色一紧，这净空灵罩乃是人族大型城池标配的强力阵法，一旦开启，足以隔绝内外，也意味着碧波城现在的形势非常紧张。区区净空灵罩，算得了什么？有本王在，保你们想出就出，想进就进。黑猫直起身子，背着猫爪，口气大到没边。可就在这时，巷子外传来一阵修士的吼声：城主有令，排查一切可疑人员，敢有反抗不遵者，格杀勿论。黑猫顿时脖子一缩，没了刚才的气势，他跳到杨晨身后，小心翼翼道：小臣子，冲动是魔鬼，要想救宗主，咱还得从长计议。杨晨没搭理这怂猫，悄然出去探查一番。果然，碧波城的城防军倾巢而出，连四面城门都封了。看样子碧波城出大事了，城内已经戒严，正在排查一切可疑人员。我们接下来想要有所动作，必须小心再小心。杨晨英沉着脸，凝重道。这时，小龙女忽然道：碧波城的情报，那秃驴应该很清楚，杨道友为何不问问他？杨晨这才恍然，取出阴阳葫芦。笑笑佛以老实，对于杨晨的询问有问必答，不敢有所隐瞒。原来黑龙王这些年在人族中的触手很深，不仅与欢喜寺勾勾搭搭，连碧波城的城主海碧波都是黑龙王的铁杆盟友。人间又是沟槽的人间，小爷迟早要扒了这些人间的皮。杨晨绷不住，气得大骂：这年头叛徒真是太多了，连海碧波都是那条黑泥鳅的人，
难怪三大派在碧波城出事。听到这话，黑猫更害怕了，猫须都抖3抖。海碧波这个地头蛇都是黑龙王的人，这还玩个蛋？小臣子，我看咱们还是先撤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们都还活着，总有办法可想。黑猫义正辞严，一副为大局考虑的样子。少废话，你这只怂猫要走就走，我会留下来救出师尊。杨晨一脸鄙夷，就插嘴黑猫一口：宗主为我挡住二佛，大恩不可不报。杨道友，我留下来陪你。小龙女重情重义，做出决定。这时笑笑佛摇摇头，泼了一盆凉水：小友莫要自误，你们这点实力哪里能与碧波城里的大势力相争？识物者为俊杰，不如就此降了。有本佛担保，小友最少也能得一个佛陀弟子的身份。笑笑佛舌灿莲花，蛊惑着杨晨。杨晨嗤笑一声：秃驴，看来你又不老实了。既然如此，小爷就收了你的储物灵戒，也好给你尝尝记性。杨晨说变脸就变脸，这回瞄准了笑笑佛私藏的宝贝。不可！笑笑佛急赤白脸，强行辩解着：小友何必如此？我刚才这番话都是为你着想啊。呵呵，看来你又想尝尝宝葫芦的炼化之苦了。也罢，这就成全你这秃驴。杨晨的笑容如玄冰，不带丝毫温度。笑笑佛一个机灵，瞬间清醒了。小友且慢动手，储物灵戒这就奉上。笑笑佛惊呼着，满脸肉痛的呈上灵戒，还贴心的打开其中禁制。杨晨冷哼一声，接过灵戒。这老小子很不老实，看来以后少不了敲打。很快，杨晨就被灵戒之中的灵石惊喜到了。30万灵石堆成一个小山包，散发着晶莹剔透的宝光。果然还得报老登金币啊！那堆灵石之上还摆放着一个小玉瓶，显得很是突兀。这小玉瓶有什么特殊的？杨晨取出小玉瓶，仔细端详着，只见其中一团粉红色的絮状物蠕动着，乍看起来有如活物，十分的诡异。这是缠绵欢喜散。杨晨猛然察觉，惊声道：师尊先前就是中了缠绵欢喜散，差点沦丧于瑟瑟佛手中。杨晨对于此毒可谓是深恶痛绝，他眉头紧锁，就要用销毁这小玉瓶。小臣子千万别动手，给本王看看。黑猫跳到杨晨的肩头，两眼放光盯着小玉瓶，目光中的贪婪有如实质。这好宝贝可不能销毁了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，不如送给我吧。黑猫想用毛茸茸的猫头蹭杨晨，套个近乎。杨晨却是一个大逼兜拍飞黑猫，又半是讥讽半是警告的说道：有句话叫好奇心害死猫，这缠绵欢喜散毒性之强，连元婴大修士都扛不住，你自寻死路不要紧，万一连累我咋办？说着，杨晨手心绽放一朵灵焰，就要彻底销毁小玉瓶。黑猫听说元婴大修士都扛不住，心里更高兴了，所以他看到杨晨要动手，几乎急得跳脚。小臣子，你可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本王不过是偶尔借用此物助助兴，好让小美人匍匐在本王的雄风之下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听到这话，杨晨顿时哭笑不得，吐槽道：你一只猫有个锤子雄风啊，我看你是脑子秀逗了。小龙女巴掌小脸蛋染上一层红霞，清脆一口道：小猫咪，你怎么这么色？以后离本公主远点。黑猫脸皮比他们想象中厚多了，无论杨晨和小龙女怎么嘲讽，他依旧坚持所要。一边去！杨晨可不惯着这贱猫，一脚踹得他四脚朝天。本王不服，本王功劳这么大，凭什么连一瓶缠绵欢喜散都不给？那本王以后不如摆烂算了。黑猫叫屈连天，一副毁灭吧我累了的模样。这下杨晨却是迟疑了。平心而论，黑猫的功劳确实不小，后续解救师尊恐怕也少不了对方的帮助。念及此处，杨晨不得不妥协一次。算了，一瓶辣鸡春药而已，你这点小身板还是悠着点为好，当心被榨干了。说着，杨晨随手就把小玉瓶抛了过去。黑猫接了小玉瓶，如获至宝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嘿，小臣子，你小子总算靠谱一回了，再有事本王肯定罩着你。杨晨无奈的耸耸肩，真是拿这贪财好色的奇葩黑猫没办法。小龙女捂嘴轻笑，也被逗乐了。接下来，杨晨又翻了翻储物灵界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杂物，比如金丹舍利、符箓、钵盂，这些东西或许在佛门还有些价值，对他可就没啥卵用了。笑笑佛，你一个元婴大修士，就这么点宝物傍身？杨晨把在杂物丢回去，狐疑道。闻言，笑笑佛哭丧着脸，咬牙解释道：30万灵石已经不少了，本佛又不是孤家寡人，平时弟子门人也需要照拂一二。杨晨眼珠转了转，一想也是，不过他还是敲打道：怎么，你老小子怨气不小啊？岂敢岂敢！笑笑佛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才去人安乐。我愿意把灵石献给小友随意之事。不错，这才是佛门中人应该有的态度。杨晨点点头，满意道。这时，小龙女忽然问道：杨道友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解救宗主吗？听到这话，沉浸在欢喜之中的黑猫顿时警惕起来，猫耳朵竖起。杨晨当然想立刻出发，但他还是摇头道：不用这么急，我们先去城中的万宝楼购买些宝物，提升自身实力，到时候行动起来把握会更大。小龙女觉得有道理，点头同意。黑猫听到不用去冒险，还能消费一波，更是喜得咧嘴笑起来。杨晨不是第一次来碧波城了，所以他对万宝楼的方位很清楚。
杨晨几个径直往万宝楼所在的城中心走去。路上行人皆行色匆匆，倒也没人注意这个奇怪的组合。当路过一间服装店铺的时候，杨晨心中一动，你们在这等一会，我进去买一件斗篷也好，稍稍掩饰下身份，本王也要买。黑猫从小龙女的肩头蹦到杨晨肩头，大喇喇道：你买什么斗篷？谁会在乎你一只猫？杨晨皱眉道。黑猫气坏了，挥舞喵喵拳道：什么意思？你这是歧视猫？杨晨有些无语，略一思量道：他不如这样，大家都进去，各自定制一件新斗篷，毕竟这贱猫都要买斗篷，如果厚此薄彼，岂不是又歧视龙了？说完，他走进店铺。小龙女本想推辞，却也只能跟随。店老板很周到，给足了零食，一点也不歧视猫。很快，3件同款黑色斗篷做好了，杨晨、小龙女、黑猫都披着同款斗篷，飒飒地走向万宝楼。万宝楼名气很大，乃是天渊仙周冬玉最大的连锁商行，能把规模搞这么大，实力自不用多说。哪怕是碧波城戒严，也丝毫影响不到万宝楼的生意，甚至比平时还要兴旺。杨晨这个组合一走进大厅，便有小厮笑面相迎，不知几位贵客有何需求，本店定会竭力满足。杨晨瞥了小厮一眼，双臂一抱，大喇喇道：去把你们掌柜的叫来，就说本座有一桩大生意要谈。好嘞，贵客请稍等。小厮没整啥幺蛾子，一溜烟就往楼上去请掌柜的。这番举动倒是让杨晨颇为诧异，万宝楼的小厮这么有眼力劲，杨晨哪里知道这与眼力劲根本无关，以万宝楼的实力根本不怕有人搞事情，只是杨晨3人都是身穿黑斗篷，显得既神秘又强大，所以小厮才不敢怠慢。数十息之后，只听一声悦耳的笑声，不知哪位贵客上门。宝林妃有失远迎，人还未到，声音就先传来，那声音如泉水流响，空灵悦耳。杨晨循声望去，却见一位风姿绰约的极品美人款款走下楼梯。她穿着大红色的旗袍，行走之间勾勒出夸张的曲线，无论是那美腿，还是那柳腰，或是丰鸾，都堪称完美。而她的面容精致中又有着大气，通身的气质可谓一而不俗，妖而不媚。当她袅娜而来的时候，又有一股清冽的淡香隐隐浮动着。偌大的厅堂竟被宝林妃的丽色震撼到失去声音，往来的客人都愣愣地看着，好似一个个目击。杨晨失神片刻，就已反应过来，倒不是他对于美色无感，而是常伴师尊左右，欢愉迎那绝美容貌仍在宝林妃之上。一旁的黑猫则相反，他2只眼睛冒着星星，流着哈喇子，完全陷入玫瑰色的幻想。可若只是如此也就罢了，他竟然不自觉地把小玉瓶掏出来，似乎想要迷晕了宝林妃。杨晨赶紧传音过去：小黑子，你脑子被门夹了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，竟敢对万宝楼的掌柜下手。也不知黑猫是太过痴迷，还是假装没听到，竟还在动作。杨晨心头火起，对着黑猫的肥屁股就是一脚。黑猫一激灵，吓得蹦起来，差点就要破口大骂了。哪个缺德的老六在这个时候搞事情？他明明都要把美人儿那啥了。可看到杨晨杀人一样的眼神，精虫上脑的黑猫瞬间清醒了，他赶紧收起小玉瓶，躲到小龙女身后。小龙女已经看出黑猫不是什么好鸟，也是一脸鄙夷。这时宝林妃俏面挂着浅笑，风情万种作礼。在下是万宝楼的掌柜宝林妃，贵客有什么需要？杨晨展露实力，当即就道：来万宝楼当然要买最贵的宝物。听到这话，宝林妃眼前一亮，既然贵客需求最贵的宝物，那就请随林妃上顶楼贵宾区。万宝楼9楼贵宾区自然是贵不可言。杨晨粗略一扫，心头便是发紧，来往的修士无一不是气息强大之辈，外界难得一见的元婴大修士，目光所及竟有3尊之多。而横行一方的金丹高手来到此处，也得夹着尾巴做人。好在杨晨这个老六善于伪装，倒也没有露怯。而小龙女也是见过大场面的，淡定得很。黑猫虽然有点怂，但不至于失态。一旁经验丰富的宝林妃余光扫过，心里已经有谱了，能有这样的表现，这3个奇怪的斗篷组合应该是有些来头的，如此方才有消费能力。念及此处，宝林妃脸上的笑容多了几分真诚。几位贵客请随意挑选，稍后我会亲自过来结账。当然几位贵客若是想让我帮着参谋宝物，林妃也是荣幸之至。黑猫一听这话，两眼放光，如果能让这样的美人儿抱着自己挑宝贝，岂不是爽翻天？不过他刚想说话，杨晨就掐着他的脖子道：不麻烦掌柜的，我等自己挑选就好。宝林妃优雅一笑：几位贵客请忙。林妃告退。见宝林妃走远了，杨晨这才松开手。黑猫翻着白眼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好半晌才缓过来：小臣子，你特喵的是想谋财害命吗？本王跟你没完！黑猫肺都要气炸了，怒喷杨晨。一清方泽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全被这缺德老六搅和了。知道这是谁家的地盘吗？就搁这金虫上脑，你想死没关系，可别带上我。杨晨不惯着，立刻喷了回去。若不是特殊场合，非打爆这贱猫不可。你黑猫自知理亏，但还是梗着脖子，一脸的不服气。杨晨没再搭理他，开始干正事。他干净利落地说道：每人半个时辰时间，10万灵石额度，随意挑选宝物。小龙女吃了一惊，杨道友，这是不是太多？我话还没说完，
黑猫打断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当烂好人可以，别带我哈！10万灵石可是本王该得的。”说完，他人立起来，2只后爪子着地，前爪子背在身后，大摇大摆，径直去挑宝贝了。杨晨倒是无所谓，道：“别愣着，快挑宝贝了。”说完，他也一头扎进了贵宾区里。小龙女愣了数息，也开始购物之旅。大家都爽歪歪，但是代价呢？代价就是阴阳葫芦里的笑佛再也笑不出来了。他辛辛苦苦积攒一辈子，1块灵石也不舍得用，如今竟是要被杨晨几个一把梭哈！可恶，一帮不讲武德的小辈！这都是本佛积攒100年的灵石啊！我现在身具龙阳圣体，还有大日佛魔拳，近身格斗，堪称无敌。此外，有阴阳葫芦炼化纯阴、纯阳之力，助我增长修为，丹药与我无甚大用。至于防御法宝，不是我的风格。如此看来，我最好再修行一门可远程攻击的强大剑法。杨晨没有被贵宾区里的各种宝物亮瞎了眼，谋定而后动。他思索之后，直接走到法宝区，打算买一柄灵剑。天渊仙舟法宝共分5大等级，分别为凡器、玄器、灵器、宝器、神器，每个等级又分为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极品。只见一座塔形的法宝台上，自上到下罗列着各色法宝，不见有任何凡器、玄器，而灵器竟是这里最差的法宝。杨晨暗暗啧舌，从上往下看去，最上面是一件极品宝器——灵能轰天炮，黑洞洞的炮口发出莫大的威压。杨晨没来由的一阵心悸，上面漂浮有一行介绍的小字：灵能轰天炮，极品宝器，一炮之威，元婴难挡。实际上，这灵能轰天炮一般不是修士个人专属法宝，而是各大势力压箱底的防守手段之一。比如碧波城的城头上就备有这样的法宝，而灵能轰天炮的价格尤其骇人，竟然达到188万灵石，这个价格再多看一眼都会折寿。杨晨目光再向下，十方锁魂阵150万灵石，天书雷霆打神鞭140万灵石，赤火玄灵阵魔杵130万灵石。罢了，还是从塔形法宝台的最下面开始看吧。目光径直到最下方，一件飞剑法宝映入眼帘。这一次，杨晨先看价格，3万灵石，这个价格让他眼前一亮，方才去看飞剑的介绍。龙渊剑，上品灵器，由极品火属性灵材千年龙晶打造，注：建议修士配套龙阳焚天剑诀使用，可完美激发炎阳之力。龙渊剑，龙阳焚天剑诀，杨晨思量片刻，颇为心动。他身具龙阳圣体，这柄灵剑与配套的剑诀，简直就像是量身定做。买了！杨晨干脆利落，当即做出决定。接下来，他马不停蹄，径直走向秘籍去。看到龙阳焚天剑诀标价2万灵石，杨晨略微松了一口气。龙阳焚天剑诀，火属性地阶上品剑诀，共分4式，分别是：第一式火式，修士领悟火势剑意，在对决中展出剑气，可穿透一切护体灵罩；第二式炎灭，修士领悟炎灭剑势，小范围内爆发多道剑气，群攻无敌；第三式焰屠，修士领悟炎屠剑域，一人可挡万军；第四式一劫，修士领悟一劫剑魂，一剑斩出，如天劫降临。好强大的剑诀！杨晨暗暗啧舌，不愧是剑修所修的剑诀，这第一式的火势剑意就让人望而却步。若非他身具龙阳圣体，绝不敢把精力投入到龙阳焚天剑诀。如今倒是便宜了杨晨，地阶上品的剑诀只需要2万灵石，龙渊剑和龙阳焚天剑诀共需要5万灵石，还剩下5万灵石呢。杨晨有些麻爪，有钱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花。好在时间还有富余，他信步在贵宾区闲逛。小半个时辰之后，一件非常诡异的法宝忽然进入他的视线，那是一件黑黢黢的钻子，不到3寸长，尖锐的钻头就有1寸半。虽然静静摆着那里不动弹，但也带来一股极度的危险感。玄阴神钻，售价5万灵石，下品宝器。此钻是由幽冥寒铁所铸，能隔绝神识探查。隔绝神识，杨晨心里低呼一声。高阶修士之所以强大，神识之力绝不可忽视。如果能隔绝神识的探查，那这玄阴神钻绝对是偷袭的利器。试想，激烈对战的时候，对手用玄阴神钻冷不丁来一下，那场面。念及此处，杨晨这个老六都有些头皮发麻。他当即做出决定，买下这玄阴神钻。不多时，杨晨选购好龙渊剑、龙阳焚天剑诀以及玄阴神钻。他打算与黑猫、小龙女会合之后，一起去前台结账。这些宝物上面都隐藏着好几道禁制，必须由前台修士用特殊手法方才能打开。小龙女和黑猫动作不慢，没有半盏茶时间，三者汇合完毕。小臣子，你买了什么？黑猫好奇心很重，上来就窥探杨晨的隐私。切，一把破灵剑，还有蜡鸡剑诀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看着怪吓人的。黑猫对灵剑无感，玄阴神钻倒是引起他的主意。他眯眼打量片刻，似乎看出了玄阴神钻的特殊之处，大呼小叫起来。老六就是老六，就喜欢买这些古怪的玩意。杨晨踹了黑猫的肥屁股一脚，我看看你买了什么。黑猫得意洋洋，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紫色阵盘。鸿蒙阵盘5万灵石，我这一件宝贝就顶你俩。阵盘可以辅助修士加速布阵，乃至加持阵法之威。黑猫购买阵盘完全在杨晨的意料之中，毕竟之前布阵的时候他的阵盘可是裂开了。还有5万灵石呢。
拿出来看看。黑猫斗篷下鼓囊囊的，一看就知道藏了东西，不给看。黑猫眼珠转了转，言辞拒绝道：“我警告你，休想侵犯我的个人隐私。你一只猫，有个锤子个人隐私。”杨晨直接上手拎起他肥软的后脖，黑猫四爪乱蹬抗议着，随后便是稀里哗啦一阵响动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卷轴掉落下来。小龙女眨巴着金色眸子一瞥，小脸蛋顿时红彤彤的。色猫！她啐了黑猫一口，躲到杨晨身后去了。杨晨定睛一看，发现这些书籍卷轴还真不是一般货色。合欢36世东域百美图，混在东胜帝国后宫的假太监，我有9个美女师姐，尼姑也疯狂。杨晨捡起来随意一翻，这些书籍卷轴极其精美，绝非市面上的印刷品，而是由名家炼制而成。甚至于那东域百美图还附赠有留影石，竟是东域著名女修的留影，当然价格也相当感人。这一本东域百美图竟然高达1万灵石，足以买一件灵器了。其余书籍卷轴也价值不菲，从几百到几千灵石不等。我的宝贝啊！这时黑猫扑过来护住这些书籍卷轴，好似护住了命根子。小臣子，你敢动我的宝贝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杨晨脸色黑沉，拳头攥得咯咯响，恨不得上去暴揍黑猫，但这个场合不对，他暂且耐下性子，满脸恨铁不成钢道：“小黑子，我好心好意给你分10万灵石，是让你提升实力，不是让你搁这瞎使乱造的。你买这些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？”黑猫根本不买账，两只前爪一抱，嗤笑道：“什么好心好意？你个老六哪有这么好心？如果本王没有立下大功，你会分我灵石？这些灵石是本王凭本事挣得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要你管？好心当成驴肝肺！”杨晨气得怒笑起来，道：“好一副伶牙俐齿，只希望下次遇到狠人，你的嘴还能这么硬。”黑猫捋着一根猫须，摇头晃脑，傲然道：“不要拿你那凡俗的眼睛看待本王，本王天纵之姿，手段通天，根本不需要提升实力。”你！杨晨气得脸色铁青，一脚踹翻黑猫，不过他也只能听之任之了。黑猫爬起来，揉着屁股，气鼓鼓的怒瞪回去。小龙女捂嘴轻笑，这一对主人灵宠实在太有趣了，尤其是这黑猫，简直气死人。杨晨缓了2口气，看向小龙女：“龙道友，选购了什么宝物？”小龙女取出购置的鳞甲，笑道：“我只购买了这一件冰晶鳞甲。”杨晨眸光一凝，仔细打量片刻，这一件冰晶鳞甲乃是宝器级别的甲胄，通体呈现银白冰晶状态，颜值颇高，其材质也很是不俗，竟是由极地冰灵晶所铸，应该是以水属性修饰佩戴。饶是如此，10万灵石似乎有些过了。冰灵晶的材质，这个价格略高了。杨晨眉头微皱，又道：“不知这冰晶鳞甲还有什么特殊之处？”杨晨并非窥探隐私，而是需要对队友的实力更加了解。小龙女不做他想，详细解释道：“这冰晶鳞甲防护力惊人，正适合我近身搏斗。此外，冰晶鳞甲平时可以吸附天地灵气，蓄积充能，到了战斗之时，可助我增长1成的速度。”杨晨眼睛骤然一亮，对于这件冰晶鳞甲的态度立刻改观。很好，这10万灵石花的值，小小你很有眼光哦。小龙女听到杨晨如此称赞，笑眼弯成2道月牙。听到这话，黑猫酸意满满道：“本王的鸿蒙阵盘才花了5万，小小一件鳞甲就花了10万，小臣子，你这么夸也太双标了吧？”杨晨嗤笑一声，都懒得搭理这件猫。鳞甲再贵，那也是用到实处了。那些狗屁百美图是什么玩意？不多时，杨晨几个来到前台结账，早有机灵的小厮通知了宝灵妃，所以杨晨他们还没走到，风姿绰约的宝灵妃就笑脸相迎：“几位贵客都选好了吧？不知是否满意万宝楼的宝物？”杨晨淡淡道：“万宝楼的东西自然没问题，麻烦掌柜的立刻结账。”说着就把龙渊剑、龙阳焚天剑诀、玄阴神钻递了过去。宝灵妃接过的同时，眸光快速一扫，心里便有了估价，单次消费10万灵石，果然是一尊豪客。宝灵妃脸上的笑容灿烂几分，把黑猫迷得晕晕乎乎的，差点又流哈喇子了。接下来小龙女又把冰晶鳞甲递了过去，又是10万灵石。宝灵妃的笑容更灿烂了。不过轮到黑猫的时候，宝灵妃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，这什么奇葩灵宠，竟然买这么多低俗之物。不过宝灵妃的专业素养很高，无论心里什么吐槽，面上依旧春风和煦。几位贵客每位都花了10万灵石，一共30万灵石，这波算是把笑笑佛辛苦积攒多年的灵石造干净了。反正是一笔横财，杨晨没半点心疼，他点点头表示认可，一起付账。到这一步才是一场交易最关键的时候。宝灵妃见杨晨如此干脆利落，心里的评价更调高了一个台阶。正要结算的时候，一道吊儿郎当的声音响起：“灵妃，本少等了你这么久，为何不来？这就是你们万宝楼的服务吗？”杨晨循声一看，却是一个相貌阴柔的公子哥，他一身玉色法衣，轻摇折扇，身后还跟着2个身材魁梧的跟班。来人正是碧波城竹海碧波之子海东青。宝灵妃见到海东青，眼底闪过一丝厌恶，却又不得不挤出一丝笑容，解释道：“抱歉，海公子，灵妃这里还有贵客需要招待。”贵客？海东青啪的一合扇面，指着杨晨几个，嗤笑道：“
这几个家伙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海东青面前称贵客？说完，海东青又凑到宝林飞近前，直逼得他不得不退后2步。林飞，我对你的心意，满碧波城的人谁不知道？你又何必拒本公子千里之外呢？海东青深嗅了一下空气中余香，目光迸射出强烈的占有欲。宝林飞只觉浑身起鸡皮疙瘩，绷着脸冷漠道：“海公子的心意，怕是只能错付了。”林飞从未考虑过男女之事，只想经营好万宝楼的生意，还请海公子不要再打扰我招待贵客。海东青邪笑起来，面貌更显阴柔：“不就是生意吗？本公子这就照顾你的生意。”说着，他一个眼神，后面的跟班就恭恭敬敬在桌上盛放一个储物袋。林飞，这里刚好1万灵石，放心，本公子不会吃人，只需要你陪本公子好好逛逛万宝楼。宝林飞嘴唇紧抿，绷着脸不说话。海东青嬉笑一声，又一指桌子，身后跟班又恭敬奉上1万灵石。见宝林飞还不点头，海东青轻摇折扇，嚣张道：“1万不够，那就2万；2万不够，那就3万，还没有本公子开不起的价。”听到这话，一直忍心吞声的宝林飞终于爆发了：“够了，海东青，我万宝楼不是青楼，我宝林飞更不是青楼里的花魁歌妓。”宝林飞柳眉倒竖，粉面含着煞气，嗔怒的模样别有一番风情。海东青迎斜地打量片刻，心里好似有毛毛虫在爬，痒得不行。这样有个性的极品美人，若是能骑于胯下，那滋味……念及此处，海东青更加急不可耐了，威胁笑道：“这碧波城的女人，只要本公子看上了，那还真就如青楼里的妓子。本公子愿意出价买你，也是看得起你。宝林飞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这话一出，宝林飞气得俏面煞白，娇躯都在轻轻颤抖。来人，立刻给我把这个纨绔子弟轰出万宝楼！宝林飞气急了，再不给海东青一点面子。是，掌柜的。几道黑衣劲装的身影从四面八方急速掠来，就要拿下海东青。海东青闲是地摇着折扇，一点也不着急。放肆，竟敢对公子出手！2个跟班暴喝如雷，旋即一起出手。2人精通合击之术，同时打出一道黑色气浪，2道黑色气浪交织起来，而后向四周席卷而去。宝林飞的手下猝不及防，皆被气浪卷得抛飞出去，重伤倒地不起。看到这一幕，宝林飞俏面浮现一抹不安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海碧波如此溺爱海东青，竟然派了2个筑基巅峰的修士当跟班。海东青却是十分满意，阴柔的笑意如同毒蛇吐着信子。在这碧波城，已经很久没人敢对本公子如此不敬了。宝林飞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说着，他忽然收敛笑意，厉声道：“把这个贱婢抓起来，本公子今天就让他知道碧波城的主人到底是谁。”是，公子。2个跟班没有丝毫犹豫，虎般扑向宝林飞。宝林飞花容失色，下意识就向杨晨这边躲避。2个跟班一看就是嚣张惯了，根本就不把杨晨几个放在眼里。你们几个滚远点，莫要在这里碍事。杨晨不是爱管闲事的性子，但得知对方是海碧波的亲儿子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他不退反进，向前踏了2步，腰背挺直的挡在宝林飞身前。海公子，世界如此美好，你又何必如此暴躁？我这里有一笔大生意要与你好好谈谈。身为2代，海东青平时也见惯了各路跪舔的商人，他轻摇折扇，傲然道：“连引荐之人都找不到，你没资格跟本公子谈生意。识相的赶紧滚开！”杨晨忽然邪魅一笑，自顾自道：“我这个生意其实很简单的，只要海公子把菊花献上就可以了。”献上菊花，海东青当即还有些懵圈，随后便是一阵恶寒。这个莫名其妙的斗篷人有龙阳之好，想走后门。放肆！你敢对本公子大不敬！海东青恶心坏了，几乎恼羞成怒。杨晨嬉笑一声，摇头道：“海公子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你收获灵石，我收获快乐，如此双赢的局面，岂不美哉？”说完，杨晨又嬉皮笑脸道：“莫非海公子是嫌弃价格低了？如果1万灵石不够，那就2万；2万不够，那就3万。哪怕你的菊花是极品灵晶做的，小爷也开得起价。”此言一出，在场的都有点绷不住了。这话明明是刚才海东青对宝林飞说的，竟然被拿来反对。此刻，海东青哪里还不明白杨晨是故意戏耍他，一张脸长成猪肝色。他呼吸急促，死死盯着杨晨，咬牙切齿吼叫道：“立刻给本公子灭了他！立刻！”是公子。2个跟班一左一右暴掠而来，2只蒲扇般的手掌涌动着难以想象的距离，竟是对准杨晨的太阳穴。不难想象，这一次合击若是中了，头颅定会像西瓜一样爆开。不要！宝林飞玉容瞬间煞白，惊吓到发出大喊。这一瞬间，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责和愧疚。身为万宝楼的掌柜，自己竟然连累到贵客。可下一瞬，场上形势陡然逆转，只听一声萌萌哒的娇喝，身穿斗篷的娇小身影猛然跃起，小龙女凌空一记飞踢，就把其中一个跟班踹飞出去10多丈。那人在半空中就狂喷鲜血，重重砸到柱子上，生死不知。随后，小龙女又倒出一拳，粉嫩嫩的拳头蕴含着难以想象的距离。另一个跟班眼球暴突，脸如蒸熟的红虾，身体几乎对折的飞出去。打完之后，小龙女士释然站到杨晨身后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宝林飞美眸圆睁，脸上全然是难以置信的神色。这一脚加一拳，
太干净利落了。发出者却又分明是一个年岁不大的小萝莉。杨晨拍拍小龙女的肩膀，以示感谢。小龙女一挺小胸脯，开心得很。小小总算能帮上杨晨道友了。看来海公子是不想谈生意，而是对打打杀杀感兴趣啊。杨晨嬉皮笑脸，对着海东青勾勾手指头，这讥讽的笑声，再加上如此挑衅的动作，那叫一个拉仇恨。海东青整日被人捧着舔着，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？当即逆血倒流，彻底红温了。卑贱的奴才玩意，本少今天灭了你！他怒吼一声，手中折扇豁然展开，扇面光滑流转，如同一面盾牌。扇骨之中，啪地弹出9道锋锐的利刃，闪烁寒芒。那折扇竟是一件可攻可守的罕见法宝。海东青挥舞着折扇，直奔杨晨头颅要害，掀起一阵破空的音效，似乎连空气都割裂了。小心！宝林飞惊叫提醒，美眸之中满是忧虑。这海东青虽然是纨绔子弟，但也是筑基5层的修士，而斗篷贵客分明连筑基都没有突破。面对海东青的进攻，杨晨依旧淡定从容，好似一座山岳岿然屹立。他的身形蒙上一层淡金色的光辉，一拳击出，喷吐出耀眼炙热的炎流拳芒。海东青神色骤然惊变，匆忙将扇面挡住拳芒。轰的一声巨响，拳力被扇面挡住，但那炙热烈阳般的拳意却如风暴般肆虐着。啊！海东青发出一声惨烈的哀嚎，抛出去炙烤红温的折扇法宝。他那双右手竟如猪蹄般红肿起来，散发出阵阵肉香。宝林飞美眸中一彩流转，心里波澜起伏，一拳之威几乎废了海东青。可这斗篷修士分明连筑基都没跨越，难道是某个超级家族的子弟出来历练？杨晨点到为止，并不太想痛打落水狗，倒不是妇人之仁，主要是怕脏了手。但一旁的黑猫眼珠子滴溜一转，觉得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。小臣子，本王来助你！黑猫豪迈的大吼一声，杨晨有点懵圈，他一拳就把海东青干稀碎，哪需要这只贱猫？黑猫张牙舞爪，冲出去就是一记喵喵拳。这一拳远远比不上小龙女，但角度极其刁钻，竟是奔着海东青的下体而去，鸡飞蛋打啊！海东青爆发出一声嚎叫，比刚才惨烈10倍不止。只见他嘴歪眼斜，双目暴突，捂着下身如泥鳅般满地打滚。好半晌之后，海东青有所缓解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满是怨毒的喝问道：“你们有种就把名号报上来，本少让你们出不去碧波城。”杨晨不由有些诧异，这货还挺硬气。他想了想，一本正经回应道：“小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们就是叱咤东域的整活3剑客，专治犯贱之人。”整活3剑客？海东青猛了一下，随即意识到又被耍了，一群奴才，本少要杀光你们！他双目一片赤红，几乎要吃人了。杨晨这个老六怕脏了手，开始挑唆黑猫：“小黑子，你连纨绔子弟都整不服帖，你是真不行啊！你才不行！”黑猫对这2个自犯忌讳，当即跳脚，但他又不敢对杨晨怎么样，只能把气撒到海东青身上。他又是踩脑袋，又是踹屁股，不时还打出几个大逼兜，竟是把杨晨对付他的招式全用到海东青身上了。不多时，海东青已是被打得气息奄奄，完全没了刚才的嚣张劲。黑猫高昂着脑袋，一副胜利大将军的样子。你服不服？服！我服了，我可以付出临时赎身，只求不要采摘菊花。海东青上气不接下气，恳求着，就差给跪下了。就算是死，也不能死在一只猫手里，更不能贞洁不保啊！否则的话，堂堂海大少岂不是要成为碧波城最大的笑话，遗臭万年了？杨晨冷笑一声，不屑道：“就你这副尊容，晚上出去都能吓死个人。小爷的口味还没这么重。”听到这话，海东青神色一僵，垂下头，死咬着牙齿。这时，杨晨又道：“掌柜的，这家伙就交给你处置了，是抓是放，一切由你定夺。”海东青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向宝林飞求饶道：“林飞，饶命啊！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日后定会关照万宝楼的生意。”宝林飞俏面冷若寒冰，是的，你那点关照，万宝楼不稀罕，立刻滚出万宝楼，以后也不许再来。海东青如获大赦，忙不迭的保证答应。这时，2个跟班也醒转了，2人颤巍巍扶着海东青，逃也似的奔命而去。几位贵客，这海东青是碧波城城主之子，林飞不得已，所以才放走。宝林飞对自己放走海东青的行为很是惭愧，他充满歉意的解释着：“无妨，我说了由你定夺，那怎么决定都是你的自由。”杨晨并不在意海东青的下场，说实话，如果不是海东青太过嚣张，波及到他，杨晨甚至懒得出手。宝林飞听见杨晨如此说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多谢几位贵客出手，若非几位仗义相助，林飞今日怕是难逃一劫。他再三感谢着，款款施礼。说着，宝林飞又主动提出道：“贵客今日在万宝楼购置的宝物，一律6折结算。”6折？林飞小姐姐，你确定？黑猫蹦了出来，不敢相信。杨晨和小龙女也有些犹疑，毕竟30万灵石打6折，足以省下12万灵石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都能额外选购一件宝器级别的法宝了。宝林飞爽朗一笑，大气道：“区区一点小折扣，交个朋友。”林飞觉得很值得，区12万灵石，交个朋友，这话说得太豪横了。杨晨不得不在心里赞叹。
难怪这万宝楼能把生意做到整个东域。多谢林妃小姐姐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认下林妃你这个朋友了。杨晨几个纷纷表达感谢，黑猫更是一脸痴迷，满眼小星星，就差明说富婆包养我。宝林妃自觉交了几个颇有实力的朋友，心情更是愉悦。几位先别急着结算，可以再选购些宝物，今日所有的消费都是6折哦。林妃眨巴了一下美眸，又抛出一个大惊喜。听到这话，黑猫来劲了，那他岂不是又有钱选购美图了？小臣子，杨晨一眼看出这黑猫没憋什么好屁，直接一脚把他后半句话踹回肚子里。多谢林妃好意，万宝楼的好东西太多，我可买不起了。杨晨苦笑一声，摇摇头道。宝林妃却是好奇道，若是按照贵客的预算，至少还能省下12万灵石，这一笔灵石足以选购一件宝器了。莫非贵客看上什么顶级宝物？杨晨沉吟片刻，说道：林妃果然冰雪聪明，我确实看中了一件顶级宝物，只可惜那灵能轰天炮价格太过高昂了。灵能轰天炮，宝林妃心中暗暗吃惊，这可是一件大杀器，一炮之下，元婴大修士都遭不住。眼下爆发黑龙灾，东域一片混乱，碧波城也是拨云诡谲，可谓多事之秋，也不知这几位想用此物作何用途。不过这似乎与他无甚干系。宝林妃心里思绪翻涌，林妃不如现在就结账吧，我等还有要事。杨晨见宝林妃沉思不语，提醒道。宝林妃抬起头，嫣然一笑，道：贵客先别急着结账，林妃有办法让你买得起灵能轰天炮。这话一出，杨晨着实是吃惊不小，他怔怔看着巧笑嫣然的宝林妃，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黑猫差点把猫眼都瞪出来了，难道说富婆看上了这缺德冒烟的老六，想要包养？不可能，富婆应该看上他啊，难道你不喜欢撸猫吗？本王让你随便撸啊。宝林妃捂嘴扑哧一笑，道出他的策略。几位贵客可别忘了我的身份，作为万宝楼驻守碧波城的大掌柜，我有权限把灵能轰天炮租给你们使用。杨晨原本只是随口一提，但现在真的心动了，毕竟如果有了灵能轰天炮这样的大杀器，他营救师尊的底气就大大增强了。多谢林妃。杨晨深吸一口气，郑重道谢。想了想，他又歉意道：我等有要务在身，不好告知身份，下次若有机会必会坦诚相见。林妃爽朗一笑，回礼道：如今正是多事之秋，几位贵客确实应该谨慎一些。接下来几人很快完成交易，杨晨不仅以18万灵石的低廉价格买了一堆宝物，而且成功租到灵能轰天炮这样的大杀器。更夸张的是，灵能轰天炮的月租金才1万灵石，还免押金。一旁的黑猫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。直到他们被带到万宝楼的宝库，黑猫方才相信天上真的会掉馅饼。趁着宝林妃办理租用手续的间隙，黑猫跳到杨晨的肩头，抓耳挠腮道：小臣子，莫非你有什么特殊的撩妹秘籍？什么撩妹秘籍？杨晨莫名其妙道。黑猫神神秘秘，贼笑着：宝林妃连送带租的，不就是想包养你？杨晨却是没想到黑猫的角度这么刁钻，一时无语。几位道友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这时后面传来宝林妃的声音，杨晨一逼兜拍飞黑猫，生怕这货口无遮拦，麻烦林妃了。杨晨客气道。宝林妃浅笑道：马上就有人把灵能轰天炮拉出来了。话音刚落，地面轰隆隆震动，10多个练气期的万宝楼弟子喊着整齐的号子，好似运河上拉船的纤夫，将一个庞然大物拉了出来。杨晨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直观灵能轰天炮，当即就被狠狠震撼了一把。灵能轰天炮粗长的炮管足有3层楼那么高，黑洞洞的炮口令人不寒而栗，目测都能塞进入2个成人。不难想象，如此恐怖的巨炮若是对着修士开上一炮，恐怕真的会轰杀成渣。杨晨走上去，抚摸着炮身上刻印的玄奥符文，震撼不已。旋即，这种震撼就化作了惊喜和期待。这要是给欢喜寺的秃驴来这么一炮，那场面……这时，黑猫蹦到炮管上，爬上爬下，啧啧称奇。这炮管真特喵的大，真特喵的粗，真特喵的硬。本王那里要是有这么强大就好了。黑猫长吁短叹，遗憾地说道。闻言，宝林妃神色古怪，这只猫也太奇葩了吧，竟然将灵能轰天炮联想到那玩意儿。小龙女小脸红红，跺跺脚，羞愤道：小黑子，你这只色猫，不许你这么说。杨晨脸皮直抽抽，自己这张老脸算是被这贱猫丢干净了。一时间场上气氛无比尴尬。好在宝林妃冰雪聪明，圆滑地岔开了话题。几位道友，这一尊灵能轰天炮巨大无比，一般的储物灵界怕是容纳不下，接下来如何运输也是一桩麻烦事。杨晨微微一笑，自信道：林妃多虑了，我等自有办法。说着，他取出阴阳葫芦，心念一动，就把灵能轰天炮收摄入内。宝林妃美眸眨了眨，流露出讶然之色。这宝葫芦绝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顶级法宝，年纪轻轻就能拿出这一件法宝，莫非真的是什么修仙大族出来历练的子弟？宝林妃不自觉地产生联想，杨晨却也没有炫耀的意思，很快就把阴阳葫芦收好。林妃多谢了，我等还有要务在身，先行告辞。小龙女和黑猫也打招呼告辞。宝林妃亲自把他们送到楼下，做足了礼节。碧波城欢喜禅院，禅院之中有一座9层佛塔，高高耸立着。白日里，佛塔上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，一派佛门气度。可到了夜里，
那佛塔上空有诡异的粉色云雾，宛如一座妖塔。这一日，空空佛和花花佛押着欢玉营进入到欢喜塔，贱婢休要再耍弄手段，否则本佛今日就号召全院弟子，让你欲仙欲死。空空佛厉声恫喝道：“押送一尊元婴修士可不是什么美差，哪怕用尽灵锁禁锢了灵力和神识，空空佛和花花佛一路上仍是高度紧张。不过到了欢喜禅院老窝，二佛的气焰陡然嚣张起来。欢玉莹玉容苍白，嘴唇紧抿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这时花花佛用尖利的女声刺激道：欢宗主不会还在指望你那小弟子前来救你出去吧？实话告诉你，瑟瑟佛和笑笑佛已经前去追索了，你那个小弟子纵使有3头6臂，也难逃手心。这话一出，一直沉默的欢玉莹猛然抬头，这么说你们还没抓到他？二佛一愣，脸色颇为尴尬。脾气暴躁的空空佛横肉抖动，恶狠狠道：贱婢，休要聒噪，待会本佛就当着你那小弟子的面让你欲仙欲死。欢玉莹低头不语，心里却是微微松了一口气。以晨儿的机智，二佛抓到他的几率应该非常渺茫，只希望晨儿莫要犯傻前来营救。不多时，二佛亲自把欢玉莹押送到欢喜塔第4层，而在欢喜塔的第2层和第3层分别关押着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。欢喜塔第1层早有佛陀弟子给二佛准备了丰盛的酒席，恭迎师傅，师叔凯旋。二佛一扫桌面上的灵酒灵兽肉，点了点头，不错，你等孝心可嘉。佛陀弟子得了夸赞，笑容愈发谄媚。不多时，一众佛陀弟子躬身告退。二佛喝酒吃肉，百无禁忌，根本找不到大德高僧的影子。酒空、肉空、色空、佛空，4大皆空，法不常在，心中无佛，我即为佛。空空佛念了几句所谓的佛法，咀嚼着灵兽肉，满嘴流油，不时拿袈裟擦嘴，显得颇为邋遢。花花佛暗生鄙夷，取出精致的小刀，分而食之。相较而言，他的做派要文雅一些，却也不妨碍他喝酒吃肉。过不了多久，空空佛猛灌了一大海碗灵酒，颇不耐烦道：瑟瑟佛和笑笑佛怎么还没回来？这2个家伙不会连2个小辈都抓不到吧？哥哥。花花佛捂嘴轻笑，随即又发出雄浑的男声，嗤笑道：那贱婢一句话，竟然让你胡思乱想到这个地步。依本佛看，你这空空佛法还得再练。空空佛也觉得自己受了欢玉营影响，气闷的灌酒不说话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花花佛站起来，摇头晃脑念了一句诗词，举杯啜饮。这会子，瑟瑟佛和笑笑佛应该捉拿了2个小辈往回赶了。花花佛一脸笃定。空空佛放下酒碗，大笑道：此番抓回小龙女，便是大功告成，老祖那里也好有个交代。话音刚落，门外忽然一阵喧闹，就听佛陀弟子躬身问好：恭迎瑟瑟师叔，恭迎师叔，师叔好。空空佛和花花佛相视一笑，二佛都以为是瑟瑟佛和笑笑佛凯旋归来了。可等到二佛出去迎接，眼前的一幕着实是让他们大吃一惊。却见那瑟瑟佛袈裟破烂，身上还有不少伤口，看起来颇为狼狈。最关键的是，与瑟瑟佛一起执行任务的笑笑佛竟然不见踪影。瑟瑟佛到底出了何事？笑笑佛去哪了？二佛急切追问道。瑟瑟佛脸色黑沉，沉默片刻，方才沙哑着嗓音道：我等没抓到小龙女，笑笑佛也失手被擒。这话一出，真如晴空一道霹雳，轰得二佛神魂不停震颤，脑袋嗡嗡作响。没抓到小龙女还能理解，也许对方还隐藏了什么手段，但笑笑佛失手被擒，这事可就大发了。二佛神色一阵变幻，心里涌起强烈的不安、愤怒、惊疑。暴躁的空空佛横肉颤动，当即就要喝问瑟瑟佛。花花佛却是压抑住情绪，又给空空佛使了一个眼色，道：此事不急，先坐下来喝几杯灵酒，活络活络气血。瑟瑟佛有些诧异于花花佛的表现，但还是接过灵酒。花花佛这波没开嘲讽，不是因为好脾气，而是觉得这次真的大发了。毕竟能擒住笑笑佛，指不定也能擒住他啊。一连饮了几杯灵酒，瑟瑟佛的状态终于有所好转，这才全盘托出事情的原委。你开什么玩笑？那欢玉营小弟子不仅阻拦你等捉拿小龙女，还用幻阵杀阵擒了笑笑佛。瑟瑟佛，你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花花佛听完之后再也绷不住了，他惊叫起来，语气之中满满的不可思议。但眼下最急还是空空佛，毕竟接回龙女的任务是他接的，就算老祖责罚，责任最大的也是他。空空佛豁然起身，一双眼睛都红了，蒲扇般的巴掌猛地拍碎了桌子。绝无可能，他一个炼气小修，难道还能是阵法大师？本佛看你分明是办事不力，想要推卸责任，所以才编造出这样离谱的故事。面对空空佛毫不客气的直接质问，瑟瑟佛终于爆发了：我推卸责任？若不是本佛见机的快，那就跟笑笑佛一个下场。你们爱信不信，反正就算到老祖那里，本佛也敢这么说。一个炼气小辈把他搞得如此狼狈，差点丢了命。瑟瑟佛本就非常憋屈，现在空空佛还要这么污蔑他，瑟瑟佛实在受不了。一时间气氛变得极其压抑，空空佛和花花佛稍稍冷静下来，沉着脸细思起来。不多时，花花佛主动缓和气氛，以柔媚女声道：瑟瑟佛，刚才是我等急躁了，
只不过此事未免太过玄奇，这其中是不是有误会？也许是那龙女暗中使了手段。瑟瑟佛面色稍缓，他其实也能理解二佛的情绪，这事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换谁都难接受。他想了想，颇为无奈地说道：“你们觉得本佛脑子有问题吗？真要是推卸责任，本佛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可事实就是那样，那小子确实离谱。”二佛都听出瑟瑟佛的无奈和憋屈，暂且选择了相信。空空佛咬牙切齿道：“此子坏本佛大事，有朝一日必要将其抽魂炼魄，在佛前灯油之中苦熬千年。”花花佛和瑟瑟佛也对杨晨恨之入骨，本来多是一桩美事，如今横生这么多枝节，前前后后都是坏在这小子手里。可眼下三佛也只能干瞪眼，嘴上发泄一下。至于怎么对付杨晨，他们一时还拿不定主意。这时瑟瑟佛忽然又问道：“不知那欢玉营是否擒获了？”“那是当然，我等出马，岂会抓不住一个贱婢？”空空佛傲然说道，看向瑟瑟佛的眼神充满了鄙夷。瑟瑟佛面色一僵，心里却是乐开了花。他分配到的任务目标是欢玉营，欢玉营被抓住了，那他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。想到欢玉营那高洁冷艳的模样，瑟瑟佛几乎压不住心里的欲念。他起身就要往楼上走去，迫切的想要泄泄火气。四大佛臭味相投，瑟瑟佛一动，其余二佛就差不多猜到了他的心思。唰，空空佛身形晃动，高壮的他挡在瑟瑟佛身前，好似一堵墙。空空佛，你这是何意？瑟瑟佛脸上肥肉一跳，愠怒道：“欢玉营，你不能动，否则别怪本佛翻脸。”空空佛一跺禅杖，警告道。瑟瑟佛眉头紧锁，神色很是不善：“本佛出生入死，拿着剑辟泄火，与你何干？不行就是不行，少废话！”空空佛脾气火爆，就要动手。这时花花佛抬手拦了他一下，冷笑道：“瑟瑟佛，你出生入死，我等难道不是吗？欢玉营是我等千辛万苦抓回来的，你不能动。”你瑟瑟佛一时语塞，拿不出反驳的理由。文的不行，来武的更不行，他连本命法宝都自爆了，1对2根本不是对手。本佛现在遭遇难耐，肝火旺盛，必须马上用炉鼎去驱火。你二人此等行为，未免太过霸道了。无奈之下，瑟瑟佛只能胡搅蛮缠，说些歪理。花花佛气笑了，合着这老小子找不到泄火的炉鼎，倒要赖上他了。这时空空佛忽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你要去火，尽可以去找极乐神尼或者妙音仙子。至于欢玉营，本佛已经定下了。”这下其余二佛都懵了，立刻反驳。但空空佛这次的理由很足，这次抓欢玉营，本佛出力最大，而且你等无能之辈，把龙女放跑了，老祖若是责罚下来，本佛干系最大。花花佛和瑟瑟佛无力反驳，三佛一番讨价还价，最后敲定空空佛去会欢玉营，花花佛去会妙音仙子，瑟瑟佛去会极乐神尼。对于这个方案，瑟瑟佛意见很大，毕竟那极乐神尼虽然美艳绝伦，却已然剃度出家，光头对光头，未免有些隔音。不提三佛瓜分女色的龌龊事情，另一边杨晨几个终于来到碧波城的欢喜禅院。杨晨眼睛微眯，打量了一会，这欢喜禅院果然热闹，上香还愿的善男信女真是不少，只可惜这些人拜错了庙，信错了佛。那3位穿斗篷的施主，请留步。这时守门的佛陀弟子身形一闪，忽然挡在杨晨几个前面。杨晨止步，没有丝毫慌张，倒是身后的小龙女和黑猫抹了一把汗，毕竟这可是秃驴的老窝啊。阿弥陀佛，不知几位施主姓甚名谁，从哪里来？佛陀双手合十，躬身作礼，乍看上去确实有几分佛门气度。杨晨双手合十回礼，却是笑道：“我等保有虚名，乃是东域整活3剑客，因为杀伐太多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特来欢喜禅院搞事啊，不对，是上香祈求佛祖保佑。整活3剑客，东域什么时候出了这号人物？”佛陀有些蒙圈，他又仔细打量了杨晨几个一眼，大有深意的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为怀，度有缘之人，几位施主与佛祖的缘分还不够。”这话说的云山雾罩，听得黑猫和小龙女摸不着头脑，什么缘分够不够的，纯纯谜语人。杨晨却是笑了：“这位佛陀，你看这样缘分够了吗？”说着他掌心摊开，五枚灵石熠熠生辉。佛陀眼前一亮，随即一拂袈裟，如同秋风卷落叶，五枚灵石便已不见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果然与我佛有缘。佛陀弟子宝相庄严，正色道。说完他又躬身在前方引导杨晨几个进入欢喜禅院。几位施主，请随我入大殿。杨晨嘻嘻一笑，大摇大摆跟在后面，丝毫没有深入虎穴的紧张。小龙女和黑猫跟在后面，心中暗暗吐槽：什么佛度有缘人，明明就是佛度有缘人。阴阳葫芦里，笑笑佛几乎暴走了，见钱眼开的蠢货，竟然把这个煞星放进欢喜禅院，这波欢喜禅院怕是要遭遇一场浩劫了。笑笑佛几乎暴走，佛陀弟子心里却是美得很，毕竟佛门最喜欢的就是来购买赎罪券的豪客呀，罪孽越深重越好，如此才能多多敬献香火。此时靠近欢喜大殿，来往的香客密密麻麻，像极了韭菜地里的韭菜。别忘了，欢喜禅院还有求子灵验的名声。见前方道路不畅，引路的佛陀弟子忽然高亢一声喊：“这位施主与我佛有缘，
请诸位施主速速让道。话音一落，四下一片惊呼。我的天啊，总算出现有缘人了。确实有阵子没出现了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让道。很快，周围的香客主动给杨晨这几个有缘人让出一条道来。杨晨看着一双双敬畏、好奇、羡慕的眼睛，心中冷笑连连。一群傻乎乎的韭菜，小爷这个真佛在面前却不自知。杨晨几个大摇大摆、畅通无阻地走进欢喜大殿。大殿极为宽阔，占地少说有5亩地。饶是如此，四周也被香客挤占得水泄不通。正中心矗立着一尊佛像，正是那欢喜老祖。看起来慈眉善目，但在杨晨眼里却有一股子视天下苍生为蝼蚁的味道。杨晨腰背挺直站着，丝毫没有敬献香火的意思。施主，请敬献香火。一众佛陀弟子都眼巴巴看着杨晨。欢喜禅院可不是开善堂的，拉不到有缘人上香，这些佛陀弟子也会受到惩罚。好，我这就给老祖上香。杨晨咧嘴一笑，忽然一个纵跃，跳到老祖佛像之上。他拎起沙包大的拳头，轰隆一拳倒出，那镀金的佛像脑袋顿时炸裂开来，土石砖头四处飞溅。这突如其来的惊变让在场所有人都懵了。一时间，偌大的欢喜大殿，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那些香客呆头鹅一样仰着脖子，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。苍天啊，老祖的佛像你也敢砸？老祖救苦救难，你怎么忍心下手？你该死啊！老祖快降下神雷，劈死这个妖孽吧！众人反应过来，斥骂声如洪水泄出，狂涌着冲向杨晨。更有那虔诚的狂信徒呼天抢地要上来拼命。佛陀弟子们更是亡魂大冒，脸色比纸还要白。整活3剑客原来是这么整活的，这哪是整活，分明是要了他们的命啊！大胆孽畜，速速滚下来受死！佛陀弟子迅速包围了杨晨几个，就要动手。他们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抓住元凶，也好减轻些责罚。杨晨站在老祖佛像的肩膀，嘻嘻一笑道：我看谁敢上来，信不信小爷给你们的欢喜老祖来一碗黄汤。说着，他还假装做出解裤腰带的动作。此举着实是吓坏了众佛陀。这一泡尿下去，如果淋湿了老祖塑像，他们这些人不如当场自刎算了，省得遭受禅院酷烈的刑罚。且慢，有话好好说，万事好商量。施主莫要冲动。见一众佛陀弟子不敢动弹了，杨晨忽然指着众香客，笑嘻嘻道：诸位，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分享一下。香客们又是一猛，完全跟不上杨晨的节奏。刚才找死砸老祖佛像，这会子又要讲故事，这是什么骚操作？真的有人拿生命整活吗？杨晨坐在佛像上，翘起2郎腿，自顾自道：话说某座城有一座寺庙，香火旺盛，信仰者众多。据说这寺庙求子灵验，香客们只要敬献香火，成为有缘人，并在大殿里祈祷一夜，就能求到子嗣。而在某一个夜黑风高的夜里，几个爱整活修士不信邪，非要瞧瞧这寺庙为什么这么灵验。可他们潜入大殿一看，却是惊呆了。你们猜这几个爱整活的修士看到了什么？杨晨掏掏耳朵，一脸的迷之微笑。香客们已经被这个故事吸引到了，都侧耳倾听。聪明点的已经反应过来，这个故事说的不就是欢喜禅院吗？杨晨吊足了胃口，揭开谜底。只见那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里，笼罩着一层诡异的粉色雾气，如同魔窟。其中祈祷的善男信女都已人事不省，一群妖僧在他们身上玩到了天明。啧，难怪这寺庙求子灵验啊，原来是这么个灵验法。香客听完之后，无不神色大变。再傻的人听到这里也明白杨晨意有所指了。俺明白了，这人说的是欢喜禅院。不可能，禅院救苦救难，怎会如此？俺怎么感觉他说的好像是真的？有人相信，有人怀疑，有人怒斥。香客们哄闹起来，乱成一锅粥，几乎掀破了屋顶。而佛陀弟子一个个脸色惨白，冷汗如雨。这下完蛋了，整活3剑客竟然把禅院里最大的秘辛公之于众，这是要刨了欢喜禅院的根啊！情急之下，刚才引入的佛陀弟子站了出来，他指着嬉笑的杨晨，鼓荡灵力暴喝道：孽畜，你是哪家的死士？不仅对老祖大不敬，还要蓄意败坏我欢喜禅院的名声。说完，他又面向人群，义正辞严道：诸位信徒，勿要轻信这孽畜，我以佛祖的名义向诸位发审，绝无此事。这话一出，纷闹的场面为之一静。毕竟佛祖的名义在香客们心里还是很神圣的。众人调转矛头，纷纷怒斥杨晨。可还没等佛陀弟子松口气，却见那杨晨翘着2郎腿，恨铁不成钢道：真是一群好韭菜，被割了这么久，还要维护这些秃驴，是不是真的？其实你们心里都有数，都不是自己的种，难道平时看不出来吗？这句话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了。当即就有带着孩子来的香客惨嚎一声：难怪俺跟俺长得一点都不像，原来不是俺的种。杨晨眸光眯起，忽然又一指其中一个佛陀，笑嘻嘻道：这孩子倒是与这秃驴长得颇像啊。众人举目一看，却见那孩子虎头虎脑，简直与那佛陀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那佛陀眼底闪过一抹惊慌，依旧庄严道：休要胡言，此子与我相似，不过是与佛门有缘。冤种老哥显然不认可这个说法，愤怒道：淫僧，当年就是你引俺夫妻入了禅院。这时又有更多的大冤种站了出来，纷纷怒斥佛陀弟子：俺儿子也不对劲，不是俺的种，欢喜禅院原来是淫国。淫僧，
俺跟你拼了！佛陀底子还想再狡辩一下，但自古间情出人命，更何况还是欢喜禅院这种骗色、骗财、骗人信仰的。关键是旁观还有一个火上浇油的杨晨。欢喜禅院这是一个惊变大阴谋，长此以往，你们所有人的种都要被换，整个碧波城都属于欢喜禅院的徒子徒孙。依我看，欢喜禅院才是最能整活的。听到这话，一帮冤种老哥彻底红温了。毕竟但凡有点血性的人都忍不了这种事。银僧，老子奈死你！不知是谁第一个动手，后面的冤种老哥跟着冲上去，一个个通红着眼睛，恨不得活吞了眼前这帮秃驴。佛陀弟子猝不及防，当即就有几人被打翻在地。但当佛陀反应过来，形势立马逆转了。放肆，竟敢对本佛陀动手！一个胖脸佛陀抹了一把鼻血，恶狠狠甩出金钵法宝。金钵滴溜一转，如磨盘卷去，几个香客瞬间就被绞杀成渣，血肉横飞，血腥味令人作呕。那香台佛像上也沾染了不少肉沫鲜血。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沦为屠宰场，再有听从妖人作乱者，皆用佛法镇杀。佛陀大吼一声，震慑道：冤种老哥们瑟瑟发抖，刚刚躁动的热血一片凉，不自觉地往后退。就在这时，杨晨嘴唇微动，传音向小龙女。小龙女会意，身形一动，娇小的身影挡在最前面。冤种老哥们似乎有了些许底气，止住后退的步伐，惊疑不定地看向小龙女。找死！佛陀弟子瞬间暴怒，欲要杀鸡儆猴，几道金钵法宝嗖地飞出，同时轰向小龙女。小龙女岿然不动，冰晶鳞甲浮现其身，轰轰轰！法宝轰在冰晶鳞甲上，却是连一道印痕都没留下。这时小龙女动了，她右脚重重一踏，一道深刻的裂痕如蜘蛛网延伸出去，恐怖的地力瞬间就在佛陀弟子脚下喷薄而出。那几佛陀连惨叫都没有发出，纷纷七窍流血，暴毙到地。唯独剩下刚才引入的佛陀呆立在原地。冤种大哥们也惊呆了，不敢相信这娇小的斗篷身影竟如此恐怖。这时杨晨坐在欢喜老祖的头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淡淡道：听说合欢宗的掌门就关在欢喜禅院，你应该知道关在哪吧？听到这话，佛陀的身躯猛地一颤，几乎肝胆俱裂。这所谓的整活3剑客，竟是合欢宗的余孽。小僧不知。佛陀顶住压力，咬牙道。杨晨嗤笑一声，向黑孬努嘴道：小黑子，该你整活了。既然这秃驴敬酒不吃罚酒，那就先阉了他吧。这种脏活，杨晨懒得动手。黑猫却是眼前一亮，见笑道：小臣子，还是你这个老六懂本王，这活我爱干得很脸。说着，他一舔嘴唇，灵活一扑，嗖，锋利的猫爪如闪电一般滑向佛陀的下体。佛陀有所防备，关键时刻幸运地撤后半步。饶是如此，他的裤子也划开一个大洞，露出里面粉红色的裤衩子。咦，你这秃驴还特喵的挺能躲。黑猫一时失手，颇有些恼羞成怒，他龇牙咧嘴，还想再来一次黑猫偷桃。别动手，我招了，我都招了。佛陀捂着下身，大喊大叫，眼底一片恐惧。黑猫却是不讲武德，想要扳回颜面。慢着！杨晨从佛像上跳下来，阻止了黑猫，满脸不耐烦道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快说！佛陀不敢再有犹豫，声音颤抖着道：三大掌门都关在欢喜塔，施主饶！佛陀还想求饶，杨晨却是眼睛不眨，一掌拍向其天灵盖。只听一声西瓜熟透的爆裂声，佛陀的身体面条一样软倒在地。这时黑猫鬼鬼祟祟，鸡贼地摸向惨死佛陀的储物袋。好在小龙女快他一步，将储物袋收缴起来，献给杨晨。黑猫神色一僵，愤愤不平的样子。杨晨不管他，高声道：各位碧波城的老乡们，欢喜禅院的秃驴淫人妻女，狼子野心，天理难容，你们之中还有谁想要报仇的？在杨晨的揭露之下，香客们已经认识到欢喜禅院的罪孽，大家纷纷鼓噪起来，怒吼着报仇雪恨。不少冤种大哥甚至扑到那些死去佛陀的尸体上，生食其肉，可见这恨意有多深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诸位就跟着他大干一场吧。杨晨把小龙女推到前面，暗中传音他带着香客们到处放火，既然要整活，那就把事情搞大，他们才好从中渔利。小龙女眼前一亮，跟我冲！她振臂一呼，香客无不跟从。不多时，煊赫威严的欢喜大殿燃起熊熊大火。欢喜大殿之外，冲天的火光在黑猫的眼里雀跃着。黑猫叹服道：小臣子，你可真是个老六，短短时间杀人诛心放火，一气呵成。今日之后，欢喜禅院恐怕要成为碧波城所有人的公敌，甚至于在整个东域，欢喜寺的名声都要臭大街。杨晨没工夫跟黑猫感慨这么多，肃然道：待会我就出师尊，必须第一时间跑路，你的任务非常关键，传送郑万不可掉链子。黑猫脖子一梗，嗤笑道：小臣子，夸你两句你就飘了，本王的阵法之道独步天下。杨晨点点头，看了一眼远处高耸的9层佛塔，暴掠而去。欢喜塔第4层，空空佛推开大门，却见欢玉银端坐在榻上，真是一个佛祖也难造就的尤物。空空佛的目光在欢玉银的身躯上不断游移着，贪婪而又沉醉。他无法想象世上为何有这样的女人，竟将圣洁和妩媚完美的集于一身。
一想到就要征服这样的女人，空空佛几乎都要沸腾了。这时，欢玉莹豁然睁开眼睛，冷厉道：“空空佛，休要碰本座一下。”空空佛脱去袈裟，露出雄壮的身躯。欢玉莹，本佛可以答应，不把你当作炉鼎，也不用我佛门秘术裁补你的原因，只要你答应与我双修，从今以后臣服于本佛。欢玉莹眸光冷冽，傲然道：“臣服于你，你担得起吗？若非海碧波从中作梗，你们留不住本座。”空空佛胸眸一瞪，怒声道：“成王败寇，少在本佛面前摆你那高傲架子！”说着，空空佛就要欺身上前。欢玉莹心中已有死志，咬牙道：“再上前一步，本座自断心脉而死！”你！空空佛恼怒不已，一时间进退两难。欢玉莹若是一心求死，他拦不住。正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喧哗。空空佛举目看去，却见欢喜大殿的方向燃起浓烟，鼓噪之声甚嚣尘上。欢喜大殿出了何事？空空佛神色微变，暂且顾不得欢玉莹，毕竟欢喜大殿是供奉老祖金身的地方，不容有失。空空佛就算做样子，也得下去一探究竟。欢喜塔1楼，瑟瑟佛和花花佛正在议事。空空见了，故作关切道：“欢喜大殿浓烟阵阵，莫非是失火了？”瑟瑟佛正要说些什么，门外有弟子跌跌撞撞闯进来。几位师叔，不好了！有3个自称整活3剑客的斗篷修士，到处烧杀抢掠，院内的香客竟也被他们挑唆着到处点火。目前为止，已有数10个师兄弟陨落了。听到这样的汇报，3佛愣了数息，皆是肝火怒动。他们原以为不过是火灾，却是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。欢喜大殿供奉着老祖佛像，不可有任何闪失。本佛镇守欢喜塔，瑟瑟佛、花花佛，你等速去格杀贼人。空空佛大意，凛然道。其余2佛刚想动身，却又陡然反应过来：“空空佛，休要在本佛面前拿大，我等还轮不到你来指挥。”花花佛翘起兰花指，用尖利的声音斥道。瑟瑟佛却是更加直接，冷笑道：“空空佛，你这是想撇开我等，偷偷回去吃独食吧？”空空佛老脸一红，好在脸黑才没有显露出来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淫个贼，你看够了吗？”女人虽不能动弹，却也感受到一股男人的气息。杨晨已经猜到这女人的身份，嘻嘻一笑，耸耸肩道：“极乐安主，这可不能怪我。你这么躺着，正常男人都会多看一眼。”极乐神尼沉默片刻，忽然沉声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为何身上没有那帮秃驴的味道？”杨晨飞身掠到佛台，取出合欢宗的身份令牌，表明身份：“我乃合欢宗真传弟子。”闻听此言，极乐神尼吃惊不小，毕竟连他都是陷于秃驴手里，这合欢宗的弟子竟能潜入到欢喜塔中。这时，杨晨从储物灵界里取出一套他的换洗衣服，道：“极乐安主，冒犯了，我先给你穿上衣物。”这美艳的尼姑太过动人，再这么下去，血气方刚的杨晨都要吼不住了。多谢。极乐神尼眼底闪过一丝羞恼，却是极为高冷的应了一声。杨晨忙活了好一会儿，终于给这美艳尼姑穿好衣服。他抹了脑门上的汗水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这种事竟然比大战一场还要累人。极乐神尼神色复杂的瞥了杨晨一眼。欢喜寺的秃驴使出浑身解数，威逼他共赴双修之道。眼前这微不足道的练气期小子，竟然可以抵挡他的魅力。极乐安主，这禁灵锁有些麻烦，我来试试能不能打开。说着，杨晨试图打开极乐神尼脖子上的项圈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这件禁灵锁加持了9道禁制，根本无法解。话还没说完，杨晨就解开第1层禁制。极乐神尼一愣，旋即惊喜万分。他眨动着美眸，盯着俊俏的杨晨，心中忽然涌起一阵难言的嫉妒。好个欢玉莹，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优秀的小弟子？他到今天竟是第1次见，想必欢玉隐藏了很久了。这时，杨晨又解开第2层禁制，极乐神尼的禁锢再度有所松绑。他活动了一下手脚，想让杨晨继续解开禁制。后面的禁制，我暂时还解不开。杨晨坦言说道，毕竟他不是黑猫那样的阵法大师，火候远远不够。极乐神尼浮现一抹失望，叹息道：“无法恢复修为，怕是逃不出这魔窟了。”杨晨思量片刻，道：“极乐安主若是信得过我，可以暂且躲入我的空间法宝。”闻听此言，极乐神尼猛然抬起身手，惊讶道：“空间法宝？欢玉莹竟然把这样的宝贝放在你身上？储物灵界勉强也算空间法宝，但不能容纳任何生灵，而容纳生灵的空间法宝足以成为大宗大派的底蕴，那就不是可以用灵石来衡量的了。”杨晨不想多做解释，取出阴阳葫芦，静待极乐神尼做出选择。自己已经给了机会，若是对方把握不好机会，那就怪不得他了。极乐神尼好奇打量片刻，忽然展颜一笑：“我当然信得过你，就是不知你姓甚名谁。”如此高冷美艳的尼姑对着他笑，自然别有一番风情。杨晨心脏漏跳半拍，面对这样的尼姑，佛祖也遭不住啊。他绷着脸道：“极乐安主，我叫整大活，还有2个同伙，分别是整黑活和整小活，待会到安全地带自会放你出来。”极乐神尼愣住了，整大活，这是什么鬼名字？正当他疑惑的时候，杨晨将阴阳葫芦打开，收摄极乐神尼入内。整大活，你师尊就关在这欢喜塔内，速速救他出去。极乐神尼告知道：“多谢告知。”杨晨道谢一声，忽然笑嘻嘻道：“极乐安主，我在里面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”大惊喜！极乐神尼神色一怔，
正想问个明白，阴阳葫芦却是关闭了。他想了想，四下观望起来，却见一道熟悉的身影。秃驴，是你！正所谓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极乐神尼是笑佛亲手抓回来了，二人早已结下了深仇大恨。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就是一记凶狠至极的飞踹。笑佛惨叫一声，迫不带一样飞了出去。见状，极乐神尼猛在原地。笑佛这个死秃驴，现在竟然这么废！极乐神尼有话好商量，何必动手动脚？笑佛苦笑道：好商量？你当日杀我门人，设计本安主的时候，怎么不好好商量？今天本安主就要打爆你的狗头！极乐神尼猜到笑佛定是被杨晨禁锢了能力，当下哪有放过他的道理？拳掌如雨打芭蕉，噼里啪啦落下不停歇。笑佛惨叫连连，不多时变成了猪头。死秃驴，这下爽了吧？杨晨感受到阴阳葫芦内的情况，嘴角止不住上扬。这种冥顽不灵的老秃驴，就得时常敲打，否则他总会有时间冒坏水的。杨晨这么想着，很快来到欢喜塔第3层。第3层的布置有些诡异，偌大的空间竟然空无一物。杨晨闭上眼睛，神识如水一般漫过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角落。这时他忽然发现前方有一块地砖有些异样，他轻轻一敲，地砖便凹陷进去，轰隆隆一阵响动，一道暗门骤然开启，就知道这帮秃驴有些门道。杨晨冷笑一声，小心翼翼走进去。10步路之后，前方豁然开朗，竟是一间监狱。不过这监狱有些诡异，充斥着各种古里古怪的刑具，如小鞭鞭、眼罩、细绳、羊角、蜡烛。而监狱正中有一个敞开的笼子，其中吊着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人，女人衣裳半开，露出美好的风景。杨晨又瞥了一眼那些刑具，当时有些明白这些玩意的用途，不愧是欢喜寺的变态秃驴，玩的可真花。这时女人见到杨晨进来，震惊地抬起头，露出一张魅惑众生的面容。饶是杨晨品尝过绝美丽色，此刻也不禁失神片刻。不过他很快回神，用合欢宗令牌表明了身份。看到令牌，女人更加吃惊了，她实在想不出对方区一个合欢宗炼气期弟子，如何潜入到欢喜禅院的复兴之地。本座乃是妙音门门主，你潜入这里，所谓何事？难道连欢玉营也被秃驴擒获了？妙玉仙子沉声问道。杨晨苦笑着点点头，色声道：妙玉门主所料不差，黑龙王不仅与欢喜寺的妖僧勾结，就连海碧波也是黑龙王的案子。师尊以一敌3，不幸被俘。闻言，妙玉仙子神色凝重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这时杨晨主动道：妙玉门主，我来帮你解开这绳索。说着他就要动手将那一节绳索解开。妙玉仙子却是摇头道：这节绳索看上去与普通草绳无异，却是花花佛禁锢本座的捆仙索，以你炼气期的肉身之力，根本扯不断。说完，妙玉仙子又把捆仙索介绍了一下。原来这捆仙索颇有几分奇异之处，竟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肉身之力自动调节其威力。花花佛虽不是精修炼体的体修，但肉身之力也不是区炼气小修可以相比，所以妙玉仙子对杨晨丝毫不抱希望。闻言，杨晨却是来了兴趣，他的肉身之力已经超越20倍的炼气修士，可谓神力无敌，或许还赶不上元婴修士，应该不至于连这一节绳索都扯不断吧。杨晨这么想着，就是上手一扯，是捆仙索猛地绷直，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。妙玉仙子美眸圆睁，似乎有些不敢相信，这小子竟有如此神力，莫非他真的能扯断捆仙索？杨晨刚才只是一试，约莫用了7、8成力，他一鼓作气，咬着牙齿使出全身的蛮力，啪！只听一声脆响，捆仙索顿时寸寸崩裂开来。妙玉仙子却是一副看怪物的神色，紧紧盯着杨晨。欢玉隐藏的好深，合欢宗竟还有你这样的强大体修种子。妙玉仙子颇为感慨地说道。杨晨却是咧嘴一笑，故作谦虚道：妙玉门主谬赞了，什么体修不体修的，我就是力气大一点。听到这话，妙玉仙子差点岔了气，什么力气大一点，用天生神力都不足以形容。这时杨晨瞥了一眼地上的崩碎的捆仙索，叹息道：好歹也是一尊宝器，竟然这么废拉不堪，可惜可惜。妙玉仙子却是轻笑道：无妨，捆仙索有自我修复的功能，待会就会恢复如初。这时杨晨岔开话题道：不知妙玉门主是否清楚我师尊官在哪？妙玉仙子摇了摇头道：本座确实不知，不过依我看，10之8九还关在欢喜塔里，你若是想解救你家师尊，速去查看，以免遭了秃驴毒手。杨晨心中一紧，多谢妙玉门主提醒。旋即他取出阴阳葫芦，又如之前对极乐神尼那样解释了几句，随后静待妙玉仙子做出抉择。妙玉仙子显然没想到杨晨竟有如此珍贵的空间法宝，着实吃了一惊，但他竟是信得过杨晨，一口答应了。杨晨依言将他收到阴阳葫芦里。对了，那捆仙索是一尊宝器，别忘了收好。葫芦里传来妙玉仙子的提醒。杨晨应了一声，看到地上的捆仙索已经恢复如初，真是神奇。他喜滋滋收起地上的绳索。欢喜寺的秃驴真是送宝童子，平白得了一件宝器。妙玉门主，葫芦里也有惊喜哦。杨晨嬉笑着传音道。闻言，妙玉仙子还有些不明所以，但当他看到迎过来的极乐神尼，顿时展露笑颜。
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都有死里逃生的感觉。极乐神尼，没想到我等还有再见的机会。妙玉仙子，看来你也吃了不少苦头啊。妙玉仙子苦涩一笑，没有说话。这时，极乐神尼却是神秘道：“妙玉，你看那是谁？”妙玉仙子举目一看，怒容陡然浮现，笑笑佛，竟然是你！笑笑佛窝在角落里，鼻青脸肿，几乎不成人形。见妙玉仙子进来，他心里几乎绝望了。本佛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这贱婢竟然一口道出他的名字。仙子，饶命啊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是花花佛掳来的，你应该去找花花佛报仇啊！笑笑佛哭丧着脸，大声求饶：“秃驴，都给本座去死！”妙玉仙子恨极了欢喜寺，哪管什么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一通拳脚下来，解解气再说。极乐神尼看得手痒，不多时也加入战团。两大门派的美女门主伺候笑笑佛一个，笑笑佛当真是好大的福气。欢喜塔4层，空空佛并没有急着对欢玉莹下手，而是开出了条件，只要欢玉莹愿意臣服，做他一人的痉挛，就能免于成为4大佛共同采捕的炉鼎。欢玉莹，本佛的耐心是有限的，现在本佛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臣服于本佛，或者成为炉鼎。空空佛死死盯着欢玉莹的娇躯，下达最后通牒。欢玉莹却是看向窗外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混乱已经席卷到整个欢喜禅院。空空佛，你倒是有孝心，老秃驴的佛像都快要烧了，你竟然还在这里像狗一样求欢！欢玉莹冷冽一笑，如同天山上的一朵冰莲绽放。贱婢，本佛看你还要傲到几时？空空佛震怒不已，他豁然起身，取出一个小玉瓶，其中有一团诡异妖物蠕动着，正是缠绵欢喜散。欢玉莹脸色瞬间变幻，缠绵欢喜散的厉害，他早已尝过。欢玉莹眼中闪过一丝凄然，就要决绝的自我了断。可就在这时，空空佛忽然爆发出一声惨烈到极点的嘶吼：“啊，痛呐！”欢玉莹本能抬头看过去，却见刚刚还不可一世的空空佛，此时竟然躬身捂着下体，脸色红彤彤如煮熟的大虾，不断惨叫着，一滴滴鲜血顺着空空佛的指缝流淌而出。那一瓶装着欢喜缠绵物的小玉瓶也滴溜滚远。欢玉莹美眸圆睁着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这峰回路转的惊变让他感觉像是在做梦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他更加梦幻。只听轰隆一声炸响，大门洞开来，杨晨直直闯入。师尊，晨儿来晚了。欢玉迎春葱般的手指颤抖着抚摸杨晨的脸庞，温热的皮肤终于让他确认这一切不是做梦。不，你来的不晚。欢玉迎喜极而泣，滚烫的泪水滴落在杨晨的肩头。杨晨左手搂着顺尊娇躯，右手一招，一个通体黝黑的钻子无声无息地穿梭而来，落在手中。这钻子正是轰爆空空佛鸟窝的罪魁祸首玄阴神钻。至于杨晨为何不直接对空空佛的头颅、心脏要害下手，却也不是他不想这么做，而是元婴修士都有一种恐怖的危机感，贸然动手难以命中。但若是偷袭鸟窝，就另当别论了。空空佛，鸟窝爆炸的滋味爽不爽？若是不爽，小爷可以再赏你一次。杨晨把玩着玄阴神钻，肆意刺激着空空佛。空空佛一双虎眸怒睁着，因为充血，竟是一片赤红。小辈，今日若不将你碎尸万段，本佛誓不为人。空空佛捂着下体，报仇的誓言从牙缝里蹦出来，那怨毒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。但杨晨与欢喜寺早已是不死不休，又岂会害怕这点威胁？他收起玄阴神钻，嬉皮笑脸道：“空空佛，你现在都已经5大皆空了，还有精力报仇？”空空佛一愣，怒道：“本佛一向4大皆空，哪来的5大？”杨晨掰着手指头，一根一根的说道：“以酒空、肉空、色空、佛空，现在又加个鸟空，难道还不是5大皆空？”空空佛当即逆血上冲，气得几乎喷出一口老血。鸟空，这也能算是5大皆空？眼前这混蛋小子实在太歹毒了，专门往他伤口上撒盐啊！但杨晨依旧不放过他，笑嘻嘻讽刺道：“空空佛，你如今5大皆空，法号也应该改一改了，不如就叫空空老祖吧。5大皆空，欢喜老祖也要甘拜下风。”听到这里，本还想拖时间缓解伤势的空空佛再也忍不了了，牙尖嘴利的小辈，本佛今日便打断你的手脚，让你看着本佛如何凌辱欢玉莹。说着，空空佛暴掠而来，蒲扇般的巨掌向杨晨的脑袋抓去。晨儿，小心！欢玉莹厉声提醒，美目一片焦急。此刻，他的喜悦变成了后悔。晨儿涉险来救他，太冲动了。4大佛个个都是元婴大修士，又岂是晨儿可以对付的呢？晨儿，找机会速速逃离欢喜禅院，你不是秃驴的对手。欢玉莹急切传音道。杨晨没有回应，玄阴神钻脱手而出，玄阴神钻撕裂空气，破空而去，却又无声无息，转瞬已到空空佛眼前。玄阴神钻固然犀利，却也只是偷袭的利器。元婴修士若是有了防备，自然不会惧怕玄阴神钻。但空空佛对轰爆鸟窝的神钻有了心理阴影，竟是不敢硬汉，选择了躲闪。此举正中杨晨下怀，他快速取出阴阳葫芦，传音道：“师尊，速速躲到葫芦里来。”葫芦口射出一束金光，就要把欢玉莹收入其中。空间法宝。空空佛心中震动，眼里爆发出惊人的贪婪之意。区区一个炼器小修，何德何能拥有这样的至宝？这宝葫芦
何该是他的？小贝，留下宝葫芦。空空佛手中骤然出现一件丈许长的黑色禅杖，这是他的本命法宝金刚禅杖。他沛然一声大喝，竟是将金刚禅杖当作长矛投掷出去。轰隆，禅杖撞到阴阳葫芦，碰撞出一片刺目的火花，轰隆巨响回荡在偌大的房间里，众人皆是耳膜生疼，气血躁动，几乎站立不稳了。但空空佛目的已然达到，杨晨想要用宝葫芦收下欢愉营已然失败。小贝，给本佛留下！空空佛兴奋地大吼一声，高壮如怒熊的身躯猛然跃起，手中禅杖携带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威势，当头打下。他眼中迸射出无比的快意，似乎已经看到轰爆鸟窝的罪魁祸惨死金刚禅杖之下，化为一堆肉泥。面对这如此的凶猛的一击，杨晨却是没有闪躲，竟然直愣愣的正面对。轰！只见他身后出现一轮虚幻的大日虚影，无穷无尽的热力几乎仿佛将他化作一轮烈日。大日伏魔拳，他轰出一拳，喷吐出炙热到极点的炎流，好似烈日吐息。金刚禅杖与这太阳般炽烈的炎流轰在一起，极热拳意顿时将禅杖炙烤得通体发红。那金刚禅杖好似新出炉的法器，还没有来得及淬火啊！空空佛发出一声惨叫，急剧的高温瞬间传导，烫得他手掌一片焦黑。但空空佛对于杨晨的恨意滔天，此刻竟然压制了本能。空空佛咬着牙齿，忍受着急剧的高温，死命的不肯撒手。小贝，给本佛死来！空空佛怒吼着，继续加大力度挥舞金刚禅杖。杨晨虽然有龙阳圣体和大日伏魔拳的加持，却也只是炼气巅峰的修为，哪怕一身巨力是寻常炼气修士的20倍，也不可能战胜一尊元婴大修士。轰！再一声巨响，杨晨被金刚禅杖轰飞出去，重重砸到墙壁上，砖石土泥四溅，偌大的4层腾起一阵烟尘。晨儿，欢愉银目眦欲裂，发出悲愤之声。晨儿若是在此遭遇不幸，他此生都无法原谅自己。好在杨晨的肉身强悍到了极点，虽然受伤，但还是摇摇晃晃站了起来。师尊，我没事，就凭这头秃驴，还受不了我。杨晨强撑着，想要给欢愉营吃一颗定心丸，同时也要炸一炸空空佛，让他惊疑不定，不敢再战。小贝，休要在本佛面前玩弄你那点可笑的心机，吃了本佛一禅杖，你已没有再战的资格。空空佛虽然对杨晨还能站起来感到震惊，但何尝看不出杨晨的虚实。杖来！他狂笑一声，拎起禅杖就要再攻。杨晨心里咯噔一下，元婴修士果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这死秃驴竟然如此敏锐。就在这时，欢愉营动了，他一咬银牙，强行催动体内灵力，黑莲锁魂阵，一朵黑色莲花倒扣而下，9瓣莲花瞬间合拢，锁住空空佛。贱婢，你竟然还藏了一手！空空佛如同猛虎，困在牢笼之中，龇牙咧嘴着。欢愉营脸色煞白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身躯轻轻颤抖，强行突破禁灵锁，已然让他受到重创。晨儿，速速逃离！这黑莲锁魂阵困不了他多久。杨晨面露难色，师尊对他恩重如山，他若是跑了，那还是男人吗？这时空空佛狂笑起来，都这个时候，你等还想全身而退？都给本佛留下吧。他取出一个惨白色的佛骨，有如磨盘那么大，骨面竟是由修士人皮炼制，看起来颇为诡异。咚咚咚，空空佛拎起鼓槌，咚咚敲响。霎时间，那富有节律的鼓声响彻整座欢喜禅院。就在杨晨与空空佛激战之时，欢喜禅院的混乱也在不断扩散，无数信仰崩溃的香客已然疯狂。此刻他们的信念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彻底毁掉这个假装成佛门圣地的魔窟。滚滚的浓烟四处扬起，到处都是冲天的火光。瑟瑟佛和花花佛随手格杀了数十个香客，但根本无济于事，除非把成千上万的香客都杀了，否则止不住混乱。瑟瑟佛脸色难看至极，沉声道：好一个整活3剑客，这3人若是逃出去，必是我欢喜寺的心腹大患。花花佛亦是心中一沉，阴柔的脸庞无比怨毒。到这个时候，二佛哪里还不明白整活3剑客的狠毒之处？这分明就是要刨掉欢喜禅院的根基。这3个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料想也只能玩弄些见不得人的手段，若是真有实力，早就杀进来了。我等2人万万不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先揪出这3个鼠辈，再动用手段收拾残局。花花佛怨毒之色褪去，忽而发出雄浑的男声，冷静地分析着。二佛很快打定主意，不再管这些到处点火的香客以及趁火打劫的毛贼，而是一心搜索整活3剑客的身影。二佛神识何等强大！很快，花花佛就在人群里找到隐藏其中的小龙女。此刻，小龙女正鼓动香客搞事情呢。欢喜禅院的秃驴罪大恶极，只有烈火才能荡尽他们的罪孽。老乡们，再加把油，烧掉秃驴的老窝！众香客无不响应，到处点火。好一个龙女，竟敢在禅院闹事！花花佛报怒吼道，如滚滚雷声震得耳膜发疼。此刻，他感到更多的是羞辱，毕竟他们4大佛到处追索龙女而不得，到头来却被对方反攻进老窝。小龙女看到花花佛，心头一跳，便是暴掠撤退。她对自己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，哪里是元婴修士的对手。花花佛摘下头上的红色花朵，那是他的本命法宝彼岸花。彼岸花投射出一束诡异的血色光芒，
就将小龙女笼罩其中。小龙女暴虐的身形登时一顿，眼神一片茫然。此刻她堕入恐怖的幻境之中，四周全然是尸山血海。这时花花佛吩咐几个佛陀弟子：“你们几个立刻将他带下去关押，没有本佛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碰他。”“是，师叔。”几个佛陀弟子躬身道。另一边，瑟瑟佛也锁定了黑猫的位置，他隐匿在云层里，盯着斗篷里的黑猫，颇有些惊疑不定。这只猫有些古怪，整活3剑客，还有非人的存在。毕竟任谁看到一只黑猫撅着屁股鬼鬼祟祟地，都会有些蒙圈。瑟瑟佛一时也吃不准黑猫的情况。这时黑猫拍拍猫爪，伸了个懒腰，总算把传送阵搞定了。小臣子这个老六咋还不回来脸？黑猫鬼鬼祟祟四处观望着，他忽然升起一股恐怖的危机感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盯着他。藏着云层里的瑟瑟佛却是眼睛眯起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。这一只猫不仅能口吐人言，还能刻画阵法。他上次追杀龙女遇到的恐怖杀阵，难道就是这黑猫的手笔？念及此处，瑟瑟佛屏气凝神，心里的杀机已经上升到了极点。黑猫上了瑟瑟佛必杀榜名单第1位。孽畜，给本座死来！瑟瑟佛报和着震慑黑猫，同时甩出袈裟法宝擒拿。黑猫浑身毛发炸开，差点吓得屎尿齐崩。再一看天上，一个大光头正狞笑着抛出法宝袈裟，铺天盖地而来。黑猫咬牙切齿，迅速启动鸿蒙阵盘。当然他还不忘撂下狠话，奸笑道：“秃驴，你也配对本王动手脸？拜拜了您嘞！”阵纹亮起，一道光柱冲天而起，转瞬之间，黑猫的身影就已消失不见。瑟瑟佛顿时懵圈了，啥玩意？这黑猫的阵法也太强了吧！这时花花佛感受到阵法波动，急速掠来。瑟瑟佛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瑟瑟佛脸色难看，好像吞了一只苍蝇，但还是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竟有此事！花花佛也吃了一惊，毕竟谁也没见过这样品种的黑猫。本佛已抓获小龙女，如此看来，这所谓的整活3剑客就是小龙女、黑猫，还有那欢玉营的小弟子。花花佛压抑着怒火，用尖利的女声道：“不好，还有那小子！”二佛齐齐反应过来，扭头看向远处的欢喜塔。恰在此时，鼓声响彻整座欢喜禅院。咚咚咚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今日你二人谁都别想跑！小子，待会本佛就当着你的面好好凌辱你这美艳师尊！空空佛鸟窝被爆，心里彻底失衡，笑声愈发变态，动用全身灵力加剧着对抗，防止欢玉营逃离。这时远处又有2道遁光急速掠来，欢玉营感受到二佛的气息，玉容如雪一般苍白。晨儿，速速撤离！杨晨咬牙切齿，极度不甘心，师尊是他的女人，岂能受到羞辱？师尊，我不走，我还有底牌未用，大不了我们就跟这帮秃驴同归于尽了。杨晨觉得自己还有底牌未用，还能拼一拼，但欢玉营显然不希望这个结果，焦急喝道：“晨儿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只有你逃出去，我们才有希望。”说着，他竟然拔剑横在脖子上，逼杨晨立刻撤离。杨晨亡魂大冒，惊声道：“师尊，别冲动，徒儿这就撤离。”欢玉营勉强维持着黑连锁魂阵，清冷道：“你快走！”杨晨咬着牙，驾驭着阴阳葫芦急速掠去。他回望一眼，却见师尊决然地目送他离去。杨晨心痛如绞，却是无可奈何。他第一次如此痛恨自己弱小的修为。这帮秃驴，小爷迟早要灭了你们！10多息之后，杨晨已经飞掠到欢喜禅院的边缘，只要脱离这里，混迹到偌大的碧波城，便如虎入山林，游龙入海，欢喜禅院再也别想找到他一根毛。可就在这时，欢喜塔高耸的塔尖之上，忽然出现2道身影。小辈，今日你敢往前一步，本佛就在这里凌辱了欢玉营这贱婢！空空佛大喝一声，声音裹挟着灵力传出去老远。听到这话，即将逃出欢喜禅院的杨晨顿时止步，他回身看去，却见空空佛挟持着师尊，目之所及，欢玉营那张绝美的玉容一片苍白和绝望。小辈，欢玉营就在本佛手里，立刻束手就擒吧，否则本佛一个念头就能让这贱婢形神俱灭。空空佛肆意威胁着，已然吃定了杨晨。这时瑟瑟佛和花花佛也飞掠到塔尖，看到杨晨，二佛的火气好似干柴点燃，腾一下爆燃起来。小子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冒充什么整活3剑客来欢喜禅院搞事情！今日本佛就要用佛法镇压你这孽畜，好让众生知道我佛慈悲为怀，亦能金刚怒目。瑟瑟佛鼓荡灵力怒斥着，声势极为不凡。杨晨沉默不语，正在思考对策。对方想要这么轻易就瓦解他的斗志，简直痴心妄想。这时瑟瑟佛又鼓动唇舌打击道：“小子，别想着还有谁会援救你，龙女已经在本佛手上了。”闻言，杨晨面色不改，心里却是咯咯作响，但他对于此事早有心理准备，毕竟此次谋算欢喜禅院涉及到4大佛，本就是极高风险的事。就在这时，花花佛把玩着手里的彼岸花，妩媚道：“小家伙倒是有几分俊俏，难怪你家师尊这么爱护你，只可惜时运不济，连你的灵宠黑猫都弃你而去了。”看到花花佛难辨雌雄的模样，杨晨眼角狠狠抽搐几下。4大佛之中，
竟然还有这种极品，真是恶心他妈变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听到黑猫逃之夭夭，杨晨的心里反而莫名松了一口气，毕竟他本来就没指望这贱猫多讲义气。三佛连番用言语打击，无非是挫败杨晨的抵抗意志。这个时候，三佛觉得火候差不多了。瑟瑟佛双手合十，宝相庄严道：佛门以慈悲为怀，这也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挑衅的理由。今日本佛再给你一次回头是岸的机会。其余二佛亦是双手合十，齐齐口诵佛法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话音落下，天地之间似乎变色，隐隐有梵音传入杨晨的耳畔，似乎一切的斗争都变得毫无意义。天地不过一瞬，人间亦是浩渺，来世还有美好的光明。这时欢玉莹使出最后的一丝气力，凄厉道：晨儿，莫要听信这些妖僧的蛊惑，师尊宁愿死也不会屈服。杨晨瞬间醒转，后背已是一片冷汗，风吹过，凉意渗到骨子里。这帮沟槽的秃驴真是够邪门的，若非师尊拼死提醒，他几乎要着了道。什么狗屁回头是岸，小爷今天就跟你们这帮秃驴斗到底。杨晨这个老六也发狠了，宛如受伤的独狼，危险程度翻倍增加。三佛却是齐齐发笑，根本不以为意。花花佛翘着兰花指，妩媚道：斗到底？你拿什么跟我们斗到底？杨晨摸着下巴，冷笑着审视三佛道：看来你们几个秃驴是吃定我了。三佛的笑声一滞，眸中泛起莫名之色，这小子难道还有什么底牌？空空佛暴喝一声道：小子，休要在本佛面前装腔作势，你有什么底牌尽管使出来。好。杨晨没有再废话，一拍腰间挂着的阴阳葫芦，阴阳葫芦嗡鸣作响，投射出一片金光。霎时间，一个身披袈裟的身影浮现出来。三佛初看之下皆有些懵圈，啥玩意？这就是所谓的底牌？这时那身影咳出一口老血，沙哑道：救我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三佛瞬间倒吸一口凉气。他们在定睛一看，终于认出那道身影。笑笑佛，你怎会变成这样？花花佛花容失色，捂着红唇，眸里满是惊诧。其余二佛亦是难以置信，眼前这个猪头一样的货色竟然是笑笑佛。本佛不幸被掳，这小子丧尽天良，竟又把那极乐神尼、妙音仙子放进宝葫芦，如此本佛才遭遇二女毒手。笑笑佛受伤颇重，连说话都已经断断续续，但在他惨兮兮的诉苦之下，三佛倒也听出其中原委。然而三佛对于笑笑佛遭遇似乎并不太感冒，反而因为杨晨就走极乐神尼、妙音仙子气愤不已。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妙音仙子和极乐神尼是我等的痉挛，岂是你能碰的？速速把二女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三佛肝火怒动，都有些压不住火气。到他们这个修为，找一尊上好的炉鼎可不容易。杨晨这么搞，比爆了他们的菊花还要严重。少废话，小爷的耐心是有限的。现在我只给你们一个选择，立刻把我师尊放了，否则小爷立刻灭了笑笑佛。杨晨冷笑一声，把三佛刚才威胁他的话悉数返还。说着，他取出玄阴神钻，在笑笑佛的脑门上比划来比划去。笑笑佛感受着玄阴神钻破人的锋锐之气，心肝肺都在颤抖。这恶毒的玩意竟是一尊宝器，若是真被来一下，他的元婴都逃不出去，更别谈夺舍重修了。瑟瑟佛、花花佛、空空佛，看在老祖的份上，放了欢玉莹，拉我一把，本佛日后定会。可还没等笑笑佛把话说完，空空佛却是瓮声瓮气道：笑笑佛，你这是说的什么混账话？老祖的命令是灭了三大门派，掳回三大掌门和龙女，放走欢玉莹，岂不是违背老祖的命令？瑟瑟佛捻动佛珠，义正辞严道：老祖安排下的任务大于天，哪怕牺牲我等，亦是在所不辞。笑笑佛，难道你想做那贪生怕死之徒？听到这二佛表态，笑笑佛心寒到了极点，他转而眼巴巴看向花花佛，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然而花花佛说出的话更是如刀子一般扎进心里：世间太苦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笑笑佛，何必留恋尘世，不如早登极乐。说完，花花佛双手合十，对着杨晨庄严道：请这位施主送笑笑佛早登极乐。其余二佛亦是齐声道：请这位施主送笑笑佛早登极乐。笑笑佛看着三佛，张张嘴想要说些什么，可话到了嘴边却已失声，因为他发现自己异地相处也会做出这样的抉择。杨晨这个老六曲却是罕见的傻眼了。他原本以为就算四大佛关系不咋地，也会碍于脸面花费些代价把笑笑佛救回去，现在看来自己还是太高看这帮秃驴了。这偌大的欢喜寺内竟然都是类人生物，如此一来，笑笑佛这张牌算是彻底废了。看到杨晨脸上震惊的表情，三佛互相对视几眼，都发出得意的笑声。小子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底牌，不要再自作聪明了，速速跪下！瑟瑟佛沉声暴喝，其余二佛也是蠢蠢欲动，想要直接镇压，我看谁敢动一下。杨晨不敢再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架起灵能轰天炮，那一个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三佛，像是死神的眼睛静静凝视他们。又粗又黑又长又硬的炮管之上刻印着无数玄奥的符文，在上万颗灵石的功能之下，闪烁着紫幽色的灵光。显然灵能轰天炮已然蓄势待发了。这一刻，
三佛无不倒吸一口凉气，额头沁出冷汗。打死他们也想不到，眼前这小子竟然随身带着一门这样的超级大杀器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大宗大派留在宗门腹地的底蕴之物。这小子太疯了，哪怕杨晨只是练气期，三佛都感觉到无比的棘手。这个时候，杨晨觉得震慑住了三佛，自然要逼迫他们放人。秃驴，是你们逼小爷的，立马把我师尊放了，否则小爷一炮轰爆你们的狗头！杨晨状若疯狂，咬牙切齿地威胁道，那模样就好像一个书籍演的疯狂赌徒，要拖着所有人下地狱。你花花佛和瑟瑟佛何曾被这么威胁，脸色登时无比难看，但他们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刺激杨晨，只能不爽地把话憋回去。杨晨通红着眼睛盯着空空佛，立刻放了师尊，否则轰死你这秃驴！空空佛一张老脸长成猪肝色，滔天的怒火在胸中燃起。他被杨晨轰爆了鸟窝，结下的梁子可不是一般的深。若是这么轻易放过，以后岂不是成了笑柄？小辈，不要以为你有灵能轰天炮就能为所欲为，你大可以试试，是你的炮快，还是本佛下手更快？空空佛狰狞一笑，单手掐住欢玉莹雪白的脖颈，并将她高举在半空中。此刻，欢玉莹好似一个破布娃娃，下一秒就会被狂风卷得破碎，但她的眼神依旧冷冽，传达出来的意志依旧是不屈。师尊！杨晨心脏脉动，沸腾的血液流转全身。空空佛，立刻放开我师尊！空空佛大笑起来，嚣张道：妇人之仁的小子，就凭你也想拿捏本佛？哈哈，有种你现在就开炮啊！其余二佛也大笑起来，小家伙，没有抛掉一切的狠心，就不要随便放狠话，真是一对感人至深的师徒，待会一起玩弄才会更加爽快。显然三佛都吃定了杨晨不敢开炮。杨晨脸色极度难看，他是老六不假，但对面的秃驴也是老江湖，根本没被灵能轰天炮吓住，现在的他进退两难，似乎真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欢玉莹自然明白杨晨的处境，他不屈地吼道：晨儿，不要管师尊了，立刻开炮！杨晨面露挣扎之色，拳头攥得咯咯响，但他还没心狠手辣到那个份上，亲手葬送师尊，他真的做不出。三佛笑意盈盈，并不阻止欢玉莹怒吼开炮。对于修佛承诺的三佛而言，品味对手的绝望简直是世间最美的享受之一。就在这时，欢玉莹嘴角沁出鲜血，一朵金色莲花忽然在她的脚下绽放，9片花瓣瞬间合拢，将她包裹其中。欢玉莹踩在金莲之上，宛如谪仙下凡，颇具神韵。这是金莲神作最后的保命底牌。开炮！欢玉莹发出一声怒吼，眼神坚定地看向杨晨。杨晨脸色煞白，身体止不住颤抖。金莲神作能扛得住灵能轰天炮吗？万一贱婢，到这个时候你竟然还藏了一手！三佛神色大变，纷纷出手轰击金莲神作。金莲神作护体灵罩波光颤动，却是没有立刻打破。晨儿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别让师尊看不起你！开炮啊！欢玉莹声色俱厉，故意刺激杨晨。此刻杨晨明知道师尊逼他开炮，却也抑制不住滚热的情绪，他胸中的怒火像是火山喷发，血液如岩浆一般剧烈沸腾。气血方刚的年纪，再是老六，也忍不了自己的女人这么说。秃驴，给小爷去死吧！炮来！杨晨一声暴喝，随即心念一动，发出开炮的意念。黑洞洞的炮口已然锁定了三佛的方位，提前预备的上万颗灵石瞬间消耗一空，化作一颗充沛的灵能炮弹。炮身上一缕缕灵力纹路瞬间亮起，无数玄奥的符文陡然激发。轰！终于，一枚火红色的灵能炮弹在黑粗强定的炮管里旋转着飞出来。那炮弹竟比磨盘还大，完全是精粹的灵力组成，其内涌动着无数澎湃的灵能。杨晨只觉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好似有1万只草泥马奔腾过去。他来不及挠头，忍着头晕目眩看向三佛。灵能轰天炮，千万不要给小爷掉链子啊！只见远处的空空佛如临大敌的祭出一个白骨木鱼法宝，妄图挡住那一颗比磨盘还大的灵能炮弹。可惜这一切只是徒劳，灵能炮弹撞到白骨木鱼法宝上，那下屏保器级别的白骨木鱼瞬间崩裂成无数碎片，宛若一朵烟花瞬间绽放。然而灵能炮弹轰碎白骨木鱼之后，于是不减，轰击到空空佛身上才发生大爆炸，震天巨响传出，腾起蘑菇云。那空空佛整个人被炸飞出去，身体撞破不少庙宇佛堂，狠狠地砸进地里，掀起漫天的尘土。其余二佛见到空空佛的惨状，刚才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，几乎面无人色。这小子简直不是人啊！这对付妖兽潮的灵能轰天炮，他竟然对着修士开炮。花花佛更是花容失色，这一炮下去，他岂不是要彻底毁容了？念及此处，花花佛本能的想要逃跑。这时瑟瑟佛却是狰狞的狂吼道：花花佛，你跑不掉的，咱们现在只有挡住这一炮，以那小子的身家，最多再开一洋炮。听到这话，花花佛陡然醒转过来，灵能轰天炮固然是大杀器，但一发就要消耗上万灵石，哪怕是大势力都承受不起，何况一个练气小子。好，咱们一起扛住灵能轰天炮，再灭了这小子。二佛士气大振，纷纷祭出护身法宝，想要抵挡灵能轰天炮。打得好！杨晨却是兴奋的大吼，脑门上的青筋都已爆起，这一口气总算稍稍发泄出来。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，瑟瑟佛和花花佛祭出护身法宝，
竟然还要负隅顽抗。杨晨怔了一怔，这两个死秃驴莫不是疯了？刚才空空佛的下场难道看不到吗？这时花花佛尖利的嗓音响起，灵能轰天炮一发就要消耗上万灵石。小子，本佛看你还能轰出几炮？瑟瑟佛也一副笃定的样子，你最多再轰出1-2炮，到时候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是吗？杨晨嗤笑一声，旋即心念再度发出，轰！灵能轰天炮再度轰出1炮，威力丝毫不弱于第1炮，但二佛早有准备，不像空空佛那么仓促。只见花花佛祭出他的本命法宝彼岸花，彼岸花迎风而长，像是一把遮天蔽日的巨伞撑开。灵能炮弹轰在彼岸花之上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，炮弹深深嵌入彼岸花之内，竟是没有轰爆。花花佛闷哼一声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显然本命法宝受创，他也连带着受伤不轻。但花花佛翘着兰花指，一抹唇角鲜血，却是发出得意的雄浑男声：小子，灵能轰天炮又如何？本佛话还没说完，灵能炮弹便是轰然炸裂，轰！灵能炮弹竟在彼岸花之内炸裂开来，威力何止放大1倍，那彼岸花如同小孩子搭建的积木，瞬间崩塌成无数碎片。花花佛只觉心脏被人狠狠捏了一把，痛得几乎背过气去。他喷出几大口黑血，看向杨晨的眼神一片怨毒和恐惧。小爷这一发开花弹，爽不爽？杨晨看到花花佛的惨状，浑身毛孔都已舒展开来，简直爽翻天。刚才被三佛拿捏的郁郁之气顿时消减了一大半。小子，休要猖狂，本佛看你还能轰出几炮？花花佛气的又喷出几口老血，嘴上依旧强硬道：好，好，死鸭子嘴硬是吧？小爷轰死你个秃驴！这个时候，杨晨也打红眼了，他一咬牙，竟然豪横的轰出2炮，轰轰！灵能轰天炮咆哮着连轰2炮，这2炮发出的间隔极短，看起来就是1炮。这时，瑟瑟佛一脸自信的祭出一本佛经，这可是欢喜老祖昔年赏赐的一件中品宝器，防御力惊人，防住1炮绰绰有余。果然，佛经灵光溃散，却是挡住了1炮。但瑟瑟佛根本没想到杨晨这个老六完全不按套路出牌，毫无间隔的第2炮已至，轰的一声巨响，中品宝器级别的佛经爆碎成无数碎片。哇！瑟瑟佛七窍流血，好似喷泉狂涌，看起来凄惨无比。小子，你不讲武德！杨晨看到瑟瑟佛的惨样，笑容更加灿烂了。他掏了掏耳朵，笑起来露出满口大白牙，道：你们这帮死秃驴也配谈武德，真是笑死个人了。你！瑟瑟佛气的又喷出几口老血，无力辩驳。这时花花佛却势壮若疯狂的吼道：瑟瑟佛，这小子连开4炮，必定无力再战，我等速速出手，灭了此子。没错，一起出手！瑟瑟佛亦是精神一振。可就在这时，杨晨却是抱着双臂，又轻拍了一下灵能轰天炮又粗又硬的炮管，嗤笑一声道：炮来！话音一落，无数灵力纹路再度亮起，巨兽咆哮般的炮声轰隆作响，轰轰，又是接连2炮，分别对准二佛的脑袋。二佛听到这炮声，顿时心丧若死，好似一声丧钟在耳畔敲响。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到这个时候，杨晨竟然还能轰出2炮！快躲！瑟瑟佛狂吼着飞身躲避，却是根本无法躲闪。那灵能炮弹如伏骨之躯，随之转弯。瑟瑟佛护体灵罩如同一张破纸，轻松轰爆，随即撞到他的后心之处。瑟瑟佛惨叫着轰飞出去数里，一路不知道撞烂多少庙宇。花花佛的下场并不比瑟瑟佛好多少，整个人被撞进后花园的一座假山，好似打生桩一般，凄惨无比。这个时候，一旁的笑笑佛看着二佛惨状，差点惊掉了下巴。不怕老六很阴险，就怕老六有宝贝。这小子掌握的宝贝实在太多了，用灵能轰天炮对付修士，这是人能想出来的主意。此子万万不可与之为敌。这一刻，笑笑佛是真的怕了，他脚底抹油，就想远遁而去。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往哪跑？给我回来吧！杨晨这个老六哪会这么容易就放跑一尊元婴大修士？之前擒获笑笑佛花费不小的代价，这还没捞回本呢。阴阳葫芦喷吐出金光一照，笑笑佛顿时定身不动，收了回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传音入内，吩咐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好好伺候着2大美女掌门伺候一个，这是多大的福气！收回笑笑佛，杨晨搜索师尊的身影。刚才炮轰的余波不小，欢玉莹不免卷入。杨晨很快就从废墟里找到他。师尊，此刻金莲神座破碎不堪，几乎崩毁。欢玉莹昏迷过去，玉容苍白而又憔悴，再也不见女强人的风范。杨晨心疼坏了，咬牙切齿道：这帮死秃驴，这事不算完。杨晨这个老六非常记仇，这下算是彻底把整个欢喜寺都恨上了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迟早要毁灭整个欢喜寺，鸡犬不留，尤其是欢喜老祖，定要取下狗头当夜壶。不过眼下不能被仇恨蒙蔽头脑。杨晨咬咬牙，暂且把师尊收回阴阳葫芦，随即他驾驭宝葫芦就往欢喜禅院之外飞掠。可就在杨晨冲出禅院之际，整座禅院忽然剧烈震动起来。杨晨举目一看，却见天上有一道粉色的穹顶，如一个大铁锅倒扣下来，笼罩了整座禅院。这是结界！杨晨心中震动，小子，
结界一生，谁也别想跑！今日已几乎毁了整座禅院，唯有一死才能洗刷罪孽。三大佛不知什么时候从废墟里爬出来，怒斥着杨晨。他们浑身焦黑，血迹斑斑，袈裟破破烂烂，不少地方连白森森的骨头碴子都显露出来，那模样比凡俗世界遭遇战乱的难民还要凄惨。他们看向杨晨的眼神亦是无比的怨毒和仇恨。如果眼神可以杀人，杨晨或许已经死亡1000次了。杨晨看都没看三佛一眼，试图冲撞结界，然而结界之壁竟比铜墙铁壁还要稳固，晃都没晃一下。见状，三佛得意了：“小子，你跑不掉了，乖乖等死吧！到时候本佛要在你的面前狠狠玩弄欢愉营。没错，我等不会杀你，要让你们受尽一切侮辱和苦难。”三佛阴恻责怪笑着，比那地狱里的恶魔还要可怖。杨晨又试了几次，根本打不开结界，他的脸色阴沉下来，一颗心渐渐沉入谷底。与此同时，碧波城的一处小酒馆，幽暗的柴房里，黑猫顺手牵羊，顺了些酒肉。他左爪拎着大鸡腿狂啃，右爪抓着酒壶咕嘟咕嘟牛饮，小日子那是惬意的很。不多时，黑猫酒足肉饱，他仰躺着翘着二郎腿，摸了摸圆滚滚的肚皮，笨比秃驴，还想抓捕本王，真是不自量力。黑猫得意洋洋，剔着牙齿。这时他忽然想到杨晨和小龙女，情绪没来由的低落下去。小龙女傻不愣登的，大概会听小臣子的话硬冲猛打，这惠子应该被秃驴抓住了，小臣子这个老六应该不会被抓住吧？黑猫小声嘀咕着，语气有些迟疑。毕竟杨晨在他的印象里大大滴狡猾，但黑猫还是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他这种行为也算是妥妥的卖队友了。别看杨晨平时对黑猫不咋地，但黑猫内心还真的把杨晨视作队友。没有别的原因，杨晨这个人不吃独食，有好处会按照功劳分配。不过黑猫晃了晃脑袋，很快就把心里那一丝愧疚甩干净了。小臣子这个老六，就算被秃驴干爆菊花，也是他自找的，本王愧疚个锤子。只是可惜那宝葫芦没给本王留下。黑猫的思绪很快又转到阴阳葫芦上了，这才是他最着紧的东西。一旦阴阳葫芦落到四大佛手里，那很可能会呈现给欢喜老祖。如此一来，他再也别想找回阴阳葫芦了。念及此处，黑猫再也坐不住了：“小臣子，你特喵的高低得给本王磕一个！”他骂骂咧咧，取出鸿蒙阵盘，刻画传送阵。无论如何，为了阴阳葫芦，他都要试着把杨晨救回来。就在黑猫刻画传送阵的时候，三大佛也尝试包围过来。不过三大佛已经对杨晨有了心理阴影，他们暂且不敢逼迫太狠，生怕杨晨又掏出什么大杀器。小子，立刻投降，本佛可以留你一个全尸。速速跪下臣服，看你有几分姿色，本佛可以给你一个坐下吹箫童子的身份。杨晨脸色黑沉，就要取出阴阳葫芦里的灵能轰天炮再轰他娘西。可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半空忽然出现阵阵水波涟漪，随后便是无数玄奥的纹路亮起。这是传送阵。杨晨怔了片刻，心中就是一震。这时传送阵里冒出一个肥嘟嘟的猫头：“小臣子，本王来救你个老六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”卧槽，这贱猫竟然回来救驾了！杨晨完全没想到黑猫这么给力，差点以为自己出现幻觉。直到黑猫贱兮兮的声音传入耳畔，他陡然反应过来。杨晨二话不说，驾驭阴阳葫芦，急速掠向传送阵。这个时候，瑟瑟佛大吼一声，是那只会阵法的黑猫，速速拦住他们。三佛瞬间反应过来，也急掠而去。可惜杨晨距离传送阵太近了，只有几十丈。他进入传送阵之时，三佛还有半里地呢。秃驴，你们记好了，小爷就叫整大活，等好吧，以后天天给你们整大活。趁着传送阵启动，杨晨撂下一句狠话，话音一落，杨晨和黑猫的身影已然消失。欢喜禅院外一处树林，阳光普照，但茂盛的树木挡住了光线，树林里黑沉沉的，不见天日。这时斑驳的纹路忽然亮起，空间一阵波动，一只黑猫忽然从半空摔落在地，随后便是一个人影砸下来。黑猫刻画的传送阵虽然穿过了结界，但耗费了极大的能量，所以并没有传送出去多远。不过万幸的是，他们逃出来了。喵！黑猫被杨晨砸中，痛得喵喵叫。小臣子，你大爷的，这么快就恩将仇报啊！杨晨拍拍屁股起来，赶紧道歉，又陪笑道：“小黑子，这不多亏你了，你是这个。”他竖起大拇哥，又帮黑猫捋捋毛。黑猫顿时有点享受被撸的感觉，不禁眯起眼睛。不错，不错，再往右边来点。好了，再往左，力道加大点。黑猫有点蹬鼻子上脸，开始使唤起杨晨。杨晨觉得这波黑猫力功确实大，捏着鼻子照做。这时黑猫大概是被撸得太爽了，飘天上去了。他竟然大喇喇道：“小臣子，本王这波可是救了你的小命啊，你这不得给本王磕一个？”听到这话，杨晨立马变了脸色：“我磕你二大爷！”他对着黑猫的肥屁股就是一脚，那黑猫顿时四爪朝天飞了出去，重重砸到树干上。给你点颜色，你就开染房，我看你是没点逼数，连大小王都分不清了。杨晨一屁股坐下来，哼哧哼哧的。说起来，之前大闹欢喜禅院，他是真的累了。黑猫瞬间清醒了，他看向杨晨，气得浑身毛发颤抖。这个老六变脸比翻书还快，不就磕一个头，
本王又没要求做人宠。正要上去理论，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喧嚣，一人一猫同时看去，那是欢喜禅院的方向。二者瞬间警觉起来。小臣子，这里距离禅院可不远，你不走，本王先溜了。黑猫缩了缩脖子，就要开溜。杨晨顿时撇撇嘴，一脸鄙夷的吐出一个字：怂。你说啥？有种再说一遍。黑猫气得蹦起来，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。杨晨冷瞥了炸毛的黑猫一眼，淡淡道：你要是不怂，敢不敢跟我干一票大的？听到这话，黑猫顿时警惕起来，这个老六又打什么歪主意？但不知怎地，黑猫心底对于杨晨的主意又很好奇。什么大的？小臣子，本王警告你，这次不会陪你冲进秃驴窝了。杨晨嘿嘿一笑，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道：冲秃驴窝不至于，咱们这波就在外面敲敲边鼓。黑猫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惊声道：小臣子，你这是拿小命在整活？那些贼秃驴可不是真的吃素脸。黑猫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他打定主意，这波说什么也不跟杨晨一起送死。你懂个锤子！杨晨怒骂一句，冷哼道：现在咱们已经跟这帮秃驴不死不休了，一定要抓住一切时机削弱对手。更何况兵法有云，整活者鬼道也。小黑子，你觉得这帮秃驴会想到咱们来一手回马枪？杨晨的目光之中带着些许疯狂，但更多的是彻骨的阴冷。触到这样的眼神，黑猫顿时一个机灵，你大爷的，这老六真是坏到流脓裂！打死这帮秃驴，恐怕也不会想到这老六还敢杀回去。黑猫捋着猫须，眼中闪动着亮光，他有些心动，但依旧迟疑。这时杨晨嘿笑一声道：小黑子，你不会以为我是真的去送死吧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说着他摆出灵能轰天炮。黑猫看着又黑又粗又硬的炮管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难怪那帮秃驴被你搞得这么惨，原来你个老六这么用灵能轰天炮啊！他陡然想起刚才三佛的惨状，惊声道：怎么现在还敢不敢干他那样的一炮？杨晨拍了拍硬邦邦的炮管，一脸坏笑。黑猫直起身子，下身向前一耸，一脸流氓笑：当然要干！大炮一开，干爆这帮秃驴！欢喜禅院三大佛气坏了，他们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大的亏。更可恶的是，竟然还让杨晨那个老六逃跑了，这能忍？于是三大佛律领上100名弟子，乌泱乌泱的追出去，势必要把杨晨碎尸万段。可刚打开大门，他们便看到一人一猫正等在那里，黑洞洞的炮口正对准他们。这一人一猫虽然是不同的种类，但二者贼兮兮的笑容却是一个魔子刻出来的。三佛和一众佛陀瞬间蒙圈了。阿弥陀佛，这两个孽畜竟然不逃跑，还敢杀他们一个回马枪，简直他娘的想不到啊！只见杨晨双手合十，笑嘻嘻道：阿弥陀佛，杀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炮来！话音落下，灵能轰天炮那黑洞洞的炮口陡然发出炽烈的光芒。快跑！跑啊！快躲！三佛神色狂变，惊声提醒众佛陀。这时炮声骤然响起，轰！那磨盘大小的灵能炮弹轰出去，正中聚在一起的佛陀弟子开花炮弹炸裂开来，瞬间激起方圆半里的灵力暴动。一个巨大的蘑菇云随即升腾起来，席卷的冲击波足有10里之地。那100多个佛陀弟子已然灰灰，连渣都不剩了。三佛反应够快，当灵能炮弹轰出去的时候，他们瞬间逃跑，远离爆炸中心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也是凄惨无比。爆炸冲击波让3人大口吐血，感觉5脏6腑都快被轰碎了。我勒个去，这灵能轰天炮也太狠了吧！黑猫也被爆炸的冲击波卷得4爪朝天，他一咕噜爬起来，大呼小叫着，猫眼里满是兴奋。显然黑猫被灵能轰天炮的威力震撼到了。小意思而已，待会给他们整个更大的活。杨晨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实则脑袋也有点晕，这波着实有点拖大了，当面开大差点伤到自身。好在杨晨身负龙阳圣体，没什么大碍。黑猫晃了晃毛茸茸的脑袋，啧舌不已。小臣子，咱这都架在大门口开炮了，还要怎么整活啊？杨晨撇撇嘴，鄙夷道：就你还叫整黑活，学着点吧。说完他心念一动，灵能轰天炮粗硬的炮管自动调转角度。黑猫举目一看，却是发现那黑洞洞的炮口竟然对准几里外的欢喜大殿。小臣子，你够狠！黑猫惊叹不已，舌头都开始打结了。这欢喜大殿可是供奉着欢喜老祖的佛像，轰爆欢喜老祖，这货太他妈狠了。这个时候三佛看到杨晨的举动，心肝肺都颤了颤。放肆！小子，你敢动老祖佛像，我欢喜寺与你不死不休！三佛目眦欲裂，狂吼威胁着。我就是来整个活，你们这么激动干嘛？杨晨黑笑着露出大白牙，随即心念发动，轰隆，又是汹涌澎湃的一炮，炽烈的灵能炮弹好似陨星坠落大地，狠狠砸进欢喜大殿。一朵毁灭的烟花炸开，轰然爆炸声响彻四方，无数的烟尘遮蔽了视野。一阵风吹过，众人看清了爆炸中心，哪里还有什么欢喜大殿，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坑。老祖，弟子有罪啊，致使老祖佛像毁于贼人之手，老祖，弟子罪孽深重。三大佛哭天抢地，对着欢喜大殿不停地磕头谢罪。听到那凄惨哀嚎的声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欢喜老祖驾鹤西去了。此刻三佛心里羞愤到了极点，区区一个合欢宗炼器弟子，几乎毁了欢喜禅院，这件事
要是传到老祖耳朵里，哪里有他们好果子吃？念及此处，三佛对于杨晨的仇恨再度猛长一截。这时，黑猫看着三佛那惨兮兮的样子，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轻轻一跃，跳到炮管上，气势十足地叫嚣道：“贼和尚，你猫大王这波黑火怎么样？你们要是还不服气，本王再命令小臣子开炮，轰爆你们的秃头！”三佛本就在岩浆滚热的火山口上，听到黑猫这么嚣张，怒火彻底喷发了。小子，拿兵来，给本佛死来！三佛豹喝着急速掠来，隔老远就能感受到他们胸中滔天的怒火。这时灵光一现，黑猫却是抛出鸿蒙阵盘，嬉皮笑脸道：“拜拜了您嘞，回头有空再来给你们免费整活。”话音一落，一道阵法在黑猫和杨晨的脚下出现，那是黑猫早就准备好的传送阵。灵纹亮起，一人一猫的身影瞬息不见了。碧波城一处偏僻的巷子，杨晨和黑猫传送到这里。不错，这里距离欢喜禅院有段距离。杨晨翻到墙头，观望了一下位置，那肯定也不看是谁布下的阵法。黑猫摇头晃脑，臭屁得很。这会子他还在回味耍弄三佛的爽感，欢喜寺三大佛又如何？还不是被他耍得团团转。本王真是牛掰的很脸。至于这其中杨晨的作用，黑猫本能的忽视了。杨晨瞥了黑猫一眼，懒得搭理，他得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行动。这时黑猫忽然想到了什么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小臣子，本王发现你这个老六还挺会卖队友脸，什么意思？”杨晨盯着黑猫，眼神颇为不善。君子动口不动手。黑猫警惕起来，蹦出去老远道：“你怂恿小龙女搞事情，现在她被抓了，你也没想着救她，这不是卖队友是什么？”说着，黑猫昂着肥短的脖子，一副本王最讲义气的样子。杨晨倒是有些诧异，黑猫还记得小龙女，歪着头打量了他几眼。黑猫顿时吓得浑身毛发炸开，这老六又打什么歪主意？说起来，黑猫还真有点害怕被杨晨惦记上。杨晨思量片刻，仔细解释道：“小龙女是黑龙王和欢喜老祖的一场大交易，三大佛即使抓住小龙女，也不敢碰她一根毫毛。再则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搞破坏绰绰有余，难以正面对决，所以营救小龙女还得再找机会。”黑猫听完杨晨的话，心里暗暗点头，却还是嘴硬道：“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怂，就是想卖队友。”杨晨耸耸肩，无语得很。啊，对，你说的都对，对付杠精最好就是别变精。黑猫还真来劲了，得意洋洋道：“整活3剑客，要是没本王这个义薄云天的，这个家就得散伙。”接着黑猫继续自吹自擂，明里暗里还贬低杨晨。杨晨也不搭茬，翻来覆去就是那句你说的都对。没一会儿，反倒是黑猫率先破防了，他一脸红温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杨晨看黑猫急眼了，也不逗他了，他转移话题道：“为今之计，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以免欢喜寺的秃驴摸到我们的踪迹，事关安危。”惜命的黑猫冷静下来，傲然道：“本王稍费点时间，刻画一个中距离传送阵，直接到城外去。”杨晨却是摇摇头道：“你的思路错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咱们应该藏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，伺机而动，到时候再给这帮贼秃驴整个大活。”黑猫一听又能整活，好似被戳到了兴奋点，哪有不答应的道理？没错，我们得留下来继续整活，打响整活3剑客的赫赫威名。杨晨颇为诧异地看向黑猫，这贱猫就这么爱整活，简直就是猫菜瘾大的典型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也省得自己跟他解释去万宝楼找宝灵妃了。这时黑猫眼珠子一转，忽然冒出来一个好主意，他鬼头鬼脑，轻松跃到杨晨的肩膀上，故作商量的语气道：“小臣子，老整这帮秃驴难度实在太低了，说实话，本王有些腻歪了。”杨晨一歪脑袋，好奇道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？说来听听。”黑猫眼珠子滴溜转，兴冲冲道：“碧波城的地标性建筑是城主府，我们要是炸了城主府，整活3剑客必然名扬碧波城，乃至整个东域。再说了，海碧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们这是替天行道。”黑猫也不知跟谁学的，小词一套一套的，竟然连替天行道这么经典的搞事口号都整出来了。杨晨顿时对黑猫刮目相看，不错，海碧波这个人间不仅跟秃驴勾结，还与黑龙王有交易，迟早要吃我一炮。杨晨与黑猫又合计了一会，二者向碧波城的中心前去，那里正是万宝楼的方向。由于杨晨几个在欢喜禅院闹出好大的事，路上纷纷乱乱，气氛相当紧张。天空之上盾光闪闪，不少守城修士四处飞掠，杨晨甚至还看到不少佛陀弟子的身影。这帮秃驴还敢出来搜查，看来是炮没吃够。杨晨阴冷一笑，很快就到了万宝楼。他出示宝灵妃之前赠送的贵宾卡，直接走贵宾通道入内，去把灵妃掌柜叫来。杨晨随手扔了一颗灵石给小厮，吩咐道：“小厮麻利的接过灵石，恭敬道：好嘞，贵客您稍等。”不多时，风姿绰约的宝灵妃款款走进贵宾室，带起一阵沁人心脾的幽香。黑猫深深嗅了一下，一副猪哥香。见状，宝灵妃莞尔一笑，道：“有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事情都处理好了吗？”这杨晨尴尬地瞥了一眼黑猫，语气却是迟疑起来。灵妃虽是个可交之人，但出门在外，切忌交浅言深。杨晨有些犹豫该不该说实话。就在这时，宝灵妃一双美目却是紧紧盯着杨晨，浅笑道：“道友，刚才欢喜禅院的动静是你们整出来的吧？”杨晨心里一惊，
下意识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宝林飞顿时绽放妖媚的笑容，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。杨晨一怔，旋即苦笑起来：“林飞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竟然诈我！”宝林飞素手调羹，亲自给杨晨奉茶，嗔怪道：“林能轰天炮那么大的动静，这笔租赁交易又是我一手负责的，傻子才猜不到是谁干的。”杨晨摸了摸鼻子，略微尴尬片刻，索性表明了身份：“林飞，我是合欢宗的真传弟子，宗主便是我的师尊。之所以报复欢喜禅宗，乃是因为这帮秃驴杀我同门，辱我师尊。这次过来，杨晨斗胆请求林飞收留我和师尊。”说着，杨晨揭下斗篷，显露真容。宝林飞定定看着杨晨俊朗不凡的姿容，眉目眼波流转，似乎泛起了花痴。果然是个帅气的小哥哥。杨晨的气质、长相完全长在了宝林飞审美点上，俊美却不显得阴柔，阳刚又不过分硬朗。杨晨看宝林飞没反应，还以为他有些为难。林飞若是为难，我等暂且告退了。这种事可不敢强求。杨晨当即就要开溜。小弟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宝林飞嗔了一声，笑问道。杨晨尴尬地挠了挠头，七干，我当然是相信林飞姐姐的，这不是担心给姐姐惹麻烦吗？闻言，宝林飞转嗔为喜：“杨晨弟弟，你也未免太小看姐姐了吧？这群阴僧作恶多端，虚伪狡诈，姐姐巴不得你灭了他们。”杨晨躬身一拜，正色道：“多谢林飞姐姐。”林飞伸手微喊，却又好奇道：“不知你这位师尊在哪？”杨晨取出阴阳葫芦，放出欢玉银、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。霎时间，3朵绝世仙葩绽放于贵宾室。一朵仙葩容颜绝美，高洁冷傲，如冰山的雪莲，一世独立；一朵仙葩眉心有致，身材傲人，虽然是个尼姑，哪怕是佛祖都想染指。还有一朵仙葩文静娴雅，气质如兰，仿若天宫中的绝美仙子。再加上宝林飞这朵小花，可谓是四花争春。一时间，整个贵宾室都被映衬得亮堂堂。黑猫口水流了一地，痴迷的样子好似在做着春梦。饶是杨晨颇有几分定力，却也是被满是春色震撼到了。这时，欢玉莹略带一丝诧异，问道：“晨儿，这位是？”杨晨赶紧介绍了一下双方的身份。3女纷纷对宝林飞表示感谢。宝林飞心里又是狠狠一震，原来他们3人便是名震东域的3大宗宗主，难怪姿容气质如此高绝。3位乃是我东域女修的楷模，林飞今日能帮到3位，实乃荣幸之至。宝林飞姿态谦恭地说道。实际上，他确实很感激杨晨。东域4大门派有3大派的掌门都欠自己人情，这是多大的面子！几人又寒暄几句，杨晨忽然提出要帮3女打开禁灵锁。3女略显迟疑，并不认为杨晨能够打开。宝林飞瞧了一眼那禁灵锁，脸色凝重起来。这是专门禁锢元婴修士的禁灵锁，市面上绝难找到。据说其中有9道禁制，层层嵌套，想要打开比登天还难。话音一落，角落里却有一道懒洋洋的声音：“什么比登天还难？就一把粗制滥造的破锁，瞧把你们一个个紧张的。是谁？好大的口气！”众女循声看去，却见黑猫直起身子，2只前爪背在身后，高高昂起脖子，一副我很牛掰，快来求我的模样。众女面面相觑，不明白这只口吐人言的黑猫在整什么幺蛾子？难道连他们都束手无策的禁灵锁，这只猫儿能打开？杨晨却是知道黑猫的本事，故意接茬道：“小黑子，你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吧？莫非你能打开禁灵锁？”听到这话，黑猫顿时骄傲起来了：“那是当然，这禁灵锁对于你们那是千难万难，可对于本王只需略微出手。”杨晨看到黑猫这么装杯，差点没绷住，他忍着笑意向3女小心地说道：“师尊，2位掌门，不如就让小黑子试试。”欢玉莹和妙音仙子还在迟疑，倒是极乐神尼最先开口答应了：“哥哥。”极乐神尼魅惑一笑，眨巴着细长的眸子：“小猫儿，你真的能打开禁灵锁？”黑猫顿时2眼冒星星，魂都被勾走了。他擦了擦口水，猛点头：“仙女姐姐，信我，我这就给你打开。”极乐神尼觉得这猫傻乎乎的，还蛮有趣，弯腰把它抱在怀里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座就信你一回。黑猫美得冒泡，磨磨蹭蹭，感受着极乐神尼的柔软。这光头尼姑真是别有一番风情脸。极乐神尼撸着黑猫，忽而眸中厉色一闪，玉手狠狠掐住黑猫的脖子：“好一只色猫，竟敢占老娘的便宜！今日若是姐不开禁灵锁，老娘剥了你的皮！”黑猫压根没想到这美艳绝伦的尼姑说翻脸就翻脸，脑子里嗡的一下：“仙女姐姐饶命啊！这就帮你解锁，这就解锁！”感受到极乐神尼浑身的煞气，黑猫吓坏了，连声求饶。极乐神尼忽又绽放笑容，温柔地撸着黑猫：“好猫儿，刚才姐姐是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”“不介意，不介意。”黑猫连连摇头，乖嘟嘟地帮忙解锁，再不敢动手动脚。看到这一幕，众女皆是莞尔一笑。杨晨嘴角一弯，心里冷笑起来：这黑猫真是色胆包天，竟敢吃极乐神尼的豆腐。如果不是有求于黑猫，恐怕这贱猫现在已经灰灰。杨晨所料一点不差，极乐神尼就是这么想的。若是黑猫能解开禁灵锁，也就罢了；若是不行，那……念及此处，他看向黑猫的眼神带了丝丝冷意。黑猫刚才精虫上脑，现在冷静下来，心里叫苦不迭。这乃是仙女，明明就是魔女，
虽然有情绪，但黑猫动作不敢慢下来。它趴在极乐神尼肩头，丝毫不敢往下面的沟壑看去，两只爪子舞出了残影，一心打开禁制。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忽然一道啪嗒声响起，那禁灵锁真就被黑猫解开了。极乐神尼一脸诧异地打量着黑猫，美眸里绽放异彩。他原本也是死马当活马医，却是没想到这黑猫真有些本事。小猫，本座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极乐神尼魅惑一笑，又抛出橄榄枝，道：不如你以后就跟着本座吧，本座不会亏待你哦。黑猫累得要死，舌头都吐出来了。对于极乐神尼的诱惑，他虽然有些心动，但还没失了智。跟着这喜怒无常的魔女，还不如跟着杨晨这个老六脸。多谢仙女姐姐看中，小黑子已经有主了。说着，他轻轻一跃，灵活地跳到杨晨的肩头。杨晨差点气笑了，这时候倒是知道谁是主人了，合着就是有事主人，没事小臣子呗。不过杨晨也没驱赶黑猫，尴尬陪笑道：极乐安主，小黑子不懂事，冒犯了您，我向您道歉。见杨晨出面，极乐神尼摆摆手，大度道：应该是本座感谢你才对，既然小黑子不乐意，那便算了。杨晨松了一口气，传音道：小黑子再搞事我就不管你了，赶紧帮师尊和妙音仙子解开禁灵锁。黑猫耷拉个脑袋，继续帮其余二女解锁。这一次他也不敢整什么幺蛾子了，动作很快，不到一盏茶的时间，两道禁灵锁先后打开。看到这一幕，在场四女对于黑猫的印象颇有些改观。这只色猫虽然看起来不太着调，本事却是不小。妙音仙子温柔地摸了摸猫头，和煦道：小黑子，这次多谢你了。妙音仙子精通音律，嗓音却是天生有些家，但她的家不是某些妖艳贱货故意装出来的家，听起来颇为既魅惑又清纯勾人的紧。黑猫听了，骨头都轻了好几斤。这时欢玉莹也感谢了一句，只不过她一如既往的高冷，让黑猫不敢亲近。禁灵锁这桩大麻烦总算解决了，杨晨缓了一大口气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有3大元婴助力了。极乐神尼忽然问道：灵妃掌柜，不知万宝楼是否有高品疗伤丹药售卖？高品疗伤丹药？几位这是？灵妃看向三女，目光之中有关切之意。妙音仙子悦耳的夹子音响起，我等3人与那些秃驴争斗，都有不轻的内伤在身，还请灵妃掌柜慷慨解囊，此等恩情，我们3家宗门必有厚报。高品疗伤丹药弥足珍贵，属于各大势力的战略储备，轻易不会拿出去交易，所以3女拿出求人的态度，甚至愿意欠下人情。宝灵妃心中暗喜，这笔生意赚大发了。3大掌门的人情绝对比灵石宝贵多了。3位掌门客气了，万宝楼哪有不满足贵宾需求的道理？稍等片刻，灵妃这就安排人取来丹药。说着，宝灵妃一抹皓腕上佩戴的玉镯发出一道讯息，约莫1炷香的时间，就有一个小厮走进来，恭顺地呈上一个盖着锦绣的玉托盘。待小厮告退，宝灵妃方才揭开锦绣盖子，霎时间3个一模一样的精致玉瓶映入众人眼帘。玉瓶之中漂浮着一枚金黄色的丹药，丹药金光闪闪，表面共有9窍，如生灵心脏一般富有节律的收缩跳动着。9窍黄极丹。极乐神尼美眸眨了眨，惊奇道：极乐安主好眼力，此丹正是9品宝丹9窍黄极丹。宝灵妃面带笑意，颇有些傲然地介绍起来，这3枚9窍黄极丹乃是我碧波城万宝楼的珍藏。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，当年有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炼药大师，宝灵妃3言2语就把9窍黄极丹的来历讲解清楚。3女美眸紧紧盯着玉瓶里的宝丹，不由生出强烈的渴望。只要吞服了9窍黄极丹，他们的伤势立刻就会好上大半。杨晨在一旁也是啧啧称奇，按到万宝楼家大业大，一出手就是3枚9品宝丹，不要太豪横。多谢灵妃掌柜拿出9窍黄极丹，不知作价几何？欢玉莹伤势最重，对于宝丹的需求也最强烈，其余2女也很关心这个问题，皆目光炯炯看向宝灵妃。3女都打定主意，即便对方狮子大开口，他们也都认了。谁知宝灵妃却是豪爽道：3位掌门若是手头紧，可以先用后付。3女面面相觑，都被宝灵妃的大手笔惊到了。杨晨也是一愣，心生震撼，这一枚9窍黄极丹，外界拍卖价可以冲到上百万灵石，灵妃竟然主动提出先用后付。宝灵妃虽然是商人思维，但她的格局并不小。一来3大掌门的人情并不比9窍黄极丹的价值来得小，二来她认为对方遭难，恐怕暂时拿不出这么多灵石，不如顺水推舟，把人情做足。然而欢玉莹却是摇头道：灵妃掌柜已经忍痛割爱，我等又岂能让你蒙受损失？合欢宗其实在你们万宝楼有一个秘密账户，本座可以授权灵妃掌柜直接划账。说完，欢玉莹直接传音告知账户的信息。这时妙音仙子和极乐神尼也传音入耳，宝灵妃讶然失色，随即眼底闪过一丝尴尬。她原本还以为对方买不起，现在看来倒是她在卖弄人情了。妙音仙子看出宝灵妃的窘迫，柔声宽慰道：灵妃掌柜可不能多想哦，你能收留我们，又割爱9窍黄极丹，我等已经不胜感激了。其余2女也宽慰了几句，表达感谢。闻言，宝灵妃心里暖烘烘的，3位掌门速速服用丹药疗伤吧。3女点头，便到万宝楼的净室疗伤去了。灵妃姐姐，不知是否还有多余的修炼室？杨晨忽然问道。
自然是有的。宝林飞美眸一亮，夸赞道：“杨晨弟弟这么珍惜时光，果真修行勤勉。”杨晨谦虚笑了笑，林飞姐姐谬赞了。这时，一旁的黑猫却是咂巴了一下嘴，傲然道：“勤勉有什么用？真正的天才从来不需要勤勉。”这话一出，原本和谐的气氛顿时消散。宝林飞有些尴尬，赶紧道：“杨晨弟弟，请随我来。”杨晨瞪了黑猫一眼，直接去往修炼室。修炼室，待宝林飞走后，杨晨进入阴阳葫芦，目光所及，一片云雾飘渺。笑笑佛听到动静，吓得一个机灵：“谁在那里？”经过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一番伺候，笑笑佛已经形成了应激反应，生怕杨晨又把哪路仇家放进来。杨晨嘿嘿一笑，却也不搭理他。他心念一动，宝葫芦便将他传送到远处的空间。杨晨略微打坐调息片刻，便开始修炼。龙者升腾于宇宙之间，潜伏于波涛之中；阳者阴岁欲之消散，外邪见之辟易。天地岁有龙阳一气，若能汇聚修士一身，则可成就大日龙阳体。练此剑者，须有大日龙阳体，方得事半功倍。杨晨双目紧闭，浩瀚神识之中却是出现龙阳焚天剑诀的开篇要义。实际上，拥有大日龙阳体的修士修行龙阳焚天剑诀，何止是事半功倍？杨晨快速扫过剑诀，只觉剑诀之中一切奥义纤毫毕现，好似早已经刻印在神识里。此刻虽是初学，却如早已掌握之后重新温习一般。不愧是大日龙阳体，竟然如此强大！杨晨心中生出强烈的试剑渴望，他取出龙渊剑，就要试试这4式剑招的威力。第一式，火势。杨晨心目一凝，胸中剑意勃发，展出第一剑。这一剑虽是他展出的第一剑，但圆融到了极致，竟有一缕剑仙的神韵。只听嗡的一声，清越的剑鸣骤然响起，森然的剑意席卷整个葫芦空间。龙渊剑间喷吐出一道炙热到极点的剑光，冲天而起，直破云霄。远远看去，如星河横亘在天际之间。葫芦空间里，云雾被这炽热的剑意劈开，视线不再朦胧。远处的笑笑佛举目看去，顿时惊呼出声：“这是剑意！这小子竟然修成了剑意！”此刻，笑笑佛心中波澜起伏，已然惊骇到了极点。毕竟杨晨如此年轻就已领悟了剑意，日后成为一尊赫赫威名的强大剑修，几乎是板上钉钉。而剑修的杀伐之力，举世闻名，同境界几乎是无敌的存在。笑笑佛怎能不忧惧？可就在这时，异变再度发生。杨晨又是一剑斩出，数十道炙热的剑光如火龙一般射向四面八方，一股炽热的剑势在他的脚下升起。掌握龙渊剑的杨晨岿然不动，竟有无敌的气势。这一剑是龙阳焚天剑诀的第2式颜面剑势，这小子竟然掌握了剑势！笑笑佛好似被人揪住了心脏，身体猛地一颤。他看向杨晨，眼神中有无比的嫉妒。如此年纪就掌握了剑势，若是成长起来，必定是搅动东域局势的顶尖人物。此子不除，日后我欢喜似难安。可还没等笑笑佛感慨几句，杨晨展出第3剑。第3式焰图。杨晨展出一剑，围绕他方圆半里之内，竟结成了一片燎原的火海。无数条火龙于火海之中诞生，狰狞可怖的互相吞噬着。若是有敌人深陷这炼狱般的火海，下场可想而知。而这正是独属于杨晨的焰图剑域。杨晨展出这一剑，却是闭上眼睛，伫立不动了，似乎是在休息，又似在领悟着什么。笑笑佛看到这一片燎原火海，以及那火海之中昂然屹立的少年，他的心中已不再惊骇，反而是一片茫然。没错，就是茫然。杨晨领悟剑意，乃至领悟剑势，都还在笑笑佛的理解之中。毕竟偌大的东域并非没有出过这样天骄人物，但是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年轻就领悟了剑域。剑修亦有高下，领悟剑域的剑修百众无一，可称剑尊。此子断不可留，否则我欢喜4日后必定丧于其手。笑笑佛从茫然之中醒来，再看向杨晨，眼中一片杀机。但他更知道，在这片诡异的葫芦空间，杨晨才是唯一的主宰。别说什么绞杀，他连对方半根毫毛都伤不了。笑笑佛眼中闪烁诡异光芒，终是下定了决心。他忽然吐出一道灵符，那是笑笑佛最后的底牌，一道破镜符。小东西，本佛逃出去之后，定要把消息告知老祖，到时候老祖收获一尊极佳的炉鼎，说不得本佛也能尝尝滋味。笑笑佛心里泛起恶毒的念头，激发了破镜符。恰在此时，杨晨豁然睁开眼睛，秃驴哪里跑？他一剑斩出，一道无形的黑色剑气瞬间穿梭1000丈距离，直抵笑笑佛眉心之处。笑笑佛顿时呆愣在原地，如同一只木鸡。他的眼中一片惊恐，瞳孔呈现诡异的黑紫色，身体更是剧烈颤抖。不要啊！老祖救命！笑笑佛哆哆嗦嗦絮语着，好似遭遇到极端可怕的劫难。直到手中的破镜符燃烧殆尽，笑笑佛一步也没有动弹一步。杨晨看着笑笑佛，眸中闪过几缕异色。龙阳焚天剑诀第4式一劫，竟然是精神类的攻击，难怪笑笑佛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看起来这秃驴陷入了某种可怕的幻境，一个不好，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这一劫一剑的威力不容小觑。就在这时，笑笑佛忽然抬起手，猛地一掌拍向自己的脑袋。噗！他双目暴突，猛地喷出一道血剑，
但他的眼神却是恢复了几分清明。笑佛还算是个狠人，竟然用这样的办法挣脱出幻境。饶是如此，他依旧不好过，不仅七窍流血，如同厉鬼一般，而且精神萎靡，老态尽显。好似这一剑削去了笑佛大半条命。这小子竟然领悟了剑修之高奥异剑魂，领悟剑魂者，日后极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剑仙。剑仙出世，天要亡本佛，天要亡我欢喜寺啊！此刻笑佛满脸绝望，好似一条抽断脊骨的老狗，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心气。笑佛，我已经警告你好几次了，没想到你这秃驴如此冥顽不灵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便渡你去西天极乐。杨晨一手持着龙渊剑，缓缓踱步而来，目中一片杀机。话音一落，葫芦空间忽然洞开一道金光，洒向笑佛。笑佛只觉一股大恐怖降临，就要魂飞魄散了。小友，有话好好说，莫要炼化我。笑佛苟且偷生，竟是扑通跪地求饶。杨晨冷笑一声，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晚了。说着，他就要心念发动，欲使阴阳葫芦炼化了笑佛。笑佛得知杨晨有剑仙之姿，一时没了半点反抗的心气，一心只想苟活的他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小友，且慢动手，我知道欢喜老祖很多秘密，留我一命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闻言，杨晨面露讶然之色，他暂时收手，快速权衡着，这秃驴身为四大佛之一，定然知道不少欢喜老祖的秘辛，以后对付欢喜老祖很可能会派上用场。不过就这么放过他，倒是让自己念头不通达了。想到这里，杨晨忽然身形幻动，一掌拍向笑佛光溜溜的脑门，玉莲合欢功骤然发动，吸摄他的修为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笑佛，就让我吸干了你这身修为作为惩戒啊！痛啊！笑佛惨叫不止，却是不敢反抗。最后他竟是痛得昏了过去。这秃驴学的什么狗屁佛法，真是贪生怕死，一点血性也无。杨晨没有丝毫怜悯，吸干了他的修为。这时雄浑的灵力在他的经脉之中肆意流转，如同大江大河奔涌不止。他那坚冰一般的瓶颈也在灵力的冲撞之下有了丝丝松动。杨晨眼眸骤亮，振奋不已，这是筑基的机缘到了。他赶紧压抑内心翻涌的情绪，打坐调息，运转功法。无数的灵力如同一缕缕溪流，最终汇聚成一条通天大河，裹挟着浩浩荡荡的灵威，冲向那道阻碍了无数修士踏上仙途的筑基关隘。轰隆隆，耳畔忽然响起惊天般震响，好似9天之上劈下一道道神雷。筑基关隘出现了无数道细密的裂纹。然而杨晨的筑基关隘比之普通修士坚固厚重何止10倍，一尊元婴修士修为助力之下，竟也没有彻底冲破。杨晨心中骇然，一口作气，再而衰，难道他连筑基这一关都无法突破？杨晨迎着天上无数雷电，极不甘心的怒笑一声：大日龙阳体，助我一臂之力。话音落下，一轮大日骤然浮现在他的身后，虽是一轮虚影，却也散发着无穷的能量。而这轮大日虚影的加持，恰好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。轰！那座阻拦了无数修士登仙之路的筑基关隘终于崩塌，筑基成。天空之中云收雨霁，雷声化作了丝竹仙乐，七彩祥云漂浮着。杨晨豁然站起身，驾驭遁光掠去。好快的速度！他惊叹一声，差点因为不适应筑基后的遁速跌落在地。过不了多久，杨晨总算适应了。难怪筑基修士才算宗门中坚力量，比之炼气修士强太多了。无论是灵力储备、神识范围、肉身强度、遁速都有了极大提升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若是再遇到金丹佛陀，不动用灵能轰天炮就能正面硬刚，即使遭遇3大佛也有逃命的机会。这时大日龙阳体的血脉传递出一道讯息：觉醒筑基期专属神通大日龙息术。大日龙息术神龙归息，掩盖一切修为和奥秘，纵使是化神大能亦无法看穿。大日龙息术，杨晨心中一动，仔细领会，神通即是天赋，用不了几个呼吸他就能运用自如了。只见杨晨略微调整气息，筑基修为便已敛去，竟然看上去毫无灵力波动，好似凡俗之人。再一调整气息，又变成了一个初窥门径的炼气修士。杨晨两眼放光，难掩兴奋之色。这大日龙息术果真神奇，竟能掩饰修为，正合我的心意。作为一个老六，杨晨自然对大日龙息术非常满意。别人摸不准他的虚实，那他就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了。不多时，杨晨把修为调整到原来的炼气期，回到原来的贵宾室。黑猫正在贵宾室里讨好宝林飞，卖萌打滚求抱抱。宝林飞早就看出黑猫是个嘴花花的色猫，当然不会上当。他吊着黑猫，反而把他耍得团团转。见杨晨归来，宝林飞立马舍弃了他，对杨晨嘘寒问暖。黑猫嫉妒的眼珠子发红，酸溜溜道：小臣子，万宝楼的高级修炼室给你用真是浪费资源，修了半天也不见任何长进。杨晨瞥了黑猫一眼，就知道这厮故意找茬。我有没有长进？你怎么知道？杨晨冷哼一声，不屑道。黑猫嗅了嗅鼻子，傲然道：小样儿，就凭你这点炼气修为，也想瞒过本王这双灵鼻？杨晨看傻子一样看着黑猫，却也不做解释。这黑猫有些门道，连他都看不穿，足以证明大日龙息术的厉害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炼气小修，不过我这个炼气小修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杨晨嘿笑一声，
忽然身形一动，踹了出去。黑猫虽然有所防备，但不知怎地，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哎呦！他的肥屁股顿时遭中，惨叫着飞了出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宝林飞捂嘴轻笑，这一对主人和灵宠真是活宝。不过他还是上去委婉劝和道：“杨晨弟弟不必气馁，修炼不是一夕之功，持之以恒，方能成就大道。”杨晨心里暗暗吐槽，林飞姐姐受了剑猫误导，还真把他当成修炼小白了。不过他也明白宝林飞其实并无恶意。林飞姐姐说的是，我会继续努力。杨晨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口大白牙。1个时辰之后，三女先后从净室里出来。9窍黄极丹不愧是9品宝丹，功效简直逆天。之前身负伤势的三女虽然足够美丽，却有一丝风霜雨雪侵袭的憔悴，而现在伤势大好的三女就好像春日里绽放的仙帕，不仅美丽，还有一股说不出的神韵。杨晨看得愣住了，都被三女的丽色震撼到无以复加。黑猫这个家伙显然欣赏不到那种美，他两眼放光，就盯着三女前凸后翘的养眼地带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这时极乐神尼忽然对杨晨展颜一笑，说道：“小陈儿，这次若是没有你出手，我和妙音怕是难逃秃驴毒手，所以我二人打算好好感谢你一下。”杨晨眉头一皱，心里一阵不爽。这尼姑美则美矣，却是真不会说话。什么小陈儿？他很小吗？就在他打算拒绝的时候，妙音仙子那极富特色的夹子音响起：“林飞掌柜，不知万宝楼是否还有灵能轰天炮待售？”宝林飞一怔，下意识点了点头。那就好，本座和极乐安主各自求购一门，转赠给小陈儿。至于所需要的灵石，直接从账上划就行。啊！宝林飞圆睁着眼睛，脑子里嗡嗡的。2门灵能轰天炮，这是要搞批发吗？杨晨也傻眼了，这是当成菜市场买大白菜吗？要知道，1门灵能轰天炮接近200万灵石，2门就是接近400万。要说最激动的则是黑猫了，他眼珠子都要极度的爆炸了。为什么富婆看不上他，却是看上这个该死的老六？本猫大王不服啊！可惜黑猫怎么想屁用不顶。二女说什么都要送2门灵能轰天炮给杨晨。杨晨看向欢玉莹，无奈道：“师尊，灵能轰天炮太贵重了，徒儿。”欢玉莹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摇摇头道：“晨儿，极乐安主和妙音门主赠送的对象是你，师尊可不好越俎代庖啊。”杨晨一时语塞，满头黑线。多谢2位掌门赠宝。杨晨终是接受了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赠宝。去往万宝楼宝库接收灵能轰天炮之后，杨晨折返回来。这时三女正在讨论报复欢喜寺。晨儿大闹欢喜禅院，三大佛现在的警惕心应该很高，我等若是想要出击，必须做好先期情报工作。欢玉莹玉容清冷，声音更是寒肃，显然他并没有被仇恨蒙蔽心智。极乐神尼却是冷冽一笑，眼神说不出的怨恨。极乐安利派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遭受这么大的损失，本座绝不会放过这帮秃驴。此言一出，妙音仙子这样的才女也不免杀气腾腾。极乐安主说的是，这个仇必须要报。完了，公子鸡飞蛋打，做不成难，不要命了，这也敢乱传？几个狗腿用担架抬着重伤的海东青返回城主府，顿时引起府内上下的轰动。海东青是谁？碧波城的太子爷，走到哪里不是横着走，何曾这么惨过？这时一阵阴风吹过，就把遮掩海东青胯部的被子掀了。这下好了，那血肉模糊之处显露无遗。更大的轰动彻底引爆了城主府，海东青则令狗腿下了封口令，甚至还残暴地打杀了几个下人以儆效尤。但这个消息依旧传遍城主府，甚至开始向府外蔓延。城主书房，身为一城之主的海碧波正在头疼碧波城的麻烦事。对于碧波城这样的港口重镇，封城简直就是灾难，损失着实不小。这时一个师爷打扮的心腹匆匆走进书房，低声通报情况。什么？妻儿身受重伤，被人抬着回来。海碧波豁然站起身，2米多的身高如同山岳一般雄伟，一双虎目更是爆发出惊人的戾气。他只有一个儿子，若是海东青有个3长2短，那海家的绝后。骤闻海东青受伤，海碧波怒火中烧，推下一应事务，急匆匆去查看病情。当海碧波看到亲儿子鸡飞蛋打，没了命根子，他彻底破防了。是谁？谁敢这么放肆？连我海碧波的儿子也敢上？海东青看到老父亲来了，总算找到了主心骨，他哭得稀里哗啦，告状道：“父亲，是那整活3剑客伤的孩儿，那整活3剑客阴险狡诈，孩儿以后做不成男人了。父亲，求您为孩儿报仇啊！”海碧波还是第一次听到整活3剑客的名号，顿时有些蒙圈。整活3剑客，这是什么奇葩组合？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这样的仇家？海碧波双目喷火，勉强压下火气，沉声道：“谦儿，这个仇为父定然会报，你先冷静一下，说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出手。”海碧波老辣阴狠，不可能一怒就动手，至少要搞清楚哪路神仙，再派人下死手。海东青稍稍平静，哭哭啼啼道：“父亲这几日太过操劳，孩儿就想着去万宝楼买些灵餐给父亲煲汤，谁知遇到3个自称整活3剑客的斗篷人对万宝楼的掌柜林飞出言不逊，孩儿看不过眼，便吩咐左右教训几人一顿。何曾想到那3个斗篷人如此狠辣暴虐，竟然把孩儿……”海东青小嘴巴巴，谎话那是张口就来，
听得海碧波又是心疼又是气恼，好一个整活三剑客，竟敢欺负到我海碧波的头上！来人！海碧波老辣得很，很快就从海东青的言语里分析出整活三剑客的实力，充其量也就是几个筑基巅峰的小辈。随着海碧波一声令下，地面轻微震动，却见一个全身覆甲、身背重斧的壮汉轰隆隆走进来。壮汉金丹中期的修为，外加3米的身高，一身气势极为骇人。来人名叫海波霸，城主府大统领，也是海碧波手下头号打手。海波霸，你速速前往万宝楼，将那整活三剑客打断手脚带回来。海碧波的语气却是轻描淡写，浑然不把杨晨几个放下眼里。是，城主。海波霸瓮声瓮气应了一句，就要出去。这时天上忽然闪现3道盾光，3股元婴修士的浩荡气息骤然降临，城主府的防御战法自动开启。海碧波神色一变，指住海波霸，随即身形移动，飞身上半空。3位道友联袂而至，不知有何贵干。海碧波早已认出了三佛的气息，他眯眼打量着三佛，心中有些疑惑。只见三佛一身黑色长袍，裹得严严实实，连头上都戴着一个遮盖面目的斗笠。花花佛冷笑一声，用尖利的女子声音讽刺道：“这就是海城主的待客之道吗？倒是周到得很。”海碧波脸色微沉，心中略有不爽，但考虑到双方暂时互为盟友，海碧波故作爽朗热情，笑道：“3位道友光临，城主府自然是蓬荜生辉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”说着，他掐了一道法诀，阵法洞开一道门户。海碧波亲自引着三佛进入府内，接下来他又假作热情，要吩咐下人摆宴。这时，瑟瑟佛拦住海碧波，语气带着一丝急切，传音道：“海城主不必麻烦，我等今日来是有要事与你商量。”海碧波一愣，领着三佛到私密的书房谈话。到了书房，三佛揭开斗笠，露出骇人的惨状。他们一个个鼻青脸肿，几乎面目全非，甚至连骨头碴子都露出来了。与3人相比，自家那个倒霉儿子都算好的了。海碧波眼角狠狠抽搐几下，关切道：“不知3位道友遭遇了何事，竟然受到这样的重伤？”这一句话却是把三佛干沉默了。足足过了好半晌，空空佛才咬牙切齿道：“是那该下阿鼻地狱的孽畜整活三剑客所为。”“什么？又是整活三剑客？”海碧波拍案而起，惊呼出声，望向三佛的眼神一片难以置信。三佛面面相觑。这时花花佛疑惑道：“莫非海城主也遭遇过整活三剑客？”海碧波吹胡子瞪眼，恨声道：“不是我，而是我的孩儿海东青。今日早些时候，妻儿去万宝楼。”海碧波3言2语说明情况。不错，正是那3个孽畜。瑟瑟佛咬着牙齿，满脸怨毒，又道：“不知海城主是否可以带我等去见见海公子？”说完，三佛皆抬头看向海碧波，想要进一步与海东青详谈，从而确认情况。海碧波略有犹豫，毕竟家丑不可外扬，自家倒霉儿子没了命根子，实在是一桩笑柄。不过海碧波也想知道整活三剑客更多的情报，终究还是不得不显露家丑。很快，几人来到海东青的卧房。海东青认识三佛，知道对方是欢喜寺的大能人物，此刻见到三佛比自己还惨，他忍不住惊呼道：“3位大师，这是怎么了？”瑟瑟佛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我等与海公子同病相怜，都遭遇了整活三剑客的毒手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海东青彻底蒙圈了。大师，莫非是开玩笑？就凭整活三剑客，如何能伤到3位？海东青瞪大眼睛，说话都结结巴巴了。整活三剑客有这么牛逼，竟是连欢喜寺都踩到脚底下？还是说双方谈到的整活三剑客根本不是同一批人？海东青的态度让三佛极其难堪，与他们受到的损失相比，痛失命根子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三佛顾左右而言他，反而询问海东青的遭遇。海东青知无不言，很快就把事情交代清楚。听完之后，空空佛怒哼一声道：“海公子，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伤害你的人与袭击禅院的人就是所谓的整活三剑客，甚至我等已经确认了那3个孽畜的真实身份。”此言一出，海氏父子皆面露惊色，看向三佛的眼神满是探寻之意。如此说来，整活三剑客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不知3位道友可否告知整活三剑客的来历？海碧波眼珠一转，想要白嫖三佛的情报。三佛本来就想发动城主府的势力对付杨晨，自然不会隐瞒。花花佛接过话题，终于全盘托出道：“根据我等的调查，整活三剑客之中的头脸人物便是欢玉营的小弟子杨晨。此僚虽然只是练气小修，但阴狠毒辣，无法无天，没有什么是他干不出的。无论是袭击禅院，还是救出3大掌门，或者是袭伤海公子，都是这孽畜在幕后策划。”海东倾听完之后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此刻的他甚至有些庆幸，对方如此凶狠毒辣，而他竟然逃出一条命。海碧波也是神色凝重，不敢小看整活三剑客。这时花花佛轻咳一声，又道：“整活三剑客的2号人物，以我并不陌生，乃是黑龙王的小女儿。在那杨晨的蛊惑之下，小龙女已经死心塌地，为他卖命，鼓动乱民，纵火烧毁欢喜大殿，就是小龙女所为。”这话一出，海氏父子齐齐变色。那欢喜大殿供奉的是谁？大家都知道，这整活三剑客当真是无法无天。至于整活三剑客的3号人物，花花佛迟疑片刻，
却是略显古怪的看向海东青，是那只该死的黑猫。海东青瞬间反应过来，他目眦欲裂，悲愤地怒吼着。海东青又怎么会忘了黑猫？那才是摧毁他命根子的罪魁祸首。花花佛点点头，没错，就是那只黑猫。这只黑猫虽然阴狠毒辣之处远不及杨晨，却也十分的狡猾。不过这不是其中关键，关键是这只黑猫竟然掌握了极高明的阵法技艺，少说也有阵法大师的水准。正因为这只孽畜，杨晨才能三番两次躲避抓捕和封锁，坐船送阵逃出去。花花佛说完之后，气氛颇为凝重，毕竟他们也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古怪的敌人。这时海碧波忽然嗤笑一声道：“整活三剑客虽然有些手段，但他们的修为低下，根本上不得台面。三位道友只是一时不慎，方才中了奸计。”这话一出，气氛稍稍缓和，尤其是三大佛似乎无形中多了几分自信。本城主现在最担忧的倒不是那整活三剑客，而是他救走的三大掌门。这三个贱婢潜伏起来，才是我等的心腹大患。海碧波的语气陡然严肃，盯向三佛。瑟瑟佛却是毫不在意道：“海城主多虑了，那三个贱婢脖子上套着老祖赐下的禁灵锁，不过是几个毫无威胁的废人。”闻听此言，海氏父子暗暗松了一口气。若是如此，本城主也就放心了。海碧波浓眉舒展，沉声下令道：“海波霸，立刻出动城卫军，封锁城中所有要道，搜捕杨晨和黑猫，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”遵命。海波霸轰然跪地。且慢！瑟瑟佛从储物灵界里取出杨晨和黑猫的画像，海统领可以全程张贴画像，发动所有人共同缉拿这两个孽畜。海波霸岿然不动，看向海碧波。海碧波瞥了一眼画像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再加上10万灵石悬赏。遵命。海波霸这才接过画像，领命而去。作为海碧波的私军，城卫军还算精锐，可即便如此，动员这么多人马也花费半天时间。好在海波霸领兵经验丰富，倒也没出什么大岔子。统领，公子求见。这时一个心腹副将前来通报。哦，海波霸眉头蹙起，极为不悦道：“军政大事向来敏感，一旦与这位公子牵扯上，他就算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”不见。海波霸一口拒绝，似乎觉得太过生硬，又道：“就说本统领出去搜查贼子了。”是，统领。副将硬着头皮就要出去。这时营帐的门帘一掀，海东青闯了进来。他满身药味，走路略显蹒跚，像个滑稽的鸭子。显然海东青虽然用了极品疗伤灵药，却是还没好透。海统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公子都亲自上门了，你要让我吃闭门羹不成？海东青气势很足，上来就是一声喝问。别看海波霸在城主府地位颇高，修为精湛，但在海东青面前却也只是个家奴角色。青公子误会了，属下刚刚正准备出去迎接您。海波霸嘴角一扯，露出生硬的笑容，谎话也是张口就来。海东青歪着脑袋打量了海波霸几眼，发出几声不明意味的冷笑，随即他大喇喇坐到虎皮太师椅主位上，两腿顺势架到桌上。怎么，整活三剑客还没找到吗？海东青瞥了一眼城防军的余图，淡淡道。听到这话，海波霸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，对方连欢喜寺三大佛都敢招惹，哪那么容易抓捕？何况才过去半天时间，刚刚完成城卫军部署，这青公子分明是来找茬。回青公子，城防军已经完成初步部署，全体士卒高度戒备，争取。海波霸当然不可能如外表那么粗野，开始打官腔。废什么话，本公子就问你，有没有抓到杨晨或者那只贱猫？海东青拍案而起，两眼死死盯着海波霸，一副兴师问罪的姿态。海波霸硬着头皮道：“属下无能，还没抓到贼人。”无能？海东青怒斥海波霸，好似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。海波霸心里非常憋屈，却也只能忍着。这时海东青忽然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海统领，我现在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你好好把握。”闻听此言，海波霸总算明白对方的意图了。对方铺垫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逼迫他答应条件。不知青公子是要属下？海波霸明知道对方蓄意逼迫，却也只能入套。海东青坐回太师椅，冷声命令道：“很简单，帮本公子查封万宝楼。”这海波霸顿时迟疑起来。万宝楼可不是小店，一个不好，甚至会引火烧身。海东青的神色骤然变得怨毒，阴恻恻道：“本公子是在碧波城中出的事，而你到现在还抓不到元凶。海统领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没有半点过错吧？”闻言，海波霸顿时心里一沉，这青公子失了命根子，竟是把他记恨上了。海统领，你这次帮我，本公子会好好记在心上的。言外之意则是不帮他，海东青定会狠狠记下一笔。海波霸的脸色骤然难看起来，显然对方现在就是一条疯狗，逮谁咬谁。不帮青公子把这股邪火发泄到万宝楼，那他海波霸就要遭殃。万宝楼非法售卖劣质丹药，导致数十修士死伤，城防军依法查封万宝楼。海波霸咬咬牙，张嘴就给万宝楼扣上大帽子。好一个依法查封，不愧是海大统领，果然有手段。海东青大笑着说道，眼里跳动着病态的荧光。抓不到整活三剑客，那就先拿宝铃飞泻泻火。碧波城中心商业区万宝楼人流熙熙攘攘，极为热闹，与外界的凋敝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局势越动荡，人们对丹药、武器的需求越大，这也造就了商业区的畸形繁荣，更为万宝楼带了滚滚财源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队人马冲进了街道。陈卫军办事，赶快让道，不想死赶紧滚开！几个开道的陈卫军修士骑着高大剽悍的黑灵马，肆意冲撞驱赶着逛街的行人，行人顿时如临大敌，作鸟兽而散，拥挤的街道瞬间空荡荡。这时，竟有64个炼气后期的修士抬着一个大轿子进来，说是轿子，实则是个移动的奢华宫殿，里面隐隐绰绰有衣着暴露的婢女服侍海东青。海波霸背着巨斧，守卫在那轿子的右侧，轿子前后分别有10多个黑灵马骑士，看他们的气息，竟然少说也在筑基初期。这样的排场顿时引起巨大的轰动。陈卫军这是疯了吧？怎么硬闯商业区？是啊，一个个全副武装，看起来像是砸场子，连海波霸这个刽子手都出动了，怕是要有祸事了。不行就去万宝楼避避风头。料想这帮黑皮狗也不敢去万宝楼闹事，来往的行人不约而同都想去万宝楼避风头。可就在这时，人们惊骇欲绝地发现，这对如狼似虎的陈卫军人马竟然把万宝楼围得水泄不通。本统领收到确切情报，万宝楼制售假冒伪劣丹药，致使大量无辜修士伤亡。陈卫军依照第3号城主法令，依法查封万宝楼。海波霸一声令下，就有陈卫军修士凶神恶煞地冲入万宝楼，肆意查抄收缴万宝楼的财物。这个时候，几个万宝楼高层急匆匆向宝林飞汇报情况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，陈卫军要查抄咱们。宝林飞站在窗前，看向下面土匪一般的陈卫军，俏脸气得煞白如纸，娇躯止不住的颤抖。岂有此理！什么依法查封，分明就是一群强盗。这时，杨晨和黑猫走进来，正要说些什么，宝林飞却是命令高层退下，带人都走了。欢玉莹、极乐神尼、妙音仙子方才现身。林飞姐姐，是我给万宝楼惹麻烦了，海东青这厮10之8九是迁怒于你。杨晨一脸歉意地说道。宝林飞却是摇了摇伸手，叹气道：此事怨不得你，那恶少早就盯上了我，在此之前他就不止一次威逼利诱。黑猫小眼珠一转，觉得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，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道：林飞小姐姐不必担心，有我在，那海公公动不了你。海公公！宝林飞反应过来，颇有些哭笑不得。这时极乐神尼瞥了一眼楼下的奢华大轿，不屑道：小黑子说的不错，区区一个纨绔子弟而已，本座一根手指头就能摁死他。林飞掌柜莫急，我这就下去灭了这家伙。听到这话，气质文雅的妙音仙子竟然也凑起了热闹。她取出一把古琴，温婉笑道：极乐安主真是女中豪杰，妙音这就为你抚琴一曲助兴。极乐神尼妩媚一笑，取出一把软剑，就要下去杀个痛快。杨晨看到二女要动手，连忙劝道：二位掌门且慢。二女一怔，疑惑地看向杨晨：小陈儿，你这是闹哪样？再不动手，万宝楼就要被这帮强盗搬空了。正如极乐安主所言，那海东青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，哪里需要二位出手？杨晨先是捧了二女一句，又道：二位掌门若是出手，反倒打草惊蛇，惊动了他们身后的海碧波和三大佛。闻言，众女不由颔首认可。这时妙音仙子发出令黑猫心神一荡的夹子音，浅笑道：小陈儿，看你的样子，该是有什么妙计吧？众女目光汇聚到杨晨，期待起来。杨晨不敢卖关子，直接全盘托出道：不敢称什么妙计，我只是听说这海东青是海碧波那人间最宠爱的小崽子，若是我等拿住了这家伙，反手威胁海碧波，让他以三佛交换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是可以让海碧波与三大佛反目成仇？到那时，救出小龙女也将不在话下。三女闻言沉思起来，片刻后，欢玉莹蹙着秀眉，淡淡道：晨儿，虽说虎毒不饲子，但海碧波并非常人，若是他不同意你的条件，你又如何？杨晨嘿笑一声，阴冷道：海碧波与三大佛的合作，不过是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，他们之间必定是提防重重，所以只要我们的消息传过去，但凡海碧波有一丝一毫的犹豫，二者都会生出嫌隙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之间即便不会反目成仇，那也再无合作的可能。这话一出，在场众女无不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个计策听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关键不是策略本身，而是其中隐含的思路。旁人只会以为三大佛与海碧波强强联手，望之心生惬意，哪里还敢算计这4大元婴修士？而杨晨却是一眼洞彻对方的联盟看似强大，实则虚脱无比。四女都是叹服杨晨的计策，尤其那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，美目之中异彩纷呈，甚至对欢玉莹都升起嫉妒心了。如此优秀的弟子，为何不属于他们？黑猫看到杨晨在众女面前装了个大的，眼珠子嫉妒的快要冒火了。这个老六鬼点子是真的多。他眼珠一转，忍不住唱起了反调：小陈子，你确实有点东西，但还是不多。须知修士之间的争斗，靠的是堂堂正正的实力，天天玩弄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这话明显是点杨晨修为低下，可谓是当面打脸。众女微微有些变色，往后退了几步。没别的，他们怕杨晨破防之后嘎了毒蛇的黑猫溅他们一身血。奇怪的是，杨晨并没有生气，反而看傻子一样看着黑猫。上不上得了台面，不是靠嘴巴，对付海东青，我一人足矣。
说着，杨晨披上斗篷，潇洒下楼去了。杨晨弟弟，宝林飞心中一惊，就要阻止，欢玉莹却是拉住他，淡然道：“晨儿向来谨慎，不打无把握之仗，我们观战即可。极乐神尼也是悍手，有我们在，不会让他吃亏的。”这时，黑猫一脸不服气，也穿上斗篷下楼去了。万宝楼1楼大厅，海东轻轻摇折扇，迈着鸭子步走进来。公子，这是我们查抄的假冒伪劣灵宝灵药，请您过目。一个城卫军小头目小跑着凑上来，谄媚道。海东青眸光一扫，却是眼前一亮，这个，还有那株7星地黄参留下，其余的给兄弟们分了，大家拿回去好好品鉴一番假药，多积累经验，以后莫要让这些无良商家再毒害无辜百姓。四周的城卫军眼前一亮，纷纷跪地称谢，多谢公子栽培。海东青一脸得意，瞧向楼上，朗声道：“林飞，你若是现在出来给本公子跪下道个歉，这件事未尝不能网开一面。”话音一落，却有一个花盆砸落。海东青侧身一躲，旋即怒目仰视，道：“放肆！速速给小爷滚出来受死！”这时，一个斗篷人影从楼梯缓缓而下，他身材颀长，气质轩昂，不乏说不出的潇洒。与之相比，阴柔的海东青简直连提鞋都不配。是你，杨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敢出现在本公子面前！见到仇人，海东青瞬间红温了。杨晨听到对方一口道出他的名字，心中却是一动。果然，3大秃驴与海碧波又合作起来了。我说今天出门怎么有乌鸦叫唤呢？原来是要遇到海公公啊！失敬，失敬！杨晨唇角一弯，松松垮垮一抱拳，言语之间更是说不出的阴阳怪气。海公公！听到这话，不少人反应过来，差点没绷住。海东青却是被狠狠砸到了心房，一张脸长成了猪肝色。你这是找死！今日本公子不把你的拧下来当夜壶，本公子就跟你姓！海东青满脸怨毒之色，恨不得生吃了杨晨的心肝。杨晨耸耸肩，故作惊诧道：“啊，海公公，难道也需要夜壶？您这鸡飞蛋打的，怕是用不上夜壶了吧？”这话一出，何止是伤口撒盐，海东青差点气炸了肺，脑壳里生出淤血。就在这时，披着斗篷的黑猫一个整活的后空翻，惊艳亮相。是你这只贱猫！本公子今日要把你的毛一根根拔下来，把你的皮活剥下来！海东青怨毒地咒骂着。黑猫一脸无辜状，好奇地问道：“拔毛剥皮？你是要拿我的皮毛做衣服吗？”海东青愣了一下，随即咬牙切齿道：“没错，本公子就拿你的皮毛做衣服。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用猫的皮毛做衣服的，真是够变态的，难怪成了太监。”黑猫摸了摸下巴，毒舌道。紧接着，他忽然对着空气嗅了嗅鼻子，环视一圈，怎么有尿骚味？哪个缺德冒烟的这么没公德心，当众尿尿？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蒙圈了。尿骚味？谁他妈会当众尿尿？杨晨也是一愣，但他本能地觉得这贱猫应该是在玩一种很新的套路。果然，下一秒，黑猫忽然跳起来，指着海东青大吼大叫：“海公公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公德心？竟然当众尿尿！”你！海东青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矢口否认道：“一派胡言，本公子岂会当众撒尿？你没有撒尿，那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重的尿骚味？别狡辩，本王的鼻子可是很灵的。”黑猫嗅了嗅鼻子，肯定地说道。众人不禁也跟着嗅了嗅鼻子，真的有尿骚味从海东青身上传出来，不少人面露古怪之色，下意识低下了头。海东青一张脸憋得通红，身体微微颤抖。黑猫一拍脑袋，故作恍然大悟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公公都憋不住尿。”这话一出，连对面的城卫军都绷不住了，纷纷低下头，发出极其压抑的笑声。杨晨嘿嘿发笑，暗暗给黑猫点了个赞，这贱猫有点东西哦。嘘嘘。这时，黑猫忽然发出古怪的嘘嘘声，像是给小孩子把尿。不少人本能地生出尿意，那是男人刻印在灵魂深处的声音，但在场之人都不是小孩，自然可以憋住尿。但是别忘了，还有一个例外。海东青脚下忽然滴下几滴黄色的液体，随着黑猫不断的嘘嘘声，很快就如小雨一般淅淅沥沥而下。海东青竟然真的憋不住尿，当众尿了一泡。所有人，包括杨晨，都惊呆了。这黑猫的操作太骚了。黑猫见状，笑得满地打滚：“死变态！就你还拿本王的皮毛做衣服？赶紧回家叫你妈妈做尿不湿吧！”哈哈哈！啊！我要杀了你！海东青发出一声不似人的惨吼，他双目赤红，五官扭曲如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。此刻，社死的他彻底疯魔了。杀了他们！立刻动手，给本公子杀了他们！海波霸沉声道：“是公子，本统领向来不喜欢以大欺小，可惜你自有取死之道，三番两次得罪亲公子，你自裁吧，也省得本统领破戒。”海波霸高大的身躯投下一片阴影，极为傲慢地说道。在他眼里，练气气的杨晨如蝼蚁一般，对一个蝼蚁出手，简直就是侮辱。看来海统领对自己很自信啊。杨晨嬉笑一声，肆无忌惮地打量着，眼神之中并无半点惧色，这让海波霸极为不爽。蝼蚁一样的货色，也敢在本统领面前装腔作势，给本统领死来！海波霸双目一立，就要动手。杨晨身形一晃，冲到大厅外面，要想战，那就来外面吧，里面小小地盘可施展不开。
装模作样。海波霸嗤笑一声，右足猛地一跺，飞扑过来就是一拳，其他人也跟着冲出来。杨晨只觉一门巨炮轰隆爆发，可怕的威势席卷而来，好可怕的力量！他心中暗领，侧身一个滑步，想要躲开这一拳。海波霸狞笑一声，沙包大的拳头化为蒲扇般的巨掌，当头拍下。小子，死吧！这一掌携带的力量极为可怖，竟把周围的空气都打得阵阵涟漪，好似震碎了空间。可想而知，若是打到脑袋上，会是何曾惨状。杨晨瞬间反应过来，这一掌躲不了。他眸中暗生一缕金辉，身后大日虚影绽放无穷的光芒，浑身血液澎湃激荡。大日伏魔拳，杨晨全力轰出的一拳与对方的巨掌相接触，嗡的一声闷响震痛众人耳膜，无形的气浪使得周遭如飓风席卷。杨晨脸退后一步，面上泛起一丝不正常的红晕，这一击不容小觑，已然震荡了肺腑。海波霸退后半步，却是哑然失色，炼气期修士的力量竟然与他平分秋色，莫非这小子是天生神力？难怪敢这么嚣张，确实有点东西。不过到此为止了。海波霸并不十分在意，刚才随意一拳不过是试探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杀招。小子，你能让本统领使出劈天斧，你足以自傲了。记住，死在劈天斧下是你的荣幸。说着，海波霸取出一把长柄巨斧，那巨斧足有2米长，不知受过多少鲜血的浸润，原本黑色的金属竟呈现诡异的黑红。要战就战，少在本少面前唧唧歪歪。杨晨暴毙冷笑道：放肆！是本统领一斧。海波霸猛地运转功法，身躯骤然膨胀了一大圈，几乎2层楼那么高，如同一尊远古巨灵降临于世。他抡起劈天斧，轰然劈出一斧，轰隆隆，巨大的斧芒裹挟着煊赫滔天的威势，如巨灵开天辟地，竟将空间劈成2半。在场之人无不勃然变色，都被这一斧震撼到了。楼上观战的欢玉莹几女更是花容失色，就要下场救援。就在这时，杨晨动了，火势，龙渊剑的剑鸣铮然，一缕3尺剑芒激射而去，轰！剑芒与斧光碰撞，发出惊天般的震响。海波霸神色骤变，剑意竟然是剑意，难怪对方区区一个炼气小修能够承受得住他的劈天斧。海波霸心潮起伏，还想再攻，杨晨却是先发制人，又斩出一剑，延灭10道剑光喷薄而出，竟在半空化作10条火龙，隐隐有龙吟之声。海波霸想躲，可这一剑有剑势的加成，剑光化作的火龙如有灵智，早已锁定了他。是，那身宝器级别的盔甲好似破衣烂袄，瞬间洞穿，一缕缕剑光射透庞大的身躯。海波霸踉跄几步，喷吐着鲜血跪地，他挣扎着抬起头，眼神之中已是一片骇然。剑是，你竟然掌握了剑势！杨晨居高临下，淡然道：身法不错，竟然躲过了要害，看在你磕头的份上，饶你一命了。你！海波霸羞愤交加，想要硬骨头站起来，但膝盖处已然重伤，竟是支撑不住，再度轰然跪地。杨晨嘻嘻一笑，掏了掏耳朵，道：你想磕头当孝子，我可不认哦。海波霸气得浑身发抖，低头恨不得钻进地洞里。就在杨晨戏耍海波霸的时候，楼上观战的几女也议论开了。我的天啊，杨晨弟弟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，区区2剑几乎灭掉了金丹期的海波霸。宝林飞捂着鲜艳的红唇，发出阵阵惊叹。此刻他忽然想到自己还安慰杨晨修炼是水魔功夫，不必气馁。宝林飞的脸颊不禁泛起红晕，一股难言的羞耻感油然而出，黑猫的眼珠子也差点瞪出来了。这个老六简直太能藏了，连修为也藏着掖着，让人无法看穿。这个老六就是故意针对，好扮猪吃老虎，狠狠打脸他。反正打死他都不信小臣子是炼气修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晨儿竟然战胜了金丹6层的海波霸。这时欢玉莹清冷的玉容罕见的流露出震惊之色，就连嗓音都隐隐有些颤抖，不只是因为震惊，还有内心的喜悦。他一直引以为憾，晨儿虽然擅长出谋划策，但修炼天赋不行。可今天这一战足以证明晨儿的战斗天赋何止是好，简直是有天骄之姿。欢宗主，你与小晨儿瞒得我们好苦，亏得我与极乐安主私底下都在为小晨儿的天赋而遗憾。妙音仙子看起来是在嗔怪，实则拐着弯夸赞杨晨。极乐神尼也是半真半假的埋怨道：欢宗主，你这也太不地道，这也藏着掖着，难道是怕我们抢你的爱徒不成？闻言，欢玉莹摇摇头，苦笑道：实不相瞒，我这个师尊也不知道晨儿怎么会有这等惊人的实力。这话一出，在场几女都是一愣，她们本能的不相信，可看到欢玉莹脸上的苦笑，却又迟疑起来。难道小晨儿连欢玉莹这个师尊都隐瞒了？唯有黑猫笃定的说道：主人，我肯定信你，小臣子就是个老六，坏得很脸，你们以后可得多多提防着点。闻言，众女忍俊不禁。不过这猫儿虽然居心不良，有挑拨的嫌疑，但也不是毫无道理。这时极乐神尼看了一眼楼下的杨晨，目露欣赏之意，道：欢宗主，不知可否把小晨儿割爱给本座？我极乐安人才凋敝，实在缺乏他这样的优秀弟子。听到这话，欢玉莹豁然抬起身手，美眸射出冷光。极乐安主莫要开这种玩笑，晨儿是我的亲传弟子，将来要继承我的衣钵，岂有割爱的道理？极乐神尼心有不甘，
继续试探道：“欢宗主不要急着拒绝，我既然敢提出要求，自然是有交换条件。本座愿意以极乐安镇教神宫作为交换小辰儿的条件。镇教神宫，那就是极乐安的极乐往生宫，这可是宗门立足于世的根基之一，重要程度丝毫不比灵脉来得低。”众人看向极乐神尼，都有些震撼。极乐安主，我再重申一遍，辰儿不可交换。莫说是镇教神宫，哪怕用整个极乐安，也不可能交换。欢玉莹言辞拒绝，已是动了一丝真火。杨晨这样的优秀弟子，可以当做宗门未来的擎天支柱培养，他又怎么可能轻易交换出去？更何况，自从那件事之后，他早已把杨晨视作痉挛。极乐神尼心中一僵，却是从欢玉莹的态度里解读出异样的东西。这二人恐怕不是师徒关系那么简单吧？极乐神尼能想到，同为女人的妙音仙子和宝灵妃也是心有所感。当然，这种微妙的东西肯定不能宣之于口。黑猫体会不到这一层，但他对于杨晨的嫉妒更深了。上天何其不公，一个老六竟然引得两大仙女发生冲突。海公公，你家这个狗腿子不行啊！我才出了2件，他就跪了，不尽兴，实在是不尽兴。杨晨舞了个剑花，对海东青嘲讽起来。看对方破防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废物，废物，区区一个炼气废物，你都打不过，本公子留你何用？海东青气得脸色铁青，破口大骂。这个时候，他已经彻底社死，整个人完全破防。世家公子哥的仪态根本顾不上了，他就像是一条疯狗，只想咬杨晨一口。海公公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现在就像一条疯狗，有病就回去治，不要出来咬人？杨晨继续开大嘲讽，要让对方彻底失去理智。果然，海东青真的发疯了，他竟然下令给本公子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谁能杀了他，本公子立刻提拔他当大统领。这话一出，在场数10个城卫军瞬间两眼发红，他们看向杨晨，就像猎人看着猎物。这可是大公子的当众承诺，谁不想把握这一飞冲天的机会？杀！一个骑着黑灵马的城卫军带头冲锋，瞬间引发了所有人的疯狂。好几个筑基修士以及10几个炼气修士纷纷怒吼着冲杀而去，他们眼中满是嗜血的渴望，想拿我的脑袋当踏脚石，你们配吗？杨晨被这些人看待猎物一样的眼神激怒了，剑之领域开启，方圆半里之内，一片火海忽然燃起，灼热的高温烫得躁动的城卫军哭爹喊娘，少数筑基修士还能撑过去，他们继续向着杨晨冲杀而来，宰了他！杀！这时，杨晨展出酝酿许久的第3剑焰图，那一剑展出，剑域火海之中蹿起一道道火龙，龙吟阵阵，席卷剑域之中所有修士。几个呼吸之后，炼气修士全军覆没，尸骨无存。再几个呼吸，只剩下3个筑基修士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行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会被这些火龙耗死。拼吧，再拼一次！3名筑基修士死到临头，不顾一切地发动对杨晨的攻击。杨晨背着手站立着，身后龙渊剑蓄势呆发，似乎迫不及待展出第4剑。可惜这些修士还不够资格让杨晨多费一剑，他们腾空而起的时候，被几条火龙卷了回去。几声惨叫之后，这些修士尽皆葬身于剑域火海。杨晨没有浪费资源，这些死去的修士尸体被阴阳葫芦收进去，炼化成纯阳之气，而这些纯阳之气又反哺给杨晨，竟让他突破到了筑基2层。这么多修士的精气，只是让我突破到第2层，这大日荣阳体简直是要我当杀人狂魔呀！杨晨不禁暗暗吐槽几句，毕竟他刚刚可是吸了好几个筑基修士，10几名炼气修士。就在杨晨凝神体会自身修为变化的时候，海东青惶恐不安，身体颤抖个不停。魔鬼，这是吃人的魔鬼！亲眼看着这么多城卫军全军覆没，而且是在火海里活活烧死，海东青害怕极了。这一刻，他再也不敢面对杨晨，如丧家之犬的跑掉。不好！海东青想要跑路，宝灵妃惊呼，就要前去阻拦。这时，一个身影比他更快地窜了出去。灵妃小姐姐，这点活哪里还用得上你？我这就帮你抓回来。黑猫如同一道黑色闪电，几个起跃之间就已经追到了海东青身后。海公公，本王来了！黑猫咧嘴一笑，却是吓得海东青面无人色。贱猫，本公子杀了你！他取出一把灵符，甩了过去，砰砰，10几个火球砸向黑猫。黑猫一个前扑，避开袭击，但还是被火蛇卷到了。那一身黑毛顿时烤焦了。黑猫火冒3丈，气得咬牙切齿。没了这一身黑毛，他以后怎么对漂亮小姐姐卖萌求抱抱？海公公，你找死！黑猫怒极，猛然一个加速，喵喵拳对准海东青的下体。啊！海东青发出一声凄惨的嗷嚎，踉跄着栽倒在地，捂着下面打滚。要知道，他那地方还没好透呢，再承受黑猫一拳，可谓是伤上加伤。就连杨晨看到之后，都忍不住眼皮一跳，这贱猫从哪学来的怪招？怎么总喜欢对那里下手？黑猫倒是得意洋洋，觉得自己又立了大功。他还老气横秋地教训起杨晨：“小臣子，以后做事小心点，不能每次都让本王给你擦屁股。”杨晨撇撇嘴，懒得反驳这贱猫，真当他是傻子吗？这么容易放跑海东青？你们这群反贼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不仅伤了我，竟还敢公然杀害这么多城卫军，你们犯下了滔天大罪！海东青厉声斥责，但在杨晨眼里，分明就是色厉内荏。海公公，你的嘴倒是挺硬的，死到临头，
还敢威胁我？杨晨冷笑一声，一脚踏到他的狗头之上，稍稍用力，海东青就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啊！饶命啊！我父亲是海碧波，你不能杀我！海东青万分恐惧，赶紧抬出自家老父亲，他就怕杨晨一脚踩爆了他的脑袋。这时，海波霸急声道：“道友，且慢动手，有什么条件可以商量，何必把事情做绝？”此刻，海波霸心里恨不得海东青立刻脑袋开花，没这个混账东西，他哪会落到今日的田地？要知道，刚才死的人之中，不少都是他培养多年的心腹。然而，即使海波霸在恨海东青，他也必须要出面力保。杨晨目光一转，看向海波霸，不屑道：“你不过是海家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奴才玩意，跟我谈条件，你配吗？”你海波霸仿佛心头被狠狠插了一刀，发乌的嘴唇蠕动几下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数息之后，他猛然抬起头，咬着牙威胁道：“杨晨，公子是城主唯一的儿子，你若是动了他，那就是与城主府不死不休，不死不休，我好怕哦。”杨晨耸耸肩，一副害怕的样子，嘴上仍是嗤笑道：“想让这个废物玩意不死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去，通知海碧波那条老狗，要么拿还喜寺三大佛作为交换，要么就等着海家彻底绝后。”说完，杨晨就把海东青收入阴阳葫芦，背着手回到万宝楼。海波霸看着杨晨的背影，寒意渗到了骨子里。与此同时，城主府书房里，海碧波与三佛推杯换盏，气氛很是热络。三位道友不必心急，本城主手下大将已经部署完毕，所有要道路口都有城卫军把守，下一步就要全城排查，整活三剑客，插翅难逃。海碧波捋着胡须，颇为得意地说道。显然，他对自己的掌控力十分自信。闻言，三大佛也是精神一振，齐齐举杯敬酒，道：“这才半天时间，就已部署完毕。海城主手底下果然是有精兵强将，佩服佩服！”海碧波满上一杯，又是一饮而尽。顿时，他的脸色也泛起红晕，恣意大笑起来。那几个小东西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以为就在这时，声音戛然而止，在座四人皆看向窗外天空，只见一道盾光激射而来，径直穿过城主府的防御阵法，落到书房内。众人再定睛一看，却是海波霸。然而此刻的海波霸状态极惨，不仅盔甲破烂，浑身血迹斑斑，连精神都萎靡不振，没了修饰的锐气，整个人再无之前那个统兵大将的悍勇。城主，海波霸本想说些什么，却是牵动了伤口，喷出一口黑血，那黑血之中隐含剑气，竟是腐蚀了地上名贵的灵丝地毯。到底出了何事？海碧波扫了一眼地下的黑血，眉头紧锁，惊讶地问道。三佛也面面相觑，看向海波霸。海波霸缓了一口气，颤声道：“回城主。”很快，海波霸就把刚才发生的一切汇报清楚，包括之前海东青逼迫他对万宝楼下手，以及杨晨最后开出的条件。这话一出，海碧波的脸色瞬间就从红晕转而青紫，后又变得惨白。海东青是他唯一的子嗣，没了命根子，后续还有机会断肢重生，可要是被整活三剑客杀了，那就彻底绝后了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真当本城主是软柿子不成？海碧波豁然起身，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他恨不得现在就去万宝楼拧下整活三剑客的狗头，可对方手里有他的把柄，海碧波只能强行压下滔天的怒火，思量对策。难道只能答应对方的条件吗？可对方开出的条件却是如此苛刻。想到这里，海碧波心中一沉，不禁用余光扫了一眼三佛。此刻三佛还没有想到海碧波会起异样的心思，他们先是一阵猛圈。这整活三剑客简直是修炼界的一股泥石流，连碧波城城主唯一的儿子都敢绑架，还开出这么离谱的条件，难道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干的吗？猛圈之后，三佛互相对视，都看到彼此眼里的惊喜。整活三剑客这波彻底闹大了，但这对他们有利无害。他们绑架海东青，海碧波肯定会与对方结下大仇，这样一来，城主府就会成为最坚定的盟友。这样想着，三佛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他们甚至暗暗期待，整活三剑客宰了海东青那个废物，那海碧波就会与对方彻底不死不休。至于说杨晨开出的条件，三佛并没有太在意，这件事太离谱了，用脚趾头想，海碧波也不可能逼着他们交换人质，毕竟儿子没了可以再生，这么搞就是与欢喜寺不死不休了，孰重孰轻一目了然。然而三佛机关算尽，却是误算了一件事，海碧波修炼的碧水寒天功比较特殊，导致他很难再有子嗣，所以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骨血，海碧波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。三位道友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道友答应。这时海碧波忽然对三佛深施一礼，极为郑重地请求道。这个态度倒是让三佛一愣，乃至感到不安。他们赶紧起身回礼。瑟佛又正色道：海城主何必如此，我们现在是盟友，帮你救回海公子义不容辞。其余二佛也是大义凛然。海城主，我等现在就动手灭了整活三剑客，事不宜迟，以免那几个孽畜逃跑。三佛下意识以为海碧波是要请他们出手对付整活三剑客，并救回海东青。海碧波将三佛的反应尽收眼底，心里已经了然，对方明显不在意自己那个倒霉儿子的死活，而是一味的怂恿他立刻对整活三剑客下手，甚至于
这3个秃驴怕是巴不得自己儿子死在整活3剑客手里。3位道友的好意，本城主心领了。海碧波摇着头说道：“我这里有个更好的主意。”什么主意？花花佛翘着兰花指，好奇道。海碧波双手一插，放在胸前，冷声道：“为了我儿的安危，只能委屈一下3位道友了，请3位道友假装被我俘虏，用来交换我儿。”这话一出，花花佛凤眼斜往上一挑，嗓音陡然尖利：“海城主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等3尊元婴大修士，岂能假扮俘虏？”瑟瑟佛、空空佛也是脸色铁青，冷声拒绝：“海城主如此折辱我等，那还怎么合作？”海城主，你糊涂啊！儿子没了可以再生，可若是放任整活3剑客不管，碧波城将会永无宁日。海碧波静静看着3佛指责，脸色阴沉如水：“你们太看重自己，也太看轻我儿了。在我眼里，你们3个加起来都不及我儿一根手指头，用你们3个丧家之犬换我儿，很值。”你3佛指着海碧波，气得浑身发抖，骂他们是丧家之犬，这是要彻底撕破脸。疯了，疯了！一个失了命根子的废物，只当你如此做。空空佛取出禅杖宝器，双目喷火，就要动手。然而海碧波早就有了杀心，选择先下手为强。忽然书房之中水雾升腾，化作一片汪洋，而这片汪洋又瞬间冻结成冰，寒气清澈骨透，几乎风动血液。不好，是碧水寒天宫！3大佛勃然色变，就要逃离。碧水寒凝指，海碧波抬手一指，寒冰像是触手一般生长，瞬息间就裹住3佛的腿脚。3佛竟是被寒冰触手拉在了半空之中，上下不得，并且这寒冰还沿着腿脚不断的向上蔓延，就要将他们彻底封冻起来。空空佛猛地一挥禅杖，打向脚下的寒冰触手，其余2佛亦是各施手段，或是举剑劈下，或是喷出灵火。然而这些手段对于寒冰触手毫无破坏力，无论是剑劈还是斧砍，甚至连一个印子都没能留下，连那元婴修士的灵火竟也无法消融坚冰。3佛顿时脸色煞白，惊慌失措的求饶：“海城主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拯救贵公子一事可以再商量。”“是啊，我等互为盟友，反倒刀兵相向，传出去岂不是沦为笑柄？海城主这是要与欢喜寺开战吗？老祖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海碧波背着手悬浮在半空之中，疯狂之中带着冷漠：“呵呵，拿欢喜老祖威胁我？欢喜老祖若是知道你们连一个炼气小修都对付不了，恐怕会当场砍了你们的狗头。既然如此，本城主不如废物利用，拿你们换回我。”真相是一把快刀戳得3佛几乎吐血，在整活3剑客手里吃这么大瘪，是他们永远的痛。海碧波却是犀利的直接挑明了：“海老狗，本佛要你死！”花花佛忽然猛地一拍心脏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如同鼓声擂起，半张脸上的眼、鼻、耳流下血泪，如厉鬼一般怨毒；另外半张脸却又如圣佛一般慈眉善目，显露神性。如此诡异的一幕汇聚在一张脸之上，令人头皮发麻。哪怕是海碧波也不禁皱起眉头。佛魔无相，善恶一心。花花佛用不变雌雄的声音低语着，忽而默念咒语，抬手掐了个法诀，天上降下一道金光，瞬间蒸发了坚冰，而后下起诡异的黑雨。什么鬼东西，也敢在本城主面前装神弄鬼？海碧波身色巨变，抬手一指天空，天上的水汽凝结起来，骤然一层厚重的浮冰挡住了黑雨，随即又有一座巨大的冰山在3佛头顶上凝结起来，轰然下坠。空空佛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瑟瑟佛大吼着，逼他出力。空空佛面露惨然，在此之前3佛在灵能轰天炮的2次轰击之下，几乎丢了半条命。如此爆发压箱底的绝招，怕是要损伤根基。可是不爆发就是死！海老狗，本佛这次记下了。空空佛暴怒，忽然化作一个5米高的巨灵神，他猛地托起冰山，奋力丢向海碧波。轰隆！书房砸成一片废墟，但海碧波早就侧身躲过。别白费力气，今日你等逃不出本城主的手心。海碧波得意一笑，随即开启阵法。可就在这时，瑟瑟佛却是丢出10颗金丹舍利，爆！金丹舍利轰然爆炸，竟把阵法炸出一个巨大的窟窿。快走！3佛不顾身体伤势，燃烧体内精血，瞬息之间就已逃到阵法之外，并头也不回冲向欢喜禅院的老巢。海老狗，今日之仇，他日必有所报。空空佛不忘撂下一句狠话。海碧波却是看着3人遁光，眼底一片阴沉。万宝楼大厅，杨晨弟弟，你没有受伤吧？宝林飞匆匆下楼，带起一阵香风，美眸里满是关切。多谢林飞姐姐关心，就凭这些个臭鱼烂虾，连我的皮都破不了。杨晨自信一笑，丝毫不把程卫军放在眼里。宝林飞仔细打量了杨晨几眼，终于确认他无甚大碍，方才轻舒了一口气。看来姐姐之前还是小看你了呢。杨晨弟弟，你可真是个老六脸。宝林飞莞尔一笑，学着黑猫的语气打趣起来。杨晨尴尬的挠挠头，心里暗骂黑猫，这贱猫竟给他整这些烂活。我先去楼上看夏师尊他们。杨晨转移话题，向楼上走去。宝林飞看着杨晨的背影，痴痴笑了起来。很快杨晨就到了楼上贵宾室，3女纷纷看向他，那目光像是要里里外外看得透彻。杨晨头皮有些发麻，颇不自在。师尊，还有2位掌门，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3女不动声色，
依旧打量着，直到杨晨就要落荒而逃，欢玉莹这才轻咳嗽一声，故意板着脸斥道：“晨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连师尊都敢隐瞒！”欢玉莹为爱徒的实力感到高兴，但同时心里也有些莫名的失落，毕竟晨儿与他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师徒之情，却是在这件事上都要瞒他。杨晨听出师尊的不满，故作惊讶道：“师尊这是何意？晨儿对您一片赤诚，何曾有所隐瞒？还说没有隐瞒？你现在好大的本事，都能正面击败金丹修士了。”欢玉莹不买账，气恼的模样却是别有一番风韵。杨晨心神为之一荡，故作轻松的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件小事，师尊误会了，晨儿刚刚不过是借助阴阳葫芦的力量。”说着，杨晨取出阴阳葫芦，心念一动，宝葫芦爆发出一股骇人的气势，连带着杨晨的气息也骤然强大起来。三女一愣，随即都明白了，原来不是靠的自身修为，而是借助了外力。他们还以为杨晨的天赋极其炸裂，是他们多想了。极乐神尼看向杨晨的眼神，不免有些惋惜：“小晨儿，你现在还年轻，要注重自身修为的提升，太过沉湎于外宝，对你的未来有害无益。”极乐神尼想了想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，尽管出于好意，但语气里那股子说教的味道很是浓厚。这时妙音仙子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小晨儿，也许我说话不中听，但你我有缘，有些话不得不说。宝物和丹药都是修行路上的助力，但也很可能毁掉一个修士。须知，对于修士而言，最重要的是自身的天赋和修为。”杨晨听了二女的话，神色颇为尴尬。好家伙，自己随口一说，你们还真就当真了呗。但对方又是出于好意，杨晨更不好解释了。好在欢玉莹听不得别人这么说自己的爱徒，当即就出面力挺：“晨儿，二位掌门的话听听就行了，不要太当真。修炼界就是以实力为尊，没人会管这个实力来源于何方，不管是来源于自身，还是借助了宝物或者丹药，就算你能摇到人帮你，那也算实力。”这话一出，立马轮到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尴尬了。二女表情讪讪的，张嘴想要反驳，却又止住了。不过他们总算是明白，杨晨这个徒弟简直就是欢玉莹的逆鳞。杨晨看向师尊，眼圈微红，心里大为感动。果然，师尊才是永远支持他的那个人。当然，师尊也不是全盘否定二位掌门的话。修士立足天地之间，自身的天赋和修为确实是最重要的。此件事了，师尊定会花时间好好教导你，让你彻底强大起来。欢玉莹看向杨晨的眼神略有些愧疚，若不是自己疏于教导，自己这个弟子不会荒废到这个地步。炼气境界确实拿不出手。不多时，众人又把话题引到别处，气氛缓和多了。海波爸应该回到城主府了，恐怕这个时候那三个秃驴与海碧波已经开始狗咬狗了。极乐神尼眸中闪过一丝快意，冷笑着说道：“不错，海碧波修炼的碧水寒天功固然强大，却是难以孕育子嗣。为了海东青这个儿子，他肯定会逼迫三大秃驴。双方这场大战避免不了。”欢玉莹点点头，附和道。这时妙音仙子忽然看向杨晨，笑问道：“小晨儿，这两方都是你挑动起来的，你觉得双方会战到什么地步？”杨晨摸了摸下巴，寻思片刻，道：“一个是魔门，一个是人间，这两方不斗则已，斗起来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至于说战局如何，应该是三佛吃大亏，反正不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局面。”极乐神尼眉头微蹙，疑惑道：“小晨儿，你未免太高看海碧波了吧？再怎么说，三佛也是三大强者，以3对1，岂会落败？”杨晨笑着摇摇头，解释道：“极乐安主还是太小看灵能轰天炮的威力了。3个重伤的老虎，绝对斗不过一个养精蓄锐的猛虎。更何况这头猛虎还是占据主场优势。”听到这个解释，三女皆是变了脸色。若是按照杨晨的判断，现在似乎是一个绝佳的下场时机。一则三佛与海碧波的联盟彻底破裂，二则三佛伤上加伤，失去战斗力。杨晨看向三女，顿时知道三女已经反应过来，他因势利导，随即就抛出行动计划，道：“师尊，二位掌门，我们忍了这么久，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到了。趁这个机会，你们可以去痛打落水狗，救出小龙女了，最好一举拔掉欢喜禅院。”三女亦是连连点头，目光之中闪动着兴奋和杀戮。要说对于欢喜寺的仇恨，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们。晨儿，我们去攻打欢喜禅院，那你呢？欢玉莹对杨晨很关心，立刻询问道。杨晨挠了挠头道：“我的计划是很简单，海碧波这条老狗肯定会来万宝楼找茬的，只要他敢来，城主府必然空虚，届时我就能用灵能轰天炮。”说到这里，杨晨语气一顿，嘿嘿冷笑起来，其中意味尽在不言中。三女互相对视一眼，也跟着开怀笑起来。这个小家伙真是太坏了，难怪黑猫总是一口一个老六。晨儿，灵能轰天炮消耗甚大，你现在还有临时开炮吗？欢玉莹忽然关切地问道。杨晨一愣，随即心念微动，探查自己的家底。他从笑佛身上榨了几10万灵石，如今竟然只剩下1万灵石，真是花钱如流水。师尊料事如神，晨儿的确需要支援。在自家师尊面前，他当然不会打肿脸充胖子，直接两手一摊索要灵石。欢玉莹不仅没有不高兴，
反而豪气的取了20万灵石，还特意叮嘱道：“不必省着花，没了再与为施药。”杨晨略一拱手，笑嘻嘻收进阴阳葫芦。这时，其余二女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小晨儿，我可没有你师尊这么豪气，这10万灵石聊表谢意。极乐神尼取出10万灵石赠于杨晨，而妙音仙子显然是与他商量好了，也取出10万灵石。杨晨这个老六可没有不好意思，照单全收。多谢二位掌门。三女报仇心切，眨眼间就踪迹全无。杨晨摇摇头，暗道这波欢喜禅院必然要遭重了。这时他下楼叫上黑猫：“小黑子，我现在要去城主府搞事情，你怎么说？”黑猫眼珠一转，犹豫道：“海碧波可不是好惹的，你确定就这么打过去？”说着，他东张西望，寻找三女的踪迹。杨晨嗤笑一声道：“不敢去就算了，我一人足矣。”黑猫权衡利弊，下不定决心。毕竟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他是真的怕被杨晨这个老六坑死。这时，宝林飞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杨晨弟弟，你若是想去城主府报仇，算我一个吧。”杨晨回头，却见宝林飞换了一身黑衣劲装，紫纱蒙面，显然他已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杨晨犹豫起来：“林飞小姐姐，你可不能跟着这老六胡闹，这老六一定会把你带进阴沟里的。”黑猫顿时急眼了，想要阻拦宝林飞。宝林飞声音清冷如寒霜：“小黑子，我心意已决，你不必再劝。”黑猫的猫须颤了颤，一脸无奈。杨晨思量片刻，想到海碧波肯定会来万宝楼搞事，找不到自己，10之8九会迁怒于宝林飞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让宝林飞跟着自己。林飞姐姐果然是性情中人，我又怎么能辜负姐姐一片好意？杨晨果断同意了宝林飞的请求。多谢杨晨弟弟。宝林飞浅笑，深施一礼。这下黑猫慌神了，若是3位仙女和林飞小姐姐都走了，他岂不是成了一只守家的小宠物猫？以后在他们面前，那还抬得起头吗？不行，这次行动本王也必须去。黑猫登时改了主意。宝林飞一愣，投去好奇的目光。杨晨却是讽刺道：“妈，你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你上次就搞丢了小龙女，还好意思说？”黑猫一脸鄙夷，又舔着脸看向宝林飞道：“林飞小姐姐，我告诉你，这家伙就是个老六，贼会卖队友。不过有我保护你，包你没事。”说着，他走到宝林飞脚下，昂着毛茸茸的脑袋，一副求抱抱的样子。宝林飞犹豫了一下，却又想到这只黑猫的神异之处，还是柳腰一弯，将它抱起。这下黑猫舒服了，贼嘻嘻笑着，极为挑衅地看向杨晨。杨晨脸色黑沉，额头冒出3条黑线。贱猫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这笔账他记下了。城主府朱雀大街，海碧波就此心切，点了府上10几个精锐，就要杀向万宝楼，恭送城主。海波霸单膝跪地，恭敬道。海碧波骑着黑灵马，沉声道：“本城主不在的这段时间内，你守好大门，有防御阵法在，那几个秃驴本就身受重伤，一时半会也攻不下。”是，城主。海波霸领命道。海碧波点点头，略一寻思，除了3大佛，也没人敢来府上搞事。这么想着，他骑着黑灵马就往万宝楼方向赶，身后10余骑士气势汹汹，紧随其后，带起一阵烟尘。说来也巧，杨晨一行正好从平行的另一条玄武大道走来，于是海碧波与杨晨完美的错过了彼此。杨晨并不知道海碧波已经出发前往万宝楼，还仔细侦查了一番，见城主府大门紧闭，毫无动静，他顿时纳闷起来：海老狗这么沉得住气，那就不好对付了。就在杨晨举棋不定的时候，一个矮小的身影悄然掠来，这人是万宝楼的一个筑基长老，精通前行。掌柜的，杨道友，我已查明，海碧波刚刚带了10几个精锐去往万宝楼了。筑基长老压抑着兴奋，低声道：“好。”杨晨嘿笑一声，露出一口大白牙。海碧波不在，城主府就是他的了。要知道，海家盘踞碧波城已有上百年，宝库之中不知藏着多少好宝贝呢。本王去叫门。黑猫一听海碧波不在，比杨晨还来劲，他当时从宝林飞的怀里蹦下来，身躯直立，斗篷披起，一副潇洒不羁的模样，大步上前叫阵。杨晨不禁撇撇嘴：一只贱猫，装什么高手？宝林飞捂嘴轻笑，他最喜欢看这一对主人和灵宠玩心机了。黑猫正打算去敲门，忽又觉得自己不够拉风，他眼珠一转，正好看到城主府门口那对石狮子。有了！黑猫眼前一亮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举起一个石狮子。小小的身子与庞大沉重的石狮子对比，颇有些滑稽和诡异。海老狗，你猫大王来砸场子了！黑猫脸憋得通红，鼓荡凌厉大喝一声，他骤然发力，石狮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砸向城主府的朱漆大门。轰！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响，石狮子狠狠砸在大门上，顿时出现一道大坑。随即，黑猫又举起另一只石狮子，往天上斜斜一抛，再一声炸响，城主府3个烫金大字的匾额顿时砸得稀巴烂。何方宵小，竟敢在城主府门前闹事！大门轰然打开，海波霸带着一队城卫军冲了出来。你猫大王来搞事，还不跪下！黑猫背着手，十分的嚣张。是你们！海波霸看到杨晨和黑猫，脸色瞬间变了，再看到地上一片狼藉的城主府匾额，一张脸更是黑如锅底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城主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海波霸气得浑身发抖。当然，
一半是吓成这样的。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敌人。这个时候，对方不是应该在万宝楼吗？怎么全都来城主府了？海波霸胡思乱想，转瞬就退入城主府内。防御阵法开启，整个城主府被一个幽蓝色的穹顶笼罩。杨晨眼眸微微眯起，观察着这座阵法。片刻后，他抱着双臂，戏谑地说道：“海统领，你不会以为就凭一座阵法就能挡住我吧？少在本统领面前胡吹大气！”海波霸手持巨斧，瓮声瓮气地斥道：“这是城主早就布置好的镇府大阵，就凭你这点修为，也妄想攻破？”说完，他又呸地吐出一口浓痰，气势汹汹地威胁起来：“识相的赶紧磕头求饶，否则城主回来必让你万劫不复！”这话一出，城卫军的士气陡然高涨。有了战法作为屏障，再由海碧波回来援手，守住城主府绰绰有余。一个垃圾6级防御阵法而已，看把你们能的！黑猫蹦到杨晨肩头，极其不屑地反驳着，又大喇喇道：“小臣子，你在后面掩护我一下，本王分分钟就能找出阵法破绽。”闻言，海波霸却是心中一惊。根据三大佛提供的情报，整活3剑客之中有一只精通阵法的黑猫。孽畜，你敢破坏城主府阵法，本统领活劈了你！海波霸一挥巨斧，一副决一死战的模样，心底却有些慌乱。死鸭子嘴硬，待会破解阵法，看本王削不削你就完事了。黑猫冷哼一声，就要跳下去接近城主府破解阵法。别急，杨晨拍拍黑猫的脑袋，阻止他下去。黑猫眼珠子一转，一脸惊疑，这老六几个意思？莫非是怕自己抢了他的风头？宝林飞也是蹙起眉头，疑惑不解。这时，杨晨微抬起下巴，勾勒出完美无缺的下颚线。他眯眼蔑视着，冷漠地下达最后通牒：“海波霸，最后再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只要你打开大门，献出宝库，可以饶你不死。”说完，杨晨背起双手，闭目养神起来，静等海波霸投降。海波霸惊疑不定，心里涌起一股无法压抑的怒意。对方这样猖狂的姿态，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真以为城主府的防御阵法是纸糊的不成？就算这黑猫是阵法大师，也需要时间破解。他只要坚持一段时间，必定可以等到城主的回援。这么想着，海波霸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，态度也变得坚定起来。小子，你不是号称整大活吗？本统领今天就在这里看着，你倒是整出个大活呀！海波霸厉声大喝，狂放的声音传震数里，引得远处观战的碧波城大小势力啧舌不已。不愧是凶名在外的海统领，在整活3剑客面前气势依旧。可惜海波霸帅不过3秒，下一刻他得意嚣张之色如同冰雕一般凝固在脸上，眼前的一幕却是让他浑身颤抖，牙齿打颤。整大活，你不讲武德？不带这样的。杨晨并不在意海波霸的反应，毕竟谁会在乎一个死人的意见呢？城主府大门口，3门黑粗长定的灵能轰天炮正对着，黑洞洞的炮口无比深邃，一道道灵纹闪烁着蓝色灵光，似乎下一瞬，这些炮口里就会喷吐出毁灭一切的能量。灵能轰天炮，而且是3门灵能轰天炮。碧波城里前来观战的各大势力无不头皮发麻，甚至身体都止不住颤抖。不是他们胆小，而是灵能轰天炮的出场太惊世骇俗了。这玩意儿明明是用来对付妖兽的，整活3剑客竟然拿来对付城主府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恐惧之后，所有人忽然兴奋起来，他们期待着那一声炮响。此时黑猫的反应也很大，我勒个去，小臣子你这也太暴躁了，不过我好喜欢脸。他吐槽着杨晨蹦到灵能轰天炮上，一脸的痴迷。灵能轰天炮代表着修真界炼器技艺的极高水平，如同一尊完美的艺术品。再说了，哪有男人不喜欢开炮呢？黑猫眼巴巴看着杨晨，也很想开炮。小臣子，给个机会让我开一炮吧。杨晨点点头，又传音给宝林飞，他已经暂时把2门灵能轰天炮的操控权让出。宝林飞俏脸飘起红晕，兴奋的眼睛发亮，显然他也想试试开炮的滋味。不多时，灵能轰天炮调试完毕，蓄势待发。不，别开炮，我这就开门。最后关头，海波霸怂了，挨炮的滋味想想都要头皮发麻，他实在不想尝试。可惜这个时候又黑又粗的灵能轰天炮已经架起来了，若是不开炮，那还是男人吗？海统领，这就是我给你整的大活，你应该满意了。听我号令，炮来！一声炮来，轰天震地的炮响声震耳欲聋。第一轮炮轰，城主府的防御战法真如纸糊的一般，豁然出现3个磨盘大小的窟窿。海波霸还想跑路，却被杨晨操纵的巨炮轰中。刚才还叫嚣着的海波霸顿时化作一团血雾，连惨叫都没有发出。黑猫和宝林飞没有杨晨的准透，但灵能轰天炮根本不在乎精准，灵力余波震荡，足以将低阶修士的5脏6腑震碎。霎时间，城主府里的城卫军死伤惨重。哦，过瘾过瘾！黑猫兴奋地怪叫着，大呼过瘾。宝林飞也捏紧拳头，美目异彩连连。听我号令，炮来！杨晨再度发出开炮的信号。第2轮炮弹打出，防御阵法猛地剧颤，灵力护罩表面波光粼粼，随即玻璃碎裂的清脆声音响起。城主府的防御阵法竟是被灵能轰天炮打碎了，灵能炮弹再无任何阻挡，倾泻到城主府里。高高在上的塔楼瞬间崩塌，
华丽的亭台楼阁毁于一旦。炮来，炮来，炮来！杨晨也有些打红眼了，一点不在乎灵石的消耗，竟又连打10轮炮。就这一会功夫，打光了30万灵石。好在战果也是可喜的，没有阵法防护的城主府就如同巨人脚下的蚁穴，随意一脚就是天塌般的惨状。杨晨看着断壁残垣的城主府，陡然反应过来，再这么打下去，那就是缺心眼了。毕竟他的灵石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杨晨心念一动，赶紧锁住灵能轰天炮。怎么回事？我还没爽够呢。黑猫打得正爽，忽然哑火了，当即满脸不爽。宝林飞倒是很快醒悟，城主府已经彻底攻破，再打下去太浪费灵石了。杨晨一脸肉痛，刚才冲动了，应该早点停下的。黑猫可不在乎灵石，反正又不是他的。他咂巴着嘴，回味着刚才打炮的舒爽，满脸意犹未尽。别忘了我们还有最后一步没完成呢。杨晨恢复冷静，提醒道。黑猫顿时眼前一亮，对了，还有海老狗的宝库。他舔了舔嘴唇，就要往里闯。杨晨却是岿然不动。咦，夺宝不积极，脑袋有问题。小臣子，你拖什么后腿？黑猫回头看向杨晨，嘲讽道。杨晨看傻子一样看着黑猫，我看你脑子才是有问题。你知道宝库在哪吗？黑猫满头黑线，尬住了。杨晨摇摇头，懒得搭理这见钱眼开的贱猫。他心念一动，海东青就从阴阳葫芦里滚出来，整大火。我父亲是碧波城之主。你一看到杨晨，这厮还想抬出海碧波威胁。杨晨抬手就是一个大逼斗，海东青鼻下挂出2道鼻血，瞬间清醒了。脑子清醒了？没清醒抬头好好看看。杨晨嗤笑着说道。海东青下意识抬头，却是见到了此生最震撼的一幕。城主府。海东青脸色煞白，眼神呆滞了，就好像被一道神雷劈中了。如果不是对城主府非常熟悉，加上4周的参照物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那个煊赫威风的碧波城权力中心。海公公，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死，要么说出城主府宝库的位置。现在给你10个呼吸选择的时间。对了，别说不知道，不知道也是死，说明你没有利用价值。杨晨一脸戏谑，语气非常随意。海东青就是他盘子里的肉，想吃就吃。海东青面露挣扎之色，拳头不由得攥紧。从堂堂海大公子沦为任由拿捏的阶下囚，他是何等不甘心，但他必须活下来。没错，只有活下去才有报仇的机会。海东青很快就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，咬着牙说出宝库的位置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海公子如此配合，当为人杰。杨晨的赞赏非常刺耳，听得海东青想死的心都有了。现在他只能在心里祈祷海碧波赶紧回来。杨晨不知道海东青的小心思，不过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有丝毫在意。他把压着海东青带着黑猫和宝林飞朝后花园掠去，至于宝林飞带来的人手则在附近把守。一旦海碧波出现，就会有人跟宝林飞通报情况。不多时，三者来到城主府后花园。此时的后花园没有花花草草，都是残垣断壁的废墟。至于所谓的宝库，连影子都没有。这就是你说的宝库位置？杨晨眼睛眯起，一脸的不善。此刻杨晨的心里已经生出杀机，他可没时间跟海东青掰扯，只要对方搞事情，那就下死手。海东青见状，心头一跳，本来还有点小心思的他立马怂了。他默念法诀，随即咬破指头，顿时一点嫣红的血滴漂浮在半空，闪烁着暗红的光芒。一道金色的圆形门户忽然洞开。杨晨扭头看向黑猫，这里有危险吗？黑猫摸着圆滚滚的下巴，观察了片刻，摇摇头道，很简易的传送阵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杨晨点点头，他的直觉之中这宝库也没什么危险。于是杨晨将海东青收回阴阳葫芦，带头走进宝库。黑猫和宝林飞紧随其后，穿过金色门户，三者直接进入一片雾蒙蒙的空间。这是灵气浓厚到一定的程度，竟已到了液化的程度。杨晨和宝林飞颇为陶醉的深吸一口气，如果常年在这片空间里修炼，修为增长该会何等之快。宝物呢？本王的宝物在哪？黑猫第一个沉不住气，大呼小叫起来。杨晨观察着四周，也很疑惑，难不成海东青这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还敢玩弄心机？就在这时，宝林飞忽然指着侧方向，惊声道：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杨晨和黑猫齐齐抬头，却见一点橘黄色的灵光漂浮过来。这是……杨晨眯起眼睛观察着，他的视力远比常人强大，很快就察觉到灵光里包裹着一件宝物，至少是中品宝器级别的宝物。杨晨心中掀起波澜，夺宝不积极，脑袋有问题。杨晨飞身而起，朝着橘黄灵光的方向暴掠而去。那是本王的宝贝。黑猫平时懒懒散散，这时候终于展现出猫的反应速度，它只比杨晨慢了半拍，却是后发先至。黑猫四爪狂奔，高高跃起，就要触摸到宝物。可就在这时，杨晨咧嘴一笑，猛地拽住它的尾巴。他抡了几圈，黑猫嗖一下飞了出去。杨晨解决了黑猫，这才伸手取出宝物。那是一件金灿灿的全身宝甲，每一片鳞甲都像是金龙的鳞片，给人一种真龙降临的感觉。不朽龙鳞甲中品宝器，乃是由金龙鳞为主材所制，有自动修复的功能，可抵御元婴修士致命一击。好宝贝！杨晨抚摸着不朽龙鳞甲，赞叹一声。如今他正好缺一件防御法宝，竟是心想事成了啊！小臣子，
你不讲道理武德，搞偷袭，立刻把我的宝贝还回来！黑猫悲愤的大吼，冲上来要跟杨晨拼命。杨晨滴血认主，快速穿戴好不朽龙鳞甲，一个金盔金甲，英武逼人的修士顿时出现了，来的正好是噬宝甲的防护力。杨晨没有动用其余手段，直接撞了上去。哎呦！黑猫痛叫一声，打着转飞了出去。杨晨却是毫发无损，连头发丝都没掉一根。黑猫摸着脑袋，痛得龇牙咧嘴，眼红不已。这件宝甲明明是我发现的，把宝贝还我！杨晨撇撇嘴，少啰嗦，大家各凭本事。黑猫不甘心，正要说些什么，杨晨却是极其敏锐地发现了新的宝贝。他飞身掠去，速度比刚才还要快。黑猫还就跟杨晨杠上了，咬牙跟了上去。嗖，一团青色灵光晃晃悠悠从天上飘来，杨晨一抬手，轻松抓获，青色灵光瞬间崩散，显露真容，竟是一本地阶上品的身法秘籍——游龙绝影步。游龙绝影步身化游龙，分影无穷，天地逍遥，去来自由。游龙绝影步共分5层，第1层，修士可分身为3道影子，瞬间跨越1里之地；第2层，分身为10道影子；第3层，炼至最高，分影1000道，一步跨越万里之遥。杨晨略一翻阅，心里便是大为惊喜，这身法竟然有这样的威能，算是捡到宝了。他忍不住心神沉浸进去。恰在此时，大日龙阳体与游龙绝影步有了一丝奇妙的共鸣，杨晨好似化为一条金色的飞龙，遨游天地之间。片刻后，杨晨陡然醒转，心中狂喜，他竟然领悟了游龙绝影步第1层，难道刚刚就是传说中的顿悟？这时，黑猫急速掠来，就要抢夺秘籍。杨晨可不惯着这家伙，侧身躲过的同时，抬脚就是一个大逼斗。小黑子，我的东西你也敢抢，有点过分了。再说了，这宝库之中又不是就这1-2件宝贝，何必呢？杨晨蹙起眉头，已是动了一丝肝火。如果不是还有海碧波的威胁，他说不得就停下来狠狠教训黑猫了。黑猫肿胀着2只熊猫眼，不服气道：“本王还就不信了，今天非要跟你比一比。”这时，宝林飞忽然又指着前方：“快看，又有宝贝出现了！”杨晨和黑猫一听这话，同时飙射出去。小臣子，刚才本王还没发力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现在本王要使出全力了！黑猫大吼着，身形陡然加速，好似一团黑色旋风席卷而去。杨晨看着黑猫的背影，心中有些讶然，这贱猫竟然还藏着一手，难怪他刚才敢夸下海口。后面的宝林飞看到这一幕，也瞪大美眸，这只猫还真的有点东西。可就在黑猫得意地伸出猫爪，要抓住这一团金光的时候，眼前忽然冒出来3道杨晨的身影，随即幻影消失，杨晨牢牢地掌握住了金光。黑猫傻眼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杨晨，发出悲愤的叫声：“不可能，你个老六怎么可能这么快？”宝林飞也捂着红唇，难掩眼中的惊色。他刚才看得最清楚，杨晨弟弟竟然分身3道一模一样的身影，好似瞬移一般出现在宝物旁边。这是什么身法？杨晨嘿笑一声，瞧了一眼手里的宝贝，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，竟然是一枚7品破金丹。有这枚7品破金丹，修士突破金丹境界的几率少说也要增长到9成。黑猫看到杨晨手里的宝贝，眼珠子瞬间红了，再度爆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：“七品破金丹，上天何其不公，凭什么好宝贝都让你得到了？”杨晨掂了掂手里的7品破金丹，淡淡道：“没那金刚钻，就别揽瓷器活。你没本事夺宝，还要怪我了？你！”黑猫气得毛发炸开，浑身发抖，就要上去跟杨晨拼命了。这时，宝林飞赶紧挡住黑猫，摸摸猫头安抚道：“宝库里这么多宝贝，何必争一时意气呢？小黑子，不如随我一起去寻宝。”听到宝林飞这么说，黑猫咬咬牙，顺着台阶下去了。不过他还是气鼓鼓盯着杨晨，一脸不忿。杨晨不以为意，抛了抛手里破金丹，笑嘻嘻道：“你要是不服，可以再比比吗？我刚才得了一门地阶上品身法，正好拿你试试成色。”黑猫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心里面嫉妒之火熊熊燃烧。难怪这老六的身法突飞猛进，原来是得了一门珍稀的地阶上品身法。宝林飞见这一对主人和灵宠还在掐，顿时哭笑不得。算了，你们继续吵吧，我去寻宝了。宝林飞摇摇头，无奈地走开。黑猫啐了一口，赶紧跟上。杨晨面带微笑，淡定地看着黑猫走开。不得不说，看这只贱猫破防还真的挺爽。在宝林飞的调停下，接下来总算相安无事了。双方各找各的宝贝，效率提升了不少。黑猫不时发出夸张的大呼小叫，炫耀着自己的宝贝，似乎生怕杨晨听不到。杨晨有了3件宝贝打底，闲庭信步，根本就不慌。他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夺宝的速度也很快，没有一盏茶的时间，又有2件宝贝入账。小半个时辰之后，宝库空间里的宝贝被杨晨几个搜刮一空。3方会合之后，黑猫上来就是炫耀：“小臣子，本王考你，这件宝贝叫什么名字？”黑猫取出一个古怪的黑色匣子，高昂着脑袋问道：“咦，这件宝贝是？”宝林飞身为万宝楼的掌柜，也算见多识广了，他竟是认不出来。杨晨眼睛微微眯起，神色变得凝重。这玩意儿他听师尊提起过，神慈灵爆弹。这下轮到黑猫惊讶了，你竟然还知道神慈灵爆弹？旋即他又骄傲起来，怎么样，
本王牛掰不？杨晨倒是没反驳黑猫，甚至还颇为正色的点点头。当然不是对黑猫，而是认可神慈灵爆弹的威力。这神慈灵爆弹到底是什么宝贝？宝林飞好奇地问道。黑猫晃着脑袋，得意地卖弄起学识。天地元初，灵力无拘无束，狂暴无比，形成恐怖的灵气风暴，动辄毁灭一域，涂炭生灵。后来不知何故，也许相生相克，天地又生出神慈场域，归纳暴动的灵力，而神慈灵爆弹就是破坏神慈场域，从而造成小范围灵气风暴。闻言，宝林飞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灵气风暴的可怕，修炼界谁人不知？就算是元婴修士遭遇灵气风暴，也是十死无生。这小小的神慈灵爆弹竟然如此可怕。黑猫对宝林飞表现出的震撼非常满意，他又看向杨晨，一脸挑衅意味，就差明说小样，怕了吧？杨晨摇摇头，没搭理这贱猫。黑猫自以为把杨晨吓住了，又得意洋洋地取出一个造型拉风的拳套，上屏宝器幽灵拳套。黑猫把拳套戴在爪子上，身形竟然随着拳套消失了。这是隐身？宝林飞瞪大美眸，惊呼道。杨晨右耳微动，忽然飞起一脚，哎呦！黑猫惨叫一声，四爪朝天倒飞出去。本王都隐身了，你怎么发现本王的？黑猫摸着屁股，龇牙咧嘴道。杨晨当然不会透露大日荣阳体，嗤笑道：雕虫小技也敢搁这卖弄？黑猫气得要死，却是无可奈何。这时宝林飞赶紧出面打圆场，他用羡慕的口吻转移话题，难怪我没找到好宝贝，原来好宝贝都到你们手里去了。杨晨一愣，随即抛出一颗丹药，林飞姐姐，这枚7品破金丹送你了。宝林飞下意识要想拒绝，不行，这太珍贵了。杨晨微微一笑，又取出一枚7品破金丹，林飞姐姐，我其实有2枚，你就收下吧。宝林飞犹豫片刻，终是收下了。有这一枚7品破金丹，他突破金丹几乎就是板上钉钉了。多谢杨晨弟弟。宝林飞心里很是感动，郑重感谢。杨晨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宝林飞是他为数不多的真朋友，一枚7品破金丹助他早日成就金丹，算得了什么？宝林飞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又取出一个紫金打造的令牌。杨晨弟弟，这是我万宝楼的万宝令，持此令者在天渊仙州任何一家万宝楼消费都会有5折的折扣，另外持有此令可以到万宝楼获得一些绝密情报。闻言，杨晨眼前灯饰一亮，这万宝令可比一般的宝贝牛掰多了。多谢林飞姐姐，小弟愧领了。杨晨深施一礼。宝林飞双眸含笑，如2道月牙，温婉可亲。经此一事，他忽然觉得自己与杨晨弟弟的距离又拉近不少。看到这温馨的一幕，黑猫又气又急，这该死的老六非要当他的面撩妹，简直就是当面开大。咳咳，黑猫重重咳嗽2声，粗暴地打破气氛，又老气横秋地教训道：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搁这磨磨蹭蹭，别忘了海老狗还没解决呢。话音刚落，宝林飞手里的传音符狂闪，他略一感应，顿时神色骤变。不好，海碧波回来了，我们快走！杨晨一脸凝重，又狠狠瞪了黑猫一眼，这贱猫真是个乌鸦嘴。黑猫缩缩脖子，心里泛起了嘀咕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城主府废墟之上，是谁？是谁干的？本城主要灭他满门，株连10族。海碧波在万宝楼扑了个空，本就一肚子火气，回家一看，老巢竟然成了一片废墟，可想而知他现在有多么气怒。此刻海碧波整个人就像是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，如果这火气不泄出去，怕是要原地爆炸。城主，一个血迹斑斑的身影从废墟里爬出来，沙哑着嗓子道：这是城卫军的副统领之一，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是不是那3个秃驴干的？海碧波将一枚疗伤丹药塞进副统领嘴里，急切追问。城主，是整活3剑客，他们用灵能轰天炮对付，海统领死了，兄弟们都死了。城主，你要帮我们报仇啊！副统领说话断断续续，泣不成声，被灵能轰天炮轰击的滋味实在太惨了。他们现在去哪了？海碧波深吸一口气，压抑着情绪，属下无能，不知。副统领惭愧道。海碧波神色冷峻下来，思考对策。无论如何，他必须先找到人。忽然，远处出现一阵隐晦的空间波动，海碧波的神色骤然变化。不好，藏宝库有情况！他飞身掠去，几个呼吸就到了后花园遗址。而这个时候，搜刮完毕的杨晨一行也刚好走出宝库，整活3剑客，本城主今日必要灭你们10族！海碧波怒笑如雷，心里蓄积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口。远处飘来翻滚的乌云，如一块黑色的幕布遮蔽天空，狂风与雷声响彻四方，猛烈地席卷在每一个人心头。感受到这股浩浩荡荡的气势，宝林飞俏脸瞬间煞白。黑猫缩在后面，悄咪咪取出鸿蒙阵盘，36计走为上计。小臣子，你得顶住啊！黑猫不忘暗中传音，让他拖延一段时间。杨晨并不太紧张海碧波，甚至还敢当面开大，因为他手中有底牌。海老狗，你是不是脑子有坑？动不动就诛10族，我有10族吗？海碧波双目喷火，恨意几乎可以融化一切。没有10族，那就拿整个合欢宗作为陪葬。合欢宗所有人，男的世世代代为奴，女的永生永世为娼。还有你那个师尊，本城主要把他调教成世间最淫荡的炉鼎，
让天下所有难。海碧波的声音如厉鬼一样怨毒，说出的话更是让人不寒而栗，可想而知他对杨晨恨意有多深。但旁观者更觉得整活3剑客牛掰到天上去了，毕竟能把堂堂碧波成主海碧波逼到这份上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。不愧是海老狗，够狠，够坏，够他妈变态。不过你确定要这么干？杨晨嘿笑一声，随即就把海东青放了出来。他单手掐着海东青的后脖，像是拎一只可怜兮兮的小鸡仔。父亲，救我！海东青一看到海碧波，第一反应就是拼命求救。果然，海碧波的软肋就是海东青。畜生，放开我！海碧波怒吼着就要冲上来解救海东青。别动，动一下我就拧下他的脑袋！杨晨厉声大喝，左手伸开，5根手指牢牢掌握海东青的天灵盖。海碧波顿时止步，虎眸死死盯着杨晨。小子，你敢动我，今日不死不休！杨晨轻蔑的一笑，摸着海东青的狗头，淡淡道：你猜我敢不敢？海东青感受这杨晨手上的力道，已经吓尿了。父亲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海碧波神色变幻，想到之前杨晨做出的一系列壮举，终是没有动手。你到底有什么条件？不要挑战本城主的耐心！杨晨眼珠一转，继续周旋着。这个嘛，我得考虑一下。这时他暗中传音过去：小黑子，传送阵弄好了吗？黑猫快速回应：再拖延一会儿。杨晨无奈，只能跟海碧波继续打马虎眼。想要我放开海东青，倒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海碧波胸眸一瞪：少废话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1000万灵石！杨晨故意开出一个极其离谱的高价。放肆！海碧波瞬间红温了，愤怒的眼神都能杀死人。身后的宝林飞也懵了，这开价属实是太离谱了。那要不800万吧？别激动嘛，一切都可以谈。杨晨也觉得离谱，讪笑一声。海碧波感觉眼前的小子一股说不出的怪味，却又说不上来。小子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放开我可以选择既往不咎。海碧波冷哼一声，也开始采取怀柔的策略。此举正中杨晨下怀，继续压价。双方好一番拉拉扯扯，半盏茶之后，海碧波终于受不了了，毫无诚意。本城主看你就是在拖延时间。这时杨晨右耳微动，接收到黑猫的传音，他松了一口气，随即笑嘻嘻道：猜对了，我就是拖时间，可惜没有奖励。海碧波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暴掠而来：小东西，找死！杨晨嘿笑一声，抬手就把海东青当暗器一样扔了出去。海碧波强行止住身形，接住海东青，摆摆脸：海老狗，早日见好城主府，我再回来轰！这时杨晨几个脚下生出一道传送阵，撂下几句狠话，就已消失不见了。海碧波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却是无可奈何。这几个老六太阴险了，以后一定不能给任何机会。这一次黑猫的传送阵非常靠谱，竟然直接送回到了万宝楼。万宝楼之内一片狼藉，像是被野猪糟蹋过的玉米地。混蛋！宝林飞柳眉倒竖，气得呼吸都急促了。不用多想也知道是谁干的，定然是刚才找不到人的海碧波拿万宝楼出气了。杨晨充满歉意地说道：林飞姐姐，是我给你惹麻烦了。宝林飞善解人意，怎会迁怒于杨晨？他叹息一声：这件事与你无关。其实海碧波早就盯上了万宝楼。杨晨一愣，惊讶道：林飞姐姐说笑了，海碧波难道还敢强行霸占万宝楼？宝林飞无奈地摇摇头，他倒是不敢，只是经常派海东青搞一些小动作，甚至逼我与海家联姻。杨晨瞬间明白了，这海家确实够恶心的，全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手段。林飞姐姐，我看你还是早点离开碧波城吧，经此一事，海碧波肯定会撕破脸的，根据他的行事作风，怕是会暗中对你下手。杨晨思量片刻，郑重地提醒道。宝林飞聪慧过人，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。虽然他戴了面纱，但对方迟早会查到他头上的。多谢杨晨弟弟提醒，我会尽快离开的。杨晨见宝林飞听进去自己的建议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林飞姐姐，我还要去接应师尊他们，暂且别过。他忽然想到，今日与林飞一别，怕是很难再相见了。杨晨心里罕见的有些伤感。林飞比杨晨感性多了，眼圈已是泛红。他忽然扑到杨晨的怀中，啜泣道：杨晨弟弟保重。他轻轻拍了拍宝林飞的香肩，安慰道。宝林飞轻轻了一声，紧紧抱着不撒手，似乎要与杨晨融为一体。黑猫看到这一幕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眼馋坏了。这个老六又在欺骗小姐姐感情，他这么诚实正直又能舔，却是无人问津。难道你就不想撸猫吗？本王可以放开让你撸啊。另一边欢喜禅院，三大佛逃出城主府之后，就拼命赶回禅院疗伤。与此同时，三佛不顾灵石消耗，打开防御阵法。他们生怕海碧波追杀过来，更怕整活3剑客抽冷子来一次突袭。毕竟这次爆发压箱底的绝招，伤上加伤，没有再战的实力了。海老狗，本佛与你不共戴天，定要将此事汇报于老祖，灭了海碧波，还有他那个蠢儿子一起陪葬。三佛一边疗伤，一边骂骂咧咧，可想而知他们心里有多愤怒。就在这时，欢喜禅院之外轰然一声巨响，传到三佛耳朵里，就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。紧接着3股浩大的气息席卷而来，元婴修士。三佛猛然醒悟，互相对视，
皆从对方眼里看到一丝恐惧。这三股元婴修士的气息究竟是谁？轰轰轰！回应他们的是一阵阵更大的震响。三佛飞身出去，却见到欢玉莹三女，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竟然是这三个女煞星回来报复了。此刻三佛没心思去想禁灵锁为何失效了，心里慌的一批。他们与三女之间有深仇大恨，一旦落到对方手里，念及此处，三佛不禁打了个哆嗦。欢玉莹，尔等意欲何为？擅闯我欢喜禅院，是对老祖的大不敬。瑟瑟佛搬出欢喜老祖，却是显露出色厉内荏的意味。极乐神尼嗤笑一声，眉心那一点朱砂痣如血一般嫣红，笑笑佛，莫要在这里装腔作势了。你等三人的状态，本座心知肚明。说完，极乐神尼拂动手里拂尘，一道灵气巨浪拍在防御阵法之上，战法在灵气浪潮里摇曳震动着，已然不稳。欢玉莹右手一拈，一朵金色莲花豁然出现，金莲迎风而长，比那假山还要庞大，打着转撞到阵法上。妙音仙子抚琴一曲，无数音波符文如仙乐般奏鸣，化作千军万马奔腾而去。三佛见状，心中也如这阵法起伏跌宕。忽然一声巨大的爆响，阵法在三女的强攻之下破裂了。三女二话不说，直接下死手，莲花虚影，浮尘凌波，琴音符文镜皆向三佛的脑门上招呼。三佛本来还想说几句软话缓和一下，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死心了，拼了！三佛互相对视，瞬间下定决心，这一次除了死战，别无选择。然而他们现在连全盛时期30%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，只是一交手便溃不成军。三佛狂喷鲜血，倒飞出去，还在等什么？速速结阵，困住他们！空空佛暴吼着，眼底一片疯狂之色。其余二佛咬着牙齿，也发狂了。三佛同时默念法诀，一瞬间，他们浑身的精血抽空了一半，整个人如骷髅一般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血色囚牢生成，困住三女。血域降魔阵。然而花费巨大代价施展血域囚牢之后，三佛竟是头也不回的跑路了，连一句狠话都不敢撂。血域降魔阵根本困不住三女多久，我三人一起出力，打破囚牢。极乐神尼没有任何慌张，毕竟连防御大阵都承受不了他们强攻，何况一个血域囚牢呢？好，好！欢玉莹和极乐神尼同时应和，三女气势如虹，就要同时出手轰击囚牢一点。三佛回首看去，心丧若死，血域囚牢必然无法承受这三大元因合力一击。可就在这时，异变陡然发生，欢玉莹的肚子里忽然一阵翻江倒海，她的脸色泛白，做干呕状。欢玉莹轻抚了一下小腹，心里掀起波澜，自己这似乎是怀孕了。二女不明所以，急切道：“欢宗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这时不舒服的感觉再度袭来，欢玉莹捂着嘴，又想作呕。远处的三佛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却是发现血域囚牢没有攻破，佛祖显灵了。他们满心满眼皆是狂喜，飞掠而去。不好，秃驴跑了！二女看着三佛暴掠，心中焦急，拼命轰击囚牢，可缺了欢玉莹这一股助力，二女花费几十息时间才轰破囚牢。这个时候，三佛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欢宗主，你饶是妙音仙子温柔似水，此刻也不禁怒火烧心，情急之下，连嗲嗲的夹子音都变得尖锐起来。欢宗主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！极乐神尼凤眸怒瞪，气得眼角斜挑。如果不是对欢玉莹知根知底，他甚至怀疑对方是三佛派来的卧底。毕竟这出问题的时机拿捏得太巧了。我身体有些不舒服。欢玉莹吞吞吐吐，给了一个极其牵强的解释。她不由轻抚小腹，眼底一片复杂，自己竟是怀孕了，这孩子必然是……极乐神尼怒极，就要当场发飙。这时心细如发的妙音仙子却是看出了一丝端倪，她拦住极乐神尼，传音道：“极乐安主，欢宗主似乎已有身孕。”闻听此言，极乐神尼差点一个没站稳，栽倒在地。身孕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妙音仙子轻摇伸手，目光却是向欢玉莹的小腹投去。极乐神尼也下意识看去，顿时眸光发亮。欢宗主，你瞒得我们好苦，怀孕这样的大喜事，有什么不好说呢？欢玉莹俏脸染上一层红霞，却是矢口否认。极乐安主，这次是我拖后腿了，我向你们道歉，我刚才只是旧伤复发，并非怀孕。极乐神尼一脸的不幸，关切地凑过来道：“我们这些元婴女修本就难有子嗣，你可一定要小心点。对了，还他爹是哪位？让本安主好好想想。整个东域的元婴男修，有谁配得上合欢宗之主？”极乐神尼忽然变成了一个八卦女，竟然算计起还他爹是谁。妙音仙子也一副吃瓜的样子，加入讨论。欢玉莹顿时有些哭笑不得，但极乐神尼的话却是提醒到他了。天道限制，高阶修士很难孕育出子嗣，金丹修士已经极其艰难，而到了元婴境界更是艰难，根本无法与低阶修士结合孕育。而他明明只是与晨儿有过那一次孽缘，竟然怀孕了。欢玉莹胡思乱想着，竟然没发现杨晨到了近前。师尊，二位掌门，我来接应你们了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他心里莫名就是一抖，没来由地轻抚了一下小腹。那三个秃驴去哪了？不会尸骨无存了吧？杨晨嘻嘻哈哈开起了玩笑。在他看来，三佛根本跑不了，
这下把三女干沉默了。他们齐齐看向杨晨，一言不发。到底什么情况？杨晨挠挠头，心里有不好的预感。欢玉莹板着脸，冷声道：“师尊刚才身体有恙，拖了后腿，致使三佛逃走了。”杨晨没在乎那3个秃驴，关切道：“师尊到底哪里不舒服？我这里刚刚从城主府的宝库里夺了些灵药。”说着，杨晨取出几瓶极品灵药，要送给欢玉莹。欢玉莹心里长叹，却是纠结要不要告诉怀孕的消息。这时，极乐神尼瞥了一眼欢玉莹，故意把消息透露：“小晨儿，你师尊可不是身体有问题，而是怀孕了。”闻言，妙音仙子深深看了极乐神尼一眼，她看出极乐神尼早就对杨晨有觊觎之心，这会子故意泄露消息，有故意挑拨师徒关系的嫌疑。不过此举也符合他的利益，小晨儿如此优秀，何必让欢玉莹一个人霸占？但二女根本不会想到，欢玉莹肚子里的种是杨晨种下的，而且是一发入魂那种。此刻，杨晨的脑海里嗡的一声，呆立在原地，2只眼睛直勾勾盯着欢玉莹还未显怀的小腹。不会吧，自己有这么强吗？就湖底那么一次而已，竟然就让师尊怀孕了，自己这大日龙阳体太牛掰了。想到这里，杨晨心里一阵狂喜，差点就想抱着师尊好好庆祝一下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接触到欢玉莹冰冷的眼神：“晨儿，莫要听风就是雨，师尊只是身体略有不适，并非2位掌门所言。还有，这件事谁也不能传出去。”说着，欢玉莹还扫了后面的黑猫一眼，以作警告。黑猫一个哆嗦，赶紧低下脑袋，但他的心里却是掀起波澜。完了，绝美的宗主大人竟然被小臣子这个老六糟蹋了。至于说什么身体不适，明显就是借口，否则的话又何必画蛇添足，不让传出去呢？这就是此地无银300两。一时间，黑猫蔫头耷脑，感觉猫生失去了一个重大的奋斗目标。杨晨听到师尊的警告，登时一愣：2位掌门难道会空穴来风，无凭无据造师尊的谣？杨晨看向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，目光有探寻的意思。可二女浅浅一笑，眨了眨美眸，没有说话，但一切又似乎在不言之中。杨晨更加疑惑了，根本拿不定主意。但理智告诉他，不能再纠结这个敏感的话题，否则必然触怒师尊。算了，以后机会多的是，再慢慢试探吧。杨晨深吸一口气，冷静地转移话题，道：“师尊，2位掌门，小龙女应该还关押在欢喜禅院之中，请师尊和2位掌门帮忙搜救。”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欢玉莹一时颔首，飞身而去。一盏茶之后，众人在一座地宫之中找到被囚禁的小龙女，她小小的身子蜷缩在角落里，分外孤单。见到众人来救，几乎泫然而泣。多谢几位道友，愿意来救小小。小龙女深施一礼，颤声感谢道。欢玉莹3女见了，颇为惊讶。这龙女施礼的动作略显生涩，却是发自肺腑的诚恳。黑龙王竟然有这样的女儿，真应了那句话：龙生九子，各有不同。杨晨与小龙女一起出生入死好几次，早就见怪不怪了。小小，我们来救你是应该的，毕竟当初你也是为了救师尊他们而被秃驴抓到的。这时，欢玉莹3女也柔声安慰了几句。小龙女揉揉大眼睛，总算平复了情绪。不过，她看向杨晨的眼神更加依恋了。见状，黑猫顿时警惕起来，这老六甜言蜜语的，又想撩妹了，好歹给本王留一个呀！小小，你最应该感谢的是我，当初是我第一个提出救你的，这老六最会卖队友了。黑猫蹦到小龙女怀里，瞪着眼睛说道。小龙女撸着黑猫油光水滑的毛发，眯眼笑了起来。杨晨撇撇嘴，懒得反驳。这时，妙音仙子忽然正色说道：“此间事了，本座也该返回妙音门了。”极乐神尼一时肃然附和道：“不错，我等消失这么久，宗门之内怕是乱成一锅粥了。”杨晨看向欢玉莹，却见她神思部署，似乎在走神。这个场合应该是尊发话呀，可欢玉莹还在走神，杨晨只能越俎代庖了。2位掌门，这一次欢喜老祖和黑龙王的计划遭遇挫败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东域将会迎来更大的风暴。我们3大宗门的联系还需要紧密些，最好早日结成盟友，共同应对危机。这时，欢玉莹似乎反应过来，淡淡道：“晨儿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2位掌门还是尽早回去准备吧。”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都十分赞同，就算欢喜寺的秃驴回心转意，本安主也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我等回去之后就整合门内力量，争取早日结盟。说完，2女向众人施礼告别，虚空出现2个漩涡，2位绝色美女缓缓消失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。小小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杨晨感慨一句，又问小龙女的去向。这个小龙女轻咬唇瓣，有些茫然失措。她回不去龙宫，又无法融入人族世界，该何去何从呢？杨晨其实想让小龙女跟着他回到合欢宗，可如果他提出来，似乎有些唐突，毕竟人妖有别。好在关键时刻，黑猫送上一记助攻，这有好什么纠结的？你直接跟我们回合欢宗，放心，有本王罩着，保你横着走。听到这话，杨晨差点没绷住。黑猫这张嘴太能吹了，明明自己新加入合欢宗，还啥也不是，就敢夸下海口。但眼下又不好揭穿黑猫，杨晨只能摸摸鼻子，诚恳道：“小小，合欢宗的大门对朋友永远是敞开的。”欢玉莹颔首，也发出邀请：“小小，
你不必在意自己的身份，本座认你这个朋友。小龙女眼圈一红，大为感动。她失去了父皇的宠爱，还能在人族寻到出生入死的朋友，何其幸运！小小以后还要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。小龙女擦擦眼泪，坚定地说道。幽静冷僻的大山深处，终年被云雾笼罩，阳光从天外射来，在云雾里折射出无数道金光。忽有大风吹过，偶尔显露出云雾里飞檐斗拱，遇见修士。远远看过去，好似一处仙境。而这里正是东域四大宗门之一合欢宗所在之地。这一日，天空上忽然雷云翻滚，雾气如浪潮一波接着一波。天生异象，还有空间波动。守山的金丹长老顿时警惕起来，飞身而起。其余弟子亦是拿起护身法宝，临阵以待。轰隆一声大响，天空撕裂开一道口子，一个小小的斗篷身影掉落下来。哎呦，总算到地方了！本王的传送阵就是牛掰！守山长老眼睛一眯，露出惊愕的神色。其余弟子也有些傻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时又有3道身影从空间裂缝里走出。宗主！金丹长老一见到欢玉莹，赶紧躬身行礼。其余弟子也是一脸激动的行礼，更有机灵的回去通知宗门高层了。欢玉莹淡漠的点点头，如往常无意，但他的心里却是泛起涟漪。终于回来了。杨晨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虽然离开宗门没几天，但他感觉好像过了很久很久。本座不在的这段日子，宗门内还好吗？欢玉莹看向不远处的山门，淡淡道。守山长老脸色微变，低着头不说话了。杨晨通过守山长老的态度，敏锐地察觉到一丝不对劲。欢玉莹将守山长老的反应尽收眼底，玉容清冷了几分。这时一阵爽朗的大笑传来，恭贺宗主凯旋！只见远处有3道遁光急速掠来，为首的白袍中年修士相貌堂堂，八字胡威严不凡，脸上挂着公式化的笑容。这人正是合欢宗3大峰之一云雨峰的峰主巫行山，在他的左右分别还有2位绝美的女修，2人身高相差无几，气质却是迥异。相思峰的峰主影相思一身火红的旗袍，显露出笔直的美腿和火爆的身材，他还有一双勾人的桃花眼，令人迷醉。而颠鸾峰的峰主陈青鸾则是一袭白色的裙装，他不施粉黛，气质文雅，右手中拿着一卷典籍。这3大峰主算是宗门的最高层，亲自前来迎接欢玉莹也是应有之义。欢玉莹点点头，淡漠道：此去略有波折，算是耽误了些时间。波折？巫行山八字胡一抖，正色道：宗主参加灭龙大会迟迟未归，究竟是遇到什么波折了？是啊，宗主，怎么只有您和杨晨回来了？其他弟子呢？其余2女亦是神色巨变，询问道。欢玉莹眼底闪过一丝悲痛，冷声道出实情。什么？欢喜老祖竟然和那黑龙王合作，碧波城城主竟然是黑龙王的案子，这不就是人间吗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杀我合欢宗的门人弟子！3大峰主听完之后齐齐变色，尤其是巫行山气得八字胡颤抖，拔出随身法剑，叫嚣着要发动合欢宗必杀令。其余2女虽然没有喊打喊杀，也是目露杀机，几乎咬碎了银牙。杨晨倒是理解3大峰主的情绪，毕竟合欢宗这次的确是吃了大亏，只要是合欢宗之人，难免咬牙切齿。但杨晨没有想到的是，巫行山竟然话锋一转，把矛头对准了他。那么多优秀的弟子都为宗门力战而死，某些人竟然有脸活下来，苟且偷生，无耻之尤！巫行山背着双手，一双细目满是鄙夷，打量着杨晨。杨晨先是莫名其妙，随即肝火怒动，这家伙不会是得了狂犬病吧？一上来就对着自己狂吠，没卵子的太监才喜欢阴阳怪气。巫峰主，我说的对吗？杨晨本来就不是怂货，这次出去更是连4大佛都轰过，他可不会惯着巫行山。废物东西，你这点修为还好意思出去执行任务？一定是你这个废物拖累了宗主，拖累了整个团队。巫行山没想到杨晨出去一趟之后这么大胆，竟敢当面对他，气得吹胡子瞪眼。呵呵，你说的都对。杨晨撇撇嘴，懒得再搭理这家伙。这时欢玉莹看不下去了，冷声道：巫峰主，你身为一峰之主，不要这么武断。晨儿的修为虽然不高，但这次绝对没有你所说的拖后腿。相反，这次若不是晨儿，本座恐怕早已经遭了欢喜寺四佛和海碧波的毒手。巫行山听到欢玉莹一口一个晨儿，心里嫉妒之火熊熊燃烧。他之所以针对杨晨，更多的就是因为嫉妒。要知道，巫行山一直暗中爱慕欢玉莹，打着人财两得的主意。任何一个男人接近欢玉莹，都会引起他的反感。更何况杨晨与欢玉莹互相扶持，经历同生共死。宗主，我可以理解你维护此子，毕竟他是你的弟子，可此子连筑基都不是，凭什么能与4大佛和海碧波对抗？巫行山摇摇头，颇为嘲讽地看向杨晨。尹相思和陈青鸾默不作声，心里却是偏向巫行山。杨晨区区一个炼气废柴，勉强可以给宗主当个开心果解解闷，至于说插手元婴修士的交锋，解救宗主，实在太离谱了。这时候小龙女和黑猫也看不过眼了，杨晨的行动他们几乎都参与过，否定杨晨岂不是否定他们的功绩？这位峰主，您可能对杨晨道友有所误解，他不仅带着我们摧毁了碧波城的城主府和欢喜禅院，还解救了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。如果杨晨道友是废物，
那不知您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功绩？小龙女戴着斗篷，没有显露真容，但不妨碍她有理有据为杨晨辩护。裹着斗篷的黑猫也跳到杨晨肩膀上，相比于小龙女，她就要嚣张多了。看你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是个太监玩意，你还别不服气。海碧波的亲儿子都被我们整活3剑客打成公公了，至于说什么瑟瑟佛、花花佛、笑笑佛、空空佛，哪一个没被我们的灵能轰天炮轰过？小样儿，你以后小心点，当心鸡飞蛋打。黑猫直接指着巫行山的鼻子，不仅狂喷起来，还狠狠威胁。巫行山位高权重，走哪不是人尽人畏，突然一下子被黑猫狂对，竟然哑火了。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呼吸都急促起来。而尹相思和陈青鸾二女互相对视一眼，都看到彼此眼里的震惊。且不管这2个斗篷人的来路，但他们说的话太惊人了，什么炮轰欢喜寺四佛，解救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，把海碧波亲儿子打成太监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实在是精彩至极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成的。就算换做他们，也没有这样的能耐和魄力。想到这里，二女下意识看向欢玉莹，隐隐探寻的意思。欢玉莹神色淡漠，略微点了点头，显然这是肯定这2个斗篷人说的话。二女捕捉到这一点，顿时兴奋起来了。难道说这一切都是真的？太精彩了吧！放肆！你们2个藏头露尾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有何资格对本门事务指指点点？巫行山2撇八字胡颤抖，怒指着黑猫和小龙女质问。黑猫和小龙女顿时有些尴尬，毕竟他们确实不算合欢宗的人。这个时候，杨晨当然要出面维护。巫封主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只是云雨峰的峰主，他们是什么身份，应该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。不会是别人问你有什么功绩，你寸功未见就羞恼成怒了吧？打嘴炮这方面，杨晨还没怕过谁。果然，巫行山被这么对，瞬间红温了。本峰主是云雨峰之主，宗门的擎天之柱，岂是你一个炼气弟子可以指摘的？小子，本峰主劝你说话放尊重点，莫要自误。这话说的满满都是威胁的意思。杨晨笑着拍了拍手，夸张的高声道：好一个擎天之柱！那我请问巫峰主，师尊与欢喜寺的秃驴浴血奋战，你这个擎天之柱怎么不来支援？这诛心之言一出，在场之人无不变了脸色。巫行山沉着脸，死死盯着杨晨。陈青鸾和尹相思也是心头一跳，满脸不安之色。黑猫则是眼珠滴溜转动，暗呼小臣子够狠的。欢玉莹玉容清冷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此刻巫行山勉强压下杀人的冲动，心念电转，这个问题太诛心了，万一回答不好，影响不是一般的大。足足过了好半晌，巫行山才勉强解释道：宗主，我实在不知您遭遇到如此艰险，若是知道的话，我怎么会不去支援您？欢玉莹依旧淡漠，只是眼底闪过一丝隐晦的波动。杨晨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巫行山，继续追问道：借口，通通都是借口。如果你真的关心宗主的安危，宗主失踪这么久，你怎么会不派人探查？事实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来碧波城支援，连探查都没有。这话算是点到了巫行山的死穴。正如杨晨推断，合欢宗这边的确没有派人探查。欢玉莹也不禁看向3大峰主，眼神中有暗含着冷意。尹相思和陈青鸾互相对视一眼，二人都从对方眼里看到惊骇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已经不是巫行山和杨晨的一点口角，他二人也算是躺着中枪了。陈青鸾躬身，赶紧解释道：宗主，我等倒也不是没有想去碧波城探查一番，只是巫峰主认为固守宗门才是紧要，这才没有成行。尹相思收起妖冶魅惑，颇为郑重的行礼道：宗主明鉴，当初您迟迟不归，我与颠鸾峰峰主亲自去找巫峰主商议，巫峰主固执己见，我等只能作罢。听到陈青鸾和尹相思的解释，欢玉莹淡淡点头，表示知晓，既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。巫行山却是眼底闪过一丝怨恨，心里大骂二女，这2个贱婢竟然就这么把他卖了。如果二女真的坚持去探查，难道他还能绑着不让吗？但巫行山又不能明说，毕竟的确是他当了这个出头鸟。宗主，是我疏忽大意，才让您身陷险境，请宗主治罪。关键时刻，巫行山道也十分干脆，不仅亲口承认错误，还单膝跪地向欢玉莹请罪。看到这一幕，杨晨眼睛微微眯起，对巫行山高看了几分。这一跪，师尊反倒不好言成他了。欢玉莹玉容依旧清冷，根本看不出喜怒。实则从巫行山针对杨晨开始，他心里就十分厌恶，连他都没有对程儿说过几句重话，凭什么让别人这么欺辱？但欢玉莹不是普通人，而是一宗之主，无论再怎么讨厌巫行山，他也不能明着表现出来。甚至于为了眼下的大局，他反倒要安抚对方，不过是一点口角，何至于此？巫峰主快，请起。欢玉莹双手虚抬，示意巫行山起身。本座不在的这段时间，3位峰主辛苦了。欢玉莹浅笑着感谢3大峰主。3大峰主顿时受宠若惊，都是一脸的感动。一时间，刚刚还火药味十足的现场竟然其乐融融起来。这一幕看得小龙女和黑猫一愣一愣的，他们2个隐隐察觉到欢玉莹心里是很不高兴的。而3大峰主好像也跟欢玉莹差不多，但是这几人怎么还言笑晏晏，很开心的样子？这就是人族的世界吗？好可怕！不多时，欢玉莹安抚好了3大峰主，
飞身而去。他其实早就不耐烦这些琐事了，对他而言，肚子里那个小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杨晨其实也惦记这件事，但师尊明显不想让人打搅，他无奈地摇摇头，只能带着黑猫和小龙女返回洞府。一行人纷纷散去，唯有巫行山站立在原地，他双拳紧握，脸上再也没有平时公式化的笑容。杨晨，本峰主记下了。合欢宗所在的这处山脉何止10万里，群山绵延，景色壮丽。宗门规定，所有的弟子都能挑选一座山头当洞府。虽然有这样的许可，但真正拥有一座山头当洞府的弟子少之又少。毕竟洞府营建耗费的资源太大了，整个合欢宗有独立山头做洞府的修士，少说也是资深筑基弟子。当然，也有极少数炼器弟子有这个实力，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所谓的修二代。作为宗主欢玉营的亲传弟子，杨晨就是典型的修二代。仗着师尊的宠爱，他刚刚还是炼器一层小虾米的时候，就已经修建了洞府。建成之后，几乎轰动了整个合欢宗，因为他的洞府之中镶嵌了108颗星陨神石。什么？108颗星陨神石？小臣子，你不会是在吹牛吧？路上，黑猫听到杨晨介绍自己的洞府，惊得差点掉了下巴。小龙女也是美眸瞪大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星陨神石，她当然知道，甚至还用过。这是一种极其珍稀的天外陨石，很少在市面上流通，但每一次现世都会引起各方势力的角逐。星陨神石有加速修炼的神效，长期使用甚至可以提升修炼资质，这对于修士有致命的吸引力，常常被大能人物买下赠给后辈。所以星陨神石又常被人戏称为修二代试金石。修二代到底受不受宠爱，就看拥有的星陨神石就行了。杨晨有这么多星陨神石，可想而知平时他有多么受宠。不急，待会我就带你们进去参观。面对质疑，杨晨只是淡然一笑。黑猫眼皮一跳，惊疑不定，却是不敢继续叽歪了。这老六，莫非真有108颗星陨神石？一炷香之后，杨晨3个飞掠到一座山头，此峰唤作天尘峰，我的洞府就在这里。小龙女看不出什么门道，只是觉得这座山灵气充沛，在这里修炼应该可以事半功倍。黑猫摸着下巴，老气横秋的点评起来：藏风聚气，无恶风邪，气场强大，果然是一座风水宝地。杨晨嘿嘿一笑，略显得意，毕竟是师尊当年亲自给他挑的地，那还能有错？谁知黑猫冷不防来一句：可惜了，这宝地给老六住着，算是糟蹋了。杨晨脸色一黑，不会说话赶紧滚。说完，他带着小龙女进去参观，不管这件猫了。黑猫脸皮其厚，跟到洞府门口。就在杨晨取出令牌，打开防御阵法的时候，黑猫忽然惊咦一声：咦，这阵法怎么被人破解过？闻言，杨晨神色巨变，盯向黑猫：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黑猫撇撇嘴，傲然道：小臣子，别的你可以质疑，但本王不允许有人质疑一个阵法大师的专业眼光。说着，黑猫取出鸿蒙阵盘，随意摆弄了几下，霎时间，杨晨洞府的防御战法泛起灵光，一个漏洞映入眼帘。此刻，杨晨的洞府之中，108颗星陨神势如镶嵌在洞府各处，散发出神秘的莹莹紫光，如同银河之上点缀着的无数星辰。而在星辰光辉之下，竟有一个国字脸难修打坐修炼。他借着星陨神石的神辉之力，再加上洞府之中聚灵阵积蓄的海量灵力，不断运转周天，竟然突破到了筑基巅峰。哈哈，本少终于突破了。楚宗泽朗声大笑，爆发出强大的气势。这时，2个绝色女子从一旁的房间里走进来，一人身穿紫纱裙，一人披着蚕丝袄，行走之间暗香浮动，雪腻显露，令人迷醉。恭喜泽少，贺喜泽少，泽少天资纵横，金丹有望。二女故意俯下身子，暴露出高耸。好钱儿，好牙儿，来的正是时候，陪本少一起快活。楚宗泽自是大喜，正要征战一番，二女半推半就，发出嗔怪的笑声：泽少，这可是杨晨的地盘，人家不要在这吗？是啊，泽少，在这里总觉怪怪的呢。闻言，楚宗泽貌似正气凛然的国字脸爆发出惊人的荧光，那本少说不得就要在这小子的地盘狠狠。话还没说完，外面轰然一声炸响，好似一道雷劈在耳畔。楚宗泽一个哆嗦，差点吓萎了。二女也是脸色煞白，谁敢打搅本少的兴致？楚宗泽怒火腾的一下爆燃起来，就要出去探查。这时又有一阵脚步声响起，却是杨晨几个出现了。楚宗泽，是你？谁给你的狗胆，竟敢擅闯我的洞府？经过黑猫的提醒，杨晨早就知道有外人溜进自己的洞府，他原以为是哪个大盗摸进来盗窃宝物，但杨晨显然是低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。哪有什么大盗，竟然是巫行山的亲传弟子楚宗泽闯进来。最离谱的是，看对方的样子，竟然还要在他的地盘内杀。杨晨识相的赶紧滚出去，我要打搅本少的兴致。楚宗泽看到杨晨几个进来，不仅没有任何慌乱畏惧，反而气焰极度嚣张。见状，杨晨愣了一下，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洞府。可头顶上那108颗星陨神石岂能作假？这就是自家洞府啊！楚宗泽，你擅闯我的洞府，还要我滚出去？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杨晨差点气笑了，禁不住爆粗口。楚宗泽翘起二郎腿，身后二女一左一右，
媚笑着给他按摩。杨晨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我希望搞清楚一件事，你这种废柴配不上这样的洞府，强行占有只会给自己遭灾。杨晨顿时听明白了，对方不是脑子有问题，而是想强行霸占他的洞府。狂，确实狂，不愧是巫行山的亲传弟子。杨晨轻轻拍了一下巴掌，还笑嘻嘻给对方竖起大拇指。楚宗泽身后的二女声音一厉，斥道：大胆！云雨峰峰主岂是你能直呼其名的？你个废柴炼气弟子，泽少看上你的洞府，是看得起你。泽少年纪轻轻就已经突破筑基，你拿什么跟泽少比啊？乖乖献出洞府，说不定泽少心情好，给你一个坐下跑腿小厮的名额。二女你一言我一语，把楚宗泽吹上了天，又将杨晨贬得一文不值。杨晨双臂一抱，看傻子一样看着这三个狗男女表演。他原本还有些生气，但现在觉得其实不错，足不出户就能见识到生物多样性。杨晨不以为意，但他身后的小龙女看下去了。小龙女气得小脸红彤彤的，紧咬着贝齿，一双小拳头捏紧。闭嘴！我不许你这么说杨晨哥哥。是的，小龙女已经把杨晨看作兄长，她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兄长被这么侮辱？二女当笑一声，哥哥，我看是秦哥哥吧。小妹妹，可惜你的杨晨哥哥是个废柴，不如认我家泽少当秦哥哥吧。下贱！小龙女怒极，身形晃动，竟在半空拉起一道道残影。啪啪，两记响亮的耳光响起，钱儿和妍儿俏丽的脸颊上顿时浮现巴掌印子。你敢打我？二女捂着脸，气得娇躯颤抖。小龙女一插小蛮腰，指着二女道：打你们还是轻的，现在立刻给杨晨哥哥道歉，否则我撕烂你们的嘴。你！二女差点咬碎了牙齿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毕竟他们说到底也只是花瓶角色，哪里敢与英姿飒爽的小龙女正面争锋。二女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楚楚可怜地看向楚宗泽，寻求保护。这个时候楚宗泽当然要出面，他轻拍二女挺翘处，缓缓起身，色眯眯盯着小龙女。贱婢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少的女人也敢动，立刻跪下，否则休怪本少辣手摧花。楚宗泽是色中恶鬼，玩弄女修的经验不要太丰富，他甚至可以从女修的声音判断对方的姿色。楚宗泽判断小龙女是角色，他暂且没有动手，而是逼迫小龙女臣服。然而小龙女压根就不吃他这一套，想要我跪下，你配吗？今天不给杨晨哥哥道歉，一个都别想走。整活3剑客中，他号称整小活，所以今天就给对方整个小活玩。楚宗泽怒极反笑，嚣张道：好一匹胭脂烈马，本少今日非要骑上一骑。说完，他爆发出筑基巅峰修士的气势，向对面的杨晨几个席卷而去。在他看来，就凭自己的强大气场，足以镇压杨晨3人。但杨晨几个纹丝不动，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反而一副看傻子的姿态。楚宗泽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立刻给他道歉，否则我让你横着出去。杨晨捏了捏拳头，骨节噼啪作响。废物东西，你也配在本少面前放狠话？楚宗泽眼中闪过一丝轻蔑，右手横推出去，一道灵气巨掌顿时在空中形成，隐隐有风雷之声，向着杨晨的脑袋猛扇过去。这是他突破筑基巅峰之后领悟的风雷掌，这一掌打中杨晨必然废了。可下一秒，楚宗泽的高傲碎了一地，杨晨嘴角噙一抹笑意，整个人显得从容淡定。他随意轰出一拳，却是打出一道震耳欲聋的爆裂响声，前方的空气猛然压缩到极致，竟然形成一个黑洞，而那声势不小的风雷掌在黑洞里瞬间崩散。什么？楚宗泽瞪大了眼睛，一副大白天活见鬼的样子。他引以为豪的地阶上品绝技，竟然就这么被破解了。可是对方明明就是一个炼气废柴啊！不错，能把风雷掌练到这个地步，还算有点东西。别磨磨蹭蹭了，还有什么招？赶紧使出来吧！杨晨左手背在身后，右手伸出，勾了勾手。废物东西，休要猖狂！楚宗泽自视甚高，根本受不得击，当即暴喝着奔杀而来。他的袖子里嗖然划出一把匕首，锋锐处泛着骇人的蓝光，竟是淬过了毒。杨晨哥哥，小心！小龙女惊声提醒。杨晨锁定淬毒匕首，瞬间暴怒：玩阴的是吧？那就让你尝尝爆菊的滋味！他错身躲过这阴险的一击，同时嘴唇蠕动几下，默念法诀。下一瞬，玄阴神钻忽然出现在楚宗泽的身后，悄无声息地发动。啊！楚宗泽正要再攻，却是突然间爆发出一道不似人声的惨叫，那声音何等凄厉，在场之人无不心头狂跳，尤其是黑猫，更是情不自禁夹紧了屁股。这老六怪变态的，怎么老喜欢对那处下手？喜欢玩阴的是吧？现在爽了吧？杨晨毫无怜悯，满是嘲讽地看着楚宗泽，他抬手一招，把玄阴神钻收了回来。刚才那一击只是惩戒，并没有要对方性命，所以并不深，但哪怕这样，也不是楚宗泽能承受的。只见他伛捋着身子，痛得浑身冒大汗，身体猛烈颤抖。由于痛感太过剧烈，他的鼻涕眼泪无法抑制的哗哗流淌。钱儿、妍儿看到楚宗泽这副丑态，彻底傻了眼。二女目击一般立在原地，牙齿大战。足足过了好半晌，楚宗泽才有所缓解。他怨毒地看向杨晨，目光像刀子一样。可惜楚宗泽的实力还远远达不到目力杀人。杨晨背着手，鼻孔看着他，随即指向小龙女，立刻跪下给他道歉。楚宗泽双目喷火，
愤怒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：“杨晨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”杨晨冷笑一声，随即身形电射，一个大笔斗打出去。他下手可要比小龙女很多了。楚宗泽直接半边脸凹陷，倒飞出去砸到洞府的石壁上。贵不贵？不贵，今天我就打到你贵！我倒要看看楚大少的骨头有多硬。杨晨语气淡漠，眼神如玄冰冷冽。楚宗泽触到这样的眼神，登时一颗心沉入谷底。如果不贵，今天怕是要被这小子活活打死。一念及此，楚宗泽立马耸到了家。别动手，我跪，我道歉。只听扑通一声，他咬着牙齿向小龙女跪下。这位仙子，楚某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饶我一次。小龙女一脸鄙夷，哼了一声不再搭理。刚才拽得跟大罗金仙似的，如今又是跪地求饶，太可笑了。楚宗泽却是松了一口气，挣扎着起身就要逃离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此事容后再报。反正杨晨已经回来了，只要他们还在合欢宗，就一定逃不了，报仇的机会有的是。就算自己实力不行，那还有自己师尊呢。要知道巫行山非常宠爱他这个徒儿，给了他很多的修炼资源，如果知道自己被人欺负，恐怕师尊会当场暴怒，收拾杨晨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然而他的想法虽好，但现实却很骨感。这时杨晨身形一动，挡在洞府门口。楚宗泽脸色瞬间惨白，颤声道：“杨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杨晨十指交叉，跨步而立，笑嘻嘻道：“楚大少年纪轻轻，记性就这么差了？我刚才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承诺过要你横着出去。横着出去！”楚宗泽吓得几乎魂飞魄散，求饶道：“杨少，饶我一命，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。”杨晨嘻嘻一笑，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：“别胡思乱想，我只是要你横着出去。”楚宗泽亡魂大冒，冷汗如雨而下。横着出去，分明是死人被抬着出去，可对方似乎又没有杀意。这时他忽然灵光一闪：“杨少，我明白了。”为了活命，楚宗泽真的豁出去了，脸皮子掉一地也无所谓。他竟然躺倒在地上，一圈一圈滚了出去。啊！小龙女瞪着大眼睛，忽然又有所明悟，貌似这还真是横着出去了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黑猫看到这滑稽的一幕，笑得肥肉乱颤。杨晨看着楚宗泽，似乎也在笑，但眼底一片阴寒，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好在他这个人也很记仇。楚宗泽灰溜溜横着溜走，从始至终都没在意言儿和钱儿的死活。二女慌神了，跪在地上求饶，刚才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杨少，饶我一命，我可以为您做任何事。是啊，我们会好好服侍您的。说着，二女一左一右抱着杨晨的大腿，不停用那脚软蹭啊蹭。杨晨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雏儿，当然看不上楚宗泽玩过的破鞋。他随手推开二女，斥道：“滚远点，休要污了我的眼睛。”二女脸色惨白，瑟瑟发抖。就在这时，黑猫流着哈喇子蹦了过来：“以后跟着本王魂，有本王罩着你们，保证没人欺负你们。”二女懵了，不知道这黑猫到底要干什么，但他们知道现在求杨晨是没用了，只能依靠眼前的黑猫。于是两人都投去感谢的眼神。杨晨眉头一皱，没有作声，他倒要看看这贱猫又想搞什么幺蛾子。这时黑猫忽然哎呦呦叫唤起来：“你们两个别愣着了，这段时间本王大战欢喜寺的妖僧，实在是累坏了，你们过来给我按按身子，解解乏。”黑猫垂着老腰，用命令的口吻说道。两女自然不敢违背，于是纷纷走过去，揉肩捶背起来。黑猫顿时大喜，露出享受的表情。再往后，对了，好舒服，力道小了。就这样，两女以为伺候完黑猫就会放他们二人离开，可是接下来黑猫一句话，差点让他们破防。我观两位心灵手巧，不如以后做本王的宠物吧。啥玩意儿？当黑猫的宠物？有没有搞错？两人当即跪下，赶紧求饶。他们可是堂堂的女修，在云雨峰跟着楚宗泽也算是吃香的喝辣的，而且以他们的姿色，不知道有多少男弟子追求他们，仰望他们，如今怎么会愿意跟着一只黑猫？不，我不要做人宠，猫大王饶了我！杨晨和小龙女见了，顿时哭笑不得。人宠，亏黑猫想得出来。黑猫不开心了，在他看来，自己英雄救美，对方不应该是投怀送抱吗？怎么他们全都是很不甘心的样子？真是不识抬举。本王当年纵横诸天万域，横扫宇宙洪荒，打出赫赫威名，愿意拜本王为尊的人不计其数。如今本王愿意收你们，那是你们的造化，你们既然不愿意，简直给脸不要脸！黑猫自傲地扬起头颅，两根猫指甲掐着一根白胡须，显得很是生气。杨晨和小龙女听到这话，差点笑出声。黑猫这张嘴简直了！这个时候黑猫的耐心已经耗完了，他不管3721，就要霸王硬上弓。杨晨看不下去了，这色猫太饥渴了，还不懂半点情调，明明风花雪月的事，搞得这么辣眼睛。走，小小，我带你参观洞府里的星陨神石。杨晨拉着小龙女赶紧走，生怕带坏小孩子。小龙女懵懵懂懂，跟着杨晨往里走。到了主卧室，杨晨向小龙女介绍星陨神石。108颗星陨神石就像是银河上点缀的星辰，神秘的紫色冷辉洒在身上，
周天运转都加速许多。但杨晨最自豪的并不是星陨神石本身的价值，而是这背后都代表着师尊对自己宠爱。哇，好漂亮的神石！小龙女眼里都是小星星，小迷妹一样惊呼着。见状，杨晨嘴角上扬，压不下去。其实小龙女并不是没见过星陨神石，之所以这样，是为了让杨晨哥哥开心。喜欢这里吗？杨晨忽然问道。小龙女下意识点头，喜欢。那你以后就住这个房间吧。至于小黑子住啊，随他便，反正还有7个房间。杨晨很快就把住处安排好。杨晨把主卧让给小龙女这个贵客，随即就到隔壁的房间。他盘膝而坐，开始圆转周天修炼。杨晨修行地宫法是玉莲合欢功，这是一门天阶功法，对于资质和悟性的要求极高。以往杨晨修行这门功法的进度比蜗牛还慢，但现在有了大日龙阳体的加持，修行起来如饮水吃饭，没怎么用力就已经达到了极高的领悟。10个大周天之后，杨晨心中忽然有所悸动，身后骤然浮现一道大日虚影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并没有催动大日龙阳体的威能。与此同时，玉莲合欢功也自动运转起来。杨晨脑子嗡的一声，好似有洪钟大吕在回响着，他的眼神呆滞起来，呼吸如老僧入定一样悠长。若是有修士看到这一幕，必要惊呼出声。杨晨竟然进入了顿悟状态。约莫小半个时辰之后，杨晨从顿悟状态醒来。我刚刚是……他仔细回想，陡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竟是顿悟。传说之中，修士进入顿悟状态会有天大的好处，可杨晨仔细检查了一番，似乎没有任何变化。不对，极阴属性的玉莲合欢功怎么莫名其妙多了几分日炎之力？难道是大日龙阳体的原因？杨晨心里有所猜测，却是顾不得这些了。他下意识运转功法，忽然发现玉莲合欢功变得顺畅许多，就像是量身定做一般。杨晨修炼速度大大加快，以往运转1周天需要1炷香时间，而现在似乎连1/10都用不到。他顿时陷入了狂喜，原来这就是顿悟的好处。玉莲合欢功竟然与大日龙阳体奇妙的交融起来，产生了有利于自己的进阶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进阶之后的玉莲合欢功还是玉莲合欢功呢？想到这个问题，杨晨顿时愣住了。他掏掏耳朵，又挠了挠头，苦思冥想起来。许久之后，杨晨的脑海里乍现一缕思绪。进阶的玉莲合欢功就叫大日合欢功，大日不灭，阴阳合欢，而大日合欢功自然也超越了天阶。功法等级分为天、地、玄、黄。一般而言，地阶功法已经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存在，天阶功法乃是各大宗门不传之秘，非亲传弟子不可修。至于天阶之上，更是传说中的存在。杨晨深吸一口气，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继续修行大日合欢功。这下可不得了了，洞府内的灵气仿佛遭遇了鲸吞，进阶狂涌到杨晨的丹田之处，骤然形成了一个灵气漩涡。与此同时，一颗颗星陨神石也忽然亮起，如夜空里明亮的星辰，积蓄了许久的神辉之力也朝着杨晨的丹田涌入。几乎是眨眼之间，杨晨的修为就从筑基2层突破到筑基3层，随后继续上冲，竟然达到了筑基5层。还要攀升之时，洞府之中的灵气和神辉却是早已耗尽。杨晨顿时啧舌不已。这大日合欢功固然比原来的玉莲合欢功强大许多，但修行大日合欢功消耗也远远超过了玉莲合欢功。要知道，他这座洞府可不简单，不仅有高阶聚灵阵的加持，还有108颗星陨神石的吸纳天地能量，就这都经不住杨晨的消耗。杨晨顿时苦恼起来，以后筹集修炼资源都是一桩大麻烦。不过与大日合欢功的好处相比，这又不算什么了，至多是一个幸福的烦恼。杨晨摇头失笑，调整好情绪，又开始打磨游龙绝影步。屋外的小龙女和黑猫看着灵气暴动狂涌，以及星陨神石生出的异象，不由得张大了嘴巴。这些神辉之力都向杨晨哥哥那里涌入，一定是小臣子搞的鬼。走，咱们过去看看情况。小龙女和黑猫反应过来，向杨晨那里靠近。恰在此时，房间大门豁然洞开，传出阵阵爽朗的大笑。成了，我的游龙绝影步终于大圆满了。杨晨身形一动，分身签到，整个洞府都是他的影子。黑猫和小龙女看到这一幕更加震撼，这是什么等级的身法，竟然能够分身签到？可想而知，在对战时候使出这一招，对手怕是要彻底蒙圈了。毕竟连真身都无法锁定，这还怎么打？杨晨哥哥太厉害了，竟然把身法练到了大圆满。那些所谓的天骄恐怕也比不上杨晨哥哥。小龙女满眼都是小星星，一脸崇拜地看向杨晨。杨晨爽朗一笑，这小丫头真是活力满满，很能提供情绪价值啊。猜猜我的真身在哪里？杨晨眨了眨眼睛。这时千道影子也同时眨眼，声音回荡在洞府。小龙女瞪着大眼睛，仔细查探一圈，却是找不到真身所在。杨晨哥哥，你到底在哪呢？这时千道影子忽然消失，杨晨的真身就站在小龙女右边。杨晨哥哥，你……小龙女颇为懊恼，气得用小拳头轻轻捶了他一下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？杨晨侧身一躲，笑嘻嘻道。二者玩闹一阵，洞府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息。黑猫很没有参与感，
像是被主人抛弃的流浪猫，心里醋意大发。他撇撇嘴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某些人啊，功法不好好修炼，净整这些烂活，难怪修为这么低劣。”这话一出，融洽的气氛顿时打破了。小龙女气鼓鼓道：“小黑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杨晨哥哥，还个这杨晨哥哥呢？我看你这个小傻妞被他卖了，还要帮他数钱。”黑猫颇为不忿，教训起小龙女：“你！”小龙女哪里喷得过黑猫，气得小嘴一嘟，渲然欲泣。小黑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杨晨轻拍小龙女肩膀，以示安慰。小龙女一头扎进杨晨怀里，哭得更大声了。她感觉好委屈，自己明明就没有惹小黑子，小黑子却是对她恶语相向。黑猫也觉得自己说话重了，但他昂着脑袋，依旧不忿。杨晨一脚踹到黑猫的肥屁股上，是的，小黑子，立刻给小小道歉。凭什么？我好心提醒他，还有错了。黑猫揉了揉肥屁股，不肯低头。杨晨可不惯着这贱猫，又是邦邦两拳，黑猫顿时被打成了熊猫眼，看起来颇为滑稽。哥哥，小龙女破涕为笑，欺猫太甚，本王不跟你们玩了。黑猫气得大吼，一溜烟就往隔壁房间跑去。杨晨无奈地摇摇头，小黑子就是个贱皮子，以后他说的话你就当耳旁风。小龙女乖巧地点头。另一个房间里，黑猫肿着一双猫眼，咬牙切齿，气煞本王了！你们两个赶紧过来给本王捶背。请严二女不敢怠慢，小心翼翼给黑猫捶背。黑猫舒服的哼哼，这才气顺了些，手法不错，但是缺少感情，看来你们还是不想当本王的人宠啊！二女吓得一哆嗦，跪伏在地。猫大王，别收我们做人宠，我们以后会好好伺候您的。大王饶命，我们会好好伺候您。黑猫气得跳脚，眼里爆射凶光，不给本王面子，那休怪本王上手段了。说完，他掏出一个小玉瓶，砰的一声拔开瓶塞，一团诡异的粉红色雾气蠕动出来，宛如活物。二女一看就知道这粉色雾气有问题，下意识升起灵光罩，屏住呼吸，慌乱地向外逃离。可那雾气极为诡异，瞬间穿透灵光罩，竟然顺着皮肤钻入体内，中了缠绵欢喜散，神仙都得跪下。你们两个赶紧跪到本王脚下！很快，房间里有声音传出来，看来这贱猫又欠收拾了。杨晨撇撇嘴，一脸不爽。小龙女虽然懵懵懂懂，但也略知男女之事，她顿时霞飞双颊，讷讷低着头。二者忍了许久，终于等到黑猫出来了。小臣子，本王新得的人宠还不错吧？黑猫一脸傲然道，身边跟着晴儿和妍儿，两女乖巧无比，很明显没有了之前的抗拒。杨晨扫了几眼，嗅到一丝缠绵欢喜散的味道，难怪当初这黑猫拼了命地要留下这毒物，竟是为了这个。呵呵，玩得还挺花。杨晨撇撇嘴，调侃一句，又警告道，在洞府里玩玩没事，别出去给我丢人。黑猫冷哼一声，应该是知会了，毕竟是人族的地盘，他也不敢太嚣张。但杨晨在人宠面前落了他的面子，这让黑猫很是不爽。他眼珠一转，忽然抛出小玉瓶，小臣子，现在回到合欢宗，局面暂且安定，有些账咱俩得好好算算了。杨晨眯起眼睛，淡淡道，有点意思，说吧，你要跟我算什么账？黑猫上下抛飞着小玉瓶，嚣张道，当然是有关阴阳葫芦的归属，本王只是让你帮着保管一段时间，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闻言，杨晨的目光骤然转冷，心中沈笑起来，这贱猫竟然还记挂着他的宝葫芦，真是死性不改。他取出阴阳葫芦，对准黑猫，嗤笑道，想要我的宝葫芦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小黑子，我叫你一声，你要是敢答应，宝葫芦双手奉上。黑猫的脸色顿时黑沉下来，傻子才会答应呢。小臣子，你少搁这耍无赖，今天若是不把阴阳葫芦交出来，本王就用缠绵欢喜散调教你。他得意洋洋，有了钱儿和妍儿的前车之鉴，黑猫现在信心爆棚，谁要是敢不听从他的命令，直接搞对方就完事了。看来你是真的长本事了，分不清大小王了。杨晨冷笑一声，身形晃动。黑猫一愣，没想到对方不讲武德，竟然直接动手，所以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哎呦！他惨嚎一声，肥屁股遭重，摔了个狗啃泥。小臣子，本王跟你拼了！黑猫气得毛发根根炸开，就要把装着缠绵欢喜散的小玉瓶打碎。杨晨早就防着他这一手，绕后又是一个飞踹，黑猫肥球一样砸飞出去，小玉瓶落到杨晨手里。他收好这危险的毒物，再一绕后，扯起黑猫粗短的尾巴，黑猫顿时倒吊在半空，龇牙咧嘴，使不出力。小臣子，放开我！你这个老六只会玩阴招，有种堂堂正正站上一场。杨晨抬手就是一个大逼斗，打得黑猫两眼冒星星。我就老六，怎么了？就问你服不服吧？不服，我不服。黑猫当然不服，梗着脖子叫嚷道，要的就是你不服。杨晨早就想教训这只贱猫了，此时逮到机会，哪有放过的道理？又是几个大逼兜，打得黑猫荡秋千一样来回晃荡着。黑猫一开始还在嘴硬，但很快就怂了。这老六不会真想把他打死吧？到时候死无罪证，再也没人跟他掰扯阴阳葫芦的归属问题。服，我服了，快停手！小小，快让他住手啊！黑猫叫唤着，还向小龙女求助。小龙女不忍心看下去了，给黑猫求情。这个时候，杨晨也打累了，随手就把黑猫扔了出去。看在小小的份上，饶你一回，以后再整幺蛾子，我就让你变成海公公。黑猫一个哆嗦，
再也不敢嘴硬了。要是成了公公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找块豆腐创死算了。杨晨又向小龙女嘱咐几句，就走出洞府。洞府外的天空依旧晴朗，湛蓝的天空如一块蓝色的幕布。师尊这个时候在干嘛呢？杨晨不由想起师尊，又很快想到极乐神尼和妙音仙子当日所言，难道师尊真的怀孕了？如果师尊怀孕了，那可是他的种。不行，这件事必须得搞个明白。杨晨心里跟猫抓一样，越想越是躁动。很快他就飞身朝师尊的洞府掠去。距离杨晨洞府数十里之外，有一座灵气充沛的山峰，山峰云蒸霞蔚，仙鹤成群，半山妖数不清的亭台楼阁，不少艳丽热辣的女弟子行走其间，嬉笑打闹着。而在山巅之处，还有一座气势宏伟的金殿，阳光下金殿熠熠生辉，有如仙家天殿。而这座山峰正是合欢宗大名鼎鼎的云雨峰。此刻云雨峰之主巫行山端坐在金殿的玉台之上，他面色沉肃，剑眉紧锁，似乎在谋算着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肤白貌美、身材劲爆的女士走进金殿。峰主楚清传求见。女士躬身，露出不少春光。巫行山却是没心情关注这个，忽然被人打扰，他有些不高兴。但看在得意弟子楚宗泽的份上，巫行山还是耐下性子，淡淡应了一句：“让他进来吧。”是。女士幽怨地转身而去。不多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楚宗泽跌跌撞撞，带着哭腔闯进来，扑通跪倒在地：“师尊，您可要给徒儿做主啊！”巫行山举目一看，却见得意弟子楚宗泽鼻青脸肿，血迹斑斑，毫无平时的意气风发。若是不仔细看，连他都快认不出了。怎一个惨字了得！谁？到底谁这么大胆？巫行山本就不爽，又见得意弟子这么惨，心情更是不悦。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何况是他巫行山的亲传弟子。回师尊，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废物弟子杨晨所为。此子简直无法无天，徒儿不过只参观一下他的洞府，这小子就悍然动手，把徒儿打成这样。徒儿报上您的名号求和，此子竟然还对您出言不逊，徒儿见不得他对您大不敬，于是与他理论。谁知此子愈发嚣张，拿起暗器就偷袭徒儿。说到这里，楚宗泽胡编乱造的话语一顿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哭的那叫一个惨。他堂堂八尺男儿，竟然受了奇耻大辱，怎么能忍？巫行山听完之后，肝火怒动，虎目射出可怖的凶光。好一个杨晨，前番在宗主面前对本封主横加指责，现在又对本封主的亲传弟子下狠手，真当本封主是您捏的佛像不成？巫行山的怒吼声在整座大殿回荡着。至于楚宗泽话中的真伪是非，他却是不理会，屁股决定脑袋，谁动了他的弟子，那就是打他的脸。更何况杨晨这种早已结下大仇的死敌，7日之后宗门就会举行圣子争夺战，到那时我要让此子生不如死。圣子争夺战乃是合欢宗通过斗法比武选拔圣子的仪式，一旦弟子在圣子争夺战胜出，就会确认为合欢宗圣子，而圣子也是未来合欢宗宗主的继承人。楚宗泽听到这话，双眼顿时放光，宗门的圣子对他实在太有诱惑力了，而且在这场大战中他还有机会一雪前耻，徒儿定然不辱使命，灭杀此子。巫行山起身缓缓走下台阶，眸光冷厉盯向楚宗泽道：“以你现在的修为，灭杀那废物应该不难，但为师要的不是简单灭杀，而是一刀一刀活活虐杀此子，唯有如此，方能震慑宗门上下，解为师心头之恨。这一点你能做到吗？”闻言，楚宗泽顿时感觉到莫大的压力，额头沁出冷汗。灭杀和虐杀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背后所代表的意味天差地别。师尊明鉴，那小子之前仗着洞府的地利，打了徒儿一个措手不及，但要是公平决斗，徒儿有把握灭杀之，可彻底碾压虐杀此子，徒儿确实难以做到。楚宗泽苦笑着摇摇头，承认自己的不足。巫行山负手而立，气息平稳，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不错，看来你还是知道深浅的。筑基巅峰的修为确实弱了些，需要再提一提。听到这话，楚宗泽豁然抬起头，语气竟有些颤抖：“师尊，您的意思是助我突破金丹？”巫行山一抚八字胡，朗声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金丹。”楚宗泽听到金丹二字，目光无比灼热，以至于身体都开始剧烈颤抖。金丹，这是多少修士梦寐以求的境界，多谢师尊再造之恩，徒儿誓死追随师尊。楚宗泽那张国字脸变得无比谄媚，五体投地匍匐在地上。见状，巫行山微微颔首。楚宗泽的资质只能说尚可，不算最顶尖，但忠诚度这方面实在是令人满意。宗泽，附耳过来，为师传你仙法。巫行山所传自然不是仙法，而是一门天阶功法——巫山云雨功。说起这巫山云雨功，就不得不提巫行山的恐怖之处。巫山云雨功原本只是一门地阶上品功法，但巫行山悟性逆天，竟然把这门功法提升到天阶，从而一举突破元婴。自此之后，巫行山3大封主之首的地位再也没人能撼动。楚宗泽接受传法之后，心脏砰砰跳动，激动坏了。这对他来说何止是一步登天？宗泽无徒，凝神静气，为师要讲解要点。巫行山看到楚宗泽激动的模样，微微一笑，能修行天阶功法，已经一只脚跨越金丹，元婴在望了。没有任何修士能保持淡定。是，
师尊。楚宗泽深吸一口气，国字脸绷得紧紧的，护住心神。随着巫行山的讲解，楚宗泽对于巫山云雨功的领悟可谓是一日千里，几个时辰的时间竟已初步掌握功法。这就是宗门传承的厉害之处。再厉害的天骄，没有引路人，修行之路也会无比艰难。但有了师承，楚宗泽这种不算顶尖的修士也能快人一步。不多时，楚宗泽开始疯狂吸收天地灵气。山巅之上忽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，竟是遮蔽了偌大的云雨峰。与此同时，天上也出现可怕的异象，浓厚的黑云如妖雾一般张牙舞爪扑过来，一簇簇闪电劈下，好似天罚之劫。狂风裹挟着雷声，撕扯出震耳欲聋的海啸。快看天上！天哪，好恐怖的异象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大师兄在渡劫，金丹之劫，大师兄要突破金丹了。云雨峰上最先看到这一幕的弟子无比激动，奔走相告。云雨峰上下所有的弟子都知道楚宗泽渡劫了，众弟子眼睛一眨不眨，盯着山巅之上那道身影，或是崇拜，或是嫉妒。随着异象出现的时间越来越久，合欢宗的弟子都争先恐后过来观礼。毕竟能亲眼看到突破金丹，也算一桩不小的机缘。对于很多修士而言，可能是此生距离金丹境界最近的一次。金丹雷劫非同小可，楚宗泽能安然度过吗？以他天赋资质，应在两可之间。未必，他可是云雨峰最得宠的大师兄，峰主会有关照。众人议论之时，忽然轰隆一声巨响，天上降下一道闪电，如同银龙嘶吼着冲向楚宗泽。突破金丹最关键的一刻到了，只要度过雷劫，修士就能突破金丹。楚宗泽怡然不惧，如山峰一般岿然屹立。霎时间，他的身后浮现一座灰蒙蒙的山峰虚影，山峰虚影忽然爆发出血色的光芒，轰隆隆迎着闪电银龙冲撞而去。再一声惊天动地的炸响，雷劫消弭无痕，而那灰蒙蒙的山峰虚影却如淬炼过的宝剑，绽放出金色的光芒。楚宗泽豁然起身，丹田处也升起一团金色光芒，交相辉映。合欢宗众弟子看到这一幕，无不瞪大眼睛，惊叫声响成一片。他们亲眼见证了一尊金丹修士的诞生，一颗金丹吞入腹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楚宗泽朗声大笑，声音传震出去10多里。师尊传法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徒儿突破金丹，总算没有辱没师尊的巫山云雨功。楚宗泽突破金丹之后，自是无比得意，但在巫行山面前，他不敢有丝毫不敬。巫行山一捻八字胡，目中金光一闪而逝。6品金丹，倒也不错，为师当年也不过是7品金丹。巫行山笑着点评，语气之中颇有几分傲然。同为金丹修士，一分高下。金丹共分9品，1到3品金丹为下3品，4到6品金丹为中3品，7到9品金丹为上3品，6品金丹为中3品之中的上等，与上3品只差1品，却是云泥之别。上3品金丹修士有很大可能突破原因，楚宗泽自然明白其中差距，心中顿时有些黯然。这时巫行山忽然淡淡道：宗泽，无需气馁，只要你拿下圣子之位，以宗门的资源助你突破元婴，易如反掌。更何况还是师尊在呢。闻言，楚宗泽像是被打了一针鸡血，再次精神抖擞。他跪倒在地，表起了忠心：多谢师尊提点，徒儿定然拿下圣子之位，光耀师门。巫行山八字胡颤抖，满面和煦春风。日后你当了宗主，为师恐怕还要沾你的光。楚宗泽眼珠一转，愈发谄媚：徒儿若为宗主，师尊则是太上宗主。好，好，好！巫行山连说3个好字，笑声在金殿里不断回响。他的眼眸里闪动着狂热的野心，有对合欢宗大权的贪婪，更有对欢玉莹的觊觎。没有人可以拒绝本封主。本封主不仅要在所有人面前虐杀你的爱徒，还要你匍匐脚下。合欢宗主峰，合欢峰，合欢殿。大殿之上有一座火灵金雕琢的飞凤台，栩栩如生的凤凰飞天之姿，散发出惊天的威压。欢玉莹独坐飞凤台上，素手轻轻抚摸着平坦的小腹。罕见地，她的玉容不再清冷，而是初为人母的慈爱。回宗之后，欢玉莹遍观典籍，用了数十种隐秘的办法查验身孕，可结果都告诉她自己真的怀孕了。欢玉莹的心情顿时五味杂陈。晨儿是她的亲传弟子，而她竟然与弟子发生了这等不伦之事，若是传了出去，恐怕整个合欢宗都容不下他们。最离谱的是，她与晨儿第一次就成了，这件事太离谱了。欢玉莹到现在都感觉像做梦一样，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，否则晨儿必定前途尽毁。欢玉莹很理智，为了保全秘密，她甚至想过堕胎。欢玉莹抚摸着小腹，一股血脉相连的感觉在心间流淌，她黯然叹息一声，终是不忍心下手。虽然是一桩孽缘，但这孩子是无辜的，更何况元婴修士受到天道限制，本就极难孕育子嗣。欢玉莹甚至没有奢望过此生会有子嗣，如果强行放弃这个机会，她定然会种下心魔。欢玉莹思绪纷乱，暗暗下定决心，最好偷偷生下孩子，总之绝不能让晨儿知道。她渐渐稳住心神，开始谋算宗门事务。欢喜寺的这次袭击改变了不少东西。欢玉莹原本打算早日回宗，好好准备圣子争夺战，现在看来为时已晚。还有7天，圣子之争就要开启，这一次争的是圣子之位，
更是未来宗主之位的归属，竞争势必无比激烈，乃至于血腥。这些弟子身后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会促使他们痛下杀手。各封的杰出弟子为了前途，也会赌上一切在所不惜。可这短短10日，他又该怎么提升晨儿的修为呢？纵使欢玉莹是一宗之主，元婴大能，也是束手无策。毕竟修士修行是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积累。如果晨儿是筑基巅峰，他或许还能稍稍拔苗助长一下。可晨儿现在距离筑基都有10万8千里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难道寄希望晨儿临场爆发，打败各大封的天骄弟子？晨儿平时嘻嘻哈哈，关键时刻总能靠得住。这一次，他或许也会这样。无奈之下，欢玉莹只能自己安慰自己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阵风雷之声，声势颇为浩大。欢玉莹秀丽的峨眉微微蹙起，优美的身形向大殿之外掠去。她循着声音看过去，却见云雨峰上风云变幻，雷劫将至。这是金丹雷劫。欢玉迎面露讶然之色。金丹雷劫意味着有修士要突破金丹，而在圣子争夺战的前夕，云雨峰的弟子要突破金丹，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就在欢玉迎心中念头迭起的时候，远处轰隆一声巨响，金丹的气势席卷而来。成了！欢玉莹凝重的叹息一声。这时，有心腹女士前来通报情况：宗主，云雨峰大弟子楚宗泽刚刚突破金丹。楚宗泽。欢玉莹暗记下名字，摆了摆手。女士躬身离去。欢玉莹遥望远处风云消散，心情愈发沉重。她既为杨晨担心，也为合欢宗的未来走向担心。恰在此时，一道遁光掠来。师尊，你在看风景吗？徒儿来陪您了。杨晨嘻嘻笑着向欢玉莹摆着手。欢玉莹却是没想到杨晨会搞突然袭击，俏脸登时一板，轻斥道：“晨儿，你来做什么？有那么多闲工夫，还不在洞府里好好修炼？”杨晨一点也没有因为师尊的呵斥而难堪，反而舔着脸假装委屈道：“师尊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凡事都要讲究劳逸结合，再刻苦的修士也不能一天到晚窝在洞府里修炼吧？”欢玉莹顿时气笑了：“你刻苦，晨儿努不努力，谁还能比他这个师尊更清楚呢？这小家伙从小就调皮捣蛋，不好好修炼，但凡稍微努力些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还在练气气。师尊，徒儿以前或许做得不到位，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为您争光。”杨晨话锋一转，说起好话。欢玉莹嗔怪地瞥了他一眼，叹息道：“为师不需要你争光，只希望你以后按部就班，多放点心在修炼大道上。徒儿谨记师尊教诲。”杨晨乖巧地点头，接着他忽然心中一动，绕到欢玉莹身后：“师尊，您这些日子操劳了，徒儿给您好好按摩摸一下，解解乏。”杨晨伸手搭在欢玉莹的香肩上，用特殊的手法大献殷勤。欢玉莹本想拒绝，可当那股雄浑的热力传导而来，不由心中一荡，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了。他闭上眼眸，微微倚靠在杨晨身上，沉浸其间，双颊绯红，好似喝醉酒一般，流露出惊人的媚态。杨晨瞥了师尊一眼，心中自是得意。果然，他这一招真是屡试不爽。这时，杨晨又暗中运转大日合欢功，热力悄悄涌入。欢玉莹刺激的娇躯一颤，忍不住哼吟出声：“师尊，徒儿这手法可还满意？”杨晨嘿笑一声，附耳问道。欢玉莹默不作声，既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但杨晨明白师尊定然是满意的。念及此处，他的动作幅度加大了一些。欢玉莹依旧没啥反应，似乎非常享受。这时，杨晨的手往下探去，握住欢玉莹洁白无瑕的皓腕，他打算通过号脉确认是否怀孕。放肆！我是你的师尊，你怎敢如此放肆？欢玉莹豁然起身，一把推开杨晨，呵斥声如玄冰一般冷漠。杨晨却是毫不避让，紧盯着欢玉莹：“师尊，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怀了。”闭嘴！欢玉莹清冷的玉容染上一层红霞，低喝着打断他。杨晨张张嘴，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在欢玉莹的逼视下，只能低下头讷讷无言。此刻他的心里很是懊恼，处心积虑这么久，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只能说师尊的警惕心还是太强了。欢玉莹见杨晨沮丧懊恼的样子，不由心疼起来，但他还是咬牙，再度冷声警告：“晨儿，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，你我之间只有师徒的缘分。”闻言，杨晨的脑海里却是浮现起当日在湖底的一幕幕。因果已经结下，说什么只有师徒的缘分，岂不可笑？想不到师尊竟然自欺欺人，不愿意面对。不过无论心中作何想法，杨晨还是保持了克制。一时间，二人之间的气氛十分僵硬。欢玉莹心里也不好受，她试着转移话题道：“晨儿，你可知刚才是谁突破了金丹？”杨晨刚才从天尘峰飞掠而来，自然也注意到了修士突破金丹的异象。那个方向似乎是云雨峰，莫非是巫行山的弟子突破了？说着，杨晨的脑海里忽然蹦出楚宗泽的身影。不错，正是云雨峰的大弟子楚宗泽。欢玉莹点头说道。杨晨面无异色，心中却是微惊，自己的预感竟然这么准，还真是这恬不知耻的家伙。晨儿，7日之后便是圣子争夺战了，你应该明白，一尊金丹修士意味着什么。为师不求你大放异彩，只求你保全自身。欢玉莹峨眉紧蹙，美眸一片担忧，语气也颇为凝重。
杨晨心中暖意融融，看来师尊对自己还是很关心的。刚才那点小芥蒂忽然不翼而飞了。师尊，这方面你大可不必担心。楚宗泽在门内名声不小，实则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。就在刚刚，这家伙闯入天尘峰，还恬不知耻的想占据我的洞府，徒儿对付他易如反掌，根本没出3分力，这家伙就下跪求饶了。杨晨面带不屑，嗤笑着说道：“说实话，拿楚宗泽这种人做对手，简直就是侮辱他。”然而欢玉莹听完之后，却是面色古怪的看着杨晨：“晨儿，你现在的脸皮真是越是越厚了，还学会在师尊面前撒谎了。莫要说这些空洞的大话，好好备战圣子争夺战吧。”欢玉莹摇摇头，语重心长地叮嘱道。杨晨几乎要喷出一口老血。有一说一，他这番话听起来非常夸张，但真的没掺一点水分，完全是陈述事实。楚宗泽当时那求饶的鬼样子，比小黑子还没有节操。杨晨实在不好解释，又不想师尊为自己过分担心，只能做出信誓旦旦的样子道：“师尊，圣子争夺战固然残酷，但您可不要忘了我们之前与4大佛的战斗更加惨烈。徒儿能在这样惨烈的战斗中存活下来，还能痛击对面，自然是有些手段的。接下来，徒儿一定会全力以赴备战，拿下圣子之位。”听到这话，欢玉莹恍惚了一下，自己似乎小看了晨儿。晨儿与4大佛、海碧波针锋相对，没有吃半点亏，还成功解救了他，哪里是一个普通的炼气修士？可他转念一想，又想到圣子争夺战没有那么多腾挪闪转的空间，更没有整活3剑客的助力，晨儿还能发挥出全部的实力吗？欢玉莹的思绪再度纷乱起来。师尊莫非不相信徒儿的实力？杨晨沉声问道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忿。他面对4大佛都没在怕的，何况楚宗泽这个小虾米？师尊竟是不相信他的实力。欢玉莹听出了徒儿心里的怨气，他忽然心中一动，眨了眨美眸，浅笑道：“晨儿，你若是拿下圣子之位，师尊可以正面回答你一个问题。”这话一出，杨晨心中不满顿时不翼而飞，答应请求，岂不是说他能够让师尊正面回答怀孕的事了？他两眼放光，盯着欢玉莹的小腹道：“师尊，真的什么都可以问吗？”欢玉莹莞尔一笑，对于杨晨心里的小九九可谓是一清二楚。不过他本来就是想用这个办法作为激励，仅限于师尊自身，不可涉及宗门事务。杨晨一听，满心满眼的火热，恨不得圣子争夺战现在就开始。师尊您就等着看吧，圣子之位非徒儿莫属。欢玉莹俏脸一板，故意装作不信，话不要说得太满，到时候丢人怎么办？回去之后好好准备。杨晨憋屈坏了，说1000到1万，师尊还是不信他的实力啊。可当他抬起头触到欢玉莹目光之中那一抹狡黠，顿时明白师尊这是故意激将他。师尊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杨晨眼珠一转，指着天上惊声道。欢玉莹下意识抬头看过去，这时杨晨施展游龙绝影步，身形一动，扑过去狠狠亲了欢玉莹一口。8记。欢玉莹愣了数息，终于反应过来，脸色如盛开的月季花一般鲜艳。晨儿，你师尊做人要坦坦荡荡，这可是你教我的，今天这一下就算是惩罚吧。杨晨身形晃动，早已飞掠出去好几里。欢玉莹看着杨晨的背影，又是嗔怪又是欣喜。嗔怪的是徒儿如此无礼，欣喜的是徒儿终于长大了，敢当面无礼。东域极北之地有一座高峰，名为欢喜峰，而这里正是东域4大势力之一欢喜寺的驻地。欢喜峰从山顶到山脚供奉着484座欢喜老祖的金金佛像，无论昼夜，这484座佛像都熠熠生辉，慈悲地注视人间。无数的信徒不远万里来此朝拜。时至今日，欢喜峰俨然是一处圣地。而这一日，3大佛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回到了欢喜峰。他们的回来顿时引起了欢喜寺高层的轰动，毕竟3佛实在太惨了，简直面目全非。如果不是寺内的辟邪阵法没有启动，再加上3佛身上的令牌，他们甚至都以为是3个邪修闯进来了。空空佛、瑟瑟佛、花花佛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3位师叔，谁把你们伤成这样？哪路妖孽竟敢如此大胆？众高层围上来，纷纷表达愤慨，但更多的人冷眼看着这一幕，甚至有人一脸戏谑。3佛根本不搭理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家伙，直接走过去敲响混天钟。当当，悠扬的钟声接连响了9下，回荡在整座欢喜峰。所有人都下意识看向山巅，神色巨变。混天钟响9下，必有大事发生。不多时，一座9层佛塔之中传出一道浩大而苍老的声音：“何故敲响混天钟？”3佛轰然跪地，颤声道：“老祖，弟子求见。”话音刚落，9层佛塔射出3束红光，3佛的身影便在红光牵引之下飞入佛塔之中。佛塔第9层别有洞天，广博的空间里数不清的亭台楼阁，而每座建筑里都有一个姿色上乘的美人，他们终日翘首以待，等着欢喜老祖前来临幸。可大多数美人直到人老珠黄，乃至化作红粉骷髅，也等不到老祖临幸。所以当3佛来到这里，这些美人顿时无比躁动，她们搔首弄姿，在窗前媚笑着诱惑3佛。3佛浑身冒冷汗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这些美人瞬间暴怒起来，用世间最恶毒的语言咒骂3佛。
汹汹怨气在这片空间形成一个粉色骷髅头，向着三佛狰狞而去。这时，中心的一座草庐里走出一个驼背的老和尚，他伛着身子，拄着一个锈迹斑斑的禅杖，一双眼睛空洞洞的，竟是没了眼珠子。这老和尚正是大名鼎鼎的欢喜老祖。老祖，救我！三佛拿怨气形成的粉色骷髅头毫无办法，就要被彻底吞噬。他们惊呼求救着。欢喜老祖一跺禅杖，悲天悯人状，阿弥陀佛。他张口一吸，那粉色骷髅顿时化作一片烟雾，岩浆热流般涌入欢喜老祖口中。欢喜老祖面露潮红之色，整个人似乎圆润许多，不再像刚才那么干瘪。而空间里躁动怨毒的美人也瞬间恢复了清清可亲，变成一个个端庄娴雅的淑女。看到这一幕，三佛更加惶恐了，颤抖着跪地，多谢老祖出手。欢喜老祖伛着身子，拄着禅杖，黑洞洞的眼睛盯着三佛，像是无尽深渊在凝视他们。只有3个人，还受了重伤。欢喜老祖嗅了嗅鼻子，看来我交给你们的任务失败了。三佛顿时头皮发麻，身体抖得跟筛糠一样。老祖，他们想要解释什么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留你们何用？欢喜老祖猛地一跺手中禅杖，吐出一口粉色雾气，粉色雾气如活物一样蠕动着，分裂出3只巨手，唰，3只红色巨手扼住三佛喉咙，将他们提了起来。三佛拼命挣扎着，2只脚如破衣烂肠，随风摆动，嘴里不断发出呵呵的声音，脸色更如酱子的茄子。但欢喜老祖没有丝毫怜悯，继续暴虐，直到三佛一只脚走进鬼门关，粉色巨手忽然消失不见了。三佛跌倒在地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如拍在岸上搁浅的鱼儿。足足过了小半个时辰，他们才有所缓解，只是身体还是无法抑制的轻微抽搐。本佛祖要知道你们是怎么拜的，谁来说说？三佛浑身发抖，不敢作声，直到瑟瑟佛站了出来，道出原委。很快，在他的讲述中，一个名字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欢喜老祖的耳畔，杨晨。欢喜老祖低声喃喃，咂摸着杨晨这个名字。瑟瑟佛，若是按照你的意思，这次任务之所以失败，还应该归因于这个小小的炼气弟子喽。欢喜老祖冷笑一声，吓得三佛心头狂跳。关键时刻，瑟瑟佛抗住了压力，他咬着牙齿说道：是这样的，老祖，杨晨组建了整活3剑客，从头到尾都是他在策划针对我们，如果不是他，欢愉营早就落在我手里。哪有？说到这里，瑟瑟佛立马闭嘴，在老祖面前发泄怨气，简直是找死。这时其余2佛也附和着说道：老祖，我等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欺瞒您啊。那杨晨虽只是炼气小修，但诡计多端，还有灵能、轰天炮等等一宝傍身。笑笑佛只是一时大意，竟被他生擒。关键时刻，2佛把笑笑佛搬出来，也好分担些压力。欢喜老祖听到这话，黑洞般的眼睛转而盯着3佛，心中波澜起伏。笑笑佛再怎么说也是欢喜寺4大佛之一，堂堂的元婴大修士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一个炼气小修生擒？这小子究竟有何特殊之处？细说于本佛祖听。欢喜老祖还是第一次对一个炼气修士这么感兴趣。3佛不敢隐瞒，把杨晨的所作所为详细说了一遍，尤其是这重点出阴阳葫芦、灵能轰天炮等异宝的威能，以及黑猫阵法大师的特殊能力。欢喜老祖听完之后，轻蔑的摆摆手。本佛祖道：是什么妖孽出世呢？不过是仗着外宝犀利以及些许小心机，这等人不足为惧。闻言，3佛松了一口气，顺着双喜老祖附和着：老祖所言极是，老祖明鉴万里。可就在这时，欢喜老祖的话锋却是一转，语气陡然犀利：一个玩弄心机的炼气小修，你们都搞不定，本佛祖留你们何用？话毕，欢喜老祖含怒连出3掌，狠狠轰在3佛天灵盖上。3佛顿时如遭雷击，七窍流血，宛如厉鬼一般。他们瘫软在地上，足足好半晌才活了过来。谢老祖，手下留情。3佛摇摇晃晃跪在地上，称颂恩德。欢喜老祖目光闪过一丝阴厉，若以他的脾气，早就一巴掌拍死这3个废物。但欢喜4大佛是他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鹰犬，就这么宰了，实在可惜。本佛祖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务必把那杨晨抓回来，还有救回笑笑佛。闻言，3佛心里叫苦不迭，却又不敢拒绝，只能信誓旦旦接下这个任务。是，老祖，我等定然完成任务，一洗前耻。欢喜老祖何等敏锐，已然捕捉到了3佛那一丝不安的犹豫。怎么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难道还要本佛祖亲自下场不成？欢喜老祖冷哼一声，如同惊雷一样炸响在3佛耳畔。3佛又是磕头不止。欢喜老祖淡淡道：本佛祖倒是想出手，可惜拜你们3个废物所赐，本佛不得不亲自跑一趟东极无量海，见一见那老泥鳅了。3佛满脸愧疚，垂下脑袋不敢说话。这时花花佛大着胆子问道：老祖前往东极无量海，莫非是为了联合黑龙王对付3大宗门？黑龙王扫了花花佛一眼：你还没有奔到家，知道本佛祖是为你们擦屁股。3佛老脸长成猪肝色，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。这些年本寺虽然一骑绝尘，但其余3大宗门亦不可小觑。此事之后，3大宗门势必联合起来对付本寺，但本寺破局也很简单，只要与那条老泥鳅结盟，3大宗门不过是土鸡瓦狗。老祖睿智。3佛跪地再次称颂：东域极乐安。
极乐大殿之上，高层似乎正在激烈争论着安主的安危事关重大，我们必须去碧波城援救，不可。根据最新的探报，碧波城城主海碧波似乎与欢喜寺有勾结，我们这时候过去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乐慧，你的意思是我等坐视不管，任由安主被那些秃驴折磨？是啊，乐慧，还有那么多同门的血海深仇。乐福、乐秋，你们误会了，现在是多事之秋，我等为宗门考虑，必须从长计议。什么从长计议？我看你龟缩不出，就是怕了。极乐安主之下，还有3位名气不小的美艳师太，这3大师太分别是乐慧、乐福、乐秋。极其罕见地是，这3大师太竟然是一母同胞的3胞胎，3女长相一模一样，但脾性迥然不同。乐慧性子沉稳，为人处事讲究一个稳字；乐福古灵精怪，常有出人意料之举；乐秋的脾气最是火爆，一言不合就喜欢动武。此刻3人因为是否前去碧波城救援极乐神尼吵得面红耳赤，全然没有平时的默契。枪！乐秋猛然拔出随身的法剑，怒指乐慧道：“安主传道授业，与我等有再造之恩。乐慧，你休要从中作梗，阻止我前去碧波城救援安主。”乐福也收起平时的漫不经心，肃然道：“乐慧，莫要再劝了，我和乐秋心意已决。”说完，2人携手就要掠出大殿。这时，乐慧忽然飞身跟了出去，乐福、乐秋转身怒目而视，乐秋更是气得娇躯轻颤，波浪起伏，道：“再敢阻止，休怪我动手！”乐慧微微一笑，忽然抬手一招，远处飞来一道飞剑，嗡鸣作响，围绕着他盘旋转圈。乐慧随意舞了几道凌厉的剑花，英姿飒爽道：“我什么时候阻止你们了？既然你们都去了，我自然也要去。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乐福、乐秋一愣，随即重重点头：“没错，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就在这时，3人身后忽然传来一道赞赏声：“好一个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！”3人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豁然转身，却见极乐神尼身穿玉色道袍，负手而立：“安主，恭迎安主凯旋，恭迎安主！”乐慧3人激动坏了，几乎喜极而泣。极乐神尼早已听到3人的争论，再看到3人如此姿态，自然知道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安内怕是不太平静。本座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们辛苦了。极乐神尼柔声道。3女眼圈发红，深吸气，强忍泪水。与安主在外面遭遇那么多凶险相比，我们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？是啊，安主才是真的辛苦。安主，现在各种消息满天飞，碧波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极乐神尼心中愈发欣慰，不枉自己为了宗门这么拼。想了想，他又将碧波城前后发生的事告知3女。乐慧3女听完时候，自然大吃一惊，这些秃驴无耻之尤，竟然勾结黑龙王！秃驴不除，我东域1日难安。幸好有合欢宗的道友，否则安主危矣，宗门危矣。极乐神尼点点头，叹息道：“这一次确实是本座距离陨落最近的一次。不过获悉福之所以有这次深刻的教训，极乐安、合欢宗、妙音门将会更好的团结在一起。”3位师太再次心中暗惊。乐慧深吸一口气，询问道：“安主，您的意思是本安与合欢宗、妙音门结盟？”正是。极乐神尼没有拐弯抹角，看向3大师太：“结盟之事，你3人觉得如何？”3位师太聪颖灵慧，安主主动提出，他们又怎么会杀风景的唱反调？更何况以眼下的形势，整个东域都要大乱，结盟绝对有莫大的好处。安主英明，我等遵从。极乐神尼颔首，心中大为满意。不过对他而言，有一件事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结盟。极乐神尼想了想，忽然道：“你3人可知道，合欢宗出现一个千年难遇的绝顶天骄？若非此子出手，本座难逃秃驴毒手。”闻言，3大师太面面相觑，眼神里都是疑惑。千年一遇的天骄，东域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绝世天才？乐秋向来自视甚高，颇不服气道：“安主莫非是玩笑？合欢宗若有如此天骄，又岂能没有半点风声？”极乐神尼知道乐秋起了好胜心，莞尔一笑：“看来秋不太服气啊。那本座随便挑几件扬尘的事迹说说。”3位师太好奇心大起，侧耳倾听。其一，他成立了一个名为整活3剑客的组合，成功生擒4大佛之一的笑笑佛。其二，他策划袭击欢喜禅院，火烧欢喜老祖佛像，救出本座以及叫其余2位宗主，并重伤3大佛。其三，废掉海碧波唯一的儿子，炮轰城主府，抢了城主府宝库。这3桩事迹一说出来，3位师太都是瞪大眼眸，难掩内心的震撼。这3件事，随便一件都能轰动整个东域修炼界，更别提一来就是3件。关键是做完这一切之后，这杨晨还全身而退了。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大写的福字。安主，乐秋服了。乐秋师太没有任何狡辩，唯有叹服，差距太大了，反倒不会有嫉妒的情绪。果然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位杨晨道友绝世无双。乐慧不吝惜溢美之词，连声惊叹：“哎，可惜了，这位道友要是咱们极乐安的弟子就好了。”乐夫古灵精怪，与常人的脑回路有些不同。闻听此言，其余2位师太心中暗笑，这乐福真是异想天开。殊不知这句话正中极乐神尼下怀。福儿，你果然聪明，这些秃驴竟然与异族勾结，自有取死之道，这个仇必须要报。
三大长老都表达了内心的愤慨，妙音仙子也勾起了内心的恨意，好半晌才逐渐平息情绪。接着，他又把结盟之事全盘托出，询问三大长老的意见。结盟，此事是否太过仓促了？是啊，结盟意味着同进退，共分担，一个不好会惹祸上身。门主三思。三女对于结盟之事有所疑虑，极乐神尼摇摇头，说道：乱世将至，东域已经乱了，独木难支的道理，你们应该明白，这个盟必须结。英兰等三女面面相觑，独木难支的道理，他们自然明白，可这也不是必须结盟的理由。不过，三女迟疑片刻，终是认可了妙音仙子的决策。是，门主，我等定会支持您创建联盟。妙音仙子一眼就看出他们的疑虑，浅笑道：其实结盟之事的首倡者，并非三大宗门的掌门，而是合欢宗的亲传弟子杨晨。本座答应结盟，多半也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闻听此言，三女心生波澜，眸中秋水波光一颤。区一个亲传弟子，怎会有这么大的面子？门主莫不是在说笑？接下来，妙音仙子又把有关杨晨的事迹娓娓道来。三女心中震撼之余，方才明白门主为什么一回来就要他们答应结盟的事情。毕竟与这样的天骄人物结盟，妙音门在未来的乱局里几乎立于不败之地。现在你们应该明白本座力推联盟的原因了吧？妙音仙子笑意盈盈，看向三大长老。三女俯首一拜，门主良苦用心，是我们没有领会你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门来其余事务都可暂缓，全力促成结盟。是，门主。天晨峰，杨晨正在修炼。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小臣子，别临时抱佛脚了，本王和小小要去跳蚤市场，你去不去？跳蚤市场。杨晨睁开眼睛，身形一动，打开房门。黑猫惬意地躺在小龙女怀里，打了个哈欠。你们从哪听说的跳蚤市场？杨晨歪着脑袋，好奇地问道。所谓跳蚤市场，其实就是合欢宗弟子自发组织的地下交易市场。当然，这种地下交易市场限制很大，只有每一届圣子争夺战开幕前几日，跳蚤市场才能开启。届时，弟子们涌入跳蚤市场，互通有无，也算是为圣子争夺战积蓄力量。不过，这种是属于合欢宗公开的秘密，黑猫才来多久，怎么会知道？切，本王长着四条腿，爱去哪就去哪，当然要去人多的地方逛逛。可惜合欢宗的规矩太严，不让本王进去。黑猫嘟囔着嘴，埋怨着。杨晨嘴角一弯，笑出了声。小小，你们来到宗门这么久，我还没带你们逛逛，这跳蚤市场还是有点意思的。杨晨倒也没刻意去掉黑猫，承诺带他们过去。黑猫得意的点点头，不错，算你有良心。小龙女眼睛笑成月牙，多谢杨晨哥哥。颠鸾峰，颠鸾峰之上有一辉煌的银色大殿，造型如飞跃的鸾鸟，颠鸾峰因此得名。而这一届跳蚤市场的举办之地就在颠鸾峰的山腰。是夜，华灯初上，天上的群星闪耀着清冷的辉芒。跳蚤市场里灯火通明，如一条亮色的丝带裹着颠鸾峰。远远看去，天上人间颇有交相辉映的一曲。哇，好热闹！杨晨几个驾驭遁光而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小龙女捂着小嘴发出惊叹。她忽然想到误打误撞走进秋水城集市，可那里也没有合欢宗的跳蚤市场热闹。黑猫也是两眼放光，流着哈喇子。他的关注点与小龙女可不一样。此刻黑猫已经看到无数花枝招展的女修。小臣子，别磨蹭了，快带我们进去。杨晨点点头，里面更热闹。走。到了入门处，守门的弟子鼻孔朝天，出示身份令牌，每人一块灵石。杨晨理都不理，随手扔过去亲传弟子令牌。守门弟子顿时脸皮一跳，恭恭敬敬呈上令牌。这位师兄，您请进，您请进。杨晨面无表情，带着黑猫和小龙女进去。黑猫比较记仇，之前来对方死活不让进，嘿嘿，看门狗，这下不敢拦我了吧？他挤眉弄眼吐舌头，十足的狐假虎威。守门弟子气得脸色黑沉，却也只能咽下这口气。亲传弟子都是圣子的热门人选，他可惹不起。低调点。注意到四周注视的目光，杨晨呵斥黑猫，黑猫却是洋洋得意，似乎很喜欢这种被人瞩目的感觉。杨晨无奈，只能加快步伐。他们汇入人流之中，一场小插曲很快消散。极品火球符，擂台战必备，扔过去一打，亲传弟子都得跪。霸血丹，灵药堂最新研制的极品灵丹，吃了霸血丹，气血猛如妖兽。清风剑，器物堂李大师团队10年壳血力作，祝各位帅哥靓女圆圣子之梦。一路走来，到处都是摆摊叫卖的声音。杨晨几个目不暇接，几乎看花了眼，尤其是黑猫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勒个去，这合欢宗竟然这么多漂亮女弟子，他早应该来投奔啊！杨晨看小龙女大眼睛扑闪扑闪的，心中一动。小小，这些零食给你，你随便买点。杨晨可不是小气人，随手给了几百零食。见状，黑猫顿时不乐意了，他醋意浓浓道：“还有本王的呢？”杨晨撇撇嘴，之前在碧波城搞事情，黑猫应该藏了不少战利品，竟然还好意思问他要零食。不过为了不在大街上丢人，杨晨还是给了黑猫几十颗零食。黑猫掂了掂分量，明显不太满意。小气鬼！接下来，杨晨几个开启正式的购物之旅。与一般的弟子不同，他们选购的物品都不是法宝，
灵符、灵药这样的修炼资源，而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。黑猫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斗篷爱好者，竟然买了个好几件巧手制作的斗篷。小龙女则是喜欢上精工打造的头饰。杨晨一直不出手，直到遇到了小吃一条街。不多时，他们逛到了跳蚤市场的正中心，这里位置最好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。能在这里摆摊，几乎都是有实力的弟子。杨晨眸光一扫，就瞥到好几个熟面孔，这些人都是各峰的亲传弟子，属于圣子争夺战的种子选手。我勒个去，好大脸！忽然，黑猫流着哈喇子惊叫起来。杨晨循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却见中心区域最大的一处摊位上站着一个粉色裙装女子。这女子五官精致，眉宇之间带着一丝傲气，尤其是她那雄伟耸立如峰，夸张到了极点。与之相比，四周的女弟子一个个成了小山包。陈凤歌，杨晨一眼就认出女子的身份，她就是颠鸾峰峰主陈青鸾的爱女陈凤歌。由于出众的家世、精致的相貌以及那天赋异禀，陈凤歌在合欢宗的人气向来很高。此刻，四周围绕一圈的狂风浪蝶便是明证。小陈子，你认识这女修？黑猫眼睛滴溜转着，一副急切的样子。杨晨点点头，说起来，亲传弟子之中，杨晨对他还算是比较熟悉的。黑猫顿时兴奋了，急吼吼道：“那你快介绍我认识！”杨晨颇为无语的摇摇头，这色猫真是死性不改。不过他想了想，还是走上前打了个招呼：“陈凤哥，好久不见啊！”四周的男女修士顿时两眼发光，做吃瓜状。这个小哥哥好帅啊，难怪敢跟陈凤哥搭讪。这一对我好克。陈凤哥自然也听到四周的议论，他抬起天鹅颈，颇为审视地打量着眼前的杨晨。没来由地，陈凤哥的脑海里浮现出另一张国字脸身影。杨晨这个小白脸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惜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混混角色。有宗主这样的顶级资源，竟然到现在还没有筑基，与他的宗泽哥哥相比，何止是云泥之别？更别提宗泽哥哥昨日已经结丹，圣子之位势必手到擒来。杨晨，我劝你珍惜时间，回去好好修炼，准备圣子争夺战，不要不学无术，学别人玩套路，让我看不起你。杨晨听到这话，顿时蒙圈了，这是啥玩意？他就是看在老熟人的份上，过来照面打个招呼而已。这娘们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！这时，四周的吃瓜群众顿时兴奋起来了。他就是杨晨啊，真的帅！听说还是宗主的亲传弟子呢，有什么用？废柴一个，到现在估计都没突破炼气后期啊！那难怪陈大小姐看不上吧？陈大小姐其实早就心有所属，楚真传知道吧？难道是楚宗泽最近结丹那位？这些议论声也传到了杨晨耳朵里，这让他立刻动了肝火。人要脸，树要皮。陈凤哥对他有偏见，杨晨其实无所谓，可这么当众说出来，打的又何止是他一个人的脸？陈大小姐莫不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天上的仙女？我劝你不要太自作多情，本人对你没有半点兴趣。杨晨面罩一层寒霜，毫不犹豫地当众怒怼。对方不给他面子，他当然也不会给对方留面子。这话一出，四周的弟子瞬间鸦雀无声。竟然有人敢这么对陈公主，这是要添他的节奏啊！你果然，陈凤哥当即气得娇躯轻颤，原本精致的五官都有些扭曲了。毕竟作为颠鸾峰峰主的爱女，她走到哪不是溢美之词，何曾被人这么对过？陈凤哥指着杨晨，嘴唇发乌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这废柴定然是因爱生恨，故意这么激他。自己要是破防了，岂不是上了他的当？念及此处，陈凤哥深吸一口气，立马转移火力。杨晨，早知道你不学无术，不求上进，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你喜欢结交一些鬼鬼祟祟的家伙。说着，陈凤哥眯着一双魅惑的狐狸眼，紧紧盯着一旁黑猫和小龙女。四周众人的视线也汇聚到两个裹着斗篷的身影。显然，陈凤哥嘴里鬼鬼祟祟的家伙就是黑猫和小龙女。熊大无脑的小妞，你个这说谁鬼鬼祟祟呢？我看你全家都鬼鬼祟祟。黑猫的脾气火爆得很，有时候对起人来比杨晨厉害多了。这一句熊大无脑，算是戳到陈凤哥肺管子。你大胆！陈凤哥气得呼吸急促，起伏不定，看起来愈发雄伟。你什么你？杨晨哥哥好心好意跟你打招呼，你见面就是对，我们整活3剑客饶不了你。小龙女插着小蛮腰，气呼呼瞪着陈凤哥，说着，黑猫和小龙女就要整活，好好整一整陈凤哥。慢着！杨晨赶紧拦住，小陈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这就怕了？黑猫一脸不爽，小龙女气鼓鼓道：“杨晨哥哥，可不能饶了他。”杨晨却是笑了，暗中传音道：“面对欢喜寺四大佛，我都没有怂过，怎么会怕他？既然要整活，那就整个大的。”于是杨晨当即带着黑猫和小龙女支起架子开始摆摊，而且他的摊位就在陈凤哥旁边，这是明摆着要跟对方打擂台。要知道，杨晨可是有3门灵能轰天炮，一轮齐射就是3万灵石，总不能老是舔着脸跟师尊要灵石吧？男人都是要面子的，所以摆摊打擂台，既能给陈凤哥整个大活，也能顺便赚不少灵石，一举两得。这下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好家伙，竟然有人敢在陈凤哥隔壁摆摊，这时明晃晃的抢生意啊！陈凤哥抱着双臂，冷眼旁观，眼神里鄙夷几乎都要溢出来了。想抢他的生意，您配吗？
陈凤哥的摊位上奇珍异宝、灵丹妙药、法宝灵符，可谓是一抓一大把。他的傲气还真不是凭空来的。杨晨若是知道陈凤哥想法，怕是要笑掉大牙。比豪横，谁能比得过碧波城的城主府？没错，杨晨就是要把他从城主府里抢来宝贝拿出来变现。杨晨先声夺人，拿出来的第一件宝物就亮瞎了所有人的眼睛。只见他施然掏出一个小玉瓶，放在眼前的桌子上，玉瓶之中有一颗奇异的9窍金丹漂浮着，如一轮小太阳，散发出惊心动魄的辉芒。这奇异的一幕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纵使是再不识货的人，也能看出小玉瓶之中的丹药非同小可。就在众人议论之时，忽然有一个亲传弟子拨开人群，朗声道：“这枚丹药我要了，我出1万灵石。”那亲传弟子目光灼热，死死盯着玉瓶里的丹药，看他那激动的样子，若不是在跳蚤市场，怕是要下场打劫了。杨晨却是鄙夷地扫了亲传弟子一眼，嗤笑道：“1万灵石就想买下我的7品破金丹？这位同门莫不是在说笑？”杨晨的音量并不大，此刻却如一道惊雷在众人耳畔炸响。什么7品破金丹？我的天哪！他怎么会有破金丹？快看，杨晨的摊位上出现7品破金丹。那开价1万的亲传弟子悻悻一笑，绝口不提此事。一旁的陈凤哥再也绷不住他那张傲气的脸蛋儿，几乎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。这可是破金丹，能够大大提高修士结丹几率的绝品神药，这废柴凭什么拿得出来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有关破金丹的消息席卷跳蚤市场，人群掀起阵阵骚动，拼命往杨晨的摊位跑，只为一睹传说中的7品破金丹。杨师弟，我出5万灵石，7万灵石，8万！不少实力雄厚的亲传弟子顾不得矜持，此起彼伏喊价。可是直到喊到10万灵石，杨晨依旧眼皮不眨，岿然立于人前。杨晨师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10万灵石的天价，难道你还不满意？杨晨眨了眨眼睛，流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。换作是诸位师兄弟，会把7品破金丹卖出去吗？笑话，10万灵石够他打几炮？闻言，众人都迟疑不说话了。7品破金丹事关晋升金丹的大机缘，追求长生大道的修士又岂会用来换灵石？这里是跳蚤市场，你既然摆出来了，那就是拿来卖的。这时，一道傲气的女声响起，却是陈凤哥过来找茬了。此言一出，立刻得到在场之人的响应。是啊，都拿跳蚤市场了，不卖干嘛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10万灵石已经很多了。见得到众人支持，陈凤哥昂起下巴，目中闪过讥诮之意。小样儿，还敢跟本小姐斗？今天就让你下不来台！面对汹汹质疑，杨晨依旧淡定。他拿出7品破金丹，不过是制造噱头，引动人流。我可从来没说过要卖7品破金丹。陈大仙女，你还是不要太自以为是了。杨晨嘿笑一声，讥讽道：“他拿出破金丹，不过是吸引人流量，抢陈凤哥的生意。而经过他这一通操作，也确实把陈凤哥摊位前的人流吸引了过来。现如今，杨晨摊位前人头攒动，而陈凤哥的摊位前门可罗雀。陈凤哥气得柳叶没倒竖，愤愤不平道：少在这里狡辩！我看你就是故意耍这里所有人。其余人纷纷附和怒骂：就是不卖拿出来干嘛？这小子忒坏，故意玩人。杨晨怡然不惧，继续阴阳怪气道：陈大小姐，虽说这里是颠鸾峰，但你也不能裹挟众人强买强卖吧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你这句话算是点到了陈凤哥的死穴。作为颠鸾峰峰主之女，她可不敢破坏母亲的名声。陈凤哥气鼓鼓地瞪了杨晨几眼，转身退走。黑猫和小龙女看到陈凤哥那模样，笑得拍起了巴掌。论整活，还得是整活3剑客的队长啊！这时，闹哄哄的人群没了陈凤哥带头，一时间也没人鼓噪了。众人眼巴巴瞥了7品破金丹好几眼，就要悻悻而返。杨晨辛辛苦苦整活引来的人流量，当然不会就这么浪费了。诸位，且慢！众人脚步一顿，纷纷疑惑地回头观望。杨晨师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杨晨微微一笑，拍了拍挂在腰间的阴阳葫芦，一道灵光洒落。片刻后，桌上摆满了当日在碧波城城主府劫来的宝物，灵气级别的法宝：烈火镜、5品淬体灵丹、龙象般若丹、极品灵符、李龙寒冰符。众人惊叹着眼前的宝物，发出阵阵呼喊着。这些宝物虽然不如刚才的7品破金丹，但也是难得一见的好宝贝。最关键的是，宝物的数量非常大，粗略一看就有大几百件。杨师弟，你这些宝贝卖吗？众人眼巴巴看着他，满含着期待。卖，当然卖！诸位同门，这些宝物都是我的，今日看在同门的份上，一律85折。杨晨猛然提高音量，朗声道。话音一落，人群如滚开的沸水，彻底轰动了。一件宝物动辄就是几百上千灵石，85折的折扣已经相当不小了。小黑子，小，维持好秩序。看到汹涌的人群，杨晨赶紧传音：另外，你们要是有不需要的战利品，也可以拿出来变现。黑猫和小龙女两眼放光，猛点头：大甩卖！增长气血的青龙果85折的基础上再打9折，一颗只要98枚灵石。跳楼价，上品灵气飞羽剑只要1999枚灵石。冰蚕丝肚兜呵护女修之美，女弟子快来瞅瞅，一律5折。小龙女和黑猫各据一方，
一边大声叫卖引流，一边引导弟子排队。杨晨则是负责交易、收零食，差点收到手抽筋。一时间，杨晨的摊位之后竟然排出去几里长的队伍，大家争先恐后，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。距离最近的陈凤哥受到的冲击最大，原来热闹的摊位此刻竟然只剩下寥寥几人，这几个都是陈凤哥的极品舔狗，宁愿错过机缘都要陪着女神。该死的暴发户，财不露白的道理都不懂，定然要被邪修盯上。陈凤哥的美目之中跳跃着愤怒的火焰，咒骂的话语从牙齿里蹦出来。陈师妹说的对，这3个混账东西指定没好果子吃。师妹何必与3个暴发户置气？这些人旋起旋灭，蹦跶不了多久。几个舔狗围着陈凤哥，小心翼翼劝慰着。看到陈凤哥伤心，他们的心都要碎了。陈凤哥深吸一口气，压抑怒火。他这次算是亏大了，不仅失去面子，连里子都掀了。摊位上的宝物要是卖不出去，就砸手里了。这时，黑猫得意洋洋，冲着陈凤哥嚷嚷道：“哎呦，这不是陈大仙女吗？现在这么拉了！”这下彻底点燃了陈凤哥的怒火。杨晨，管好你的人，否则别怪本小姐不客气。杨晨看到陈凤哥已然红温，几乎都要破防了，想了想，就不打算刺激这小妞了。然而，黑猫又跳了出来，他故意耸动几下，摆出流氓相，道：“熊大无脑的小妞，本王给你脸了，本王就在这里，你能拿本王怎么样？放肆！”陈凤哥气得呼吸急促，波涛起伏，他大喝一声，抽出九节鞭，啪的一声爆响，竟是打出了音爆。那九节鞭名为红莲九节鞭，乃是一尊罕见的鞭形宝器。啪！再一次声爆响，红莲九节鞭如毒蛇吐信，直奔黑猫而去。饶是黑猫身法灵活，也狼狈滚动，险些遭了毒手。轰！再回头一看，却见原先站立的石墩子炸成无数道齑粉。我勒个去！小妞，你来真的！黑猫吓得毛发炸开，恼怒地质问：刚才那一下要是没躲开，怕是东一块西一块了。陈凤哥狐狸眼喷火，已然打红了眼，三番两次挑衅本小姐，今日再吃我一鞭。黑猫一看对方发飙，立马怂了，他连滚带爬躲到杨晨身后。小陈子，救我！这小妞疯了！火凤探海！陈凤哥娇喝一声，手里红莲九节鞭燃起熊熊烈火，他挥舞九节鞭，身法更是灵动，如火凤起舞。一时间，四周的仰慕者已是吃了。杨晨被迫挡在黑猫前方，他负手而立，目光略带几分凝重。那火龙舞动已然起势，接下来必是宣赫凤凰之威滚滚而来。这一招火凤探海，以陈凤哥筑基巅峰的修为使出来，倒是有模有样。果不其然，陈凤哥轻舞飞扬之后，红莲九节鞭劈出一道火凤虚影，那一道火凤嘹亮鸣响，宣赫的凤威席卷而来。我勒个去，这小妞有点猛啊！黑猫看到陈凤哥这么狠，当即知道自己麻烦大了。杨晨哥哥，小心！小龙女惊声提醒，大眼睛里满是惶急。杨晨好整以暇，打量着眼前的火凤虚影，乍看起来就好像他已然吓傻了。陈凤哥眼中满是快意，他本来就意不在黑猫，而是奔着杨晨去的。这一边打的这狂徒皮开肉绽，方能解本小姐心头之恨。可就在这时，杨晨动了，他的手里忽然出现一把金色的法剑，散发着灵气的威压。龙阳焚天剑绝火式，杨晨展出一道金色的剑气，剑气急速掠去，刺向火凤。火凤鸡鸣一声，微微有些暗淡，竟是吞了这道剑气。龙阳焚天剑绝颜灭，杨晨再斩第二剑，剑势如虹，激射而出，是要斩断火凤高傲优美的脖颈。火凤鸡鸣一声，轻轻震动燃火的双翼，便已穿梭了空间。如虹的剑势虽快，但也只能斩到火凤的残影。杨晨，本小姐这一边你躲不过去，乖乖吃下吧。陈凤哥却是没想到杨晨还有几分还手的实力，心中微微讶然。不过猎物越是挣扎，结局越是绝望。救！火凤鸡鸣一声，从天空急掠而下，如苍鹰搏杀野兔，不可一世。是吗？你未免得意的太早了。杨晨运转大日合欢功，身后骤然出现一轮玄日虚影，大日闪耀，衬托的杨晨如仙临凡世，竟然遮蔽了宣赫的火凤。这是什么功法？陈凤哥被这大日光芒刺得几乎睁不开眼，他勉强看去，心神已然摇曳震动。那轮散发炽烈光芒的大日，仿佛能灼烧天地，被杨晨狠狠地轰出。轰隆！火凤被大日击中，发出凄凉的哀鸣，瞬间消融。噗！陈凤哥气息萎靡，俏脸如雪一般煞白，他勉强支撑起身体，却是喷出一口鲜血。这是破法之后的反噬，灵技越强，破法之后的反噬越厉害。不过与内心深重的挫败感相比，这点伤势又算不得什么，自己竟然败在一个废物手里。陈凤哥擦拭唇角鲜血，看向杨晨的目光满是复杂。与此同时，四周观战的弟子一个个几乎惊掉了下巴。谁又能想到，杨晨一个炼气废柴，竟然在正面交锋中战胜了大名鼎鼎的陈仙子。不过给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杨晨使出地功法，以他们的眼力，自然看出这功法极不一般。或许杨晨这个废柴就是靠着功法的犀利，才战胜了陈仙子。念及此处，众弟子纷纷激动起来了。毕竟杨晨这个炼气废柴都能雄起一波，若是他们修炼了这功法，那恭喜杨晨师弟，师弟果然是天骄人物。杨师弟地功法真是厉害，
师弟若是献法于藏宝阁，宗门必定重有赏。是啊，师弟何不献法，为宗门多做贡献？若有此法，何愁我合欢宗不兴？众弟子围上来嘘寒问暖，明里暗里打听杨晨修行地功法，乃至于为了逼迫杨晨分享功法，还搞起了道德绑架。似乎杨晨不把功法献出来，就是合欢宗的罪人了。杨晨当然不吃他们这一套，大日合欢宫本来就是他顿悟出来的，怎么可能外传？献法之事本就是自愿的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逼我献法？杨晨因沉着脸，逼视围上来的弟子，手中龙渊剑阵阵嗡鸣，蓄势呆发，这副临战的姿态就如一盆冰水泼到头上，众人瞬间清醒许多。开玩笑，眼前这位可是正面击败过陈凤歌的狠人，抢他的东西岂不是老寿星上吊活腻歪了？杨师弟，你误会了。是啊，我们绝无此意。呵呵。杨晨冷笑一声，满满嘲讽意味。众人讪笑着退后，不敢再威逼杨晨了。一群怂货，想打劫就明着来，搞这些小把戏。黑猫看到众人退散，不嫌事大地，嘲笑起来。小龙女插着小蛮腰，也是怒对居心不良的家伙。我们整活3剑客，不抢你们就不错了，你们还敢觊觎杨晨哥的地功法？众人本就心里有鬼，根本不敢还嘴。杨晨笑着拍拍小龙女的肩膀，心中大乐，这小丫头简直是他的最佳嘴替。小陈子，你刚才那是什么功法？怪厉害咧，要不教教我呗？黑猫眼珠乱转，鬼机灵的想要占便宜。一边去吧你，一只猫学人族地功法，不怕走火入魔啊？杨晨随手拨开凑近乎的黑猫，嗤之以鼻道。黑猫顿时不乐意了，还想叽歪，可就在这时，远处一道红色的盾光急速掠来，散发着金丹修士的强大威压。这一幕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。凤哥师妹，听闻你在这里摆摊，生意可还好？金色盾光消散，却是出现一个国字脸身影。楚宗则板着国字脸，两撇八字胡，一看就是模仿他的师尊乌行山，乍看起来倒是有几分上位者的威严。陈凤哥一看到楚宗泽，小模样渲然欲泣，委屈巴巴道：“宗泽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”楚宗泽故作关切，一副心疼的样子。凤哥师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还有人敢在颠鸾峰欺负你？说着，他威严地扫视周围的弟子，似乎要抓出罪魁祸首给陈凤哥出气。四周弟子感受到金丹威压，吓得连连后退，并极力澄清自己。陈凤哥看到这一幕，美眸里都开始冒小星星了。不愧是他的宗泽师兄，真是霸气呢。陈凤哥顿时找到了主心骨，指着杨晨怒斥道：“宗泽师兄就是这个杨晨废柴，他不仅挑衅羞辱我，还故意在隔壁摆摊，抢了我的生意。”杨晨听到这个名字，楚宗泽本能的就是心头一跳，生出几分畏惧。当日在天尘峰，他被杨晨整得太惨了，以至于产生了心理阴影。可旋即，楚宗泽的胆气又陡然壮大起来。现在的他是堂堂金丹修士，宗门未来的圣子，杨晨算个什么东西？今日他不仅要在陈凤哥面前一展雄风，还要报仇雪恨。杨晨，你真是狗胆包天！凤哥师妹何等尊贵的身份，也是你一个废柴能够折辱的。石象帝立刻给凤哥师妹跪下道歉。楚宗则背着双手，昂然立着，金丹修士的气势席卷而来，那霸气侧漏的姿态，看得恋爱脑陈凤哥已然吃了。周围弟子亦是震动，不少人更是期盼着楚宗泽打爆杨晨。我说今天出门怎么一直有乌鸦叫唤个不停呢？原来是提醒本王会遇到你这个倒霉蛋啊！杨晨还没说话，黑猫就蹦出来一通嘲讽：“是你！”楚宗泽沉声低喝，双目几欲喷火。他看到黑猫，甚至比看到杨晨还要气愤。楚宗泽派人去寻侍妾钱儿和妍儿，传回来的消息却是二女做了人宠，立刻把钱儿、妍儿还回来。黑猫摇着尾巴，撇撇嘴道：“你叫我还我就还，本王不要面子的吗？除非打赌赢了本王。”楚宗泽压抑怒火，沉声道：“打什么赌？拿什么为赌注？”黑猫身后粗短尾巴忽然竖起，灵活地指向杨晨：“就赌你能不能战胜小陈子。至于赌注吗？”黑猫的尾巴忽又转弯，指向陈凤哥：“赌注就是这个小妞，你要是输了，这小妞要送给我当人宠。”放肆！楚宗泽神色巨变，怒声斥道：“陈凤哥虽然雄大无脑，但他背后的陈青鸾可不是简单角色，拿陈凤哥做赌注，眼前这家伙真是敢想。”四周围观的弟子也是一阵议论。杨晨摇摇头，看着痞赖相的黑猫，很是无奈，这家伙又拉自己下水。不过楚宗泽也不是傻子，又怎么会冒着得罪颠鸾峰峰主的风险与黑猫打这个赌呢？可就在这时，陈凤哥竟然主动站了出来：“宗泽师兄，我支持你打这个赌。”师妹，楚宗泽深情款款，装作感动的样子。陈凤哥深情对视：“师兄，一定要给我狠狠报仇。”“好，师兄今日就打断这小白脸的四肢，给你好好出一口气。”楚宗泽自信一笑，似乎杨晨就是田间野草，随手可灭掉。这个赌我打了，杨晨，滚过来受死吧！对方这么嚣张，杨晨不想出手也得出手了。他拔出龙渊剑，遥指楚宗泽：“希望你的实力能够匹配你的自信。”眼见大战一触即发，忽然有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：“跳蚤市场，禁止私斗。”这话一出，剑拔弩张的气氛消散，所有人看向来人。只见一个蓝裙女子亭亭而立，她长相极美，气质却是清冷，
如北方的月霜，看一眼就冷到了骨髓。蓝月霜，杨晨眼眸微眯，龙渊剑暂且回鞘。蓝月霜，金丹3层，相思峰峰主影像司座下大弟子。跳蚤市场是为圣子争夺战开启的，不是你们私斗的地方。你们若是有仇怨，可以私下解决，或者去在擂台上分个胜负。蓝月霜缓缓走来，四周的弟子们纷纷躬身行礼，让出一条道。楚宗泽和陈凤歌纵然再不甘心，也只能躬身行礼，暂且作罢。多谢师姐主持公道。杨晨拱拱手，也表达了感谢。蓝月双微不可察地瞥了杨晨一眼，眼底的疑惑一闪而逝。此子竟敢以炼气修为对峙金丹境界，也不知是无知还是真有底牌。黑猫瞪着黑曜石一般眼睛，留下哈喇子。好飒的小姐姐，这位人美心善的小姐姐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们就要惨了。多谢多谢。黑猫眼珠一转，走上去凑起了近乎。蓝月霜打量了黑猫一眼，很快挪开目光。显然这种小角色根本入不了他的眼睛。黑猫咬咬牙，开始迎弹攻势。小姐姐，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，我想把这件流萤离火泪送给你。说着，黑猫取出一件宝器级别的法宝，那是一件形如泪滴、晶莹剔透的防御法宝，女修长期佩戴，还有驻颜保养的神效。这件宝物是黑猫在城主府宝库之中寻摸到的，价值极其不菲，连杨晨看了都不禁暗暗诧异，这色猫真是精虫上脑，竟然把这么珍贵的宝贝用来搭讪。小姐姐，就让我亲自给你戴上吧。黑猫满眼痴迷，就要跳到蓝月霜的肩头动手动脚。滚！蓝月双凤眸协挑，面罩一层清冷的寒霜。他并指如剑，一道银色剑气骤然激射而出。黑猫反应极快，本能的一偏脑袋。饶是如此，他也被剃了个平头，黑色毛发纷纷扬扬落在地上。我勒个去！小妞，你这是要搞谋杀啊！黑猫差点吓尿了，怒斥蓝月霜。蓝月霜诧异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黑猫能躲过他的指尖。看到黑猫差点遭中，陈凤哥心里大为快意，这家伙竟然敢调戏蓝月霜，真是找死！蓝师姐，我跟你说。陈凤哥走上前，搂着蓝月霜说起了杨晨几个的坏话。在他看来，蓝月霜是他的闺蜜，定然会站在自己这一边。谁知蓝月霜听完之后，却是低声道：凤哥，你若信我，那就离楚宗泽远点，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陈凤哥捂着红唇，几乎惊声大呼：师姐，宗泽是凶人很好的，你对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蓝月霜暗暗叹息，这个师妹出身极好，前途远大，却是个恋爱脑。楚宗泽这种一心往上爬的家伙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为了什么与陈凤哥交往。不过蓝月霜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前去摆摊了。一场不大不小的插曲过去，跳蚤市场重新恢复了热闹。蓝月霜吩咐2个侍女在杨晨的对面摆起了摊，女神也是要恰饭的。蓝月霜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多捞点零食，以便购买更多的修炼资源。可她的风格太过冷傲，来来往往的弟子只敢偷看，连上去买东西凑近乎都不敢。一时间，蓝月霜的摊位前尽是无人问津。看到这一幕，杨晨生出照顾生意的念头。不论蓝月霜刚才出于何种目的出手，也算是间接消弭了一场无谓的争斗。你们要去对面的摊位瞅瞅吗？杨晨看向黑猫和小龙女，忽然道。黑猫一抬头，却是嘿嘿笑了起来。小臣子，没想到你花肠子这么多。杨晨颇为无语的摇摇头，这色猫真的没救了，啥都往那方面想。小龙女道是无所谓，反正该卖的都卖完了。师姐，咱们好东西也不少啊，怎么没人来呢？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是没长眼睛吗？2个侍女看着人来人往，沮丧极了。蓝月霜依旧是清冷如月霜，看起来并不急切。然而她的心里也开始泛起嘀咕，自己摊位上的好东西并不算少，价格也还算实惠，不应该没人来买啊。就在这时，耳畔传来一道声音：蓝师姐，你这里好东西不少啊。蓝月霜看过去，却见杨晨笑嘻嘻立在摊位前，身后跟着2个小跟班。杨师弟要是买，我可以给你最大的优惠。大概是第一个客人，蓝月霜忽然觉得杨晨这张小白脸格外顺眼，竟是主动给出优惠。2个侍女也热情地上来介绍着，杨晨顿时受宠若惊。蓝月霜给他打折，这是多大的面子，若是传出去，都能好好吹一波了。多谢师姐，我先看看有什么需要的。杨晨打定主意，就算不太需要，也要买几件照顾蓝月霜的面子。他目光扫过，丹药、灵符、法宝应有尽有，甚至还有比较少见的阵盘和傀儡。价格嘛，倒也还算实惠，但这些东西对于杨晨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，毕竟他可是洗劫了一整个藏宝库。就在杨晨打算随便挑选一件法宝的时候，黑猫的魂音忽然在心里响起：小臣子有好宝贝，那块绿铜片一定要给我拿下。绿铜片，杨晨面无异色，继续扫视着。很快，在摊位的边缘，一件秀丽的铜片映入眼帘。那绿铜片的表面坑坑洼洼，呈不规则的形状，好像从地下挖出来的法宝残片。这玩意会是什么好东西？杨晨眼皮一跳，不动声色地扫了黑猫一眼。黑猫知道杨晨不信，急切传音：信我，这东西绝对是好宝贝，要是骗你，本王明天就不举。为了取信于杨晨，黑猫甚至还发了个毒誓。好家伙，这么狠呐！这下杨晨不得不信了，这绿铜片很可能真的是一件异宝。杨晨思量片刻，
忽然笑道：“蓝师姐，我若是多买几件，还有优惠吗？”蓝月霜微愣，随即点头：“杨师弟这么照顾我的生意，当然有优惠。”杨晨谢了一句，一口气选了10件宝贝，当然那绿铜片也不经意地混杂其中。侍女见了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不愧是宗主的亲传弟子，出手果真豪横。蓝师姐，你看这里多少灵石？杨晨把宝物拿过来。这时2个侍女接过，细心的报价：4叶清心草800灵石，上品灵器紫霄飞火剑1万灵石，寒霜符一达3000灵石，天渊仙舟各种奇珍异宝的价格虽然有所浮动，但一般都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里。侍女的报价并不高，甚至低于市场价。蓝月霜的打折还是很有诚意的。师姐，这枚绿铜片。侍女看到最后一件绿铜片，却是有些犯难了。这东西看起来1块灵石都不值。杨晨悠哉，欣赏摊位上其余的宝物，似乎根本不把绿铜片放心上，但他的心里却是紧张起来，眼角余光也在关注蓝月霜的反应。黑猫低垂着脑袋，暗道小臣子可真是个老六，一口气买下10件东西，冰霜女铁定察觉不了。然而蓝月霜却是掂了掂手里的绿铜片，忽然道：“杨师弟很有眼光啊，竟然看上了我这枚残片。”杨晨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假装无意道：“我喜欢收集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，蓝师姐，你看着给个价吧。”蓝月霜眼底闪过一丝讥诮，开了一个骇人的天价：20万灵石。杨晨猛然抬起头，惊疑道：“师姐，这是何意？不过是一枚不知名的残片，开价20万，不觉得太过高昂了吗？”蓝月霜却是淡定地说道：“师弟想要在我这里捡漏，怕是想多了。我这枚绿铜片也是大有来历的，乃是师尊冒死从古战场所得，只不过师尊和我都没法破译其中奥秘而已。”闻言，杨晨眼角抽搐几下，满头黑线。他还打算蒙混过关捡个漏呢，原来对方才是扮猪吃老虎，明明大有来历的东西，随手扔在角落里。这时黑猫急切传音道：“小臣子，听我的，一定要拿下，20万也要拿下。”听到这话，杨晨对于绿铜片的价值预期再度调高，不过他继续据理力争，讨价还价道：“蓝师姐，即便这枚绿铜片再有来历，那也不值20万灵石吧？”蓝月霜却是罕见的笑了，浅浅的梨涡镜有几分勾魂夺魄。师弟何必一直拐弯抹角？你能看出绿铜片的不凡，应该有几分把握破译其中奥秘吧？我反倒觉得20万灵石开价低了。这是吃定他了。杨晨不管黑猫在后面急得跟什么似的，却是摇头拒绝：“这绿铜片应该与我无缘，师姐还是自己留着吧。”这下轮到蓝月霜尴尬了，这小子会不会讨价还价？杨师弟且慢，蓝月霜不想错过这次交易。绿铜片虽然不凡，但他破译不了其中奥秘，与破铜烂铁无异。圣子争夺战在即，不如交易出去，提升实力。用灵石衡量异宝，怕是不妥。不如我们以物易物，互相交换宝物。杨晨眸光一眯，笑嘻嘻道：“师姐看中我身上哪件宝贝，不妨直说。”蓝月霜觉得这话怪怪的，心里啐了一口。很快他咬牙开价道：“7品破金丹，我愿意用这枚绿铜片交换你那枚7品破金丹。”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博弈，蓝月霜终于暴露底牌。杨晨嘿嘿一笑，瞬间猜出了蓝月霜的用意。蓝月霜的修为达到了金丹3层，是亲传弟子之中的佼佼者，但他的金丹品级并不高。很明显，对方想用7品破金丹提升金丹品级。此刻蓝月霜心如肋骨，袖袍里的玉手紧握。今天这一番勾心斗角的交易，足以证明杨晨绝不是某些人口中的废柴。相反，这个精明的家伙肯定猜出他的用意。对方会愿意交换吗？小臣子，听我的，赶紧交易！这绿铜片里面有大机缘，不换你会后悔一辈子。黑猫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，疯狂传音。杨晨没搭理这货，又思量了一会。蓝月霜以及他背后的尹相思，对于师尊还算支持，这枚7品破金丹交易出去，倒也无妨。好，就用破金丹换绿铜片。杨晨做出决定。蓝月霜吐出一口浊气，施了一礼，多谢师弟割爱。对于这场交易，杨晨还算满意。7品破金丹市价10万灵石，算是压价一半了。一切还要看绿铜片其中的机缘。拿到绿铜片之后，杨晨几个回到摊位，小小，你来清点一下收获，待会我们大秤分金。杨晨吩咐道。听到这话，小龙女和黑猫两眼放光，毕竟分钱谁不爱啊？很快，聪慧的小龙女就把今晚售卖宝物的收获盘点出来了。短短2-3个时辰，竟然挣了90万灵石。要知道，他们做的可是无本生意，这90万灵石完全就是纯利。我勒个去，本王发了！杨晨哥哥太厉害了，出来一趟赚了这么多灵石。黑猫和小龙女兴奋极了，差点找不着北。杨晨自然也很高兴，对他来说，灵石就是实力，只要他的灵能轰天炮不缺灵石，就能横着走。这些灵石大家都出力不小，我们平分吧。杨晨大手一挥，豪横道。这话一出，黑猫笑得见牙不见眼，罕见的给杨晨吹起了彩虹屁。小龙女身为龙族，最喜欢的就是亮晶晶的宝贝，抱着一大堆灵石傻笑。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，隔壁摊位上的陈凤哥看到杨晨几个这么高兴，气得差点咬碎了银牙。在他看来，
如果不是杨晨抢了生意，这些灵石本该属于他的。混账东西，气煞本小姐了！本小姐迟早要报复回来。见状，楚宗泽赶紧抓住机会安慰陈凤哥：“师妹，这几个家伙都是暴发户，这种人师兄见得多了，蹦跶不了多久的。”说着，他还提高音量，朝向杨晨几个：“某些人啊，这几日吃好喝好，别过几天之后去了阴曹地府里后悔。”这话说得很是怨毒，明显是在威胁杨晨，要在圣子争夺战灭了他。杨晨听完之后，脸色黑沉下来，他冷冷盯视楚宗泽，杀气腾腾道：“楚宗泽，你应该庆幸这里禁止私斗，否则的话，我一炮轰死你这个废物东西！”黑猫和小龙女瞬间昂起头，士气高涨，他们可是见过灵能轰天炮的威力，在灵能轰天炮面前，楚宗泽算个锤子。然而四周之人哪里知道杨晨说的是灵能轰天炮？陈凤哥傲气的俏脸染上一层红霞，轻啐了一口：“这小白脸真是个变态，竟然要对宗泽师兄那啥！”楚宗泽菊花一紧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他不自觉后退几步，眼神满是戒惧。蓝月霜一时讶然失色，这家伙相貌堂堂，竟然有龙阳之好，可惜。看到众人的反应，杨晨当即明白他们是误会自己了。不过误会就误会，灵能轰天炮是他的杀手锏，他可不会轻易暴露。小插曲过后，杨晨带着黑猫和小龙女满载而归。一回到天尘峰的洞府，黑猫就迫不及待蹦了出来：“小臣子，快把绿铜片拿出来，本王要看看这里面藏着什么大秘密。”杨晨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让黑猫试试。其实他刚才在路上已经悄悄试探好几次了，却是一无所获。黑猫拿到绿铜片之后，收起了平时的嘻嘻哈哈，他东嗅嗅西闻闻，不时敲击几下，甚至还用舌头舔一舔。杨晨一脸懵圈，这小黑子又搞什么幺蛾子？可就在这时，黑猫忽然伸出爪子，在绿铜片上刻印了一道凌厉纹路，绿铜片陡然亮起，发出奇异的黄光。哈哈，本王实在太聪明了，这点小手段也能难得了本王。黑猫大笑着，猫爪连连挥舞。杨晨看得稀奇，大概知道黑猫在破解某种禁制，这下轮到他迫不及待了。绿铜片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小半个时辰之后，绿铜片忽然燃烧起来，瞬息就化为一团迷蒙的黄光，黄光一闪一闪，悬浮在半空中，像是一颗耀眼的星辰。好漂亮！小龙女惊叹道。杨晨也目露奇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黑猫卖了个关子，神秘兮兮道：“好东西，你试着用神识牵引一下。”杨晨打量着这团黄光，这东西应该没什么危险。他略微迟疑之后，神识探了过去，顿时黄色光团光芒四射，化作一颗流星撞了过来。杨晨大惊，下意识伸手去挡，可黄色光团透过指缝冲入他的神识之海。此刻杨晨的神识之中漂浮着一本古书秘籍，天阶上品灵记，大荒司天手，上古万族，大道争锋，老夫自创大荒司天手三式，护卫人族，昌盛不息。后来者修行大荒司天手，务必发下毒誓，护卫人族。杨晨哥哥，你没事吧？这时小龙女扑了过来，小脸上满是关切。没事没事。杨晨反应过来，似乎有些心不在焉。小臣子，快说说，你得了什么品阶的秘籍？黑猫目光灼灼问道。杨晨倒也没有欺瞒黑猫，实话实说，一门天阶上品的灵技。天阶上品？听到这话，黑猫和小龙女都不淡定了。天阶上品的灵技，那可是天渊仙州顶级势力压箱底的宝贝，足以镇压宗门气宇。杨晨只用了一枚破金丹就换取了，这消息要是传了出去，怕是要掀起腥风血雨。黑猫更是眼里喷出极度的火焰，嚷嚷起来：“不行，这灵技是我找到的，我也要学。”杨晨摇头失笑道：“这门大荒司天手是人族修士创建的灵技，你又怎么学？”黑猫登时一愣，哭丧个脸，早知道他就不说了，现在好处全让小臣子这个老六得到了。杨晨一眼就看出黑猫的心理，这货铁定是后悔让他得了大荒司天手，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，换自己也会心里不平衡。杨晨略一思量，取出5万灵石扔给黑猫：“小黑子，这是你的情报费，下次有机缘不要忘了分享。”黑猫不仅好色，还很贪财，他点了点灵石数目，立马笑嘻了：“好说好说，嘿嘿，你小子还挺上道的嘛。”见状，杨晨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这家伙贪是贪了点，但还算靠谱。安抚好黑猫，杨晨就进入阴阳葫芦里修炼。圣子争夺战在即，合欢宗的弟子都在磨刀霍霍，这个时候他当然也要快速加强实力。这门大荒司天手简直就是瞌睡来的枕头，不要太及时。大荒司天手的创建者没有留下姓名，但开篇那几句话足以证明此人定然是上古大能人物。杨晨倒也没有丝毫抵触，当场发了个毒誓：“合欢宗修士杨晨在此发誓，捍卫人族。”就在杨晨发下誓言之时，一道威严的中年武士虚影投射出来，他皮甲草鞋，裹着妖兽皮革，两颊竟是纹了骨子，一股洪荒原始的野蛮气息扑面而来。忽然，中年武士虚影看向杨晨，杨晨闷哼一声，险些跪倒在地，他的心里顿时掀起惊澜，这武士到底是什么人？只是淡淡一瞥，竟然让他支撑不住。好在这中年武士虚影对杨晨并无恶意，
瞥视之后，开始演练灵技。大荒司天手第一式撼山。中年武士大喝一声，身后一座神山虚影缓缓升起，他浑身散发出金色光芒，猛然挥出一拳，拳芒闪烁，推山断岳一般横扫一切。杨晨眼睛一眨不眨，将刚才的一切刻印在脑海里。他的呼吸节奏、肌肉调动、灵力流转，乃至于撼山一拳的气势。接下来，中年武士再度出手，大荒司天手第二式覆海。中年武士昂然立于半空，积蓄的气势如一座不断生长的山岳。当那山岳突破苍穹的限制，他也出手了。武士五指张开，重重拍下，霎时间，一个遮天蔽日的灵气巨掌拍到海面上，掀起恐怖的海啸。大荒司天手第三式司天。武士的气势开始狂暴，眼神中出现拼尽一切的疯狂。他竟在燃烧宝贵的精血，作为力量的源泉。很快，他的身体萎缩下来，如一个骷髅，但他眼中的灼热令人胆寒。司天。武士后背忽然生出光翼，浑身散发血日光芒，他如流星一般冲向天际，猛然撕下，天空撕裂成两半，连带着高高在上的太阳也碎裂开来。护卫人族，武道永存。武士喟叹一声，深深看了杨晨，旋即消逝。杨晨陷入了极度的震撼，这燃烧生命的最后一击太暴烈了，难怪对方敢取名司天。或许也只有洪荒时代为人族开辟生存空间的修者，才有这样无与伦比的豪迈。这一刻，杨晨居然感觉自己的心境获得了升华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他参悟大荒司天手如有神助。大荒司天手第一式撼山。大荒司天手第二式覆海。大荒司天手第三式司天。随着杨晨演练招式，阴阳葫芦里风云变幻，天翻地覆，连空间都开始不稳，似乎随时都要崩塌。看到这一幕，笑佛几乎都要疯了。这小祖宗又在修炼什么灵技？难道他就不怕把葫芦空间给震碎了吗？笑佛一张老脸直抽抽，却是无可奈何。他只能祈祷这一切尽快过去。当杨晨修炼到大圆满境界，终于使出了最恐怖的司天一手，整个葫芦空间猛烈震动，几乎都要裂成两半。杨晨惊醒之后，头皮一阵发麻，好在以他的修为，还不至于真的把阴阳葫芦毁灭。饶是如此，他也是后怕不已。不愧是上古灵技，这大荒司天手太恐怖了。这时，笑佛连滚带爬跑过来求饶：“杨晨小友，可不能再是招了，再动手，这葫芦空间怕是撑不住了。”杨晨冷淡地瞥了笑佛一眼：“怎么？你想教我做事？”笑佛脸色一僵，陪笑道：“岂敢！杨晨小友天资纵横，我很是佩服。”杨晨嗤笑一声，对于这老秃驴的恭维很是不屑。笑佛也知道杨晨对他的观感极差，施礼之后就走了。俗话说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但杨晨可不是什么君子，而是一个报复心理极强的老六，所以杨晨打算报仇不隔夜。不过怎么报复也是一个难题。现在宗门到处都在传楚宗泽的突破金丹，这小子应该嘚瑟坏了。如果毁了他的金丹修为，那就相当于把他打落凡尘，这才是真的杀人诛心。杨晨的脑子转得很快，立马就找到了报复的方向。不过要想毁了对方的修为，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办到的。杨晨深吸一口气，心念电转，很快一个周密的计划浮现在脑海之中。颠鸾峰山脚一楚别院，这里是陈凤哥的别院，时常用来招待贵客。楚宗泽亲自登门，陈凤哥自然要招待一番。皎皎月光下，清风徐来，桃花随风起舞，馨香萦绕鼻尖。楚宗泽和陈凤哥相对而坐，二人之间情意绵绵，如同热恋的情侣。此刻，陈凤哥更是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，已然找到了真爱。楚宗泽瞥了一眼陈凤哥的规模，闪过一丝贪婪。这蠢女人，若不是背景特殊，怕是早就被人吃的渣都不剩。正好，就让自己好好享受吧。宗泽师兄，这是我从母亲那里得来的颠鸾玉凤酒，你试试如何？陈凤哥一拂储物灵戒，取出一壶淡金色灵酒，揭开壶盖，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。好酒！楚宗泽一拍手，大赞道。陈凤哥得了爱郎赞赏，笑意盈盈，亲自给对方倒了一杯。之后，他又举起酒杯，美眸含着动人的情意。宗泽师兄，我敬你一杯，多谢师兄今日为我出头。说着，陈凤哥微昂起天鹅颈，就要一饮而尽。可就在这时，楚宗泽却是起身阻拦，惭愧道：“可惜师兄今日没能为你出这口恶气，师妹这杯酒倒是让师兄汗颜了。”闻言，恋爱脑的陈凤哥立刻感动得稀里哗啦，哽咽道：“师兄，这不怪你，若不是蓝师姐阻了师兄，那杨晨早就跪下求饶了。”蓝师姐，哎，楚宗泽重重叹息一声，顺势就把锅甩到蓝月霜身上。师妹，你放心，那杨晨躲得过初一，躲不了15。待到圣子争夺战开幕，我会亲手灭了此子，为师妹出了这口恶气。师兄，你对我真好。陈凤哥渲然欲泣，娇媚的凤眼蒙上一层水雾。楚宗泽这个色中恶鬼几乎把持不住，不过经验老道的他并不急于一时，而是主动敬酒。师妹，我敬你。这些年，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都是你在背后默默支持我。师兄有今日的成就，你功不可没。楚宗泽一饮而尽，煽情起来。陈凤哥像是陷入情网的蝴蝶，
早已忘记好闺蜜秋月霜的警告。她端起酒杯，回敬一杯，二人一边说着情话，一边享受灵酒。不知不觉间，陈凤哥脸颊酡红，眼神恍惚，竟是坐到了楚宗泽的怀里。杨晨这个老六报仇不隔夜，他苦思冥想，很快就想要一条妙计。杨晨先是把取自城主府的隐身符贴到阴阳葫芦之上，如此一来，阴阳葫芦就能隐匿踪迹。随后，他再操纵阴阳葫芦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颠鸾峰。杨晨不带半点犹豫的直奔陈凤阁别院而去。之所以这么笃定，是因为他对楚宗泽这个色中恶鬼很了解，这厮抱着人财两得的心思勾搭陈凤阁，又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？不过，当杨晨潜入到陈凤阁别院之时，眼前的一幕还是让他吃了一惊。师妹，我们来喝一杯交杯酒。楚宗泽搂着陈凤阁，嘴里喷吐着浓浓酒气，眼中更是爆发出狼一样的贪婪。陈凤阁衣上半解，露出大片大片的血腻，眼神已然拉丝。师兄，喝了这一杯，还有3杯，今夜我们不醉不归。楚宗泽亲自斟酒，浪笑道：“好，不醉不归。”阴阳葫芦里，杨晨看到二人月下喝起了交杯酒，顿时眯起了眼睛。好家伙，这楚宗泽果真是有一手，看样子很快就要得手了。不得不说，陈凤哥还真是个顶级恋爱脑。好闺蜜千叮咛，万嘱咐，全当是耳旁风。陈凤哥呀，陈凤哥，今夜要不是我，你铁定要被吃的渣都不剩。杨晨心里冷哼一声，不得不保下这个恋爱脑。楚宗泽一旦得手，说不定乌行山这个老登就会借此拉拢颠鸾峰，这一点是杨晨万万不能接受的。所以他改变了原本的行动方案，打算来一个更狠的。杨晨操纵着隐身的阴阳葫芦，悄无声息地接近楚宗泽。此刻的楚宗泽早已经虫上脑，乃是警惕心最弱的时候。射！杨晨心念一动，阴阳葫芦瞬间启动，葫芦口打开，喷吐的阴阳能量交汇，化作无形的阵法，笼罩住楚宗泽。啊！楚宗泽惨叫一声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滴落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体僵直起来，修为就像是炸开的堰塞湖，疯狂流失，然后通过葫芦口进入到杨晨体内。陈凤哥看像状若疯狂的楚宗泽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陈凤哥瞬间醒酒，吓得脸色苍白，说话都哆哆嗦嗦。这个时候，二人之间的柔情蜜意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楚宗泽瘆人的惨叫。不，我的修为有邪修在吸取我的修为。楚宗泽目眦欲裂，几乎咬碎了牙齿。邪修吸取修为？陈凤哥娇躯剧烈颤抖，一张俏脸比月光还要惨白。传说之中，敢肆意吸取修士修为的，无不是极端可怕的邪修。可这里是颠鸾峰宗门的核心要地之一，又怎么会有邪修潜入呢？一时间，陈凤哥心乱如麻，好似坠入了冰窟之中。楚宗泽无能狂怒，眼神满了恐惧。他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吸取他的修为，甚至连鬼影子都看不到。很快，楚宗泽辛苦练就的金丹就在阴阳阵法之中消解。我的金丹！楚宗泽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嚎，彻底陷入了绝望。为了攀登金丹境，他付出了这么多，如今却是化为乌有。世间最可怕的不是沉沦低谷，而是攀到巅峰之后再打落凡尘。陈凤哥感受到楚宗泽的气息坠落到筑基巅峰，彻底吓傻了。宗泽师兄竟然如此不堪一击，这邪修到底是何等修为？陈凤哥豁然起身，拔出法剑。然而月色洒落在地上，风声低笑着穿过，没有任何异常。陈凤哥茫然四顾，脸色更白了。有人哭，就有人笑。此刻杨晨却是笑嘻了，吞了楚宗泽的修为，他的实力竟然一口气连升2级，直接从筑基5层蹿升到筑基7层。这种感觉太美妙了，或许吃仙丹就是这个滋味吧。杨晨沉浸在修为激增的爽感之中，一时间竟然无法自拔。与此同时，附近的笑佛看到这一幕，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此子竟然动用邪修的手段，活活吸取修士的修为，甚至邪修也没有这样的本事，能够这样疯狂吸取修为。毕竟天道法则不允许这样逆天的存在，邪修吸取修士修为，理应受到天道法则的惩罚，轻则走火入魔，重则爆体而亡。真正横行一时的大邪修，其实都是修炼的正道功法，有的甚至就是正道宗门的叛逆。可是眼前这个合欢宗的小子完全颠覆了天道法则，世上竟然有修士可以随意吸取修为而免受惩罚。天道啊，快睁开眼睛吧，降下神雷劈死这小子吧！一时吸一时爽，一直吸一直爽。杨晨没有任何罢手的想法，阴阳葫芦继续运转，吸摄楚宗泽的修为。楚宗泽快要绝望了，坠落筑基的打击实在太大，几乎打碎了他反抗的心气。这时陈凤哥忽然惊声提醒道：“宗泽师兄，快运转功法，抵御邪修！”这一声提醒却是有如惊雷劈在耳畔，浑浑噩噩的楚宗泽瞬间醒转了。他还有大好年华，他不想死。一念及此，楚宗泽开始运转巫山云雨功，一股雄浑的灵力开始构筑屏障，并且这道屏障不断加厚。阴阳葫芦吸摄修为的速度立马变得迟缓，就好像是一个迟暮的老牛耕不动田了。有用，真的有用！楚宗泽激动的大喊大叫，似乎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陈凤哥双手合十，喜极而泣：“上天保佑，宗泽师兄有救了！”这样一来，
杨晨可就不爽了，他正享受着呢，这下被打断了，谁不暴躁？关键是这还是陈凤哥从中作梗，才让楚宗泽免于一劫。熊大无脑的臭娘们，除了恩将仇报，你还会干啥？杨晨愤怒极了，若不是他出手，陈凤哥早就被楚宗泽这个处心积虑的凤凰男吃干抹净了，现在反倒要将他一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他下狠手了。杨晨调转枪口，把火气通通撒到陈凤哥这个恋爱脑身上，陈凤哥顿时被无形的阴阳阵法定身，修为瞬间连掉2层，竟然从筑基巅峰掉到了筑基8层。我的修为，宗泽师兄，邪修盯上我了！陈凤哥吓得花容失色，惊叫起来。这种感觉实在太恐怖了，辛辛苦苦耗费海量资源，精力练成的修为一扫而空，比杀了他还要残忍。杨晨又笑嘻了，陈凤哥的修为连掉2层，意味着他的修为连升2层。杨晨的修为达到了筑基9层，4舍5入，距离金丹也不算遥远了。宝葫芦，给我吸，狠狠吸死这个熊大无脑的傲娇女！宗泽师兄，快救我！陈凤哥吓得大喊大叫，根本没法镇定下来。此刻楚宗泽却是暗暗松了一口气，邪修去吸陈凤哥，也就意味着他暂时安全了。楚宗泽巴不得陈凤哥被多吸一回呢，毕竟死道友不死贫道。不过楚宗泽并不希望陈凤哥真的被吸干了，他还是提醒道：师妹，别忘了运转功法抵抗。陈凤哥立刻懊恼的惊醒，这个办法还是他刚才想起来的，现在急起来竟然连这个都忘了。很快陈凤哥稳住心神，运转功法，杨晨吸摄修为的速度又跟老黄牛耕田一样缓慢了。该死，这臭娘们又坏我好事！杨晨爆了一句粗口，恨不得冲出给对方几个大逼斗。恋爱脑实在太可怕了，这种人绝对不能做队友。杨晨暗暗告诫自己。就在杨晨一时束手无策的时候，笑笑佛眼中闪过一道金光，这是一个取得信任的好机会。阿弥陀佛，杨小友，你虽有神气在身，却是没法再吸摄对方的修为了。笑笑佛嘴角噙一抹淡笑，双手合十道。杨晨正郁闷着呢，看到笑笑佛这张皮笑肉不笑的老脸，心里愈发不痛快了。笑笑佛，你这是话里有话啊，说说你有什么想法？杨晨耐下性子，淡淡道。笑笑佛察言观色，不敢继续卖关子了。杨小友，你的修为还无法镇压他们，所以无法吸摄对方了，而我可以帮你镇压他们。杨晨眯眼打量了一会，少废话，我要看到你的表现。笑笑佛顿时大喜，做人最怕的不是被利用，而是没有利用价值。此子亦正亦邪，只要自己在他的心里有价值，以后还有脱离苦海的机会。这么想着，笑笑佛算是给自己下定了决心。他忽然张嘴吐出一个白玉般的贝壳，长成磨盘大小，散发阵阵白光，那是白浪砗磲，大名鼎鼎的佛门7宝之一。杨晨心里冷笑一声，这死秃驴果然有点东西，到这个时候竟然还藏着宝贝。不过这白浪砗磲能为他所用，暂且饶他一次。笑笑佛嘴唇蠕动几下，默念法诀，白浪砗磲转动着飞出去，发出一阵阵海浪声音。陈凤哥和楚宗泽神色微变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颠鸾峰下怎么会有海浪声音？二人循着声音抬头看去，却见一个硕大如磨盘的砗磲散发莹润白光，如月亮一样挂在天上。这是砗磲，佛门7宝之一的砗磲，这是欢喜寺的至宝。欢喜寺的死秃驴怎么可能潜入宗门复兴之地？二人面面相觑，皆从彼此眼里看到了惊惧。哗哗，海浪声连绵不绝，在耳畔响起。噗！二人如遭雷击，张口喷出一道血溅。与此同时，他们浑身酥麻，体内灵力竟然无法调动。不好，这海浪声有古怪！楚宗泽大惊，尝试捂住耳朵。陈凤哥也是如法炮制，想要屏蔽海浪声音。见状，笑笑佛笑意盈盈，痴儿，本佛的白浪砗磲又岂是你等凡人可以屏蔽？果然，那海浪声如心魔暗声，二人根本无法屏蔽。杨小友，还不速速动手！笑笑佛低喝，提醒杨晨。多谢。杨晨谢了一句，心里更是庆幸自己当日留了秃驴一命。阴阳葫芦再次暗中运转，吸摄二人修为。此刻，楚宗泽和陈凤哥就像是2只待宰的羔羊，即便明知自己被宰杀吃肉，亦是无可奈何。在白浪砗磲的压制下，他们根本无力抵抗，连逃跑都不能。杨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不能吸纳阴阳葫芦反馈过来的灵力，他的修为再度攀升，眨眼间就突破到了筑基巅峰。陈凤哥和楚宗泽感受着体内快速流失的修为，咬牙挣扎，但在白浪砗磲的浪声压制，二人根本无法运转功法抵抗吸摄。宗泽师兄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陈凤哥满脸绝望，把希望寄托在楚宗泽身上。楚宗泽自顾不暇，但还是应道：再坚持一会，师尊他们定然会来救援。听到这话，笑笑佛赶紧传音给杨晨：杨小友，速速突破金丹，否则夜长梦多。此刻杨晨正在积蓄灵力，冲击金丹境界。大日龙阳体太过特殊，他想要突破这一层禁锢，所需要的灵力远远超乎想象。我的积累还不够，继续镇压他们。笑笑佛一愣，心中一时震撼，此子究竟是什么怪胎？眼前这一男一女明显是合欢宗精英弟子，根基扎实，修为深厚。然而吸摄对方这么多修为，
竟然还不能满足此子。就在笑佛震撼的时候，陈凤歌和楚宗泽已经被吸得翻起了白眼，浑身直抽抽，滚滚如洪流的修为通过葫芦口渡入杨晨体内。终于，杨晨感受到突破金丹的契机来临了。轰隆一声雷鸣传震四方，黑乌的雷云在别院上汇聚，如妖雾蠕动而来，无数电光如蓝蛇其中翻滚讥笑。小心，雷劫来了！笑佛像是忠诚的老奴，提醒着杨晨。杨晨不惧反喜，毫无防御地向着劈落的雷电冲迎而上。来得好！雷电劈落在杨晨身躯之上，炸裂开法衣，露出精干的上身，每一寸肌肉如美玉般雕琢而成，散发着太阳般的辉芒。丝丝电弧在体表游走，淬炼肉身。此子狂妄！笑佛看到杨晨正面硬撼天雷，竟是为了淬炼肉身，已然震撼到失声惊呼。这时，第二道天雷已至，如银龙咆哮，似要吞没一切。杨晨傲立在半空，黑发如墨，纷纷扬扬，白玉般的机体闪耀莹莹宝光，他的双眸闪烁着淡淡金色，直视着可怕的天雷再度冲迎而上。轰！雷电银龙之中，他沐浴着雷光，淬炼肉身，无数电弧噼里啪啦作响，白玉般的身躯竟有一丝焦黑。杨晨喷出一口鲜血，严重战意愈发昂扬。此子疯了，疯了！笑佛喃喃低语，震撼到无以复加。借金丹雷劫淬炼肉身，这是何等的狂妄，又是何等的气魄！轰！第三道雷劫爆发，似乎是杨晨的狂傲激怒了冥冥中的天道。这一道雷劫的威力要恐怖得多，两条银龙狰狞地冲向杨晨，是要毁灭这渺小的人类。杨晨瞳孔一缩，再不敢拖大了。他运转功法，身后一轮大日冉冉升起，随即两臂鼓起，冲拳向上。大日伏魔拳，纯阳之力喷薄而出，呈现炽烈的火红色，如同岩浆奔涌。火红的岩浆与银色的雷龙碰撞在一起，爆炸的余波几乎掀翻了葫芦空间。第四道雷劫，第五道雷劫，第六道雷劫。笑佛双拳紧握，眼皮狂跳，不禁纠结起来。他既希望杨晨撑不过雷劫，又希望见证平生仅见的绝世天骄成就金丹。第九道雷劫终于到来，9条银龙轰鸣而落。杨晨蓄积成势，心眸里像是有2轮烈阳在燃烧，体面附着的灵力散发出火红的光芒，如一尊铜胶铁铸的神奇雕像。他猛然爆发，击出一拳，一掌，一爪。大荒司天手第一式撼山，大荒司天手第二式覆海，大荒司天手第三式撕天。天空好似一张脆弱的薄纸，竟被撕裂成2半。9条雷电银龙顿时被扼住了喉咙，龙首断裂，恐怖的威势瞬间消散。一颗金丹冉冉升起，形如龙眼，圆润金黄，其上铭刻着9道纹路，有日月星辰风霜雷电云。杨晨吞入这颗金丹，终于成就金丹境界。正所谓一粒金丹吞入腹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金丹之境意味着修士从此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在任何一个宗门之中都是高端战力。更何况杨晨乃是旷古绝今的9品金丹，又称为完美金丹，他的前途已经超越了估量。此刻要说最震惊的，绝不是杨晨这个当世之人，而是亲眼目睹杨晨突破金丹的笑佛。9品金丹，完美金丹，此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笑佛原以为自己足够高看杨晨，却是没想到杨晨一次又一次震惊他，而9品金丹更是差点把他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毕竟这可是传说之中的完美金丹，整个天渊仙州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了。云雨峰，云雨大殿，乌行山忽然有所感应，豁然睁开眼睛，飞身到山巅之上。这似乎是雷劫的气息。他看向颠鸾峰的方向，眉头紧锁起来。纵然有阴阳葫芦这样的神器遮掩，也无法完全遮蔽金丹雷劫的波动。乌行山想了想，还是飞身前去探查一番。圣子争夺战在即，难道是颠鸾峰的弟子突破金丹了？不过盏茶功夫，乌行山就已驾临颠鸾峰。他视颠鸾峰的静止如若无物，直接到了陈凤歌的别院。眼前的一幕却是让乌行山目眦欲裂。宗泽！乌行山身形暴动，瞬移到亭子里，扶起楚宗泽。此刻楚宗泽已然昏迷，他脸色苍白无血，身体轻的就像是骷髅架，看起来颇为凄惨。一旁的陈凤歌亦是昏迷不醒，他的状态要比楚宗泽稍微好些，但脸色也是惨白的。最关键的是，乌行山寄予厚望的楚宗泽竟是被人吸了修为，从金丹境界跌落到筑基初期。何方妖孽竟敢潜入合欢宗谋害本峰主的徒弟？乌行山气血逆流，2撇八字胡颤抖着，瞬间陷入狂怒之中。毕竟楚宗泽可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，几乎是他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。如今宝贵的资产被人恶意破坏了，乌行山怎么能不暴走？妖孽，本峰主今日必灭了你！乌行山怒吼如雷，神识如水一般散漫开来。阴阳葫芦里，杨晨听到乌行山的怒吼，眼皮一跳，这老登真是阴魂不散，来的倒是时候。此刻他也只能祈祷隐身符不会被对方发现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神识席卷而来，已然探查到阴阳葫芦。杨晨大惊，心念急动，操纵阴阳葫芦暴掠而去。邪修，哪里走？乌行山八字胡一颤，双手快速刻印，一个硕大无朋的山字骤然在空间凝形。山岳前行，重若万钧。去！山字印如同一座山岳狠狠砸下，
激起的威势令人窒息。在这座横压一切的法印之下，一切投机取巧的手段都显得那么可笑。杨晨心中骇然，不愧是三大封主之首的巫行山，一出手就是避无可避的杀招。就当杨晨不得不暴露自己，出面接敌的时候，笑笑佛却是大声道：“杨小友，就让我来对付你，继续驾驭宝葫芦逃离这里。”杨晨愣了一下，却见笑笑佛驱使白浪车渠冲了出去。轰！白浪车渠与山字印撞在一起，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车渠表面层层皲裂，竟是炸裂成粉末。笑笑佛张嘴喷出一道血箭，面色惨白如纸。快走！杨晨一咬牙，抓住机会离去。满天烟尘散去，巫行山撤去护住楚宗泽和陈凤歌的灵罩，却见天空依旧月色如水，那一丝诡异的波动早已不见了踪迹。妖孽，本座与你不死不休！巫行山一抚八字胡，咬牙切齿道。杨晨借助夜色的掩护，马不停蹄飞掠回天尘峰。潜入洞府之时，听到黑猫和小龙女还在休憩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今晚本来只是想狠狠报复一波楚宗泽和陈凤歌，却是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所幸结果还算不错，不仅废了楚宗泽和陈凤歌的修为，而且突破了金丹境界。只要这几天再沉淀，到圣子争夺战之时，必定能横扫这些家伙。咳！这时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传来，杨晨举目一看，原来是笑笑佛在打坐疗伤。刚才为了掩护逃离，笑笑佛竟又废了一件珍贵的宝器。笑笑佛，这是10株4叶清心草，暂且用来疗伤。杨晨取出一盒浅绿色的灵草，赠与笑笑佛。笑笑佛顿时大为感动。这4叶清心草是常见的疗伤灵草，有清心静气、补益气血的神效。成型的4叶清心草价值不菲，一株在1000颗灵石上下，10株那就是上万灵石。果然自己赌对了，对方不是忘恩负义之徒。多谢杨小友。笑笑佛躬身一拜，显得极为郑重。杨晨察觉到笑笑佛的异样，眯眼打量了一会儿，这秃驴往日可没有这么主动。今夜不仅帮他镇压楚宗泽和陈凤歌，为他创造西舍修为、突破金丹的机会，而且还不惜报了法宝，争取逃离的机会。对方这么卖力，显然是有所图谋。笑笑佛，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，若不是你，今夜可不会这么顺利，甚至有可能被巫行山留下。杨晨和颜悦色感谢着，实则在试探对方。笑笑佛用灵力将一株4叶清心草化为药液吞服下去，他的伤势暂缓，苍白脸颊泛起一抹红晕。能为杨少效力，是我的荣幸。笑笑佛正色道。杨晨听到对方用了如此谄媚的称呼，顿时明白了，这老和尚倒是挺识时务的。你先在葫芦空间疗伤，待伤势痊愈之后，我会让你出去的。杨晨随意画了个大饼。笑笑佛顿时激动坏了，多谢杨少，希望以后再有机会为您效力。好说，我这个人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人。杨晨这个老六吹嘘着，宛如义薄云天的豪侠。笑笑佛脸上挂笑，连声称是。杨晨点点头，忽而满脸愤恨道：“你对巫行山怎么看？”巫行山，笑笑佛犹豫了一下，有些不敢说了。毕竟巫行山是合欢宗3大封主之一，眼前这位又是合欢宗的亲传弟子，而他呢，眼下不过是一个阶下囚。怎么，你不敢说？放心，我和他虽然同在合欢宗，但绝对是敌非友。杨晨多敏锐，一眼就看出对方的顾虑。笑笑佛这才敢说话道：“巫行山也是东域老牌元婴期修士，一身实力极为惊人。杨少若是想对付他，必须从长计议。”杨晨冷哼一声：“我当然要对付他，还要吸干对方的修为。”笑笑佛眼皮一跳，却是正色道：“我愿助杨少一臂之力。”另一边，颠鸾峰别院，杨晨逃离之后，巫行山又极不甘心的四处搜罗一番，却是没有找到半根毛的踪迹。岂有此理！竟然让这邪修跑了！巫行山咒骂着，几乎气炸了肺。对方毁了自己的爱徒，他竟然让人在眼皮子底下跑了。想到这里，巫行山只能作罢，回到别院。师尊，是邪修害我和师妹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楚宗泽悠悠醒转，看到巫行山出现，当即哽咽了。自己辛苦苦练来的修为，竟是做了别人的嫁衣裳。陈凤哥也醒了，他的状态不比楚宗泽好多少。师叔，有邪修闯入合欢宗，吸了我和师兄的修为。陈凤哥也惨兮兮地诉苦着。巫行山看着同病相怜的二人，摇摇头道：“那邪修很有些手段，本封主全力追击，却是让他跑了。”闻言，本来还心有期待的二人顿时大失所望，同时他们心里更害怕了。能在云雨峰封主手里全身而退，实力可想而知。师尊，徒儿无能，对不起您。徒儿修为下降，怕是无法在圣子争夺战上为您争光了。楚宗泽实则很害怕巫行山就此将他抛弃，所以说得很煽情。巫行山叹息一声，肃然道：“这件事的幕后黑手不一般，你们一身修为，怕是做了别人突破金丹的踏脚石。”闻言，楚宗泽和陈凤歌皆是心中一颤，何方邪修竟然可以悄无声息潜入宗门，突破金丹？楚宗泽声音颤抖，惊疑道：“邪修？”巫行山冷笑一声，反问道：“谁告诉你是邪修所为？又有哪路邪修可以突破我合欢宗的护宗大阵？”听到这话，楚宗泽和陈凤歌更害怕了。师叔，若不是外来的邪修，那岂不是门内出了叛徒？陈凤歌俏脸比纸还白，大着胆子问道。
巫行山微微颔首，一抚八字胡，忽然问道：“这凶手明显就是奔着你们来的，你二人最近有没有得罪人？”得罪人？楚宗泽和陈凤歌对视一眼，似乎从彼此眼神中得到了答案。二人很快就把他们与杨晨的冲突交代清楚，当然言语之中有所偏颇，反正都是杨晨的锅。巫行山并不在乎对错，听完之后沉默了许久。据说这次宗主死里逃生，此子助力颇大，甚至有传言欢喜寺四大佛都在他手里吃了大亏。他用邪修的手段对付你们，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巫行山虽然对杨晨的修为不屑一顾，甚至不觉得凶手是杨晨，但他左思右想，还是决定把锅扣在杨晨头上为好。杨晨，我必诛之！楚宗泽咬牙切齿，怨毒的神色几乎让他的面容扭曲如魔。他恨不得生吞活剥了杨晨，以解他心头之恨。请师尊助我恢复修为，我想在圣子争夺战上灭杀此子。楚宗泽轰然跪地，哽咽着恳请道。巫行山眼睛微眯，心里却是权衡起来。楚宗泽现在修为大损，从金丹初期坠落到筑基初期，要在短短10日之内帮助他提升修为，耗费的代价可不是一般的大。不过一想到杨晨当日对他的顶撞乃至羞辱，巫行山还是决定答应下来。师徒一场，师尊也不是铁石心肠，自然会助你一臂之力。不过你必须立誓与杨晨不死不休。楚宗泽大喜过望，重重磕头，又当着巫行山的面发出怨毒的天道誓言。巫行山这才满意地点头。陈凤歌看在眼里，心里大为心疼。曾经骄傲的宗泽师兄，如今竟然沦为一个复仇的工具，这一切都是拜杨晨那个废柴所赐。宗泽师兄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在圣子争夺战中为你报仇。陈凤歌信誓旦旦，发誓与楚宗泽同进退。楚宗泽又是一阵狂喜，有了陈凤歌的加入，自己对付杨晨的希望更大了。二人相拥而泣，好一对感人至深的痴男怨女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清冷的低喝忽然响起，众人抬头一看，却见陈青鸾一袭青色长裙傲立在半空，她的神色冷峻，眼里的怒意几乎无法喷薄而出。显然陈青鸾对于爱女陈凤歌与楚宗泽举止亲密极为不悦。母上！陈凤歌惊呼着，脸色通红，赶忙与楚宗泽分开。你还知道本封主是你的母上？母上平时又是怎么教导你的？深更半夜与野男人搂搂抱抱，母上这张脸都要被你丢干净了。陈青鸾平时并不严厉，甚至可以说是慈母，但此刻竟是吃了枪药一般，狠狠训斥陈凤歌，几乎不给他留任何面子。陈凤歌泫然欲泣，咬牙不说话。楚宗泽则是羞愤交加，拳头握得咯咯响。那句野男人算是戳破了楚宗泽脆弱的自尊，连带着巫行山都是脸上无光。大弟子是野男人，他又算什么呢？母上，宗泽师兄不是野男人，女儿与师兄两情相悦。陈凤歌还想解释什么，却被陈青鸾厉声打断。还有几日就要圣子争夺战了，你竟然还在这里谈情说爱，立刻给本封主滚回去修炼！陈凤歌知道母上是动了真怒，哪里还敢再有丝毫忤逆？他一步三回头的往修炼室走去。待陈凤歌走远，陈青鸾淡漠的扫了一眼巫行山和楚宗泽。巫封主，小女资质拙劣，还请你这位大弟子不要打扰他的仙途了。这话一出，楚宗泽内心的羞愤达到了极点。巫行山亦是脸色黑沉，强压怒火道：男欢女爱本就是天道，陈封主何必棒打鸳鸯呢？呵呵。陈青鸾冷笑连连，鄙夷的瞥了一眼楚宗泽。本封主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所谓的凤凰男，本封主的女儿就算找一个纨绔子弟，找一个废柴弟子，也不会嫁给凤凰男。你！巫行山猛然抬头，眼中射出凶狠的光芒，好似择人而噬的凶兽。陈青鸾的话可不止打脸楚宗泽，而是狠狠打向他了。毕竟巫行山的出身很低，却能走到这一步，也是所谓的凤凰男。陈青鸾手中豁然出现一卷古朴书籍，毫不相让地摆出对峙的姿态。我们走。巫行山想了想，还是压抑住火气，带着楚宗泽离去。距离圣子争夺战最终开幕的这几日，合欢宗却是罕见的平静下来了，就好像暴风雨前的宁静，为了爆发而积蓄力量。合欢宗主峰，这里不仅是合欢宗的主峰，更是10万大山的主峰。巍峨的山岳何止万丈，如一柄法剑耸立于群山之中，几乎刺破了苍穹。而在主峰的山巅，却又是另外一番奇异的景象。山巅处好似被一把利刃横截，平坦到了极点，如同法剑削去了剑尖。而这一马平川，如镜面一般的平坦之上，铺陈出合欢宗大名鼎鼎的合欢广场。合欢广场占地极广，比凡间乡镇还要大，足以容纳数十万修士同时观摩研法。这一日，圣子争夺战即将开幕，合欢宗10万弟子齐齐汇聚到合欢广场上，一时间人流汇集如海洋，五颜六色的遁光飞跃，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场龙争虎斗，想要见证宗门圣子的诞生。一座金色的宫殿悬浮在半空之中，宗门的中高层都在这里观摩大战。欢玉莹盛装出席，如一朵绽放的天山雪莲，美颜不可方物。晨儿，今年的圣子争夺战最为残酷，你可有把握？欢玉莹传达魂音，语气之中满是忧虑。师尊不必担心，圣子之位，我定然会为师尊拿下。杨晨一脸笃定，
显得极为自信。这一幕看在不少人眼里，皆是暗暗嘲笑着，区一个炼器废柴，也不知哪来的自信。欢玉莹虽然知道杨晨从来不说大话，但此刻难免担心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胜负其实无所谓，不过是一时的得失，切记要保全自身。”闻言，杨晨大为感动，除了师尊，又有谁会这么为他考虑？师尊，你放心吧，四大佛都没能拿坨，怎么样？这些小虾米又能如何？杨晨不想师尊担心，宽慰道。果然，欢玉莹听到这话，蹙起的峨眉舒展开来，自己真是关心则乱。晨儿的斗法经验很丰富，定然会安然无恙。这时，杨晨却是神秘一笑，凑近耳畔道：“师尊，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承诺。”说着，杨晨的视线就往小腹游移。欢玉莹心中大羞，强行稳住心神，随即他瞪了杨晨一眼，嗔怪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？下去好好准备。”杨晨样样不乐，只能作罢。这时，一阵混音响起：“你若拿下圣子之位，师尊定然不会食言而肥。”杨晨唇角上扬，心中大为振奋。今天谁也不能阻他拿下圣子之位。合欢广场中心处，肃静。欢玉莹清冷的声音蕴含一丝凌厉，传震四方。他的身后站着三大峰主以及各个堂口的金丹长老，这等豪华阵容也只有今天这样的特殊时刻才会出现。四方的弟子瞬间沉默下来，不敢有丝毫过躁。欢玉莹的目光扫视一圈，言简意赅道：“圣子争夺战开启。”说完，合欢峰忽然一阵轻微的震动，合欢广场上一座紫金色的高塔虚影拔地而起，塔高999米，好似一棵神树生于天际之间。而在塔尖之上有一只奇异的眼睛，眼睛一闪一闪，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，如一颗星辰俯视众生。合欢宗的弟子们皆被这一只眼睛吸引到了，投去好奇的目光。这时，欢玉莹飞跃到眼睛上，宣读圣子争夺战的规则：今日谁能抢到本座脚下这枚圣子令，谁就是我合欢宗的圣子。轰！这话一出，场上一阵响彻云霄的喧哗声，无数道灼热的视线都汇聚在小小的圣子令上，尤其是参加圣子争夺战的99个种子选手，更是死死盯着那枚圣子令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下面有请云雨峰峰主正式开启争夺战。在巫行山的极力要求下，欢玉莹也只能给他一点画面。巫行山咳嗽一声，宣读道：“圣子争夺战正式开启。”几乎是巫行山宣读完毕的同时，就有数10道盾光激射而出，争夺那一枚造型古怪的圣子令。在圣子之位面前，这些平日里沉稳算计的精英弟子们立刻变得疯狂起来。他们之中，一些人原本还打着坐山观虎斗的主意，但此时此刻并没有几个人把持得住。这些弟子的定力未免太差了，就算第一个冲上去的，也不可能拿得稳圣子令。见小丽蜂拥，毫无头脑，这种人当然没资格做圣子。那也未必，倒是还有几个聪明的弟子。宫殿之中，众高层席地而坐，一边品尝着美食佳酿，一边随意点评着下面的弟子。此刻，几乎所有的弟子都在往上冲，唯有寥寥数人克制住了贪意。杨晨抱着双臂，只淡淡瞥了一眼天上乱糟糟的局面，随即闭目养神。反正这些人跑得再快，也不足为惧，不如养精蓄锐。宗泽师兄，我们再等等吧。陈凤哥与楚宗泽靠得很近，低声提醒道。楚宗泽点点头，眼角余光瞥向杨晨。哪怕有巫行山的全力支持，他依旧没能突破金丹，所以楚宗泽对于今天争夺圣子之位已经不抱多少希望。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盯紧杨晨，完成复仇。感受到满含恶意的目光，杨晨忽然睁开眼睛，原来是楚宗泽。杨晨嘿嘿笑了2声，露出一口大白牙，但他的眼底没有丝毫的笑意，有的只是一片冰冷的杀机。楚宗泽顿时吓得一个机灵，本能的挪开目光，可随即他又恼羞成怒起来。杨晨，今日我必杀你！杨晨收起笑容，却是继续闭目养神，懒得再看他一眼。被这么无视，楚宗泽顿时红温了，额头上的青筋都在跳动。宗泽师兄，不要冲动，待会我们联手对付一个废柴，轻而易举。陈凤哥安慰楚宗泽，显示出强大的自信。他有陈青鸾的支持，再加上跳蚤市场购得的结丹灵物，成功突破金丹。在他眼里，杨晨就是一个跳梁小丑。楚宗泽点点头，暂且按捺住报仇的冲动。除了杨晨、陈凤哥、楚宗泽，此刻的合欢广场上竟然还站着一人。蓝月霜今日一身蓝色的劲装，显露出惊人的曲线。他冷眼旁观，心里却是暗暗得意起来。斗吧，斗得越凶越好，这些家伙狗咬狗，他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摘取最后的胜利果实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塔上争夺圣子令的弟子似乎反应过来，他们斗得这么凶，岂不是便宜了山下那几个亲传弟子？很快，这些弟子都有默契的不下死手。塔下，楚宗泽的神色阴沉下来，这帮家伙也不是那么蠢吗？陈凤哥也是大为可惜，他看得最仔细，短短时间就有10多位弟子或死或伤，彻底退出。现在居然不斗了，宗泽师兄，看来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。楚宗泽点点头，仇恨的目光瞥向杨晨。既然要出手，那他第一个干的就是杨晨。杨晨，你受死的时候到了！楚宗泽怒吼着，眼里的怨毒有如实质。杨晨不说话，只是向他勾了勾手。
楚宗泽受不得激，就要冲上去。这时陈凤哥却是拦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这一个练气期的废柴，何须师兄出手？就让我为师兄清除这废柴。”楚宗泽略思量，便答应下来。师妹小心，此子虽然实力低微，但很有几分狡诈。陈凤哥自信一笑，忽而爆发出强大的气场，霎时间金丹修士的威势席卷而出，配合上陈凤哥还算不俗的脉象，倒是别有一番气势。杨晨眯起眼睛，心中冷笑一声，难怪这类爱挠女人这么嚣张，一副吃定自己的样子，原来是突破了金丹境界。四周观战的弟子们亦是一阵哄闹议论，陈师姐竟然突破了金丹，这次圣子争夺战有好戏看了，又飒又美，不愧是我合欢宗的第一女神。第一女神，你把蓝师姐置于何地？别吵别吵！是！无数道金色剑气的剑气洞穿了四只火凤凰，真如屠鸡杀狗一般。四周一片寂静，乃至天上评头论足的高层也震撼到失语。所有人的脑海里都在勾勒杨晨失败的惨状，何曾想到绝地反击。杨晨，你找死！高高在上的陈凤歌好似真的成了一只高贵的凤凰，他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败。陈凤歌的背后忽然生出燃烧的火焰，他冲天而起，煽动的火翼席卷出一片火凤的领域，火风领域 vs 剑指领域。见此情景，陈青鸾豁然起身，眸中闪过金光。凤哥竟然领悟了火凤领域。与此同时，欢玉莹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，领域对撞领域，晨儿的优势顿时抵消了。杨晨，受死吧！陈凤哥咬着牙齿，拼着本源消耗，接连甩出9道边影，9只火凤凰虚影凝形，从四面八方讥笑而去。来得好，一劫！杨晨挥剑指天，狂放到藐视天道之威。这是剑魂，是天下万物如刍狗的剑魂，无物不可斩，似乎连天道都能斩落。杨晨一剑挥落，全身的灵力都汇聚到这一剑，以至于抽干了灵力。是一道金色剑芒亮起，如太阳一般横扫出去，荡尽一切魑魅魍魉。9条火凤凰连悲鸣都没有发出，就在剑芒中化为无形。噗！陈凤歌受了灵技的反噬，狂喷出一大口鲜血，浑身灵力瞬间溃散，他像一只折翼的白天鹅跌落在地上。楚宗泽英雄救美，飞身接住，他满怀着关切，哽咽道：“凤哥，你没事吧？”师兄，我……陈凤歌愧疚难言，心中对杨晨充满了愤恨，败在一个废物手里，他好不甘心。与此同时，四周的弟子一片议论，他们看不明白杨晨为何能取胜。明明陈凤歌占尽优势，却是被杨晨绝地反击。杨晨此子真乃天纵之才，竟然领悟了剑域，不只是剑域，还有剑魂。剑魂才是杀招，否则不可能战胜陈封主的成名绝技。只是可惜，此子剑道悟性如此惊艳，修为还是太低了。不错，这一剑透支了灵力，接下来必败无疑。高层看得真切，众人无不对杨晨的剑道境界啧啧称奇。不过，对于接下来的战斗，高层们依旧看衰，毕竟练气修为就是练气修为，根本打不了持久战。欢玉莹亦是绞紧了手指，暗暗祈祷着：杨晨，你重伤凤哥师妹，莫不是想要找死？楚宗则为陈凤哥服用一枚疗伤丹药，怒斥杨晨，实则他的心里乐开花了。经过这一番鏖战，杨晨不仅被逼出了杀招，而且耗尽了灵力，而他却是满状态，接下来的战斗必胜无疑。我看你不要叫楚宗泽了，就叫楚小丑吧，一个大男人还要女人为你探路，真是臭不要脸的小丑行为。杨晨嘴上的功夫也丝毫不弱，几句话就把楚宗泽撩拨的受不了了。找死！洪温的楚宗泽可不管那么多，出手就是杀招。只见他一抚灵界，3条怪魔怪样的细犬冲了出来。那3条细犬通体血红，兽瞳里放射出耀眼的红色凶光，关节处咯咯作响，跑起来略有些僵直，4只爪子如今铁铸就的铁爪。这是机关傀儡。杨晨瞬间看出细犬的真身，顿时吃了一惊。机关傀儡何等罕见，每一件都以10万灵石计价。这家伙一口气拿出来3件来，豪横程度不比他的灵能轰天炮差多少了。很显然，巫行山这个老登为了对付他，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。去死吧！楚宗泽遥控着3条6阶傀儡机关细犬，每一条的实力都不在人族筑基巅峰修士之下，几乎是眨眼之间，3条细犬就冲到杨晨身前，铁爪向杨晨的小腹、下阴、菊花抓去。杨晨哥哥，小心！小龙女吓得俏脸发白，惊声示警。饶是杨晨早有防备，心里也是一片恶寒。好阴狠！他深吸一口气，接连挥出3拳。大日伏魔拳，一道大日虚影升起，映衬得杨晨好似太阳之子，拳芒竟也带了一丝太阳的威力，喷吐出灼热的炎流。砰砰砰！3条傀儡细犬瞬间被打飞了出去，滚地葫芦一般翻滚出去好几里。傀儡细犬的体表斑斑裂纹，一片焦黑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散架了。楚宗泽顿时大为心疼，这些傀儡太珍贵了，竟然被杨晨这么毁坏。上，撕烂它！楚宗泽心念一动，继续指挥机关傀儡向杨晨的要害猛攻。杨晨一边施展游龙绝影步，一边用大日伏魔拳重拳出击。很快他就适应了节奏，傀儡细犬几乎不能近身。吃我一拳！看拳！杨晨越打越过瘾，几乎是把傀儡细犬当成沙包在打了。傀儡细犬咔咔作响，
似乎就要散架了。就在杨晨胜券在握的时候，他的心里猛地一揪。杨晨，想毁我的机关傀儡，那就一起陪葬吧。楚宗则满脸疯狂之色，好像一个梭哈的赌徒。这时3条傀儡细犬忽然爆发出诡异的红光，红光照耀在杨晨身上，却如定身咒一般，将杨晨定在原地。与此同时，3条傀儡细犬也停止动作。杨晨额头冒汗，猛然间猜到了这东西的用法，这是要用傀儡自爆。轰！巨大的爆炸声像是一记铁锤狠狠敲击在所有人耳畔，一朵橘黄色的蘑菇云在广场上空升起，爆炸的冲击力向着四方溢散出去，宛如18级飓风，吹得众弟子站立不稳。杨晨，机关傀儡的杀招超乎你的想象。楚宗则笑得恣意放肆，满脸大仇得报的痛快。与此同时，所有人看向广场中心，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，震惊、恐惧、快意。晨儿，欢玉莹悲鸣一声，就要飞身下去营救。这时巫行山却是阻拦道：宗主，圣子争夺战事关重大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你欢玉莹气急，几乎就要大打出手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清朗的声音如穿林而过的幽风：楚小丑，你还真是个小丑呢，这点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也敢拿出来对付我。此刻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众人都看向广场中心，烟尘散尽，爆炸的中心，一个金色的人影缓缓走出，他全身上下都罩着金色的铠甲，连面目都附着面甲，一片片细密的甲片如同龙鳞镶嵌，散发着可怕的龙威。稍一动作，鳞甲哗哗作响，如同层层水波荡漾开来，几乎可以防御任何类型的攻击。而这正是穿戴不朽龙鳞甲的杨晨。杨晨，你没死，你这身宝甲竟然是一尊宝器，你从哪里得到的？楚宗则看到穿戴宝甲毫发无伤的杨晨，彻底破防了。要知道，宝器级别的宝甲那是相当珍贵，尤其是防御性直接拉满，非常难得。更何况杨晨这身不朽龙鳞甲看起来就极为不凡，哪怕是合欢宗的宗主都很难得到一件。楚宗则破口大骂起来，但在杨晨眼里却满是色厉内荏的味道。晨儿，欢玉莹喜极而泣，果然他的晨儿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人算计到。乌行山则是满脸阴沉，恨不得直接冲下去灭了杨晨。要知道，这3件傀儡细犬加起来高达50万灵石之巨，自爆傀儡都没有灭了此子，他的损失大了。但更多的高层则是把目光汇聚到欢玉莹身上，这一件散发龙威的宝甲绝对是宝器级别的防御法宝，10之8九是宗主赠送的。宗主对于杨晨这个爱徒真不是一般的宠爱。此时合欢广场上，楚宗则极不甘心地怒吼着：杨晨，仗着宝物犀利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堂堂正正站上一场，一个小丑还想教我做事，你配吗？杨晨嗤笑一声，语气中满满不屑。不过对付你确实不需要宝甲。说着，杨晨话锋一转，不朽龙鳞甲缓缓消散，融入己身。他的身后再度出现一轮大日虚影，如日中天，烈阳高照，哪怕隔着老远，众人都能感受到那一股燃尽一切的灼热。这是什么功法？如此威势，必然是天阶功法。莫非是宗主的玉莲合欢功？不，宗主的玉莲合欢功是阴属性功法，这小子明显不是。快看，杨晨爆发了！杨晨的身形融化在这一轮辉煌到极致的大日之中，大日冉冉升起，凌空照耀四方，煊赫的威势震慑在场弟子。所有人仰望着，眼眸里倒映出这一轮大日，依稀可见大日之中有一道绝世身影。杨晨装神弄鬼，我灭了你！楚宗则失了底牌，本就慌的一批，现在看到杨晨施展的恐怖功法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。他咬着牙齿，决定先发制人。沧海追浪掌，楚宗则爆发出最强的一拳，无尽沧海幻化为一道灵气巨掌，推浪排空而来。这时，那一轮凌空的大日骤然放射出千万道光芒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而在广场中心，沧海追浪掌幻化的灵气巨掌瞬间就被蒸发，发出滋啦的声音。楚宗则的护体灵罩就像是破衣烂肠，也瞬间烧穿。他惨叫着满地打滚，好似热锅上的煎鱼。败了！楚师兄竟然败了！他可是云雨峰的大弟子，怎会败在一个废物手里？呵呵，杨师兄是废物，那楚师兄是什么？陈师姐又是什么？是啊，杨陈师兄才是真的深藏不露，有什么值得吹嘘的？无非是仗着有个好师尊罢了。慎言，慎言！在场的弟子都对楚宗则寄予厚望，却是没想到败得这么惨。很多弟子完全没法接受，拐着弯抹黑杨晨。杨晨对于这些人通通无视，他现在专心对付2只肥羊。杨晨，你以为你真的战胜我了吗？你就是仗着宝甲，还有宗主的偏爱，否则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废物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楚宗则更加无法接受失败，疯狗一样乱喷。杨晨面无表情，甚至没有一句反驳的话语。这样一个毫无挑战的手下败将，骂他一句都是赏赐，不能再给太多画面了。对于楚宗则而言，这样的姿态比杀了他还要难受。你等着，这件事没完，我一定会。话未说完，杨晨身形晃动，给了他一个大逼斗。随即他取出捆仙索，将楚宗则与陈凤哥捆在一起，扔在一旁。小黑子，这2人还有用，你给我看好了。黑猫围绕2人转了一圈，
拍着胸脯表态道：“放心好了，本王出马，这两个废物插翅难逃。”实则他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在二人身上捞些油水了。毕竟杨晨之前的一些做法给了他很大的启发。趁着杨晨几个亲传弟子交战之际，高塔之上的弟子们纷纷出手抢夺圣子令。圣子令是我杨修的。一个高瘦的弟子忽然爆发出金丹修为，双手结出强大的法印，横扫一片。杨修，你好卑鄙！该死！你竟然隐藏了修为，无耻之尤！你这个老六，不得好死！弟子们压根没想到还有老六，通通中了毒手，重伤下场。杨修身形暴掠，夺走圣子令，朗声大笑起来。一群蠢货，可知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的道理。我杨修隐忍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在今日做一回渔翁。众弟子气得脸色涨红，愤恨不已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毕竟谁也没想到还有杨修这种顶级老六啊！可就在这时，一剑袭来，剑光如一缕刺破黑夜的朝阳，亮到极致，也快到极致，瞬息之间斩断杨修的右手，圣子令也随之坠落。蓝月霜凌空虚度，脚下自动生出虚影台阶，他伸出纤纤玉手接过圣子令，再一道剑光掠过，顺势就把杨修的断手搅成齑粉。直到此时，杨修才反应过来，爆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，目中更是一片怨毒之色。蓝月霜收剑入鞘，淡然道：“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”你杨修没想到对方杀人诛心，气得当场喷出一口老血。四周的弟子也是哈哈大笑起来，乃至于牵动了伤势也要大声奚落。就在这时，塔尖之上忽然出现一道金甲人影。蓝师姐，我也很想做一回渔翁脸。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，蓝月霜豁然转身，目光凝视，是你，杨师弟。杨晨微一拱手，笑嘻嘻道：“蓝师姐，别来无恙啊，能战胜楚宗泽和陈师妹，你确实有几分实力。不过你还不够资格上位做渔翁。”蓝月霜不假辞色，面罩一层清冷的寒霜。其余弟子也投去鄙夷之色。蓝月霜是相思峰的大弟子，成名已久的金丹弟子，更有合欢宗冰霜女神的美名。他们输给蓝月霜，心服口服。但杨晨在这里大言不惭，一口一个渔翁，众弟子当然不爽了。杨晨傲立塔尖之上，逐渐收敛起玩世不恭的嬉笑。蓝师姐，你确定要与我一战？我的实力有多强，连我自己也不可知。若是伤了你，那就不太好了。杨晨叹息一声，正色道。可看在蓝月霜眼里，杨晨分明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放肆！今日就让你领会一下本师姐的冬极寒霜剑。蓝月霜性格强势，岂会任由杨晨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当即斩出一剑，争冬极寒霜剑，剑如其名，剑尖骤然喷吐出一道寒霜剑气，击射向杨晨的眉心。杨晨顿时心中凛然，好精纯的寒霜剑气，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剑修，当然不敢托大。焰图！杨晨挥舞龙渊剑，亦是斩出一剑，剑域之中无数道金色剑气凝形，瞬间消弭这道寒霜剑气。剑气威势不减，继续向蓝月霜击射而去。剑域，此子果然不是外界传闻的纨绔废柴。蓝月霜凤眼闪过凝重之色，亦是开启剑域，无数道冰晶剑气瞬息凝形，反攻回去。是，两大剑域激烈碰撞，遮蔽一方天地。入目所及，金色剑气与冰晶剑气铺天盖地，二者击射轰击在一起，爆发出的鸣啸声如同夜宵嘶吼，震慑人心。修为稍弱者几乎不能守卫心神，乃至于目眩心迷，耳鼻喷血。漂浮的宫殿里，众高层也是目不转睛，心中暗暗惊叹起来。区弟子间的争斗竟然达到这个地步。相思风风烛影，相思拍案而起，豪迈的大笑起来，胸前的浪涛煞为惊人。好一个剑域对撞，我合欢宗竟然诞生两大剑修。宗主，你这个弟子我很喜欢，倒是与月霜很般配呢。闻言，欢玉莹摇头失笑，心里却是暗暗吃味起来。晨儿越来越优秀了，以后看上他的人怕是会越来越多。高塔之上，双方的剑域对撞停息，暂且是势均力敌的局面。这个结果已是震撼到不少人了。蓝月霜尤其不能接受。杨师弟，你藏得好深，原来你才是合欢宗最阴险的老六。蓝月霜举着冬极寒霜剑，怒指杨晨道。杨晨摸了摸鼻子，正色道：蓝师姐，我不想伤你，你还是主动把圣子令交出来吧。你看不起我？蓝月霜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挑战，拔剑的速度更快了。那就再吃我一剑。蓝月霜再度斩出一剑，剑气如虹，化作一只冰晶凤凰，凤凰嘹亮嘶鸣，铮然剑魂响彻云霄。剑魂！蓝月霜的剑道竟也达到了剑魂的境界。霎时间，广场上成千上万把法剑与之共鸣，发出可怕的剑鸣之声。万剑归宗！嗖嗖嗖！数以万计的法剑恍惚间生长出灵智，在蓝月霜这一剑的号召之下，其射向杨晨。铺天盖地的剑雨几乎遮蔽了合欢广场，可怕的剑啸惊得在场高层都目瞪口呆。此刻面对这可不到极点的剑雨，杨晨没有退让，他看向蓝月霜的眼神带了几分惊叹和欣赏。这位蓝师姐绝对是顶级天骄，不过这也让他的战意汹涌起来。只有战胜这样的天骄，才有成就感。师姐，看我一招如何？话毕，杨晨的背后生出金色的羽翼，灵力和气血催发到极致，身躯表面竟然覆盖一层火焰。这一刻，杨晨宛若荒古战神，蛮荒的气息扑面而来，
大荒司天手司天！他猛然跃起，身后浮现远古洪荒的神山。杨晨顿时加持了无与伦比的巨力，双臂挥舞，竟然在天上撕开了一道口子。轰隆！可怕的异响传来，这道口子不断扩张，像是天地都撕裂开了。远远看去，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吞噬万物。万剑归宗在这天地撕裂的黑洞面前，可笑到了极点，几乎眨眼的功夫，尽皆吞没了。蓝月双呆愣住了，眼神发直，脸色苍白，像是受到了狠狠的打击。他苦修这么多年的一剑，竟然败得这么惨。这一刻，蓝月双的道心摇摇欲坠。见状，杨晨并无半分怜悯，反而笑嘻嘻催促他还回圣子令。蓝师姐，胜败乃修士常事，既然败了，那就把圣子令还给我。蓝月双素手握紧，恨不得拔剑劈死眼前嬉皮笑脸的家伙，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在杨晨面前拔剑了。给你！蓝月双利索地扔出去圣子令，转身就走。杨晨接过，目送蓝月双的婀娜身姿。我的法剑！杨晨，好狠！杨晨，不当人子，切磋而已，何必这么狠？这次损失大了。弟子们有如霜打的茄子，一片哀嚎之声。他们不好对女神蓝月双发火，只能拐着弯咒骂杨晨。杨晨得了圣子令，自然心情大好，懒得鸟这些家伙。他飞身掠向天上的宫殿，晃了晃手里的圣子令。师尊，幸不辱命，徒儿千辛万苦，终于拿到了圣子令。欢玉莹欣慰一笑，这一次你没有食言，倒是让为师刮目相看。杨晨却是眨了眨眼睛，眼神不经意往欢玉莹的小腹瞟去。师尊，可不要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哦。欢玉莹眼底闪过一丝羞意，咬牙点了点头。这时一阵香风飘过，相思风风主引，相思轻移莲步，娇笑道：杨晨，本封主却是没想到你有这样的实力，本封主戴月霜向你道谢，多谢你手下留情。说着引相思微微躬身，施了一礼。杨晨感受着这美妇的魅惑气息，双手虚抬道：尹封主多礼了，蓝师姐与我不过是擂台比斗，何至于下狠手？这话一出，四周的高层纷纷出言，不是赞赏杨晨大气懂礼，就是称赞他潜力无穷。这幅景象好似之前这些人嘲讽杨晨从未发生过。以后多来相思峰做客，与月霜交流见道。尹相思微笑着，似乎话里有话。杨晨敷衍了一句，忽然觉得身边都站满支持他的好人，真是多多怪事。这时青鸾峰峰主陈青鸾咳嗽一声，略带着尴尬之色道：杨晨，凤哥与你也是擂台比斗，你堂堂正正胜了他，本峰主也是认可的，只是你又将他禁锢起来，实在不是君子所为。君子？杨晨听到这两个字，却是绷不住发笑。陈峰主，我什么时候成了君子了？我不仅不是君子，还是死要钱的小人。你要想赎回陈凤哥，拿20万灵石来。20万灵石？陈青鸾没想到杨晨不仅不给他面子，还明目张胆勒索，勒索的数额又是如此巨大。杨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峰主都敢勒索。杨晨抱着龙渊剑，笑容逐渐敛去。陈峰主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这只是合理的索赔，要怪就怪你的乖女儿没长脑子，合伙针对我。你！陈青鸾素来以才女面貌示人，此刻也不禁怒目圆睁，手中卷轴法宝攥得咯咯作响。四周的高层面面相觑，亦是震惊不已。这小家伙胆子真不是一般的肥，竟敢斥骂一尊峰主。陈青鸾深吸一口气，终是没有出手，毕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还是要脸的。宗主，此子目中无人，以下犯上，竟是勒索于我，若按照合欢宗的门规，必须严惩。陈青鸾不得已，只能向欢玉莹告状，甚至还搬出门规。欢玉莹当然不可能向着陈青鸾。片刻后，他淡漠开口：小辈之间的争斗罢了，哪里用得上门规？若是真按门规办事，刚才在圣子争夺战之中，凤哥失职3番2次下死手，又该如何惩处呢？这话一出，陈青鸾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合欢宗的确有门规规定，弟子之间的争斗不可故意下死手，否则轻则逐出宗门，重则废去修为。而陈凤哥刚才所作所为，明显是有报私仇的意思，下手颇为狠辣。他要是继续追究，这把火就要烧到自家爱女头上了。念及此处，陈青鸾低头不语，强行咽下这口气。这时欢玉莹又继续补刀：我合欢宗弟子怎能对本门弟子动辄下死手？此等窝里横的行为，外战势必怯懦。晨儿，你今天的表现很好，这才是强者的姿态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高层纷纷神色肃然，点头称是。这是大义，谁敢当中反对？杨晨暗自得意，师尊出马，一个顶俩。陈青鸾连一句硬话都不敢说了。陈峰主，你应该感谢师尊平日里对我的教诲，否则我要是真的下死手，你早就与爱女阴阳两隔了。杨晨冷哼一声，威胁着，同时不忘记抬高自家师尊。陈青鸾被师徒二人连番打压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却又不敢发作。不过在他内心深处，对于欢玉莹和杨晨倒是没有太多愤恨，毕竟这件事说起来确实是陈凤哥脑子不清醒，竟与云雨峰的人勾勾搭搭。杨晨失职，小女鬼迷心窍，一时受了奸人蒙蔽，才会对你如此冒犯，还请你看在本峰主的面子上原谅他一次。陈青鸾忽然态度大变，不仅诚恳道歉，还奉上一个储物戒指。杨晨接过储物戒指，神识一扫，
20万灵石一分不少，看来对方化解仇怨的诚意还是很足的。有了这些灵石，又能干20炮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陈封主的诚意我收到了，只希望陈封主日后好好调教爱女，不要再干这些损人不利己的蠢事了。杨晨暂且接受缓和，但还是毫不客气地教训了几句。陈青鸾心里自然极为不爽，但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他咬牙点头道：“多谢杨晨师侄提醒，日后本封主必会严加管教。”杨晨唇角微扬，里子面子都有了，这才作罢。小黑子，放了陈峰哥！他居高临下命令道。与此同时，捆仙索灵光一闪，灵蛇般蠕动着松绑。小姐姐，下次招子放亮点，不该得罪的人千万别得罪。黑猫盯着陈凤哥的好身材，嘻嘻哈哈道。经此一事，陈凤哥的恋爱脑遭遇当头棒喝，也不管楚宗泽的惨状，跌跌撞撞逃离。解决陈凤哥之后，接下来自然是对付楚宗泽。乌峰主何故一言不发？莫非你如此刻薄寡恩，连楚宗泽这个大弟子都不认了？杨晨笑容满脸，说出的话却是字字诛心。本峰主如何行事，轮得到你这个小辈指指点点？乌行山八字胡一颤，国字脸威严赫赫，若是一般人肯定会被震慑到，但杨晨连欢喜老祖都敢得罪，又岂会怕他？我倒是不想对乌峰主指点，只是乌峰主似乎忘了一件事，若想赎回楚宗泽，必须赔偿我50万灵石。50万灵石！听到这个数字，在场众高层无不眼皮猛跳。好家伙，这还涨价了！乌行山更是怒不可遏，指着杨晨的鼻子喝骂：“小东西，就要狮子大开口！你以为50万灵石是路边的大白菜吗？本峰主实话告诉你，趁早熄了趁火打劫的心思。”杨晨毫不畏惧地盯视过去，眼神极为冷峻，一时间气氛降到冰点，似乎一场大战就要爆发。乌行山惊疑不定，自己没有对他动手，这小子难道还敢对他下手？无论如何，自己都不可能出这50万灵石的，倒不是他出不起，而是不值。之前在楚宗泽身上投入海量资源，全都作废，再拿出50万灵石赎人，岂不是亏到姥姥家？这时，杨晨忽然呵呵一笑，嬉皮笑脸道：“乌峰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看来你是想抛弃楚宗泽这个废物点心啊。”乌行山冷哼一声，没有明确回应，但所有人都明白，楚宗泽这个大弟子成了一枚弃子。不愧是乌峰主，当断则断，有枭雄之姿，弟子实在是佩服佩服啊！杨晨撇撇嘴，也没什么好办法，只能阴阳怪气2句。四周高层也暗暗向乌行山投去忌惮的目光。乌行山这个人确实够狠。与此同时，合欢广场上的楚宗泽正满怀期待，希望师尊赎他回去。可就在这时，杨晨的声音传来：“楚宗泽，不好意思，乌峰主不愿意出钱赎你。小黑子，把他带回天尘峰关起来。”闻言，黑猫眼前一亮，邪笑起来：“好了，本王知道了。”楚宗泽却是如同遭遇雷击，竟是傻愣在原地。不可能，师尊怎么会抛弃我？师尊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求求你赎我回去！楚宗泽哭诉着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看起来颇为埋汰。黑猫摸了摸肥嘟嘟的下巴，嘲笑道：“什么师尊，什么功劳苦劳？乌行山这个老登会在乎这玩意？你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就是个废物弃子，乖乖认命呗！”这话一出，犹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楚宗泽瘫坐在地上，眼神麻木，好似抽去了灵魂。黑猫嘿嘿一笑，牵着捆仙索，遛狗一般就把楚宗泽牵回了天尘峰。小龙女紧随其后，偷笑着紧随其后。合欢峰，合欢殿，师尊，圣子之位我已经拿到了，现在该是您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杨晨一路跟随欢玉莹回去，生怕对方耍赖。欢玉莹莞尔一笑：“晨儿，你就这么不相信师尊吗？”杨晨一愣，挠了挠头，显得颇为尴尬。徒儿怎么会不相信师尊呢？徒儿，这不是关心师尊吗？他眼珠一转，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。欢玉莹摇摇头，收敛起笑意，带着母性的慈爱轻抚腹部：“晨儿，你猜得不错，师尊的确怀孕了。那这孩子是徒儿？”杨晨的声音颤抖着，下意识追问。欢玉莹瞪了他一眼，嗔怪道：“这孩子当然我们的结晶，难道你忘了当日在湖底你怎么折腾师尊的？”杨晨尴尬低下头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不过他还是暗暗吐槽着，明明是师尊折腾自己，几乎把他吸干了，但杨晨可不敢明着说，好一番嘘寒问暖，甚至还想凑上去听肚皮。师尊，我来听听孩子的声音。欢玉莹俏脸一红，就想推拒，但看杨晨兴致勃勃，还是不忍心打断。杨晨如愿以偿，耳朵凑近师尊温润的腹部，砰砰砰，一股生命的脉动传来，那是血脉相连的感觉。杨晨惊呼起来，几乎手舞足蹈：“师尊，我听到孩子的声音了，这孩子气息茁壮，肯定是个绝世天骄。”欢玉莹扑哧笑了起来：“胡扯什么？这才几天，你就看出孩子是个天骄了？”杨晨一脸笃定：“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个超级天才。俗话说得好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在修仙界更是如此。他有大日龙阳体，而师尊也是修炼天才，强强结合之下，孩子有修炼天赋，太正常不过了。”欢玉莹道也不再反驳，轻抚着腹部，脸上的神色更柔和了。“师尊，
这些灵草灵药都送给你补补身子，您辛苦了。杨晨想了想，又把自己珍藏的宝物一股脑送给师尊。他做不了太多，但是绝不能苦了孩子。欢玉莹看着这些价值不菲的宝物，神色怔怔的，似乎有所纠结。师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杨晨很敏锐，一眼看出师尊情绪不对。欢玉莹欲言又止，但在杨晨的再三追问之下，他还是说出了顾虑。晨儿，你可知道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？欢玉莹重叹息道。杨晨脸色大变，惊得站了起来。师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打掉我们的孩子？欢玉莹抚着腹部，沉默不语。杨晨立马急眼了，虎毒还不饲子呢，他怎么可能任由自己的孩子被打掉？师尊，您可千万别冲动，苦儿一定会对你和孩子负责的。欢玉莹摇摇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冷静地分析道：现在是多事之秋，宗门内外都有人虎视眈眈，巫行山等人一旦知道为师怀有身孕，必然发难。他们有的是手段查出你我的关系，到时候等着我们的便是身败名裂，逐出宗门。这话好似一盆凉水泼下来，杨晨瞬间清醒多了。他咬牙想了想，这事确实很可能发生。见杨晨冷静下来，欢玉莹又沉声说道：如果仅仅是宗门里这几条恶狼，为师道还有办法应付，不至于打掉孩子。但是宗门之外还有黑龙王、欢喜老祖、海碧波伺机而动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凶虎。为师怀孕之后实力大大降低，他们抓住机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杨晨听完之后眉头紧锁，情绪极为压抑，宛如头上遮蔽了一层乌云。他可以想到，一旦师尊怀孕的消息传出去，整个东荒的局势都会躁动，巫行山会搞事情，三大宗门的联盟计划会挫败，黑龙王和欢喜寺也会伺机而动，其他观望局势的中小势力也会随之动作。师尊，这些顾虑我都明白，但是我们没必要打掉孩子，相信徒儿可以快速增进修为，保护你和孩子。杨晨并没有退缩，反而迎难而上。欢玉莹心里非常欣慰，但还是摇头叹息。晨儿，师尊知道你从不畏惧战斗，也很有潜力，但我们没必要冒险，更不能拖着整个宗门乃至整个联盟陷入险境。欢玉莹不是普通的女修，作为一宗之主，她的理性远远多于感性，所以她的任何决策都是从大的方向考虑，不会只顾小利益。杨晨很快明白了师尊的所思所想，心里一阵叹服，看来自己以后还要多多学习师尊，不能意气用事。为今之计，要说服师尊改变主意，关键还是展示实力。杨晨目中闪过金光，心念一动，催动大日龙息术，将掩盖的修为完全暴露出来。霎时间，金丹修士的强大气场席卷整座合欢大殿。晨儿，你骤然感受到杨晨的真实修为，欢玉莹猝不及防，震撼到说不出话来。杨晨笑而不语，悬浮在半空中，忽而展示那一枚熠熠生辉的金丹。这是9品金丹。欢玉莹看着9道丹纹，喃喃低语。她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做梦一般，充满了不真实的幻灭感。毕竟谁又能想到一个炼气废柴摇身一变，竟然成了9品金丹的绝世天骄？晨儿，为师这是做梦吗？你竟然结丹了！过了好半晌，欢玉莹才发出讶然的疑问。杨晨眨了眨眼睛，将金丹送到师尊眼前。那一颗9品金丹闪耀着神秘的辉芒，静静悬浮。欢玉莹伸出手，一缕缕灼热从指尖传导而来，似乎蕴藏着可怕的能量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相信这不是做梦，晨儿真的成了一名结丹修士。欢玉莹的惊喜并没有保持多久，旋即他神色一变，嗔怒地瞪着杨晨：晨儿，你真是翅膀硬了，竟然背地里瞒了师尊这么久！杨晨的得意瞬间凝固在脸上，一时哑口无言。师尊的脑回路也太奇怪了吧？按照常理，不应该是询问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强吗？师尊，徒儿只是……他挠了挠头，找不出合适的借口。欢玉莹暗自发笑，却又舍不得让杨晨难堪。他板着脸，给杨晨一个台阶下。晨儿，看来你这是有不小的奇遇啊！杨晨嘿笑一声，师尊英明，徒儿确实是有不小的际遇。说着，他取出阴阳葫芦，说明当日在湖底的奇遇以及宝葫芦的妙用。什么？这葫芦能吞噬修士，化为阴阳之力，反哺于你？欢玉莹又被震撼了一次，看向阴阳葫芦的眼神竟是带了一丝惊悚。若是按照修炼界的常识，阴阳葫芦简直邪门到了极点，能吞噬修士，还能反哺主人，就算是最疯狂的魔道修士，可不敢想象世上还有这样的魔气。晨儿，你使用这葫芦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欢玉莹拧眉询问道。杨晨明白师尊的担忧，摇头道：师尊，您多虑了，宝葫芦只是一件功效强大的法宝罢了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关键还是修士怎么利用它。闻言，欢玉莹却是一怔，神色变得复杂。晨儿，你说的不错，法宝再强大，终究是一件器物。这时，杨晨把阴阳葫芦挂回到腰间，笑嘻嘻道：师尊，你这次应该相信我能快速提升实力了吧？欢玉莹点点头，又颇为郑重地叮嘱道：当日在那湖畔，你第一次拿出这葫芦，为师就看出此物非凡，但为师万万没想到，这葫芦竟然有这样逆天的神效。晨儿，以后有关这葫芦，谁也不要透露分毫。说着，欢玉莹的脸上竟是带了深深的自责。师尊不该多嘴，追问这些。见状，杨晨赶紧转移话题，道：
道：“师尊，你可知欢喜寺4大佛为何只剩下3佛？”欢玉莹一愣，随即陡然反应过来，难道笑笑佛在你手里？杨晨得意一笑，看起来颇为得瑟。师尊，你猜对了，笑笑佛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。话毕，他一拍腰间的阴阳葫芦，灵光闪烁之间，一个人影缓缓出现。笑笑佛一身朴素的麻衣，毕恭毕敬，施了一礼：“阿弥陀佛，欢宗主，老衲已经痛改前非，希望以后可以为杨小友多多效劳，洗刷老衲这一身罪孽。”欢玉莹今天已经不知道震惊多少次了，但此刻依然难掩震撼之色。他并非是震撼笑笑佛在杨晨手里当了俘虏，而是难以置信眼前这个驼背苍老的老和尚竟是那个叱咤风云、为非作歹的笑面虎。除了眉目之间还有几分神似，根本找不到半点影子。但是最震撼的还是笑笑佛话语之中透露出臣服之意。他可不信笑笑佛真的会痛改前非，洗刷罪孽。唯一的解释就是晨儿有手段迫使对方彻底服了。晨儿，你现在真的长大了，师尊以后帮不了你什么了，恐怕还需要你的照拂。震撼之后，欢玉莹重叹息，语气极为复杂，有对杨晨实力突飞猛进的欣慰，更有一股隐含的失落。杨晨欲言又止，他把笑笑佛收到阴阳葫芦里，赶紧走上前抱住师尊，安慰道：“师尊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徒儿厉害了，自然是要帮助师尊。要说照拂，也是师尊您对徒儿的照拂最多。”欢玉莹感受着杨晨身上传来的阳刚之气，娇躯不由一阵酸软，在听到他柔情蜜意的安慰之语，更是感动到无以复加。晨儿，你真的长大了。杨晨凑近师尊的耳畔，低声道：“师尊，以后不许这么说了，徒儿本来就长大了。”你欢玉莹体会到杨晨话里有话，俏脸染上一抹酡红，他欲手下移，使劲掐了掐对方的腰间。嘶！杨晨没想到师尊下手这么狠，疼得发出嘶嘶声。看你以后还敢在师尊面前作怪！欢玉莹轻拍了杨晨一下，娇嗔薄怒。嘿嘿，杨晨嘿笑几声，双手却是搂得更紧了。师徒二人卸下心事，互相说着心里话。师尊，这孩子是上天的恩赐，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啊！杨晨不放心，小心翼翼叮嘱着。师尊知道，你现在厉害了。欢玉莹白了他一眼，语气之中不乏调侃。杨晨摸了摸鼻子，尬笑几声。这时他眼珠一转，忽然想到一件大事。师尊，你现在修炼的玉莲合欢功只是天阶，我合欢宗是否有更高等级的功法？闻言，欢玉莹流露出古怪的神色，没好气道：“你以为天阶功法是大白菜呢？还只是……实话告诉你，合欢宗、欢喜寺、极乐庵、妙音门之所以称之为东域4大宗门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只有4大宗门才有天阶功法的传承。”杨晨听完之后，并没有受到打击，反而更加高兴。他想了想，忽然神秘兮兮道：“师尊，如果我有超越天阶地功法，你想不想修行？”这话一出，却是把欢玉莹惊得站直了身体，玉音竟是带了几分颤抖。“晨儿，你怎么会有超越天阶地功法？这不可能！”杨晨唇角上扬，神秘兮兮道：“师尊，你附耳过来，徒儿传你功法。”欢玉莹惊疑不定，但鉴于杨晨之前的表现，他还是遵从着凑过去。杨晨舔了舔嘴角，按捺心中躁动，默念法诀。阳之道，日明为天；阴之道，月昏为地；合欢之道，阴阳交互。随着杨晨的传授，大日合欢功的精髓纤毫毕现。欢玉莹的天资悟性本就非同一般，再加上杨晨毫无保留的剖析功法奥义，二者可谓是相得益彰。很快，欢玉莹就领悟到了大日合欢功的精髓。晨儿，这大日合欢功到底从何而来？为师怎么觉得这功法与玉莲合欢功如此相似？欢玉莹按捺着内心的激动，追问着。杨晨指了指自己的脑门，得意道：“当然相似了，因为这是徒儿在玉莲合欢功的基础上顿悟而来的。”顿悟而来，或许是欢玉莹被反复震惊，已经到了麻木的地步。他怔了片刻，竟然就这么接受了杨晨的说辞。这下杨晨有些不开心了。师尊的反应未免太平淡了吧？师尊，你就不惊讶吗？杨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欢玉莹展颜一笑，无奈道：“怪就怪你今日给为师带来的惊讶太多了。”闻言，杨晨无语至极，都没法接话了。不多时，二人通过合欢殿的隐秘传送阵，来到一处修炼密室。这里是合欢峰的灵脉中心，灵气异常充沛，这里的灵气都已经液化。修炼室的之中竟然积累了一汪深潭，在灵水深潭的中心绽放着一朵金色的莲台。晨儿，这里最安全，也是灵气最充沛的地方，我们师徒就在这里修炼。欢玉莹交代了一句，便带着杨晨飞身到深潭中心的金色莲台。他盘膝而坐，运转大日合欢功，霎时间，一轮金色的大日虚影在欢玉莹的身后冉冉升起，映衬得他整个人如一尊白玉观音，端庄圣洁。杨晨痴迷欣赏了片刻，便挪开了目光。他也在莲台一角盘膝而坐，修炼功法。这里环境可遇不可求，杨晨不想错过机会。不多时，他的身后也出现一轮金色的大日，无数的灵气蒸腾着，汇入二人的丹田之处。天空之上竟然出现一大一小两道巨大的灵气漩涡。很快，两道灵气漩涡融合在一起，而两轮大日也开始诡异的交融起来。其中一轮大日骤然发出炫目的神光，火红火红，
灼热的高温似乎要焚尽一切，充满了躁动的气息。而另一轮太阳则是生出些许阴翳，温度骤然巨降，阴寒冷漠如玄冰，犹如寒日。这一轮极热与那一轮极寒，宛如天生一对，纵然隔着遥远的距离，也阻挡不了互相吸引。终于，他们交融在一起，疯狂汲取着对方的炽热和严寒。远远看过去，他们叠在一起，似乎只剩下一道影子。这时，那一轮阴翳的太阳汲取了难以计数的炽热，终于重新点燃了熄灭的焰火。它的气息猛然长大一圈，变得更亮了。而那一轮炽热的太阳释放出焚尽一切的炙热之后，它的气息也开始飞涨。修炼密室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一汪深不见底的灵液潭水已然蒸发，金色的莲台漂浮在半空之中，两道身影以及亲密的姿势相拥在一起。二人几乎同时豁然睁开双眸，四目相对之后，欢愉隐猛地推开杨晨，他裹起纱衣，神女般傲立虚空，眼神变得极其复杂。这一场荒唐的融合，他竟然突破了元婴，成就了化神。此刻，欢愉隐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大，强大到掌控一切，似乎偌大的合欢宗都在他一手掌握之中。曾经那些让他头疼的对手，却是变成挥手可拂灭的灰尘。而体内的他儿似乎也享受到突破化神的福利，蓬勃的生机如一轮小太阳。你可真是天底下最幸运的孩子。欢愉隐轻抚着小腹，满是母性的慈爱。这时，杨晨也披上一袭白袍，振奋不已。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他赠与师尊大日合欢宫，回馈之大，远超想象。这一次，他竟然轻轻松松突破到了元婴期。若是按照杨晨原本的计划，就算他有阴阳葫芦的助力，突破元婴期怎么也要一段漫长的积累时间。可现在，只是一晌贪欢就突破了元婴，这带给杨晨的惊喜实在太大了。更让他惊喜的是，不仅是他一日千里，师尊更是一举突破到化神。师尊，你突破化神了？杨晨小心翼翼确认着。欢愉银换上一层素白的法衣，重新恢复了冰霜般的威严。托你的福，这门大日合欢宫于为师很契合。你也突破了元婴，不错。杨晨舔了舔嘴唇，忽然道：师尊，这大日合欢宫原来需要阴阳合欢，日后我们修炼在一起修炼。你放肆！欢愉隐冷喝一声，又警告道：以我师徒名分，莫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杨晨登时一懵，明明是合则两利的大好事，怎么就乱七八糟了？师尊可真是有点翻脸不认人了。他转念一想，有些明白了，或许师尊还是太在乎所谓的师徒名分了。若是如此，我们不如废除师徒名分。师尊，我以后就叫你玉儿吧。杨晨诡计灵一转，选择退而求其次，迂回着：你叫我什么？玉儿。听到这个称呼，欢愉莹颇为羞恼，几乎忍不住动手了。别以为你赠与为是一门圣阶功法，为师就可以让你蹬鼻子上脸。你我之间师徒名分不可废。这一次，欢愉莹的态度异常坚定。圣阶？杨晨眼珠一转，疑惑道：玉儿，你的意思是天阶功法之上是圣阶功法？欢愉莹被这么一打岔，顿时有些不适应，但还是点头解释了一下：天阶之上便是传说中的圣阶，至于在网上，为师也不知道了。说完，欢愉莹又冷声斥责道：再敢叫师尊玉儿，休怪师尊动手惩戒。杨晨没有屈服于师尊的威严，鼓起勇气道：师尊，你就不要再埋头装鸵鸟了，你我之间早就有了肌肤之亲，如今更是连孩子都要有了。听到这话，欢愉莹罕见地沉默下来，思绪万千。晨儿的话虽然无理，但又的确是事实。若是没有孩子，这件事还可以随着时间淡化。晨儿，现在是多事之秋，远远未到废除师徒关系的时候，万万不可意气用事。欢愉莹无可奈何，只能采取拖字诀。杨晨一眼看出师尊的心态，继续头铁道：师尊，那你说什么时候废除师徒关系？欢愉莹沉默不语，好半晌之后才回道：等你的修为超越为师，成功继位合欢宗宗主之位，到那时一切尘埃落定，我们方能公开关系。杨晨心中顿时大喜，果然师尊还是在为大局考虑，但对于他而言，只要有明确的目标，实现起来又有何难？杨晨挥舞着拳头，振奋道：这一天不会太遥远，师尊，你一定会成为我的玉儿。听到杨晨这自信满满的话语，欢愉莹的眼神不由柔和下来。但愿这一天不会遥远。与此同时，欢愉莹突破化神期，合欢峰上空形成浩浩荡荡的异象。由于护宗大阵的遮掩，以及欢愉莹刻意隐瞒，宗门之中察觉异象的人极少，除了三大峰主之外，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情报。此刻，距离合欢峰不远处的一座无名荒山，三大峰主不约而同先后来到此处。他们互相之间没有交流，全神贯注地观摩化神的异象。正如楚宗泽当日突破金丹期，无数筑基弟子顶礼膜拜，三大峰主也十分珍惜这一次机会。这或许是他们此生距离化神期最近的一次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雷劫消散，云收雨霁，一切恢复了宁静。三大峰主好似灵魂回了躯壳，缓缓吐出一口浊气。宗主，果真是天纵之姿，突破化神竟然如此流畅。是啊，听闻化神修士渡劫有9关18难，关关难过，一难高过一难，宗主竟是丝毫不把劫难放在眼里。如有神助，当真是如有神助。尹相思和李青鸾观摩渡劫之后，受益良多，
此时也不禁惊叹连连，倒不是二人刻意谄媚，而是欢玉莹这一次渡劫太轻松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合欢宗岂不是诞生一尊化神修士？有化神修士坐镇，我合欢宗的势力更上一层楼，以后怕是没有东域4大宗门，而是东域第1大宗合欢宗。正是如此，在宗主的带领下，我合欢宗足以号令整个东域。陈青鸾、尹相思二女非常兴奋，谈论的话题尺度越来越大，言语之间竟已开始藐视东域，似乎整个东域也不过是合欢宗的囊中之物。听到二女你一言我一语，巫行山的心情别提多复杂了，震惊、恐惧、后悔，用五味杂陈都不足以形容。欢玉莹晋升化神大能，整个合欢宗都会水涨船高。按理说，他这个云雨风风主也应该扶摇直上才对。可巫行山自家人知道自家事，他之前玩弄手段，阻止宗门援救欢玉莹。这一次圣子争夺战，更是暗中设计，对欢玉莹最宠爱的小弟子杨晨下手。结仇之深已经很难化解了，所以巫行山的心情才会这么复杂。为今之计，本峰主也只能暂避锋芒，蛰伏起来了。以宗主的气度，应该不至于故意针对于我，只是那杨晨小子睚眦必报，需要多多留意。巫行山深吸一口气，安慰自己的同时，也对杨晨有所警惕。另一边，黑猫用捆仙索牵着楚宗则往天尘峰走，他大摇大摆，牛气哄哄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所以黑猫不急着赶路，反而七拐八拐，故意走人最多的路线。这样一来，造成的轰动效应可就大多了。毕竟楚宗泽再怎么说也曾经是合欢宗弟子之中的一哥，知名度很是不小。如今这位大名鼎鼎的一哥竟然被人当众遛狗，弟子们如何能不轰动？快看，那是楚师兄！我的天老爷，楚师兄怎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太可惜了，他突破金丹期的时候我还去观摩过呢。可惜个屁，他针对杨晨师兄不成，又被自家师尊抛弃了，我看是咎由自取才对啊！针对杨晨师兄，好大的胆子！杨师兄背后可是宗慎言，慎言啊，不能乱说。众弟子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吃瓜的兴趣很浓厚。听到这些幸灾乐祸的议论声，楚宗则低垂着脑袋，双目充血，恨不得一头撞死。士可杀不可辱，有种你就杀了我！楚宗则低吼着，一字一句从牙缝里挤出来，好似一头受伤的疯兽。黑猫斜了对方一眼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想死，本王偏不要你死。我告诉你，你小子要是敢死，本王就把你的躯体炼化成傀儡，再把你的魂魄收入魂幡之中，养成小鬼。一听这话，楚宗则浑身发抖，脸色惨白惨白的。他终于知道，原来死也是一种奢侈。就连一旁的小龙女也不禁心里一阵恶寒，这小黑子真是越来越邪恶了，也不知是跟谁学的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黑猫和小龙女终于溜达着回到了天尘峰的洞府。大门打开，琪儿和妍儿赶紧出来迎接。二女穿着同样的侍女服，火辣辣的身材颇为吸睛。恭迎猫大王回府。二女毕恭毕敬，向着黑猫扶了一礼，好似他的小迷妹。黑猫满意的点点头，跟个大老爷一样。这时他又把楚宗泽拽了出来，大喇喇教训道：看到没，钱儿和妍儿以后就是你的榜样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楚宗泽低着头，看不清神色，但他的身体却是剧烈颤抖着。显然此刻的楚宗泽情绪波动很大。钱儿、妍儿一开始没看出低头之人是楚宗泽，现在认出来之后，一脸的震撼。这可是楚宗泽，云雨峰峰主座下大弟子，宗门大名鼎鼎的天骄人物，如今竟是沦落到这个地步。一时间，二女呆立在原地，如同两尊雕塑。黑猫对于二女的反应很是满意，他笑嘻嘻扯了扯捆仙索，傲气十足地说道：钱儿、妍儿，以后这小厨子就是本王的小迷弟了，你们两个没事就帮我好好教训他，教训的不好拿你们试问啊！二女又是一惊，已然不知所措了。这时忍耐许久的楚宗泽终于爆发了，他猛然抬起头，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黑猫。成王败寇，我楚宗泽认了，但是你休想让我屈服，当什么狗屁小迷弟？哟呵，你小子还装刚烈咧！黑猫伸出猫爪摸了摸猫须，怪笑了几声。他本想亲自动手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指了指二女道：现在是你们两个负责教训他，还不快动手！二女连忙摆手，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。毕竟楚宗泽对他们而言是曾经的主人，极为太重了。你们不动手，那就是要麻烦本王了，那本王留你们何用？黑猫声色俱厉，阴恻恻道。二女顿时神色大变，看向楚宗泽的眼神多了几分狠厉。看到二女态度转变，黑猫又缓了一口气，说道：放心吧，楚宗泽已经被本王废了，而且身受重伤，现在的修为充其量也就是初入筑基期。再说了，你们就不想尝尝教训曾经主人的滋味？听到这话，二女忽然眼前一亮。这么说来，以他们筑基中期的修为对付楚宗泽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念及此处，二女舔了舔嘴唇，忽然变得跃跃欲试起来。很快，姓楚的这个大冤种便被挂到了树上，他愤怒无比，拼命挣扎着。看到这一幕，黑猫两眼放光，拍手称快，笑声非常猥琐。不错，很不错，别出心裁啊，本王借你们一件法宝，接下来给我好好教训这家伙。说着，黑猫做出扔东西的姿势，但在钱儿、
雅儿的眼中却是空无一物。二女面面相觑，不明白黑猫又在玩什么套路。这时，黑猫嘿笑一声，嘴唇蠕动几下，像是默念了几句法诀。嗡的一声清明，在二女的眼前，2个火红的拳套静静漂浮着，拳套通体火红，像是燃烧的拳头，散发着惊人的威势。二女瞪大眼睛，流露出惊骇之色。这拳套，难道还能隐身不成？莫要大惊小怪，这是本王的幽灵拳套。你们2个有了此宝，不会害怕楚宗泽这个废物吧？黑猫鼻孔看人，姿态摆得很高。二女扑通跪倒在地，感谢着，多谢大王借宝，我姐妹2人必不会辜负大王的期望。好，看你们表现了。黑猫点点头，重新坐回去，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晴儿、雅儿这才满心激动地戴上幽灵拳套。霎时间，他们的右拳、左拳附上一层灼热的火焰，火焰从拳头蔓延到手臂、肩膀，乃至整个躯体。啊！二女心中大骇，本能地发出惊叫。好在这火焰对穿戴者并无损伤，反而有力量和速度的加持，二女这才淡定下来。随着这一层火焰覆盖身躯，二女的身形闪烁了几下，忽然消失不见了。这是幽灵拳套的特异之处隐形。二女互相对视着，彼此眼里都充满了信心。有了这等异宝，对付楚宗泽不要太简单。砰！晴儿一个纵跃，跳起来就是一拳，狠狠砸到楚宗泽那张国字脸上。啊！楚宗泽猝不及防，发出一声惨叫，他的右脸瞬间肿胀起来，与左脸很不对称，看起来颇为滑稽。打得好！黑猫站起来，拍起巴掌，给二女加油打气。晴儿像是打了鸡血，眼里闪着兴奋的光，他又是一记凶狠的右勾拳，狠狠砸到楚宗泽的左脸上。楚宗泽再度发出一声惨叫，他的左脸充气球一样肿胀起来，这下到是与右脸相称了。这个时候，胆子偏小的杨儿也鼓起勇气，一拳轰在楚宗泽的腹部。噗！楚宗泽的身体顿时弓起来，像是煮熟的红虾对折，他的嘴里喷出一口老血，惨嚎一声。楚宗泽猛然抬起头，双目充血，凶兽一样扫视着。你们2个贱婢，竟敢这么对我！别让我找到机会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楚宗泽状若疯兽，语气极度怨毒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晴儿、雅儿本就对他有深深的畏惧之心，当即吓得后退几步，竟是不太敢动手了。有本王给你们撑腰，你们怕什么？继续给本王狠狠教训他，今天打不服他，本王就亲自教训你们。黑猫翘着2郎腿，手捧一壶灵茶，霸气地说道。二女固然害怕楚宗泽，但更怕黑猫的手段，他们不敢再有犹豫，冲上去狠揍楚宗泽。一时间，拳头如同密集的雨点落到楚宗泽身上，他咬着牙不叫，竟然还敢恶狠狠威胁二女。二女似乎被激发了凶性，一脸的狠厉。楚宗泽，你以为你还能掌控我们的命运？有大王给我们撑腰，今天我打死你这个废物！二女咬牙切齿，幽灵拳套打出阵阵火花，竟把楚宗泽当成沙袋一样打。楚宗泽的硬汉姿态没撑住多久，很快就发出一阵阵惨烈的哀嚎。二女听到这声音，眼里放射出兴奋的凶光，下手愈发没轻没重。黑猫小嘴滋溜着灵茶，眼神发亮，翘着2郎腿欣赏着。嘿嘿，这就叫一报还一报。杨晨从合欢峰回来，心情很是不错，刚走进洞府就听到奇奇怪怪的声音，这贱猫又在搞什么鬼？杨晨一脸古怪的神色，循着声音走过去，却见楚宗泽被2个美艳的侍女吊起来打，嘴里发出哀嚎求饶的声音。猫大王，我服了，我真的服了，我以后就是你的小迷弟，你要我干什么都行啊！别打了。见到杨晨回来，黑猫吸溜一口灵茶，给易阳阳道：小臣子，本王今天这活整的怎么样？没有辱没我们整活3剑客的名声吧？杨晨瞅了一眼，颇为平淡的点点头，还可以。黑猫眼睛很毒，一看就知道杨晨是在敷衍他，立马不乐意了。小小，你来评评理，我今天这活整的怎么样？黑猫不服气，开始拉外援。小龙女颇为无语，但她还是皱着秀气的小鼻子，不情不愿地评价道：这个嘛，我觉得你整得不错。闻言，黑猫顿时信心大涨，昂着胖脸，傲气道：我这一出翻身女奴，报答主人，不要太有创意，你能整出这样的活吗？杨晨颇为鄙夷地瞥了黑猫一眼，随即慢慢悠悠给自己倒了一杯灵茶，啜饮一口，淡淡道：别跟我扯东扯西，你这一出充其量也就是痛打落水狗，就这都是我抬举你了。小龙女赶紧捂住嘴，怕笑出声来。杨晨哥哥实在太损了，这话简直把黑猫的脸都打肿了。果然，黑猫听到这话，一张胖脸顿时拉得比驴脸还长，他凶瞪着杨晨，好半晌没说话。这老六还真是损啊！关键是自己似乎还没什么办法反驳，毕竟楚宗泽确实是小臣子出手对付，他几乎就是捡了个现成的。这时，杨晨忽然又抛出一个提议：我这里有个大活，小黑子，你敢不敢干一票大的？敢不敢？那当然是敢的，毕竟整活3剑客横空出世以来，整的活都能震动整个东域。黑猫也是颇为异动，不过他自觉刚刚丢了面子，哼了一声不接茬。好在小龙女比较贴心，眨巴着萌萌的大眼睛，兴奋道：杨晨哥哥，接下来我们是要对付那个大坏蛋吗？小小果然聪明，猜对了。杨晨打了个响指，笑着夸赞一句，
又道：“我接下来想要对付的就是云雨峰峰主巫行山，这老小子居心叵测，不仅暗戳戳破坏救援师尊的活动，还3番2次针对我。这一次不吸干他的修为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”这话一出，黑猫和小龙女顿时吃了一惊。巫行山可不是软柿子，不仅是3大峰主之首，还自创了天阶功法巫山云雨功，某种程度上，他甚至比4大佛还要危险。黑猫也顾不得跟杨晨置气了，冷声道：“小臣子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巫行山是那么好对付的吗？本王才不会跟着你往火坑里跳呢。”小龙女也急切劝说道：“杨晨哥哥，这件事需要3思啊。”杨晨嘿笑一声，盯着黑猫，用充满诱惑性的语气说道：“巫行山是老牌元婴，执掌云雨峰足有上100年了，他私人宝库里的宝贝，恐怕比碧波城主府还多。小黑子，难道你就一点不动心？”听到这话，黑猫眼睛发亮，呼吸粗重了几分。上次在碧波城随随便便就捞了几10万灵石，而巫行山的实力地位可不比海碧波来的低，他的宝库该有多么富有？念及此处，贪财的黑猫只觉眼前有一座灵石海等着他去攫取。你打算怎么分账？黑猫沉思良久，忽然问到一个关键问题。杨晨心中暗笑，果然黑猫这个贪财的家伙还是抵挡不住宝物的诱惑。那当然要看贡献，谁的贡献大，那谁就分得多。你觉得呢？黑猫想了想，点头表示认可。这么分，算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。所以说，你这是答应一起行动了？杨晨正色道。黑猫昂着脑袋，傲然道：“那是当然，若没有本王出马，你一个人能行？”看到黑猫如此臭屁，杨晨摸了摸鼻子，忍着没动手。事不宜迟，咱们今天说干就干，干就干，谁怕谁啊？黑猫不肯示弱，梗着脖子道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小龙女却是急了：“杨晨哥哥，小黑子，可别忘了我，整活3剑客，一个都不能少啊！”杨晨犹豫了一下，正想着怎么拒绝才好。黑猫一摆爪子，不耐烦道：“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凑什么热闹？要是再被人抓回去当人质，本王还得费脑筋回去救援。”显然，黑猫这是在吐槽小龙女上次在欢喜禅院被擒获的事。小黑子，你……小龙女委屈极了，大眼睛蒙上一层水雾。我勒个去，你哭什么？黑猫挠挠头，顿时整不会了。杨晨赶紧出面安慰道：“小黑子说话虽然不中听，但他也是怕你再遇到危险。不过，我也觉得你还是留下来为好。”小龙女一听更委屈了，难道连杨晨哥哥也嫌弃自己了？他莫非成了一个拖油瓶？杨晨眼珠一转，又劝解道：“小，我们要是都走了，谁来守家？我这洞府还是有点值钱的，可不能再被人入侵啊！”说着，他又给黑猫使眼色。黑猫也反应过来了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小臣子说的对，洞府里这108颗星陨神石确实挺值钱的，没人盯着确实不行。小，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。”星陨神石，小龙女抬头瞅了瞅洞府上镶嵌的神石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良久，她还是乖顺的点点头，道：“杨晨哥哥，小会给你守好家的。”杨晨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。小，你就在家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夜里，毛毛的月亮挂在天上，映照在大地上，风声呼呼的撕扯，树木花草影影绰绰，像是张牙舞爪的凶兽。一大一小2道身影，鬼鬼祟祟地穿行在云雨峰的山林里。小黑子，你这找的什么路线？怎么都是这种没人走的山路？杨晨传音过去，抱怨着。黑猫在前面带路，不时停下来摆弄鸿蒙阵盘。听到杨晨抱怨，他没好气地哼哼道：“你懂什么？这可是巫老贼的大本营，他防备深着呢。要不是本王，他的护峰大阵早发现你了。”杨晨嘿笑2声，倒是没反驳黑猫。要不是黑猫身上有这点本事，他哪需要对方参与，早一个人单干了。一个人独占巫行山的宝库，不香吗？足足绕了2个时辰，二者终于悄无声息地潜入到云雨峰的山巅。巍峨的云雨大殿占地极广，宫殿成群，一座连着一座，哪怕是在朦胧月色里，杨晨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奢华。而这些建筑如众星捧月，围绕着中心那座云雨大殿，那里就是巫行山日常起居的地方。这老小子整得不错呀，一看平时就没少贪。嘿嘿，那他的宝库里应该也有不少宝贝。黑猫咧嘴笑了起来，脑回路也很清奇。杨晨倒是很认可他的看法，你的想法很对，巫行山确实不是一般的峰主。黑猫又贪婪地扫视一圈，掏出幽灵拳套，你也带上，这样谁也找不到咱们。杨晨是个听劝的，立马带上拳套，他的身影很快就隐匿下来。走，进去找找巫行山。黑猫点头，也带上幽灵拳套，一大一小很快潜入了云雨大殿，二者大摇大摆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么大的地方怎么找？要不抓个人问问？黑猫看着偌大的云雨大殿，有些麻爪了。杨晨正要说话，忽然一阵酒香味飘了过来，这是合欢玉液琼浆的味道。杨晨嗅嗅鼻子，眼前一亮，啥玉液琼浆？黑猫歪着脑袋，感觉莫名其妙。杨晨解释道：合欢玉液琼浆，本宗特有的灵酒，专供给高层。专供高层，那就是巫老贼在喝酒。黑猫反应过来，一脸的兴奋。不多时，二者顺着灵酒的气息找到了巫行山的位置。一处偏殿里，巫行山邋里邋遢，敞开衣袍，独自一人喝着闷酒。
他现在的心情自然是抑郁的。巫行山不在乎楚宗泽这个大弟子的死活，但没有赎回大弟子，对他的声望打击很大。堂堂云与峰峰主连大弟子都护不住了，其他人看了会怎么想？如果说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，那另外一件事可就不是他能解决的了。欢玉营突破化神，哪怕对方什么都不做，巫行山都能感觉到一股令人窒息的压力，如同有一把利剑每时每刻悬在头顶上。巫行山坐立难安，何以解忧？唯有琼浆。巫行山越想越头疼，索性喝酒解愁，一杯接着一杯，他想要用灵酒麻痹自己。巫老贼平时一本正经的，没想到是个酒鬼。黑猫满脸鄙夷，传音嘲讽道。杨晨用余光观察了一会，摇摇头道：这家伙不是什么老酒鬼，老酒鬼都是喝到微醺，点到即止。巫行山今天明显是想一醉解千愁。黑猫眼珠转了转，露出几分狡黠的神色。天助我也！这货醉酒之后，我们才好动手脸。说着，他取出一个小玉瓶，一脸嘚瑟的在杨晨眼前晃了晃。这是缠绵欢喜散。杨晨看到那团隔音的粉红色烟雾，立刻反应过来，有这种神器，足够巫老贼喝一壶了。你就看我怎么玩他吧。黑猫尖笑两声，拿着缠绵欢喜散，蹑手蹑脚靠近巫行山。巫行山就是再厉害，也绝不会想到有人摸到老巢里来了。他酩酊大醉，毫不设防地趴在桌上，呼哈呼哈打起了呼噜。黑猫兴奋的胖脸上猫须颤动，快速拔开小玉瓶，霎时间，一缕粉红色的烟雾钻了出来，蠕动成一条红色的线虫，钻进了巫行山的鼻子里。巫行山当时浑身燥热，却又疲软使不上力。这个时候，他还以为是在做梦。杨晨果断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驾驭阴阳葫芦嗖然飞了出去。葫芦打开，投射出一道神秘的紫光组成的阵法。巫行山顿时被禁锢住了，一股诡异而又恐怖的吸摄之力开始鲸吞虹吸他的修为。啊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巫行山陡然醒转，直到此时，他才知道这一切不是梦，而是精心设计的杀局。可这个时候，他动弹不得，比软脚下还不如，只能绝望地任由阴阳葫芦狂吸他的修为。元婴期、金丹期、筑基期、炼气期，巫行山的修为就像是溃烂的堤坝，跌落的速度一发不可收拾。他想了很多办法，没有任何作用，哪怕是运转巫山云雨功，依旧无法抵挡。极短时间之内，巫行山元婴后期的修为直接坠落到炼气期，巫行山在绝望之中昏了过去。另一边，阴阳葫芦里，杨晨的修为一飞冲天，元婴1层，元婴2层，元婴3层。当他的修为提升到元婴6层，杨晨经脉胀痛，骨骼咔咔作响，丹田都遭不住了。再这么狂吸下去，他甚至觉得自己会爆炸。不行，再不加节制，准没好果子吃。杨晨深吸一口气，按捺住内心的贪欲，果断放弃继续吸摄巫行山的修为。黑猫蹲在角落里观察着局势，他黑曜石一样的眼睛里闪过几缕金光。这老六真是够狠的，阴阳葫芦在他手里比魔气还邪乎。巫行山这次算是完蛋了。当巫行山被吸光了修为，彻底昏过去之后，黑猫知道他的机会来了。黑猫嗖地冲上去，一爪子就把巫行山佩戴玉扳指扒拉了下来。这玉扳指看似普通，其实隐含着空间波动。黑猫早就看出这玉扳指是打开某个空间的钥匙，他眼珠一转，打算把东西藏起来。小黑子，你不老实啊，说好的宝物按照贡献度分配呢？这时杨晨从阴阳葫芦里出来，冷声质疑道。黑猫脸皮其厚，根本不知道尴尬2字怎么写。他把玉扳指拿出来，一脸无辜的样子。你说这个玉扳指啊，我寻思这玩意不值什么钱来着。杨晨气急反笑，一把夺过玉扳指。不值钱？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巫行山这种人怎么可能把不值钱的东西贴身放好？说着，杨晨直接用强大的神识抹除了玉扳指上面的印记，玉扳指重新认主，幻化出一道金色的门户。这是空间通道。杨晨心念一动，立刻明白这玉扳指可以进入巫行山留下的秘境，而这秘境应该就是所谓的藏宝库。他心中大喜，就要进去一探究竟。这时黑猫抗议道：你还说我，分明就是你想要吃独食。杨晨想了想，还是把黑猫带上，二者走进那道金色的门户，穿过空间通道，他们来到一座占地不小的宅院。宅院之中陈列着无数奇珍异宝，炫目的灵光差点亮瞎了杨晨的眼睛。我勒个去，发了！黑猫大呼小叫，两只眼睛四处乱瞄，已经开始锁定目标了。杨晨也很兴奋，一夜暴富的机会又来了。小臣子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本王已经饥渴难耐了。黑猫催促杨晨赶紧拿个主意，到底是一起探宝，还是各拿各的？杨晨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带上黑猫一起。巫行山是个条理分明的人，每一间屋子都分门别类地规制着宝物，这就方便杨晨和黑猫了。二者先是走进一间傀儡室，其中摆放着一尊高大的傀儡。这尊傀儡的材质极为特殊，表面波光粼粼，似有水流在流动。这是杨晨面露讶然之色，难以分辨这尊傀儡的来历。这时黑猫吹了一声口哨，啧啧称奇道：我勒个去，巫行山这老小子有点东西啊！这水形傀儡失传已久，他是从哪搞来的？水形傀儡，这尊傀儡很有来历吗？杨晨禁不住问道。黑猫撇撇嘴，傲娇地介绍道：万年之前，
天渊仙州出现一个强大的神傀宗，他们的镇宗之宝就是五行傀儡。所谓五行，乃是金木水火土五行，五行傀儡则是金型傀儡、木型傀儡、水型傀儡、火型傀儡、土型傀儡。五行傀儡每一尊都有特殊的功效，据说集齐五行傀儡合体之后，还会有匪夷所思的神效。杨晨听了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小黑子知道的秘辛还真不少。若是按照你的说法，这神傀宗岂不是可以一统天渊仙州？毕竟他们只要炼制足够多的五行傀儡即可。杨晨仔细观察着水行傀儡，忽然发出疑问。黑猫却是嘿嘿低笑了2声，满满嘲讽之意。你说的不错，神傀宗当初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们疯狂扩张，攫取制造五行傀儡的材料，绵延整个仙州的超级大战也由此爆发。神傀宗制造五行傀儡的材料逐渐匮乏，最终被各大宗门围攻而死。杨晨眼皮一跳，暗暗啧舌，他至今连东域都没出过，蔓延整个仙州的战争那该有多么恐怖。小臣子别胡思乱想了，赶紧把这尊水行傀儡收好，本王还要继续淘宝脸。黑猫见杨晨神色怔怔的，颇不耐烦道。杨晨一愣，突然有点不适应黑猫的大方，他忍不住问道，这五行傀儡这么珍贵，你不跟我争？黑猫咧嘴一笑，好似在看乡巴佬，若是五行傀儡齐全，那还轮得到你？现在就一尊水行傀儡而已，没什么卵用，送你了。那万一以后集齐五行傀儡呢？杨晨依旧不解道。呵呵，你小子别做白日梦了。天渊仙州何其广博，剩下的4尊傀儡还不知道在哪路神仙的宝库里吃灰呢。黑猫大笑着奚落杨晨，好似在看大傻子。闻言，杨晨也是哑然失笑。想要集齐五行傀儡，确实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不过他还是麻利地收下了这尊水行傀儡。不多时，杨晨清除了乌行山留下的印记，并与水行傀儡绑定。通体透明、水波流转的水行傀儡泛起淡淡5色神光，流光溢彩之间，竟是幻化成杨晨的模样。这可不是外表上的类似，而是全方位的模仿，甚至连他的修为、气息、神识波动都模仿出来了。这杨晨一脸震惊，这简直就是另一个自己啊！那他岂不是免费得到一个忠心耿耿的超级分身护卫，而且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作用？这水行傀儡可以吧？黑猫凑上来，眼珠子乱转。杨晨按捺着内心的兴奋，确实是个宝贝。那就好，这尊水行傀儡就让给你了。待会选宝贝，你可得让着点本王。黑猫哪能让别人占他的便宜，趁机提要求。杨晨猛回头，转身盯着黑猫，却是无奈的点点头。小黑子，你套路还挺多，嘿嘿。黑猫得意的奸笑2声，不说话了。接下来，二者又走到隔壁的丹药室。丹药室内药香扑鼻，各种灵丹妙药映入眼帘。杨晨扫视一圈，顿时有一股看花眼的感觉，正要上前查看丹药，黑猫跟大黑耗子一样窜出来，挡在前面。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本王选好了，剩下的给你。杨晨摸了摸鼻子，只能停在原地。黑猫的字典可没有客气2个字，他风卷残云一般，看到灵药就往储物灵界里塞。没一会功夫，黑猫扫荡一空，才拍拍手让杨晨进来。诺，小臣子，该你了。杨晨走进去一看，顿时满头黑线。偌大的丹药室内空空如也，比土匪扫荡完还要干净。小黑子，你几个意思？这么多丹药，你一颗都不给我留下是吧？杨晨指着黑猫，几乎气笑了。谁说本王一颗都没留？我警告你，别诽谤本王。那不是还有一瓶金风玉露丹吗？黑猫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小玉瓶，理直气壮道。金风玉露丹，我特么要这种丹药干嘛？杨晨的脸色更黑了，爆出粗口。所谓金风雨漏丹，说起来品级还很是不低，足有7品。但此丹不是什么正经丹药，专门用于壮阳补气、防视助心。本王好心好意，专门给你留的，你竟然还不领情！黑猫顿时不乐意了，就要把金风雨漏丹收回去。杨晨却是快他一步，率先把丹药收起。蚊子腿也是肉，再说了，金风雨露丹还是有点用的。黑猫瞥了杨晨几眼，嗤笑着走出去。走出丹药室，二者又搜刮了几个藏宝室，诸如法宝、秘籍之类的，收获颇丰。马无夜草不肥，猫无横财不富。黑猫把几件刻印着秘籍的玉简收好，给易阳阳道。杨晨翻了个白眼，催促道：“搞快点，还有最后的一个藏宝室。”不多时，二者又来到灵符室。我先选。黑猫一个箭步冲进去，速度那是相当之快，几下就薅到好几沓常见的灵符，如火球符、冰霜符、金剑符。这些灵符都是低阶，但架不住量大呀，一沓至少也有上百张，算下来超过上千灵石了。杨晨却是不动声色，绕过黑猫往里走。角落里有一件黑色的玉匣子，其上刻印着玄奥的符文。尽管有玉匣子的封印，依然有一丝波动隐隐传出。在杨晨强大的神识之下，这一丝波动更加显眼。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？杨晨心中大为好奇，小心翼翼打开玉匣子。霎时间，一缕雷电光芒爆射而出，好似一条电蛇在藏宝室内四处游走。黑猫被电到了，他惊叫一声，跳起来撞到房梁，浑身的毛发虚张着。我勒个去，小臣子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没什么。杨晨赶紧收起玉匣子，心里却是掀起了波澜。这竟然是一道8品灵符都天神雷符，此符甩出去就是元婴后期的大修士，恐怕都有重伤的风险。
刚才那是雷符的威力吧？至少有8品。黑猫的眼力不是盖的，很快就推演出灵符的品级。杨晨取出玉匣子，警告道：“这是我先发现的，你别想抢。”切，一道垃圾灵符而已，看你小气的。黑猫其实很心动，但面上故作不屑。他接过来看了一会，更加肉疼了。这么强大的雷符，竟然被小臣子捷足先登了。杨晨看到黑猫的样子，赶紧夺回来。这下黑猫更气了，连声怒斥杨晨格局太小。呵呵，杨晨并不搭理，宝物放在自己手里才放心。由于他拿到最珍贵的一道8品雷符，在普通灵符的分配上，小黑子占了大便宜。不过杨晨并不觉得很亏，一道8品雷符抵得上成千上万道普通灵符。好了，这里宝物都搜刮完了，赶紧走吧。别急，这些藏宝室的房梁和柱子是千年铁木制成的，值不少灵石呢。黑猫眼睛滴溜乱转，一脸的贪婪之意。杨晨眼角抽了几下，不得不佩服对方的眼力。外面万一有变怎么办？杨晨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这些千年铁木拆下来，至少值10万灵石。”黑猫啐了一口，已经开始动手拆屋子了。见状，杨晨也忍耐不住了，轰隆隆开始拆房子。黑猫这个猪队友的贪心果然起了作用。就在黑猫和杨晨搞拆迁的时候，巫行山也逐渐醒来。缠绵欢喜散的毒素让他无法控制，找了几个侍女好好折腾一番才缓过来。感受到体内空荡荡的灵力，巫行山陷入绝望之中。苦修数百年，一招成空，这种绝望比杀了他还要难受。巫行山恨不得一头撞死在柱子上，但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着。一想到凶手吸了他毕生的修为，还能逍遥自在，巫行山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要报复，我一定要报复。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总算恢复了一丝理智。这时巫行山陡然发现套上大拇指上的玉扳指不见了。混账东西，本封主与你们不共戴天。玉扳指背后连接的小秘境是他最宝贝的藏宝室，那可是他准备东山再起的本钱。巫行山气得脸色铁青，八字胡颤抖，一双眼睛红彤彤的，敢贪本封主的宝贝，本封主要你们的命。巫行山咬牙切齿，解下腰带，唰，他猛然撕开腰带，腰带剧烈燃烧起来，化作5只火烈鸟。5只火烈鸟振翅飞往5个不同的方向。不多时，云雨峰5大元婴长老收到传讯，火速向云雨殿汇集。封主，您这是？为首一个元婴7层的长老惊声询问道。其余4尊长老互相对视着，眼里都有不安之色。巫行山可是元婴巅峰的大修士，他现在的状态明显是受了重伤。本封主为奸人所害，你们定要帮我报仇。5大长老都是一震，竟是不敢说话了。毕竟能把巫行山伤成这样，他们未必是对手。放心，这几个奸贼不是什么强手，否则哪里需要下毒？我等在此处守株待兔。巫行山也不强逼5大长老，而是稍微分析了一下情况。这几个奸贼应该在搜刮封主的藏宝室，待会抓住他们，你们可以平分这些宝物，本封主分毫不取。巫行山又抛出一个诱人的香饵。果然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5大长老都忍不住了。封主，我愿意听从你的安排，为封主报仇。大胆奸贼，竟敢擅闯云雨峰！几人信誓旦旦，都做出了保证。巫行山一心报复凶手，并不在意长老们的小心思，他甚至承诺道，只要抓住这些凶手，本封主另外重重有赏。这下5大长老更激动了。藏宝的秘境空间一片狼藉，小黑子，快走吧，我有不好的预感，云雨峰来人了。杨晨催促黑猫赶紧离开小秘境，黑猫不情不愿，只能跟着离去。还有2间屋子没拆呢，他嘟囔着埋怨杨晨胆子小。杨晨心里已经很后悔了，以后绝不能被这贪得无厌的贱猫带了节奏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杨晨撑起不朽龙鳞甲。切，你这胆子也太小了，乌老贼已经废了，能拿怎么样？黑猫满脸鄙夷，嘲笑着。可就在2者走出秘境空间之时，几道强大的气息从云雨大殿的4面8方传来，给本封主灭了这2个奸贼。巫行山一看到2个戴着斗篷的神秘人，眼睛瞬间红了。是，封主。5大长老一齐出手，霎时间5道强大的灵技轰然砸落在杨晨和黑猫的头上。我勒个去，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！黑猫大喊大叫，体内灵力狂涌，撑起护体灵罩。然而他的护体灵罩遇到元婴修士的灵技，就好像纸糊的一般，轰！灵技轰在黑猫的身躯上，他迫不带一般飞了出去，嘴里狂喷着鲜血。此刻黑猫的心里闪过一丝后悔，要是早点听小臣子的话，应该不会被人关门打猫了。与此同时，杨晨虽然也遭遇到5道元婴灵技齐轰，但他就要淡定多了。不朽龙鳞甲挡住了一大半的威力，护体灵罩又挡住一部分威力，最后打到杨晨身上的威力已经很小了。而他又有大日龙阳体的特殊体质，灵技的威力如同挠痒痒一般，毫无威胁。这家伙不对劲！剑斗篷神秘人硬抗下5道灵技，竟然没什么大碍。5大长老齐齐变了脸色，巫行山也是阴晴不定，脑海里浮现数道可疑的身影。可就在这时，另一个体型较小的斗篷人从残垣断壁里爬了出来，他嘴角挂着血，气息十分萎靡，显然是受了重伤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体型较小的斗篷人充其量也就是筑基修为，
竟然硬抗元婴修士的武道灵技还没死，混账东西！你们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！黑猫不仅没嗝屁，反而咬牙切齿，怒骂着，这让巫行山几人更加震惊，就连杨晨也吃惊不小。黑猫这小身板到底是什么做的？给本峰煮灭了他！这时，巫行山陡然反应，声音充满了怨毒之意。武大长老蓄势待发，小臣子，你在等什么？害死本王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快动手，给本王挡住这几个王八蛋！黑猫急眼了，魂音传到杨晨的识海里，充满了惊惧。杨晨虽然平时跟黑猫打打闹闹，互相之间看不惯，但也不至于见死不救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他决定动用刚才那道都天神雷符。封印雷符的黑玉匣子豁然打开，一道雷符如灵蛇般电射出去，冲向9天之上。方圆数十里的雷电元素都在云雨峰上空汇聚，竟是瞬间进化成一道雷电之龙。轰隆一声巨响，雷龙嘶吼着在天上的雷电云团里四处游走，时而龙首昂起，时而龙尾摆动，而后急转直下，猛扑向武大长老。不好，是都天神雷符！武大长老显然知道都天神雷符的厉害，纷纷选择退避。巫行山见到这一道熟悉的雷符，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老血。他双目赤红，奋力嘶吼道：“奸贼，竟敢盗取本峰主的8品都天神雷符！快，速速结阵对抗！”闻言，武大长老脸色黑如锅底，却是不敢再退避了。毕竟8品的雷符覆盖的范围太大了。5人拿出看家的本命法宝，结战阵冲迎而上。庞大的雷龙与5尊上屏宝器碰撞在一起，爆发出耀眼的蓝色光芒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随即，排山倒海一般的冲击波席卷而出，武大长老首当其冲，直接被掀翻出去。云雨大殿竟也在雷电暴动之中化为一堆瓦砾石块。好，小臣子，你这波干得好啊！杨晨拎着黑猫肥短的尾巴，先一步把他拽出云雨大殿。黑猫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庆幸，却见云雨大殿被雷符轰塌了。他忙不迭地拍手称快，以至于牵动了伤势，口中吐血。杨晨扔给他一枚疗伤丹药，颇为无语道：“就算幸灾乐祸，你也要等到伤势好了吧？”这次黑猫倒是没嘴硬，一口吞下丹药。这时，杨晨忽然脸色一变，看向云雨大殿上空，这波亏大了，都天神雷符竟然没把他们劈死。尽管一片烟雾缭绕，杨晨却是敏锐地察觉到武大长老的气息。黑猫狞笑一声，阴恻恻道：“没死最好，就让本王用神慈灵爆弹灭了他们。”黑猫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大亏了，他这一次出离愤怒，不惜动用手里最强的底牌神慈灵爆弹。小黑子，你他妈不会是疯了吧？杨晨眼皮猛然跳动，爆粗口喝问。黑猫却是满脸疯狂之色，恶狠狠道：“敢让本王吃这么大亏，必须灭了他们！”杨晨呼吸粗重，低喝道：“不行，神慈灵爆弹的威力太大了，一旦使用，整个云雨峰都会灰灰。这是我们何武老贼的私仇，绝不能牵扯到那么多无辜的弟子。”闻听此言，黑猫脸上的疯狂之色消退不少，但依旧咬着牙齿道：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个仇还报不报了？无妨，今日收到的利息已经足够多了，留着这几根老韭菜，以后有机会再薅一波。”杨晨以力诱惑，劝说着。黑猫想了想，还是听从了。好，这次听你了，以后再割韭菜。杨晨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这小黑子疯起来简直不要命啊！这时，黑猫又掏出装着缠绵欢喜散的小玉瓶，奸笑道：“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本王送他们一个好宝贝。”可8品雷符的威力果然非同凡响，可惜了，这道雷符若是在我们手里，岂会容奸贼如此嚣张？武大长老受伤不轻，言语之中尤其对巫行山的雷符失窃之事怨念颇深。原本是自家的雷符，反倒被敌人利用对付他们，想想就是满肚子气。这时，为首的元婴后期长老忽然屏住呼吸，传音道：“不好，空气里有毒！”话音刚落，他的脸色浮现不正常的红晕，眼神里满是欲念。其余4大长老下意识屏住呼吸，并用神识探查，却见空气之中有一缕极细微的粉色烟雾蠕动着，乍看上去竟然像是某种诡异的毒虫。更诡异的是，即便他们屏住了呼吸，依旧无济于事。这些粉色烟雾竟然可以穿透护体灵罩，渗入机体。该死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竟比春药还要猛烈1万倍啊！本长老好难受，定然是刚才那2个黑色斗篷人所为。本长老要杀了这奸贼！武大长老两腮染上酡红，浑身燥热难当，眼里的欲念之火几乎喷薄而出。他们只能仗着法力深厚，压制着欲望。武大长老叫嚣着，冲天而起，向四面搜寻斗篷人的踪迹。别闹了，快走！杨晨感受到一个元婴长老的神识掠来，脸色一沉，催促黑猫。黑猫看到武大长老的惨状，却是舒坦的直叫唤：“王八蛋，敢偷袭本王，有你们好受的！”这时，一个长老爆发出惊天的怒吼：“快看，人在那里！”话音一落，几道盾光急速掠来，好似电光闪烁。嗖！奸贼，给本长老死来，拿命来！伴随着急速的盾光，众人怒喝着，如天雷滚滚而来。嘿嘿，拜拜了您嘞！黑猫咧嘴笑起来，甚至还对着武大长老拱手做了个揖。随后，灵光闪烁之间，传送阵的纹路骤然亮起，2道斗篷人的身影随之消散。武大长老扑了个空，一个个脸色阴沉似水，
尤其是想到斗篷人挑衅作揖，几乎差点气炸了肺。这时缠绵欢喜散的毒性再度爆发，比刚才还要凶猛。武大长老顿时压抑不住了。巫行山听到动静，姗姗来迟，一看到巫行山的身影，武大长老眼里冒出红光，视线像钉子一样往他的身体里钻，那丑陋而又变态的模样，看得巫行山心里咯噔一下，差点吐了出来。封主，快帮帮我们，我快忍不住了。武大长老残存最后一丝理智，向巫行山求援。巫行山心里一阵恶寒，赶紧冲出去给众长老安排侍女。足足过了2个时辰，武大长老总算发泄完了，他们一个个气息萎靡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稍作梳洗之后，武大长老才去见巫行山。封主，这到底是什么毒？实在太可怕了，从未见过如此歹毒的毒药，本长老竟是损伤了本源，此二贼不灭，本长老必生心魔。武大长老你一言我一语，气得破口大骂，他们的复仇之心也被这次事件激发出来了，大有不死不休的意味。看到武大长老的惨状，巫行山表面关切，实则心里乐开了花。要是没这档子事，武大长老又怎么会与他一起结成复仇联盟呢？封主，我看这件事就是杨晨干的，偌大的合欢总，也只有他与云雨峰如此深仇大恨。他们发誓要把楚宗泽曾经对他们用过的手段一起还回去。为此，二女准备了诸多刑具，如皮鞭、辣椒水。楚宗泽不说话，用嘲讽的眼神盯视二女。贱婢，你们永远改变不了这一点，在我手下你们是贱婢，在杨晨的手下你们依然是，只是换了个主人罢了。听到这话，钱儿和妍儿脸色一白，几乎恼羞成怒，还敢叫我打死你，混蛋，还敢嘴硬！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声响，鞭声如雨点一样密集，二女咬牙切齿，披头散发，疯子一般抽打楚宗泽。不过他们并没有失去理智，别看下手不轻，所造成的伤害只是皮肉之苦。楚宗泽忍受着痛苦，眼底却是一片冷峻。二女是不可能轻易的弄死他的，他们定然会留下自己一条命，也好日日夜夜折辱。两个愚蠢的贱婢，连斩草除根的道理都不懂，活该被本少反杀。楚宗泽这么想着，已然蓄势待发。不一会儿，钱儿和芽儿总算打累了，他们丢下鞭子，看向吊在半空的楚宗泽。楚宗泽，你服不服？不服，今天就打到你服！楚宗泽低垂着头，凌乱的发丝遮住了面目。几声阴笑忽然传来，沙哑的声音像是在锯开老树。你还敢笑？钱儿吓了一跳，随即恼羞成怒，他走上前就要抓住楚宗泽的头上暴打一顿。可就在这时，楚宗泽猛然抬起头，七窍流血的面目宛如厉鬼。钱儿顿时如遭雷击，定在原地。噗！楚宗泽咧嘴一笑，张嘴喷出一道血箭，血箭如电光直射，快到极致，瞬间洞穿钱儿的眉心。他的头颅如西瓜一样炸裂开来，身后的芽儿猝不及防，被红的白的洒了一脸。啊！他惊叫着，声音极为瘆人。这时楚宗泽再度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，芽儿的惊叫声戛然而止，头颅亦是炸裂开来，接连喷出2道血鹰箭。楚宗泽像是抽干了全身的血液，一张脸惨白，身躯也萎缩下来，肋骨分明，眼窝深陷。此刻的楚宗泽除了眼珠子还能转动几下，活脱脱就是一只骷髅精。这倒是方便他挣开绳索了。这些束缚他的绳索并非是捆仙索，楚宗泽很快就挣脱出来。他跌落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另一边，密室之外的一间房间，小龙女白嫩的小手托着下巴，秀丽的眉头皱着，眼神没有聚焦，似乎在神游物外。杨晨哥哥可真会骗人，明明就是不想带我去，还说的那么好听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声，在幽静的洞府之中，惨叫声回荡着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这是密室的方向。小龙女豁然站起来，眼神里充满了警惕。她想了想，决定过去一探究竟。毕竟守家任务这么简单，她可不能掉链子。很快，小龙女就来到密室门外，几乎是推开密室大门的同时，一道诡异的血箭向着眉心要害击射而来。虽然小龙女提起了12分的警惕，但依旧没有反应过来。好在冰晶鳞甲自动护主，堪堪挡住了血鹰箭。只见小龙女全身附上一层动人心魄的瑰丽冰晶，砰的一声闷响，血鹰箭撞在冰晶鳞甲上面。咦，宝器级别的铠甲！楚宗泽发出惊疑之声，却是不敢继续纠缠。他鼓荡起周身的气血，刮起血色旋风，冲向洞府之外。楚宗泽，哪里跑？小龙女余光扫到钱儿、芽儿的无头躯体，娇躯一颤，就要冲过去追索楚宗泽。可就在这时，脑袋里一股昏沉之意涌起，他走路都踉踉跄跄。刚才那道血箭竟然隐含着诡异的血爆之力，冰晶鳞甲挡住了绝大多数伤害，却是难以抵挡这股血爆之力的侵蚀。如果不是小龙女身具真龙之躯，恐怕就要重伤了。她扶着墙，缓了几口气，心里却是急切自责，自己真是没用。杨晨哥哥特意交给自己最简单的任务，竟然办砸了。与此同时，距离天尘峰不远的一处无名荒山上，忽然出现3道诡异的身影，他们全身罩着黑色的法袍，与夜色融为一体。这3人正是瑟瑟佛、花花佛、空空佛。自从当日回返欢喜寺总院，
他们就在策划潜入合欢宗营救笑笑佛，倒不是三佛多讲义气，而是老祖知命不敢违。欢喜老祖甚至不惜启动埋在合欢宗高层的钉子，三佛方才有惊无险的成功潜入。你确定这是那小子的洞府？空空佛看向花花佛，虎眸里生出不满。他们蹲了这么久，也没见有人出入。花花佛负责收集情报，此时受到质疑，当然不爽了。若论办事周到，本佛可比你强多了，至少本佛绝不会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看不住。花花佛发出刻薄的女声，明显是在阴阳空空佛当初没看住小龙女。你这件事已经是空空佛的逆鳞，他当即震怒，铜铃巨眼射出可怖的凶光。花花佛毫不相让，掌心生出一朵妖艳的红花。三佛受了欢喜老祖责罚之后，内部矛盾陡然激增，不止一次大打出手，但在合欢宗老巢动手，简直是找死。瑟瑟佛不敢看热闹了，苦笑着就要做和事佬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天尘峰传来一阵闷响，三佛顾不得私下的矛盾，纷纷目光转向，却见洞府石门轰隆隆打开，一道身影爆窜出来，朝着东南方向激射。有人出来了，是那阳尘孽畜！天助我也！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三佛欣喜若狂，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躁动。他们暴掠而去，身法施展到了极限。不过10几个呼吸的时间，三佛就已追到了楚宗泽。阳尘哪里跑？空空佛虎眸充血，身形陡然壮大1圈，足有5米高，身后出现一尊巨佛法像，宛如魔神一般威势震动四方。龙象般若掌，他伸出巨掌拍了过去，竟是遮蔽了一方天地。楚宗泽像是被这恐怖的威势冻结了心神，呆立在原地无法动弹。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不是阳尘，就被这一掌轰在天灵盖之上。砰！只听一声闷响，好似敲木鱼一样的声音，龙象般弱掌的汹汹劲力轰然爆发，楚宗泽全身上下的骨骼碎裂，面条一般栽倒在地上。眼见大仇的报，空空佛喜得咧嘴大笑，好，死得好啊！心细的花花佛上前查看，顿时大惊失色，不好，打错人了，这人根本就不是阳尘那孽畜。这话一出，其余2佛脸上的喜悦凝固，他们赶忙前去翻看，那面条人瘦如骷髅，死前面目狰狞，但显然不是阳尘。该死，这孽畜莫非是有所察觉，故意派人出来试探？空空佛脸色黑沉沉的，宛如笼罩了一层乌云，愚不可及。就算动手，也没必要直接下死手。是啊，刚才要是留下活口，至少还能得到关于那孽畜的准确情报。瑟瑟佛和花花佛一脸怨气，指责道。空空佛一肚子气，拳头攥得咯咯响，却是无法反驳。他也很后悔刚才没忍住心头怒火，一巴掌拍死眼前这人。我看别那么多事了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冲进去杀光洞府里的人。空空佛咬着牙齿，杀气宛如实质。不可，这小子有阵法守护，一旦动手就要强行攻破防御阵法，到那时整个合欢宗都会被惊动。花花佛有理有据，出言反对。瑟瑟佛也是点头表示同意。我们这次行动是刺杀和营救，而不是攻灭合欢宗的山门，切忌闹出大动静。空空佛依旧满脸不忿，眼看仇人就在不远处的山峰，他却是无可奈何。这种感觉实在太窝囊了。瑟瑟佛生怕空空佛忍不住搞事情，只能搬出欢喜老祖。为了这次行动，老祖这才同意我们启动这枚重要的案子。一旦失败，老祖会怎么看我们？闻听此言，空空佛悚然一惊，好像一盆凉水当头泼下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沉默许久，空空佛沙哑着嗓音问道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忽然有2道遁光掠来，在黑夜里很是显眼。三佛心中一惊，就要隐藏起来，躲不开了。花花佛扫了一眼满地狼藉，低声提醒道。瑟瑟佛、空空佛也反应过来，这里明显有战斗的痕迹，傻子也能看出异样。情急之下，瑟瑟佛取出之前准备好的合欢宗弟子服饰和腰牌，速速穿上，暂且蒙混过关。三佛穿上弟子服，戴上腰牌，随后千面声发动，他们的身形和面目陡然变换起来。你们几个大半夜在天尘峰附近鬼鬼祟祟，想要干什么？杨晨自然也注意到这一片狼藉，他飞身而下，目光警惕，不断在眼前3个年轻的合欢宗弟子身上游移着。黑猫围绕3人转了一圈，不时嗅嗅鼻子，有血腥味道。看来你们是在干坏事啊！这3个年轻的合欢宗弟子不是别人，正是三佛。此刻，三佛看到杨晨和黑猫现身，心底的狂喜几乎掩饰不住了。瑟瑟佛不动声色，朝2佛传音过去，随即故作淡定地解释道：“师兄误会了，我们3人正在巡山，恰好遇到有奸人行色诡异，正欲上前盘查，这奸人主动攻击我们，不得已之下，只能痛下杀手。”这时，花花佛甲扮的弟子把楚宗泽的尸首扒拉出来：“师兄请看，这是我们击杀的贼人，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是修炼了某种魔道功法。”咦？杨晨看到骷髅般干瘪的尸首，顿时吃了一惊，这尸首的身份分明就是楚宗泽呀！他赶忙上前查看情况。楚宗泽不知用了何种手段逃脱，浑身气血消耗一空，原本身材饱满的人只剩下一把骨头。更诡异的是，死之前也不知遭遇了什么，全身骨骼碎成渣渣。黑猫自然也认出楚宗泽，猫须抖了抖，
扑过去一探究竟。好家伙，你们几个够狠的，全身骨骼都被震碎了。黑猫看到楚宗泽的惨状，禁不住吐槽几句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杨晨听到这话，心头一跳，陡然间想到什么，不好，有诈！他猛然转身，同时记起水形傀儡挡在身前，轰！凌厉的掌风如罡风一样刮过来，遮天的巨手轰然落下。给本佛死来！空空佛现了原形，雄壮如山的身躯撑破了伪装的弟子服，他目眦欲裂，杀气有如实质席卷而来，似乎下一秒杨晨的脑袋就会被他这一掌拍成烂泥。砰的一声闷响，巨掌并没有拍到杨晨，竟是轰在一个透明的身影上。龙象般弱掌恐怖的力道把透明身影轰得四分五裂，犹如炸开的水花，波光粼粼，如水流转。那透明身影竟是再度融合在一起。片刻后，一道与杨晨一模一样的身影终于浮现出来。分身！空空佛大惊失色，禁不住大喊一声，而后死死盯着躲在分身后面的杨晨。小子，你是怎么发现本佛的？其余二佛也是吃惊不小，一左一右合围过去，而黑猫的反应也相当之快，嗖一下逃了出去，完全没有跟三佛照面的想法。杨晨看了几眼水形傀儡，暗道好宝贝。随后他目光一转，嗤笑地看向空空佛，欢喜似的龙象般惹掌，本少还是有些了解的。怪就怪你这傻大的脑子不好，留下这个明显的破绽。空空佛恍然大悟，一张脸黑如锅底。他固然有所疏忽，但这小子的反应未免太快了。其余二佛眼角直抽抽，暗骂空空佛这个猪队友，逃得了初一，逃不过15。无论如何，你今天也是插翅难逃。空空佛上前一步，庞大的身躯在月光下投出一片阴影，压迫感扑面而来。其余二佛忽然移动，侧方向包围过来。杨晨长身玉立，嘴角噙着淡淡的微笑，看起来颇为自信。他向左右扫了两眼，拍着巴掌，笑嘻嘻道：瑟瑟佛、花花佛、空空佛，你们三个手下败将真是长出息了。我合欢宗的大本营也敢闯入，就不怕被关门打狗？空空佛取出禅杖法宝，指着杨晨怒斥：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，本佛待会要把你的牙齿敲烂。杨晨对着三佛勾勾手，要战就战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见状，黑猫酸意满满，忍不住啐了一口，这老六真是太会装杯了，给本佛死！杨晨的挑衅行为顿时勾起三佛惨痛的记忆。空空佛率先发难，重若万钧的禅杖当头劈下，唰，破空之声袭来，杨晨却是不闪不避，双手托举起来。黑猫心里咯噔一下，神色巨变，硬抗元婴修士一击，小臣子莫非是想不开找死？可接下来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，一双白玉般的手稳稳抓住禅杖，空空佛使出吃奶的力道，竟是拔不回来。其余二佛看得呆愣住了，这是什么怪物，竟然能空手接住空空佛一禅杖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灭了这孽畜！瑟瑟佛、花花佛如梦初醒，纷纷爆发强大的灵技。瑟瑟佛扔出粉红色的袈裟法宝，那袈裟延展成一张遮天的大幕，向杨晨笼罩而去。花花佛则是摘下一朵妖艳的牡丹花，牡丹花片片花瓣凋零，嗖然激射而去。不好，小臣子快躲！黑猫惊呼着示警，他一眼就看出二佛竟然打出了组合技，若是被这袈裟法宝缠住，再有这花瓣激射，岂不是成了砧板上的鱼肉？杨晨自然也看出二佛的狠毒之处，他猛然吸气，运转大日合欢功，推开头顶上的禅杖，一轮耀眼的大日法像在身后浮现。杨晨通身如火焰燃烧，惶惶有如巨灵神，大荒司天手司天，他猛然跃起，朝着天空撕裂开来。瑟瑟佛的袈裟法宝就好似破衣烂肠，滋啦撕裂成两半，天上出现一道深邃的空间裂缝，好像天神睁开了眼睛。嗖嗖嗖，风卷着残云，一片片花瓣如激射而来。杨晨施展游龙绝影步，只留下无数道残影刃由花瓣洞穿。铮！忽然一道剑鸣声如洪钟大吕，响彻云霄。杨晨拔出龙渊剑，剑势蓄积，龙阳焚天，剑诀延灭，一道剑气在空中划出金色痕迹，轰然射爆花花佛的牡丹法宝。短短交手的刹那，双方都爆发出绝强的战力。最令人震撼的是，杨晨以1敌3，竟是没有落入下风，甚至他的气势比三佛更加强大。黑猫看呆了，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。不可能，这老六怎会这么厉害？他的修为至少是元婴初期，甚至还要更高。三佛也在怀疑人生，原以为这是一个练气小子，可眼下发生的战斗告诉他们，这小子绝不是什么练气器。但他们更想不通的是，明明是一尊元婴大修，何苦假装练气小子？难道说世上真的有人喜欢扮猪吃虎吗？小子，你竟然一直隐藏修为！瑟瑟佛死死盯着眼前的杨晨，心里掀起惊涛。他实在无法把当日那个骑着青灵鹰疯狂逃窜的身影，与眼前这个正面力敌3大元婴修士的身影重合起来。杨晨收剑入鞘，笑嘻嘻道：我就是练气期啊，只不过我这个练气期太强，而你们3个元婴期太弱。听到这话，三佛差点喷出一口老血，什么狗屁歪道理，元婴修士还有冒牌货不成？小子，本佛管你是练气期还是元婴期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空空佛的暴脾气受不了了，挥舞着禅杖扑杀而来，其余二佛也各施手段围杀而来。杨晨不敢托大，
全副心神应对。一时间，各种灵技玄光爆闪，法宝对轰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黑猫观摩了一会大战，却是被余波横扫，滚地葫芦一般飞了出去。小臣子，你先撑着，本王去通知宗主。黑猫忽然意识到危险，眼珠一转，朝着天上吼了一句，一溜烟跑路了。没错，他小黑子是去搬救兵了，绝不是卖队友。杨晨余光扫到黑猫的行径，眼角隐晦的抽动几下，不愧是你，小黑子。这时三佛也听到黑猫刚才的吼声，登时心中一凛，一旦欢愉营到来，那倒霉的就是他们了。毕竟这里是合欢宗大本营，对方的主场。三佛互相对视，暗中传音，不好，那该死的贱猫去搬救兵了，这小子实力不弱，我们一时半会拿不下，速速撤退。三佛快速商议了几句，确定撤离。小子，拿兵来！三佛忽然一齐爆发大招，灵技汹涌而至，杨晨不敢怠慢，持剑格挡。殊不知三佛只是虚晃一枪，抽身远遁而去。小子，老祖已经盯上你了，你也有屈死之道。三佛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，竟然还不忘撂下狠话。杨晨收剑入鞘，眯眼观望，心里冷笑连连。小黑子，别躲了，速度滚出来！杨晨飞到附近的山头，冷喝一声。月色之下，树林阴翳，虫鸣声阵阵，显得颇为宁静，却是不见黑猫的身影。不出来是吧？杨晨呛地拔出龙渊剑，就要挥出剑气。小臣子，别太暴躁啊，本王刚刚在撒尿呢。黑猫嬉皮笑脸，从灌木丛里慢吞吞地爬出来，不愧是有4条腿，跑得倒是够快的。杨晨不爽地呲了一句，怎么说话的？要不是本王的威慑战术，三佛会那么轻易退走吗？黑猫挺胸抬头，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。杨晨气急反笑，神他妈威慑战术，跑路卖队友就算了，还说得气势如虹。放眼合欢宗，估计都找不到第二个。但最可气的是，这贱猫还真的有点用。行，你牛逼！杨晨不想跟黑猫掰扯，转身飞往天尘峰。黑猫眼珠滴溜转着，得意洋洋笑了几声。小样，跟我斗！杨晨和黑猫回到天尘峰的洞府，却见小龙女踉踉跄跄跑出来。小小，你受伤了？杨晨赶忙扶起小龙女，关切道。小龙女渲然欲泣，愧疚道：杨晨哥哥，是小小没用，让楚宗泽逃出去了。杨晨使了个眼色，对黑猫道：有没有疗伤丹药？黑猫在乌行山的藏宝库得了许多珍品丹药，倒也没有吝啬。杨晨为小龙女服下丹药，宽慰道：你不必自责，其实楚宗泽没逃出去。小龙女伤势缓解不少，惊讶的瞪大美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楚宗泽被杨晨哥哥抓到了？说着，他东张西望，却是没有发现楚宗泽的身影。杨晨冷笑一声，说出刚才发生的情况。啊！这下小龙女更震惊了，三佛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潜入合欢宗。杨晨哥哥，你没受伤吧？杨晨摇摇头，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。黑猫却是狐假虎威，牛气冲天道：你也不看看他的队友是谁？有本王在，三大佛只能望风而逃。你！小龙女翻了个白眼，无力吐槽。杨晨没搭理作怪的黑猫，走入洞府之中。不多时，他们都来到之前关押楚宗泽的密室。前儿牙儿的无头身躯映入眼帘，看起来颇为狰狞。楚宗泽跑之前把他们杀害了。小龙女一脸无奈道：我勒个去，楚宗泽真是个畜生啊！本王好不容易收服2个小迷妹，容易吗？黑猫破口大骂，言语之中极为惋惜。杨晨面无表情，祭出2道火焰灵符，就将2女的尸体灰飞烟灭。杨晨哥哥，这次任务还顺利吗？小小的插曲很快过去。小龙女性格活泼，很快恢复了古灵精怪。她抱着杨晨的胳膊，亲密的说话。还没等杨晨回应，黑猫不知从那个犄角旮旯里蹦了出来。小小，本王参与的行动什么时候失败过？我看你是不相信本王的实力啊！小龙女皱了皱精致的琼鼻，暗暗吐槽黑猫碍事。她好不容易抓住机会与杨晨哥哥贴贴呢，真的很顺利吗？我不信，除非你把战利品展示给我看看。小龙女金色的眸子转了转，古灵精怪的说道：战利品？你想干什么？黑猫也不傻，警惕的跳开。切！小龙女一脸的不屑，拿不出战利品，那你就是吹牛皮，小丫头片子，你敢质疑本王？黑猫气得跳脚，肥的猫尾巴都竖了起来。随即他又看向杨晨，小臣子，你说说，本王的功劳大不大？没有本王的缠绵欢喜散，还有威慑计划，你小子今天铁定到大没？杨晨却是不置可否，他双臂一抱，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，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黑猫气急败坏，从储物灵界里掏出几件最珍贵的战利品。小丫头片子，睁开眼睛好好看看。小龙女没在意几件法宝、灵符、秘籍，大眼睛死死盯着一颗通体乌黑的丹药，丹药散发出刺鼻的臭味，乍闻上去就好像臭鸡蛋的味道。这枚灵丹是什么？见小龙女对吉沙豹血丹感兴趣，黑猫的胖脸上浮现一抹诧异。小丫头片子有点眼光啊，这枚吉沙豹血丹可不是一般的丹药。说完，他还瞟了杨晨一眼，卖弄道：小臣子，你知道吉沙豹血丹的来历不？杨晨知道黑猫又要装杯了，阴阳怪气道：不知，还得请教一下您呢。黑猫也不在意杨晨的语气，得意地介绍道：这吉沙豹血丹严格来说是一枚毒丹，乃是由天煞、地煞、人煞、阴煞、凶煞、寒煞、
毒煞7种煞气，以及其余749种天地毒物炼制而成。啊，这是毒丹！小龙女没想到这枚让她感兴趣的灵丹如此骇人，当即吓得退后2步。杨晨眼睛微眯，不禁多打量了击杀爆血丹几眼。黑猫对杨晨和小龙女反应很满意，继续卖弄道：“小丫头片子，真是孤陋寡闻，知不知道什么叫物极必反？这些煞气和剧毒融合在一起，反而毒性大大衰减。”小龙女咬着晶莹的贝齿，不服气反驳道：“毒性大大衰减，那也是剧毒。废话了半天，这击杀爆血丹到底有什么用？”黑猫脸一黑，语气忽然变得阴恻恻的：“这是修士用来同归于尽的。服用击杀爆血丹之后，煞气入体，刺激修士燃烧全身精血。修士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，实力至少翻倍。”听到这话，杨晨的神色凝重起来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这丹药简直是给死士量身定做的。小龙女也是眼皮跳了跳，自己真是脑子有毛病，竟然对击杀爆血丹感兴趣。这时，黑猫嬉笑一声，狡黠道：“小小，你故意激将我展示战利品，是想瓜分本王的宝贝吧？其实吧，这击杀爆血丹对你很合适你脸。”小龙女被黑猫点破了心思，巴掌小脸浮现一抹尴尬，旋即她一挺小胸脯，理直气壮道：“你本来就应该分我战利品，之前就约定好的。”这时，杨晨也主动帮忙站台：“小黑子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，毕竟你功劳最大，战利品都在你身上。”黑猫干笑2声，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。别急，先听本王讲完。这击杀爆血丹谁用谁死，但是小小你不一样，你是真龙之躯啊！击杀爆血丹的毒性至多会让你虚弱一段时间。这话一出，小龙女愣了一下，随即一脸的哭笑不得，自己真是在人族世界待久了，连真龙一族的身份都忘了。这时，杨晨也想明白这件事，说道：“小黑子说的不错，这枚击杀爆血丹确实很适合你，你收下这枚丹药，日后也可以作为一件底牌。”小龙女一向听从杨晨的话，乖巧地点头收下。黑猫则是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这击杀爆血丹对他没甚大用，丢出去给小龙女，正好堵住他的嘴。合欢峰大殿之内，宗主巫峰主求见。侍女服了一礼，低声通报道：“大概是有了身孕，欢玉莹这阵子颇为嗜睡，她玉手托腮，神游物外。”此时听到侍女通报，黛眉蹙了起来。片刻后，欢玉莹正襟危坐，收敛起慵懒的风情：“让她进来吧。”不多时，巫行山走了进来，一如往常，他身着华丽的法衣，2撇八字胡挂在国字脸上，显得颇为威严。云雨峰峰主巫行山见过宗主。欢玉莹眸光一扫，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是有股说不出的异样。他总觉得今天的巫行山似乎有些不同以往。这么晚了，巫峰主应该是有急事吧？巫行山见欢玉莹面无异色，却是暗暗松了一口气。他修为大将，很怕外人察觉出来。回禀宗主，我有天大的冤情。欢玉莹眉毛一挑，颇有些惊讶。巫峰主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宗门之内还有人能欺负你？巫行山咬咬牙，恨声道：“就在今夜，杨晨带人闯入云雨峰，不仅暗算于我，窃夺藏宝库，还把云雨大殿毁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欢玉莹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她豁然起身，一双凤眸紧紧盯视着巫行山：“你说本宗主的弟子暗害你，就把证据拿出来。若是拿不出证据，休怪本宗主治你一个诽谤同门之罪。”巫行山脸色一白，豆大的汗珠滴落。他连夜赶过来，不过是想把锅甩到杨晨身上，只是没想到欢玉莹反应这么大。就在合欢大殿一片压抑的时候，杨晨正好从外面走进来。“徒儿拜见师尊。”杨晨随意一拱手，故意无视一旁的巫行山。欢玉莹看向御阶下的2人，脸色古怪，有点意思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冤家路窄？这时，巫行山的老脸顿时有些挂不住了，他重重咳嗽一声：“杨晨，你还有脸来合欢大殿？莫不是想恶人先告状？”“咦，巫峰主也在？”杨晨一转身，故作惊诧状：“巫峰主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最近没怎么得罪你啊。”“你……”巫行山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杨晨，你别装了，别以为你戴着斗篷就没人认出来你。云雨峰上的惨案，见证的人很多，无论如何，你也赖不得罪责。”巫行山指着杨晨怒斥，并把云雨峰上发生的一幕详细说来。欢玉莹听完之后，眼神隐晦的波动几下：“杀人夺宝，这手法确实像自家徒儿干出来的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巫峰主跟我都是同病相怜啊。”杨晨用同情的眼神看着巫行山，又道：“师尊，徒儿这次来是特地汇报欢喜寺3大佛潜入宗门，3大佛潜入我合欢宗，晨儿当真有此事？”欢玉莹吃惊不小，神色变得无比严肃：“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欢喜寺的人能潜入宗门，说明合欢宗内部出了大问题。”杨晨意识正色，稍加掩饰之后，把遭遇色色、空空、花花3佛的事讲清楚：“师尊，所以我才说巫峰主与我同病相怜，欢喜寺3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”欢玉莹一时之间也有些难以分辨其中真伪，但她依旧向着杨晨：“巫峰主，晨儿已经说明了情况，看来你是错怪晨儿了。”巫行山深恨欢喜寺3佛，但他更恨杨晨。宗主，这不过是杨晨的一面之词。
欢喜寺的人怎么可能突破宗门的护宗大阵？袭击我的人必定是杨晨无疑。杨晨指着巫行山，一脸痛惜之色。巫峰主，你非要做出轻者痛仇者快之事吗？欢喜寺三佛若是知道这件事，怕是要笑掉大牙来了。装腔作势，本峰主又岂会被你蒙蔽？巫行山厉声斥责，依旧咬住杨晨不放。欢玉莹看着二人互飙演技，颇为头疼。话说到这份上，连他都无法判断几分真几分假。就在这时，又有第三方到来，青鸾峰峰主陈青鸾和相思峰峰主尹相思的联袂到来，总算解了欢玉莹的困境。二女看到巫行山和杨晨都有些诧异，不过他们并没有过多表示，见礼之后便直接汇报了情况。原来今天夜里，二女恰好一同赏月，并交流修炼心得。更巧的是，三大佛误打误撞，竟是遭遇了二女。双方本属于互相对立的阵营，见面就是下死手。3对2，自然是三佛的实力占优，但三佛人生地不熟，一时拿不下二女。二女当然不急，只要继续周旋下去，定然会惊动同门来援手。三佛彻底陷入困境，根本拿不下，跑又跑不了。可令二女始料不及的是，他们还没等到同门援手，反倒是三佛率先招来一个神秘人救援。巫峰主，现在有尹峰主和陈峰主的话佐证，你总该相信是欢喜寺的三佛潜入了宗门了吧？请不要再把暗害你的帽子扣在我头上，否则我定要求师尊讨个公道。杨晨听完二女叙述，心中大喜，但面上依旧横眉冷目，警告巫行山。这个时候，巫行山被狠狠打脸，却也只能选择沉默。宗主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陈青鸾对于杨晨的发言一脸懵，询问道。尹相思也看向欢玉莹，不明所以。欢玉莹叹息一声，把杨晨和巫行山的争端说了一遍。陈青鸾和尹相思对视一眼，没有对此发言。二女显然不想太过介入争端。这时杨晨忽然说道，两位峰主，那个帮助三佛脱困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二女同时摇头，尹相思却是一语惊爆全场，我可以断定那人就是我合欢宗的内部人员。众人侧目，宗门之中出了内鬼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一个不好就要先拿高层开刀。尹峰主为何如此笃定？欢玉莹其实早有猜测，但她依旧端庄而坐，连语气都没有任何波动。这时陈青鸾接话道，回宗主，我和尹峰主试图追击，可那神秘人对于宗门的情况十分熟悉，很快就借助地形甩脱我等。陈青鸾的解释并不复杂，但一针见血，这个接应三佛的神秘人必然是对合欢宗的情况无比熟悉，否则的话又怎么可能轻易甩掉二女追击呢？一时间，在场众人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似乎在思考内鬼是谁。杨晨低头沉思，也在思量着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更何况宗门内有欢喜寺的内奸，欢喜寺这帮死秃驴竟用老六的招数对付他。来人！欢玉莹威严的声音忽然响起。大殿之外，一对侍女走近，宗主请吩咐。传宗主令，立刻封闭山门，任何人不得外出。欢玉莹抬手一指，一道金色的令牌飞出。是，宗主。侍女捧着宗主令，躬身告退。接着欢玉莹又对三大峰主下令，即日起，你三人推掉一应事务，全力追查三佛，揪出内奸。查探期间，谁敢不配合，格杀勿论。陈青鸾、尹相思躬身行礼，暗道宗主雷厉风行。杨晨也暗暗点头，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法。有这道律令，门内那些老油条也不敢放肆了。巫峰主，你为何不接本宗主的律令？欢玉莹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，泄露出一丝化神期修士的威压。杨晨几个顿感压力，连呼吸慢了半拍。而处于威压中心的巫行山更是面色惨白，两条腿颤抖个不停。宗主，我受了三佛暗算，实力受损不小，怕是无法执行您的命令，为宗门效力。巫行山咬着牙齿，断断续续说话，隐隐有几分卖惨的意味。欢玉莹的黛眉蹙了起来，沉默着没说话。陈青鸾和尹相思诧异了一下，甚至有些同情。二女以为巫行山是真的受了重伤。这个时候，杨晨当然不会放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，他跨出一步，面对巫行山，笑嘻嘻道：巫峰主，你可真是会开玩笑，明明修为已经坠落到炼气期，竟然轻描淡写成实力受损。不得不说，巫峰主还是挺幽默的。这话一出，陈青鸾和尹相思耳畔宛如有阵阵雷音炸响，脸色都绷不住了，纷纷吃惊地看向巫行山。如果真的如杨晨所言，合欢宗三大峰主的格局怕是要改一改了。巫行山心里慌的一批，自己掩饰的这么好，竟被杨晨一语道破。杨晨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巫行山动了肝火，涨红着脸暴喝一声，随即又面向欢玉莹狡辩道：宗主，我为宗门杀贼，方才受了重伤，此子竟如此羞辱我，请宗主为我做主。欢玉莹神色淡淡，不为所动。他注视着巫行山，忽然眸中闪过金色的光芒，下一秒，一朵金色的莲花生在巫行山的脚下。巫行山大惊，下意识拼命的挣扎，然而他现在只有炼气实力，哪里能够挣脱？这朵金莲的强度至多能束缚筑基初期修士。巫峰主，看来晨儿并没有污蔑你。欢玉莹终于知道今天初见巫行山的异样感从何而来，原来是因为他的实力下降如此之多。巫行山终于停止挣扎，老脸通红，头压得很低。此刻
他很希望有个地洞钻进去。杨晨看到巫行山牢底被掀开，差点笑出声。陈青鸾和尹相思却是找到了落井下石的机会，心情异常激动。宗主，云雨峰封主之位，位高权重，责任重大。按照门规，担任封主之位，最低要有元婴初期的修为。以巫行山现在的状态，明显不适合继续履行封主之责了。陈青鸾一拱手，向欢玉莹慷慨陈词。欢玉莹身为宗主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一般不会主动表态。他又看向尹相思，淡淡道：“尹封主，你的意思呢？”尹相思的脾气比陈青鸾暴多了，说话更加直接。炼气修为，怎能当我合欢宗的封主？若是传扬出去，怕是会让外人笑掉大牙。我请求立刻革除巫行山的封主之位。闻言，欢玉莹淡漠的颔首，看起来是在表达赞同。巫行山一颗心拔凉拔凉的，他现在没了实力，本就岌岌可危，再要是封主之位，门内的仇家怕不是要将自己撕碎。念及此处，巫行山再也不能装鸵鸟了，强烈的求生欲促使他扑通一下单膝跪地。宗主，我巫行山自问对宗门忠心耿耿，为宗门流过汗，流过泪，流过血，就这么被革除封主之位，我不服。说着，巫行山悲愤地褪去法衣，显露出身上的伤疤。这就是我早年为宗门立功的证据。陈青鸾、尹相思，那个时候你们在哪里？巫行山大吼着，演技飙到极限了。陈青鸾、尹相思似乎被他的气势震慑，竟是哑口无言。杨晨则是一脸讽刺，别人不知道情况，他还不清楚吗？这伤口明明就是他造成的，这老的是真的不要脸。正欲揭穿巫行山，欢玉莹却是给他使了个眼色。杨晨一愣，没说话了。这时欢玉莹终于宣布决定，宗门律令不可违，非元婴修士不可担任一封之主。然法外也有人情，巫封主，本宗主就给你1个月时间疗养，1个月之后，若是修为没有恢复，一切按照律令执行，革除封主之位。云雨峰、云雨大殿已经在战斗中沦为废墟，巫行山只能在山脚的别院下榻。但此刻巫行山更愤怒的不是下榻别院，而是1个月之后连别院都住不了。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那2个臭娘们没有欢玉莹扶持，你们有资格上位吗？贱婢玩意，竟然敢革除本封主！还有那个与宗主苟且的小东西，就是个灾星啊！欢玉莹，你宠幸小人，我合欢宗迟早败坏在你手里！巫行山越想越气，一边怒骂着，一边用法剑四处挥砍。反正这别院很快就不是他的了，留着还有什么用？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巫行山抬头看去，却见云雨峰大长老雷洪走近。与往常不同的是，雷洪非但没有见礼，反而似笑非笑地看着巫行山。雷洪，连你也敢嘲笑本封主了吗？巫行山手持法剑，披头散发，盯视雷洪的双眼一片赤红。封主，您误会了，雷洪前来只是向您道喜。雷洪并无惧色，笑嘻嘻回答道：道喜？本封主大难临头，有什么喜？巫行山意兴阑珊，冷笑着扔掉法剑。雷洪颇为大胆，走上前，挥手布了一道结界，耳语道：封主，我有办法助你恢复修为。你说什么？巫行山的八字胡一颤，紧紧抓住雷洪的胳膊，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片刻后，他松开手，声音颤抖，一脸恳求地说道：雷洪，你真的能助我恢复修为？只要你愿意助我，本封主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雷洪其实早就在暗中观察着巫行山的一举一动，直到此刻，他几乎可以确定巫行山会为了恢复修为豁出一切。封主，我当然没有这个本事，但有人可以。雷洪依旧谨慎，用言语试探：谁派你来的？巫行山犹豫了一下，问道。雷洪将他的犹豫尽收眼底，拿出一枚金丹舍利。金丹舍利是欢喜老祖赏赐给欢喜寺高层的佛宝，也算是欢喜寺的信物之一。雷洪的身份不言而喻。巫行山神色巨变，惊声道：金丹舍利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欢喜寺的案子。雷洪双手合十做佛礼，不见之前的谨慎，满脸狂热的虔诚。阿弥陀佛，封主何不皈依老祖？唯有老祖可以助你恢复修为，渡苦海。想极了。巫行山紧紧盯着雷洪，忽然狰狞道：雷洪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结欢喜寺！雷洪不为所动，反而嗤笑道：你巫行山道是对宗门忠心耿耿，如今又落下什么呢？你巫行山算是被这句话整破防了，竟然无言以对。雷洪没再补刀，似笑非笑看着他，二人之间沉默许久。忽然巫行山沙哑着声音道：想要我皈依老祖，先把好处拿来，否则我凭什么信你？雷洪点点头，取出一个天青色的法宝海螺，这是欢喜老祖赏赐的传音法宝，可以直接与他对话。随即雷洪当着巫行山的面对着法宝海螺陈述情况。巫行山紧盯着海螺，一颗心提到嗓子眼。10几个呼吸之后，法宝海螺灵光闪闪，发出一道苍老的声音。3日之后，本佛祖会命人送来一颗天饭菩提子。呼！巫行山吐出一口浊气，总算把心揣回了肚子里。他向着海螺郑重地拜了一拜，多谢老祖恩赐，恭喜封主，贺喜封主！有这一颗天饭菩提子，封主不仅可以恢复修为，甚至还有机会更进一步。雷洪也很高兴，这次策反巫行山，他的功劳很大。更进一步，巫行山顿时来了兴趣，询问道：这天饭菩提子，我倒是有所耳闻，却也没有那么大作用吧？
封主，请容我卖个关子，3日之后，一切自然见分晓。雷洪神秘一笑，傲然道：“好，那就等3日之后。”闻言，乌行山对于天饭菩提子更加期待了。天晨风，杨晨从合欢峰回来，把之前在合欢大殿发生的一幕说与黑猫和小龙女听。哈哈哈！黑猫捧着肥肚子，笑声颇为夸张。这老东西也有今天，好得很脸。再等1个月，本王亲自去砸烂他的脑袋。小龙女也捂着小嘴，咯咯笑起来。敢欺负杨晨哥哥，就该倒大霉。杨晨亦是唇角微掀，摇头失笑，哪里需要我们动手？信不信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有的是人对付他。毕竟乌行山这老登在宗门内的仇家可不止我们一家。闻言，黑猫一愣，瞪着猫眼看向杨晨：“小臣子，你可真是老六。”杨晨笑而不语。一时间，洞府里的气氛很快活。可就在这时，轰隆一声巨响从洞府之外传来。杨晨，立刻给本小姐滚出来！什么逼动静？黑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循声问道。